怎么就想不开自杀了？他女儿还那么小，可怜哟。哎呀，可怜什么呀？听说是婚前失贞，被夫家给撵出来了。那孩子呀，还是他偷人生的野种。要我说，这种人就该进猪笼。昭昭不是野种，昭昭是娘亲的宝贝，娘亲不会自杀的。娘亲昨天还说要带昭昭去吃城南的麦芽糖，娘亲才不会丢下昭昭的。有人不忍心上去拉她，丫头啊，你娘已经去了，快起来，别冻坏了啊。昭昭不冷，昭昭想陪着娘亲。真可怜哟，她那个娘我见过，也不像个不守妇道的，而且瘦瘦的，好像一阵风都能吹走。前2天见了她还笑呵呵的，唉，今天就死了。很快衙门的人来了，仵作验了尸身以后叹了口气，死者是自杀，不过生前应该被虐待过，身上有不同程度的伤痕。既然如此，就替他收敛了吧。这丫头怎么办啊？中永侯府那边不打算认他，说他是个野种，早点死了才好呢。昭昭眼泪涌了出来，她想说她不是野种，可她不敢出声。不远处，一辆低调奢华的马车停了下来。前方发生了什么？属下这就去探探。侍卫离开了片刻，又折返回来。启禀王爷，是5年前怀着孕被中永侯府赶出来的温家大小姐温时宜，她在院子里自杀了。就是被错报找回来的大小姐。据说这温时宜刚出生就被调包，被村妇养大，后来才被温家找回来。只可惜是个不安分的，容不下养女温奕欢，处处针对陷害，被温府给扫地出门。好不容易嫁进了中永侯府，又因为婚前失贞怀了野种，怀着孕就被撵出来了，处处透着诡异，还真是有点意思。裴荣景漆黑的目光盯着昭昭精致的小脸看了半晌，莫名觉得有些熟悉，脑海中不自觉想起曾经重要时被他强迫的女子。只可惜那次过后，他再也找不到人。忽然他从马车上下来，径直朝着那边走去。王爷这是去哪里？燕雨，本王缺个女儿，你看她怎么样？王爷是想收养那个孩子啊？裴荣景阴冷的目光猛地瞥向他。你想说什么？属下是觉得王爷真有眼光，那孩子一看就跟王爷很像，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说着，目光又看了眼昭昭倔强的小脸，莫名的真觉得像极了。该不会真是王爷的孩子吧？昭昭正哭着，一道阴影照在他的头顶，他茫然的抬起头。小丫头，本王缺个女儿，你要爹爹不要？昭昭沉默。半个时辰后，裴荣景命人将温时宜的尸身收敛了，找了个风水宝地下葬。好了，现在可以跟本王回家了吗？谢谢叔叔帮我埋葬了娘亲。叫爹爹。爹爹。皇宫，太后的慈安宫。气死哀家了，哀家不过是让他去相看个姑娘，他倒好，竟然将人家姑娘的眉毛都给烧了。这要哀家什么时候才能抱上重孙女儿？太子还年轻，您还不如指望皇上多生几个。那个生不出孙女的不孝子，哀家还能指望他吗？满后宫的女人，就没一个生出女儿的，真是造孽呀！摄政王也到了娶亲的年纪，不如太后指望一下摄政王。荣景是个好的，可是哀家怎么听说他好南风？他真能给哀家娶个媳妇儿回来生孩子吗？他揉捻着眉心，想想就头疼。摄政王从殿外走了进来，手中还拎着一个奶娃娃，一言不发地塞进了太后的怀里。本王的女儿，你瞅瞅。太后惊得不轻，险些扔掉手中的小人儿，低头看了眼，就见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娃怯生生地望着她，叫皇祖母。皇祖母。片刻后，太后如梦初醒。你从哪儿抱来的孩子？母后不觉得这孩子和本王很像吗？嬷嬷在一旁端详了半晌。这孩子啊，和摄政王小时候像极了，尤其这眉眼和嘴巴，哎呦，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孩子当真是你的？裴荣景扬了扬眉，没承认也没否认，总归是要当亲生的养的，是不是对于他来说也没什么关系。哎呦，长得真好看呀，眼睛亮晶晶的，不像你那个爹，一天到晚就知道板个脸。小郡主叫什么名字？
奶奶，我叫昭昭，朝露的昭。好名字。齐嬷嬷哪里被人这么亲切的喊过奶奶，顿时激动的眼泪也跟着出来了。小郡主可真可爱，就是怎么浑身都脏兮兮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太后这时候也反应过来，忍不住皱眉。荣景，是你欺负昭昭了。裴荣景沉默。太后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想着孩子在这里也不好过多询问，招呼齐嬷嬷将昭昭带下去洗澡换衣服。她这才看向裴荣景，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儿？母后可还记得5年前我在宁王府赏春宴被暗算那次？你是说你受了伤还中了媚药那次？没错。太后神色难看了起来。那次摄政王参加完赏春宴，回府途中遭了埋伏，不仅身受重伤，还中了媚药，躲进了一处破落院子中，才躲过了一劫。那时他已经神志不清，在媚药的作用下，把无意闯进来的少女给侵犯了。事后他也找了那女子许久，却杳无音讯。事情过去了这么久，没想到那女子竟然还为他生了个孩子。既然如此，当初是你强迫了人家，那女子也为你生下了昭昭，你挑个日子将那女子纳了，做个侧妃。裴荣景闻言皱了皱眉，如果你实在想当个正妃，也不是不行。他已经死了。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婚前失贞，被夫家给赶出来了，受不了流言蜚语，抛下昭昭自杀了。可恶！若非你一直没找到那女子，又怎么会让她受这委屈？可怜了昭昭，小小年纪就没了娘亲。本王不会让她受委屈。太后叹了口气。昭昭被洗得干干净净，换了身橘红色的裙子，这才被齐嬷嬷牵着手走了回来。太后一眼看到她白净漂亮的小脸，更加确定了这就是裴荣景的孩子。昭昭紧张地缩在齐嬷嬷身后，哎呀，快过来，让皇祖母抱抱。昭昭目光看向裴荣景，见他点头，才小心翼翼挪到太后身边。真可爱呀，饿了吗？我让齐嬷嬷给你准备吃的。昭昭一听到吃的，眼睛亮了亮，又暗淡下去。昭昭不饿。他们都好，愿意收留自己，还给他洗澡穿新衣服。他不想让人觉得他事多，他可以忍着的，等到了饭点再吃。怪异的咕噜声从昭昭的肚子里响起。你这孩子饿了还不说。齐嬷嬷，快去让膳房准备饭菜，尤其是小孩子爱吃的水晶糕，也准备些。老奴这就去。不到半个时辰，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全部端了上来。昭昭啊，多吃点儿。哎呦，你看你瘦的，哀家都心疼了。昭昭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好吃的，眼睛都亮了。皇祖母，昭昭真的可以吃吗？这孩子都遭了什么罪呀？吃个饭都这么小心翼翼，都怪你。看把哀家的小孙女可怜的。突然被埋怨的裴荣景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以后不会了，本王再也不会让她受委屈。他也夹了一只鸡腿放在昭昭碗里。快吃吧，以后想吃什么呀，就跟爹爹说，不要害怕，我们都是你的亲人。昭昭乖巧地点头。他小小的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也是慢条斯理的，小口小口的吃，看起来格外小心。昭昭吃的不多，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他的胃口很小，没吃2口就饱了。他看着还剩下大半碗的饭菜，有些不舍。昭昭吃不下了啊，吃不下就不吃了，晚上吃太多也不好消化。那我可以带走他们吗？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他想带回去慢慢吃。当然可以，哀家稍后就让齐嬷嬷全部给你装起来，都给你带回去。谢谢皇祖母啊。
吃过晚饭，昭昭就跟着裴荣景坐着马车回了摄政王府。裴荣景率先下了马车，能下来吗？要不要爹爹帮你？昭昭看了眼马车的高度，小脑袋摇了摇。昭昭自己可以的。她提着裙子，轻轻一跳就落在了地上，还自豪地扬起小脸，冲裴荣景咧嘴一笑。裴荣景忍不住嘴角跟着愉悦地翘起。管家迎了出来，看到昭昭那张熟悉的小脸，小嘴张得能吞下一颗茶叶蛋。王爷，这小姑娘是？这是王爷的女儿昭昭郡主。王爷何时多了个女儿？我怎么不知道啊？裴荣景看着昭昭身上明显不合身的衣裙，忍不住皱了皱眉。去将京城有名的制衣坊都叫来，为郡主量身定制一些衣服首饰。另外，按照她的尺寸买些时下最流行的成衣和首饰回来。老奴这就去安排。走吧，昭昭，跟爹爹回家。裴荣景牵起昭昭的小手，直接进了王府。裴荣景将她带到距离自己院子最近的小院。以后你就住在这里，本王会派几个丫鬟过来照顾你。那边的院子是爹爹的，你想见爹爹，随时都可以来。昭昭站在院子门口，拘谨的没有动，小脸煞白。怎么不喜欢吗？那本王再带你看几个院子。喜欢，只是裴荣景弯下腰，直视他的眼睛。怎么了？昭昭可不可以和爹爹一起睡？昭昭以前都是和娘亲一起睡的，昭昭不想一个人睡。裴荣景眉头一皱，俊美的脸僵硬了。小郡主，你现在已经4岁了，不能和王爷一起睡了哦。可是昭昭一个人害怕。他伸手揉了揉昭昭的脑袋。不怕，有青梅和粉桃陪着你。青梅和粉桃是挑选给他的贴身婢女。粉桃温柔地笑着蹲下来，乖，小郡主晚上睡觉，奴婢们会守在旁边的。对，奴婢也会守着小郡主的。昭昭苦着一张脸，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他不能任性，否则新爹爹会不喜欢他的。夜晚，睡梦中的昭昭忽然低低抽泣起来，惊动了躺在旁边榻上的青梅。他急急地走上前，看到昭昭不知是不是做噩梦，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娘亲不要走，娘亲不要丢下昭昭，娘亲。郡主，哎呀，小郡主，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昭昭好像听不到他的呼唤，闭着眼睛哭得伤心极了。听到动静的粉桃也走了进来，见状伸手在他的额头上探了探。呀，不好，小郡主发烧了！青梅迅速站起身，我这就去通知王爷。片刻后，青梅带着裴荣景回来了。粉桃站起来行礼。王爷，郡主状态很不好，好像梦魇住了，怎么都叫不醒。裴荣景上前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可请了府医。已经找人去通知了，这会儿怕是在来的路上了。昭昭睡得很不安稳，小脸泛着不自然的潮红，眼睛闭得死死的，眼泪却不停地流下来。府医怎么还不来？还不快去催？是，奴婢这就去。青梅一抖，立马往外跑。他刚跑出房门，就看到管家带着府医急匆匆走来。快，王爷已经等急了。府医不敢多做停留，马不停蹄地进去给昭昭把脉。片刻后叹了口气。这孩子情绪大起大落，受了冻，又长期营养不良，这才病倒了。老九这就给他开一副药方，熬好给他喝下去，很快就会好。还不快去！府医擦了擦额头的汗，立即出去写药方了。药熬好后，裴荣景亲自给他一点点喂了进去。见小丫头苦得直皱眉，还给她贴心的塞了一颗蜜饯。他刚将人放下，袖子就被小丫头给拽住了，嘴里不知道嘟囔了句什么，这才安稳的睡了。他眉头皱得更深，扯了扯衣袖，结果刚动，就发现小丫头嘴巴一憋，又要哭出声。裴荣景立马不敢动了，只是一张脸铁青着，很不自在。小郡主这是不想让王爷走。看着小丫头没有安全感，即便是睡着了也舍不得放手的模样，裴荣景心底好像被啄了一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信任他，依赖他。这里有本王守着，你们都下去吧。青梅和粉桃退下后，他盯着那张和他十分相似的脸，忍不住有些好奇。一开始只是想养着逗逗乐，顺便逃避太后的催婚，没想到随手捡回来的小丫头竟然和他长得如此相似。若不是知道当时温世宜才被找到，人还没进京，他真要怀疑这丫头是自己的种了。翌日，敏锐的裴荣景刚觉察到一道视线落在他的身上，他就唰地睁开了眼。小丫头刚靠过来的小身板一抖，立马缩了回去。爹
爹爹。裴荣景愣了片刻，眼底的冷冽瞬间收敛，他伸出手在他头上摸了摸，灼热的温度已经退了。好点了吗？还有没有哪里难受？昭昭好啦。王爷，宫里传来话，皇上命您带着昭昭郡主即刻进宫。带上昭昭。裴荣景脸黑沉了下来，心中已经知道了皇兄想要干什么。爹爹，是昭昭做错了什么吗？裴荣景闻言一怔，面色温和了许多。是爹爹想到了讨厌的人，和昭昭没关系。昭昭乖巧的点头。太好了，爹爹不是生我的气。昭昭洗漱完就被抱着塞进了宫里派来的马车。爹爹，我们是要去见皇祖母吗？还有个很讨厌的人。很讨厌的人。昭昭一头雾水。爹爹讨厌的人，昭昭也不喜欢，昭昭只喜欢爹爹。听他这么一说，裴荣景十分不爽的心情立即好转。不知道那位听到这话会不会气？慈宁宫，裴荣景刚牵着昭昭进去，就被一群人给围住了。啊，这是摄政王的女儿吗？跟她长得好像啊，好乖，好甜。太子殿下绕着昭昭走了一圈。哪里像了？分明更像本殿下。皇叔绝对是抢了姑的女儿。二皇子轻嗤出声。哼，大哥好不要脸，自己不想娶妻子自己生，就想抢别人的。六皇子趁机钻到了昭昭面前。哎，小娃娃，本殿下瞧你颇有几分眼缘，可否跟本殿下回府啊？昭昭害怕的往后缩。这就是爹爹讨厌的人吗？果然好可怕，一上来就想抢走昭昭。朕还在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了？况且昭昭和你们辈分相同，你们是想占谁的便宜啊？太子和六皇子俊脸一窘，还没开口解释，就感受到一道阴冷的视线落在他们身上，抬头就与裴荣景目光对上。皇叔，好巧啊，你也在啊。侄儿眼睛可真好使，本王一直在这里，你才看到。太子裴敬轩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昭昭，快过来，朕是你的黄伯伯。昭昭害怕的往裴荣景身后缩了缩，抬头看向自己爹爹，好似在询问。裴荣景眉头一挑，有被愉悦到。皇兄，我女儿她怕生。皇帝气得咬牙切齿，别以为他没看见，刚才小丫头是想询问他的意见，结果这家伙直接变相的拒绝他。太后在一旁笑得开怀，丫头快过来，哎呀，让皇祖母抱抱。就在众人以为昭昭不会去时，昭昭直接朝太后扑了过去。皇祖母啊！哎，众人面色一僵，这咋还挑人呢？尤其是皇帝，脸黑得像锅底。太后见他那吃了瘪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快去让你黄伯伯抱抱，他从昨夜呀听说你的存在，到现在都没舍得闭眼，一大早就盼着你过来啦。昭昭闻言有些吃惊，不自觉地朝皇帝看去，后者僵硬黑沉的脸在看到小丫头看过来时，硬是挤出一抹笑。昭昭突然觉得她有点可怜，小眼神不自觉扫向裴荣景。裴荣景见皇帝吃瘪，心情大好，想过去就过去，爹爹准了。昭昭眼睛倏地一亮，迈着小短腿就朝皇帝伯伯身边跑。黄伯伯。朕的好昭昭。他立即弯腰将昭昭抱起来放在腿上。昭昭快说，你都喜欢什么？只要朕有的都给你搜罗过来。什么都可以吗？什么都可以。那昭昭要好多好多糖果，要吃不完的糖果。昭昭喜欢吃糖，可是娘亲买不起糖果，昭昭就只能爬到树上摘桃子吃。可是桃树上的果子好小好涩，每回昭昭吃了，嘴巴都会麻麻的。众人一听，全都愣了下，尤其是皇帝气鼓鼓地瞪着裴荣景。你就是这么照顾昭昭的？朕看你也当不好一个父亲，不如将昭昭记在朕的名下，朕一定会是一个好父亲的。那都是本王找到昭昭以前的事情，以后本王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皇兄想要女儿，还是和皇嫂努力生一个吧。还生啊？都生了3个了，全是男孩，放过我不好吗？太子、二皇子和六皇子都是我生的呀。你别得意，朕早晚会有女儿的。昭昭眼底浮现笑意，他觉得这些人好像都不讨厌他，而且还都是爹爹的亲人，他好开心，他以后也是有亲人的人了。在宫里吃过早膳，皇帝又安排马车将他们送出了宫。刚走进王府，管家就急匆匆地走来，在裴荣景的耳朵边低语了句。裴荣景的面色顿时阴沉了下来。昭昭，爹爹还有公事处理，你先回院子好不好？我可以在旁边等爹爹吗？裴荣景皱了皱眉，想起地牢的血腥。爹爹是要去审讯犯人，你不害怕？
有爹爹在，周昭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这小丫头可真敢说。好，爹爹带你去，不过一会儿可别害怕的哭鼻子。昭昭信心满满的点着小脑袋，紧跟在他的身后。几人很快来到了王府的地牢。裴荣景悄悄朝小丫头扫了一眼，见她并没有露出恐惧的神色，悬着的心松了下。地牢中央绑着一个黑衣人，他的身上布满了鞭伤。燕羽见到来人，立马恭敬道：王爷，刺客还是不肯招供。他说完就对上了昭昭的小眼神。王爷竟然把郡主都带来了。裴荣景冷冷地哼了声，牵着昭昭的手走上前。本王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否则本王不介意一刀刀将你凌迟。你以为我会怕死啊？想要知道我主人是谁？等你死了，我再告诉你。还敢嘴硬？这个人我认识，我在淮南王府见过他。我也是。上次我偷吃了王府里的一点糕点，他还想杀了我呢，还好我跑得快。他就要死了，摄政王可是凶残的很，绝对不会放过他。昭昭微微皱眉，他爹爹才不凶残。他顺着声音朝牢房的角落望去，竟然看到了2只小老鼠凑在一起啃着馒头屑。他呲了呲牙，凶巴巴道：我弟弟是大好人，天大的好人，对昭昭很温柔的，才不凶呢。2只老鼠惊愕地看向昭昭，他是在跟我们说话吗？不确定，要不再看看？没错，我就是在跟你们说话。老鼠手中的馒头屑掉在了地上，一哄而散。过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跑回来。你真能听懂我们说话。你们不准说爹爹的坏话。不说。你们刚才说你们见过这个坏人，那他是哪里的？淮南王府啊，他是淮南王养的死士，就是他想要刺杀你爹爹。一次不成，他们还会派人过来的。好像是你爹爹拿了他什么重要的东西，他怕那东西泄露出去。可恶，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裴荣景听见小丫头自言自语，有些好奇地揉了揉她的脑袋。昭昭是不是害怕了？昭昭摇摇头，一脸纠结地看着他。爹爹，那个黑衣人想要刺杀你吗？昭昭别担心，爹爹很厉害，他们杀不死爹爹的。可是小老鼠说淮南王还会派人来刺杀你的，和他一样都是死士。你说谁？淮南王。淮南王？什么淮南王？是淮南王。裴荣景的面色瞬间冷凝了下来。你怎么知道的？小老鼠嗖的一下跑没影了。别提我们，他会把我们都抓起来剥皮抽筋的。昭昭好像没听到，是小老鼠告诉昭昭的，他们在淮南王府见过他。就刚才那2只老鼠。爹爹，我跟你说哦，他们之所以刺杀你，好像是你拿了淮南王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淮南王怕你将那个东西泄露出去，才要杀你灭口的。裴荣景一头雾水，他和淮南王交情甚浅，他何时拿走过他什么东西？爹爹是不相信昭昭吗？不是，爹爹只是很惊讶，昭昭竟然能听懂老鼠说话。昭昭很厉害的。对，昭昭最棒了。他牵着昭昭的手重新走回来。你以为你不说，本王就查不到是不是淮南王派你来的？你怎么知道？说完反应过来，立即否认。不，我不是。你想要攀要淮南王，我才不会上你当呢。哦，是吗？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件东西被本王藏在何处？黑衣人彻底慌了，眼底布满惊恐。他知道，他竟然真的知道了。刺客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可是裴荣景还是不解，他真的没拿过淮南王任何东西，他为何会盯上他？裴荣景拉着昭昭走到一旁的凳子上坐下。说吧，那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淮南王宁可刺杀本王，也不敢过来讨要？你不知道，你诈我！裴荣景并不否认，依旧似笑非笑盯着他。黑衣人顿时觉得头皮发麻，他果然如传闻中那般恐怖。是。黑衣人咬着牙，硬是一声不吭了。他也不知道啊，他收到的命令就是找一件女子的东西，又没说是什么。我知道，是他让人偷走的皇贵妃肚兜。没错，淮南王痴恋皇贵妃，奈何皇贵妃却嫁给了皇帝，还忍受不了相思之苦，这才让人偷了肚兜放在床头，睹物思人呢。可惜上次太后生辰宴时，他喝了酒，肚兜不小心遗落，被太后的猫叼走了。摄政王刚好路过，还以为是摄政王捡走了，他怕摄政王威胁到皇贵妃的性命，才要先下手为强的。昭昭小脸皱巴巴的，好像没有完全听懂。爹爹，什么是睹物思人呐？还有淮南王为什么要偷皇贵妃的肚兜呢？小郡主说了什么？丹王偷了皇贵妃的肚兜，还睹物思人，这是我能听到的吗？这也是小老鼠告诉你的？
他们还说皇祖母收成的时候，淮南王弄丢了皇贵妃的肚兜，以为是你捡走了，怕你伤害皇贵妃，这才要派人杀你灭口呢。裴荣景脸色铁青，不是，主子就为了个肚兜让我们来送死？裴荣景站起身，眼神凉凉地落在黑衣人身上。不用审了，放他回去，让他告诉淮南王，本王可没兴趣偷什么肚兜。昭昭被他抱着往外走。爹爹不去找淮南王报仇吗？淮南王曾经为大圣朝立下汗马功劳，因为上阵杀敌断了子孙根，即使对皇贵妃有念想，也无济于事，且皇兄知道了也不会处置的。爹爹受委屈了。本王可不是会吃亏的人，等着吧，那老家伙会自己上门赔礼道歉的。调查到刺客背后的人，裴荣景心情大好，下午干脆带着昭昭去逛街，害怕阵仗太大，昭昭不自在，他只带了燕语一人出门。到了京城最大的饰品房，裴荣景拉着昭昭就往里走，留了燕语守在门口。昭昭看上什么就拿什么，爹爹都给你买。爹爹，我不想要，爹爹给昭昭准备的东西都很好，还那么多，昭昭都用不完了。那怎么够？一天一套，那些都不够昭昭1个月穿的。一天一套，爹爹是要将我当成画架子吗？裴荣景瞧着他震惊的小模样，忍不住笑着摇头，看把小丫头吓得。他转身对着小厮说道：好了，去把适合他的东西都包起来，送到摄政王府。小的这就去办。买完了首饰，他又想起来这小丫头好像还没吃过醉春楼的水晶虾饺，就准备带她去尝尝。刚准备出门，昭昭迎面就撞上了个身影，有巴掌昭昭朝脸呼来，他下意识抬手一躲，巴掌落在了他的手背上。不长眼睛的贱东西，我家小姐也是你能撞的。裴荣景刚跟小厮说话，没注意，等他反应过来，他抬脚将人踹飞出去。什么脏东西也敢动本王的女儿？他心疼地弯下腰，将昭昭抱起来，看着他红肿的手，眼底的寒意更浓烈。燕语，他哪只手动的昭昭，就废了他那只手。是，属下这就去办。丫鬟还没爬起来，燕语已经走到了跟前，抬起脚踩在他的手腕上。疼不疼？不疼。小骗子，都红了还不疼？有爹爹在，昭昭就不疼了。见到自己贴身婢女被废了一只手，苏慕瑶忍不住哇地哭出声来。你们知不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她可是中永侯府的五小姐，你们敢这么对我们，就不怕中永侯府报复吗？报复本王很好。燕语，让人去请中永侯过来。是。这人竟然认识中永侯，他还自称本王，该不会是什么皇室中人吧？丫鬟哆嗦了一下，咬了咬牙，不甘示弱。哼，你们撞到了人，还敢叫我们侯爷过来，怕不是想要虚张声势吧？他一个王爷出门，怎么会不带随从？肯定是冒充的。小厮已经将东西打包好抱了出来，一见这阵仗，顿时慌了。裴荣景却示意他搬来了东西和茶具，径直坐了下来。别急，等爹爹替你报仇。昭昭有些懵懂的点点头。爹爹方才不是已经把坏人打了吗？怎么还要报仇呢？钟永侯很快就来了，刚进门，苏慕瑶哭着冲过去抱住他。祖父，他们欺负瑶瑶。哎呦，这不是我最疼爱的小孙女吗？怎么哭成这样了？瑶瑶乖，快告诉祖父，谁欺负你了？是那个小贱人，他不仅撞了小姐，还让他的人打断了小姐婢女的手。好大的胆子！你们没说瑶瑶是中永侯府的小姐吗？奴婢说了，可是对方根本就不把中永侯府放在眼里，还嚣张地说，即便中永侯来了，也得向他们低头认错。苏慕瑶诧异地看向丫鬟，刚才对方这么说了吗？不过看到祖父越发愤怒的脸，苏慕瑶立即打消了说穿的念头。那个小贱人竟然如此羞辱我，就要好好教训一顿。还有他身边那个人，他竟然敢打断翠儿的手腕，真是该死！放肆！那人在何处？在那里。钟永侯恼怒地抬头，猛地瞧见一张熟悉的面孔，立即上前恭敬道：摄政王怎么也在这儿？您刚才可是看见了那欺负我孙女的贼人？裴荣景嘴角一勾，将手中茶盏放下。本王就是钟永侯口中的贼人，钟永侯打算怎么处置本王呢？王爷这是何意啊？怎么，你家里的贱婢没有告诉你？钟永侯难以置信地扭头朝丫鬟望去，后者紧张地缩了缩脖子。贱婢刚才说是王爷的人撞到了瑶瑶，还出手伤了他的贴身婢女，可有此事？即便您是王爷，也不能肆意伤人吧？今天他要是不给我一个解释，
我就进宫告御状，我的孙女儿可不能白白被欺负。是又如何？王爷，不知老夫的孙女儿哪里得罪了王爷，您要如此对她一个小娃娃？你在质问本王吗？老夫不敢。钟永侯嘴上说着不敢，态度却很恶劣。他可是跟着先皇打江山的，在摄政王跟前，他就是长辈，一个他看着长大的毛头小子，还敢在他跟前耍威风。若是没有他们这些老的帮忙，他能当上摄政王，江山能是他裴家的？放肆！那钟永侯不如先回答本王，长国郡主又该当何罪？什么郡主？哼，本王的女儿昭昭郡主被你钟永侯府的贱婢给打了。摄政王什么时候有了女儿了？钟永侯如被雷劈，他的目光迟钝地移动到昭昭的脸上，在看到那张如同摄政王缩小版的脸蛋时，心口猛地一跳。还真是摄政王的女儿。他猛地扭头冲丫鬟质问：你怎么没说郡主被打了？丫鬟被吼得一缩扑通跪在了地上。奴婢他刚刚还撒谎呢，爹爹才没有说过，即使钟永侯来了也得低头认错，那是他自己说的。昭昭说完，仰起头看向裴荣锦：爹爹，昭昭没有说错吧？昭昭记性最好了，当然没说错。钟永侯怒火攻心，他堂堂侯爷竟然被自己家的下人给耍了。瞧着裴荣景对昭昭的宠溺，钟永侯知道今天怕不能善了了。是老夫没有看管好下人，让他们冲撞了郡主，老夫回府后定会好好管教。侯爷还真是慈悲，要是本王的人，这种欺主的奴才就该杖杀了。奴婢知错了，求侯爷放过奴婢，奴婢再也不敢了。钟永侯黑沉着脸：来人呐，将这2个欺主的贱婢给本侯拉出去打杀了。侯爷饶命啊！郡主，我们错了，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很快就有人将他们拖了出去。昭昭张了张嘴，想替他们求饶，看到裴荣景阴沉的脸时，又憋了回去。是觉得爹爹太狠了吗？爹爹没有错，如果今天昭昭没有爹爹护着，昭昭肯定会被他们打死的。裴荣景愉悦地挑挑眉，没想到小丫头还不蠢。苏慕瑶小脸煞白，眼睛死死地盯着昭昭，都怪他，要不是他，看着他从小长大的2个丫鬟也不会被杖毙了。很快外面的求饶声小了下去，直到停止。老夫这么处理，王爷可满意了？只是处置2个本就该死的丫鬟罢了，本王为何要满意？那王爷还想怎么样？侯爷的人打伤了本王的女儿，还一口一个贱人，侯爷难道不应该给予补偿吗？王爷是想……刚好本王的昭昭缺些首饰，本王正打算给她买些回去，不如这笔钱就由侯爷来出，如何？钟永侯气得牙疼，也不得不认栽。只是到付账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你说多少？2万两？她一个小丫头买那么多首饰做什么？本王的女儿就要宠着，1天1套不行吗？侯爷还是快付钱吧，本王还要带昭昭去吃醉春楼的水晶虾饺呢。你有钱，你了不起，你有本事你出钱呢。最终咬着牙将银票掏了出来，临走时还恼火地冲昭昭冷哼。父女俩开心地去吃了醉春楼的水晶虾饺，一直到傍晚才回家。刚进王府，守在门口的2位皇子就涌了上来。嘿嘿，昭昭，快看哥哥给你带了什么。二皇子裴景彦从后面撞开他。昭昭肯定最喜欢二哥哥带来的糖葫芦了，对不对？昭昭呆愣愣地看着他们，一时之间忘了反应。这么晚了，你们过来干什么？嘿嘿，当然是来找昭昭妹妹的啦。我可是求了父皇好久啊，他才同意我和二哥出来的，以后是要在皇叔的府邸里住上几日了。没错，皇祖母担心昭昭没人陪她玩，也同意了我跟过来。裴景彦勾唇一笑，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他就不信骗不走昭昭跟他们回宫。裴荣景垂眸看了眼昭昭，昭昭还小，他又不能随时待在昭昭身边，他确实需要有人陪伴。想留下来可以，不过你们可要保护好昭昭，若是让本王知道昭昭受了委屈，本王立即将你们打包送回去。皇叔放心，有我们在，谁也不能欺负昭昭。翌日一早，摄政王就去了昭御司处理公事，裴景彦和裴昭堂带着昭昭去了白鹿书院。刚走进书院，迎面就撞上了被人围在中间的苏慕瑶。他一见到昭昭，眼睛都红了。哥哥，就是他，是他昨天撞了瑶瑶，还让祖父杖毙了翠儿他们。
跟在他身后的2个小萝卜头闻言，神色立即变了。苏松年将苏慕瑶拉到身后，好一个小贱人，敢害得我妹妹被祖父责怪，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哥，别跟他废话，直接打。他就是个小野种，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被摄政王捡回去。我看啊，摄政王就把他当个玩意儿，玩腻了就扔了。苏洵在旁边煽风点火，昭昭吓得往后一躲，两人直接冲了过来。旁边的裴景燕立马上前护住昭昭。谁准你打我妹妹的？呸！就打他了，谁让他欺负我妹妹？你敢拦着我们，我连你一起打！小爷不发怒，你当我们是病猫啊？裴昭堂也火了，很快4人就扭作了一团。裴景燕和裴昭堂压着对方打，不一会儿就打得他们鼻青脸肿。苏慕瑶还想趁昭昭不注意从身后推他一把，谁知道昭昭早就看到了，他猛地侧身，伸脚绊在他的腿上。苏慕瑶重心不稳，直直朝苏松年他们摔下去。昭昭骑上去就左右挥拳。他从小就爬树摘桃子，力气可比这些同龄人还大。苏慕瑶嘴角都被打出血了，疼得哇哇大哭。裴景燕和裴昭堂对视一眼，妹妹也太厉害了。很快这边的动静引来了夫子。你们当老夫的学堂是什么地方？把你们的家人都给老夫叫过来，老夫倒是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置你们。听说要叫家长，苏松年、苏洵和苏慕瑶顿时小脸煞白。他们的父亲要是知道他们在学堂里打架，肯定会加法伺候的。反倒是裴景燕和裴昭堂很是淡定。敢让皇帝过来，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白鹿学堂的学子们不仅有名门望族，也有平民百姓。为了防止学子们一心只想攀附权贵，来这里的人都隐瞒了身份。苏慕瑶的父亲最先来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都是那个坏丫头，她推倒了我，还让人打伤了哥哥。苏怀瑾的目光顺着他的手指落在昭昭身上。这丫头有点眼熟啊，我以前见过吗？真是个没有教养的东西。咦，羞，打不过就告状，不是你们先动的手吗？2个大废物加一个小废物，哼，就凭你们还想打我妹妹？嘿，弱鸡！真想撕了这2个人的嘴巴呀！苏怀瑾从他们的对话中分析出来一些真相。小年纪就怂恿他人打架，你的家教就是这般低劣吗？慕瑶是他的女儿，他看着长大的，若非主动招惹他，他是断不会主动欺负人的。小丫头年龄不大，心思却这般歹毒，也不知道大人是怎么教的。这样道德素质低下的人是怎么进的白鹿书院呢？已经走到院门口的裴荣景恰好听到了这句话。苏怀瑾就是将温世宜休弃出门的人，虽然不知道温世宜是否婚前偷人，但昭昭现在是我的女儿，昭昭的教养还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裴荣景轻嗤一声，迈着步子走了进来，目光先在昭昭身上扫过，见她没有受伤，这才转向苏怀瑾。本王的女儿教养如何，还轮不到苏世子来评判吧。他说完垂头看向昭昭，安抚地揉了揉他脑袋。昭昭一向最乖了，你女儿为何要欺负昭昭？不应该从她身上找问题。如果世子实在找不出来，本王也可以代劳。千错万错都是你女儿的错，跟我女儿有半毛钱关系？听懂了他话里面的意思，苏怀瑾的脸色难看了些许。据我所知，摄政王好像并未娶亲，哪来的女儿呢？怎么，本王娶没娶亲，纳没纳妾，与谁睡了，难道还要向世子一一禀报吗？在下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怀疑本王的女儿是假的，故意借机找世子不痛快？在下……裴荣景直接打断他。你女儿为何要欺负本王的女儿？你不妨回去好好问问钟永厚，若再有下次，本王会直接替你管教。苏怀瑾眼底充满不解，疑惑地看向苏慕瑶，见对方目光心虚的躲闪，顿时觉得事情恐怕不简单。此事在下定会调查清楚，给王爷一个交代。交代？本王不喜欢等，不如世子现在就给本王一个交代吧。苏怀瑾神色一正，暗自咬了咬牙，转身对着3人各扇了一巴掌，直接将3人打懵了。尤其是苏慕瑶眼睛红彤彤的，还不敢哭出来。王爷现在可满意了？不满意，继续打，打到本王满意为止。王爷，怎么需要本王的人亲自代劳？苏怀瑾脸已经难看到了极点，
他捏了捏手，转身又对着三人扇，巴掌声此起彼伏，听得人心肝俱颤。裴荣景抱起昭昭，转身就走。燕雨，你留下。苏世子什么时候打得他们跪地求饶，什么时候放他们离开。属下遵命。出了学院，裴荣景才担忧地看向昭昭。昭昭可曾见过他？昭昭并没有见过他，爹爹为何这般问？裴荣景眼底闪过了然，同时松了口气。没见过最好，像他那种烂人，昭昭还是别跟他扯上关系的好。那听爹爹的。嘿，皇叔，我们厉害吧？我们今天可是保护了昭昭妹妹哦。啊，皇叔，你为什么打我呀？谁让你们带妹妹来白鹿书院的？我们怕妹妹在家里无聊，这才带她出来的。还有你当哥哥的都不知道拦着点儿。皇叔，我们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带昭昭妹妹来书院了。知道就好，再有下次就给本王滚回皇宫去。裴景彦和裴昭堂低头不语。爹爹，你别凶他们了，是昭昭自己想出来的。好，爹爹不凶。晚上，昭昭还在睡梦中，忽然被院子里的动静吵醒了。青梅和粉桃都不在，她自己爬起来跑了出去。刚走出房门，就遇到了返回来的青梅。青梅姐姐，外面发生了何事？宫里来了消息，太子殿下的毒又发作了，王爷和2位皇子已经准备进宫去了。太子哥哥毒发？我知道，我听宫里老鼠说，是有人给太子殿下饭菜里下了毒。对，那毒是从西戎带回来的，连御医都没有办法呢。肯定没办法啦，御医都没见过那种毒。其实很好解的，只需……昭昭听到声音，立马冲进了房间，四处翻找着什么。青梅追了进来。郡主在找什么？可以告诉奴婢，让奴婢来找吗？我在找刚才说话的老鼠。哈？老鼠会说话吗？很快，昭昭就在床底下发现了2只小老鼠。快出来，我带你们进宫。我们才不要去，那些人会踩死我们的。没错，我们还不想死呢。昭昭会保护你们的。小老鼠还是害怕，但是昭昭已经伸手将它们抱进了怀里。老鼠！青梅眼睛倏地一翻，晕了过去。昭昭焦急地将她拖到床上放好，抱着老鼠往外冲。不知道爹爹他们是不是已经进宫了？没有，刚才我听东虫说他们还在大门口，不过已经快出发了。小丫头，你跑快点！昭昭闻言一咬牙，跑得更快了。就在马车驶出去的刹那，昭昭追了出来。爹爹！马车上的裴荣景唰地睁开了眼，他怎么好像听到了昭昭的声音？爹爹！昭昭又不死心地喊了一句：我好像听到了昭昭妹妹喊皇叔。我也听到了。停车！他呵斥了一声，掀开车帘跳了下去，将跑过来的小丫头接到怀里。谁让你跑出来的？我听说太子哥哥中毒了，我想去看看太子哥哥。那你就能大半夜自己跑出来。青梅和粉桃呢？怎么没跟着你？青梅姐姐被吓晕了，粉桃姐姐不知道我跑出来了。吓晕？这是小老鼠，青梅姐姐害怕老鼠。裴荣景压下心中的不适，问道：这是那天地牢里的2只。哇，爹爹好聪明，就是他们。他们说太子哥哥中的毒是西戎那边的，所以御医才找不到解药。西戎？难怪那么久了，太子身上的毒还是无法消除，原来是西戎。爹爹别担心，小老鼠知道解药是什么，你快带昭昭一起进宫吧。裴荣景闻言点了点头，知道2只小老鼠会说话，也就没那么膈应了，连带着他们将昭昭抱起来塞进了马车。几人很快就进了宫，直接去了太子东宫。太子裴敬轩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皇后在旁边哭成了泪人。太后不断转着佛珠，就连皇帝都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白玉衣叹了口气：哎呀，此次毒发尤其猛烈，以往的办法已经压制不住了。若是能知道太子殿下中的何毒，微臣说不定还能找出解药。裴荣景带着3人刚走进太子寝殿，就听到了白玉衣的话：太子哥哥究竟中的是什么毒？要怎样才能解掉？是西戎的噬心曼陀。中毒者初期会感到轻微的头晕、四肢乏力，极易忽视。慢慢的，毒素会扩展到5脏6腑，身体浮现出藤蔓形状的纹路，让人疼痛钻心刺骨。那解药是什么？冰雪莲啊，皇帝的宝库中就有一朵。上次我还想进去偷吃来着，结果那门封得死死的，一个老鼠洞都没有。昭昭破涕为笑，还好封得死死的，否则岂不是被他们给吃了？裴荣景见他忽然笑了，扭头问他：是找到解药了吗？爹爹，
风儿过来。昭昭趴在他的耳朵上嘀咕了半天，裴荣景凝结的眉峰终于舒展。他走到床榻边，看向白玉一道：本王曾经在攻打西戎的时候见过这种毒，叫做噬心曼陀。想要解除噬心曼陀，唯有冰雪莲。他说完，目光望向了皇帝。皇兄，臣弟记得你的宝库中就有一朵西域进贡的冰雪莲。皇帝嘴角抽了抽，感情太子受了这么久的苦，你现在才看出来是噬心曼陀。感受到皇帝的哀怨，裴荣景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他也是才知道好不好？皇帝狠狠瞪他一眼，转身朝大总管吩咐：还不快去取朕的冰雪莲？哎，老奴这就去。大总管走后，白玉一好奇地上前询问：那王爷之前怎么没有发现这毒的来源呢？噬心曼陀起初症状并不明显，本王也是今日看到他脸上的青痕才想起来的。裴荣景信口胡诌了个理由，偏偏这个理由让人不得不信服，因为太子之前毒发确实没有这些症状。一个小太监趁人不注意，打算悄悄溜出去。呀，快看，那个投毒的杀人凶手要跑了！昭昭耳边忽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声音，他茫然地抬头看去，正好看到太后身后齐嬷嬷怀里抱着的小白猫。这小丫头一直盯着本喵干什么？不去抓下毒的太监，看本喵就能抓住凶手了。她怎么还看本喵？难道本喵今天没洗脸，被她给干出来了？喵喵喵！就说不能给人类当宠物，本喵都堕落了。哼，明天就去后妃宫里偷2块金元宝耍耍。这只肥猫好啰嗦，比昭昭还啰嗦呢。小丫头，那只猫说的没错，你再不去抓那个小太监，它就要被灭口了。小老鼠缩了缩，往昭昭怀里躲得更深了，生怕那只肥猫看到它们。白猫轻蔑的眼神扫过昭昭的怀里，嫌弃的不行。它可是天天光顾御膳房的喵，有山珍海味的美食不吃，它会去吃2只臭老鼠。昭昭不敢耽误，上前扯住裴荣景的衣摆：爹，快跟我走，再不去就来不及了。裴荣景有些懵，很快他就在昭昭的带领下来到了冷宫附近。爹，快抓住那个人，是他给太子哥哥下毒的。裴荣景顺着他的手指看向冷宫门口，那是太子宫中的长侍太监，他怎么会来冷宫？难道真是他给太子下的毒？爹，快，他马上就要被灭口了，快抓住他，就能知道是谁要害太子哥哥了。裴荣景神色一凛，抱着昭昭直接从城墙上越过。啊，我飞起来了！他们刚一落地，就看到长侍太监正被一个黑衣人按着往井里丢。什么人？裴荣景抱着昭昭迎了上去，黑衣人顿时一惊。裴荣景冷着脸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几个回合下来，他不仅没有杀得了太监，自己还受了重伤。黑衣人自知不敌，一个虚晃猛地朝黑夜逃窜而去。裴荣景刚想追过去，爹，快救人，他被灌了毒药。他猛地回头，果然看见长侍太监的脸色青紫，明显中毒的迹象。裴荣景提着他直接回了东宫。裴荣景将太监往地上一丢，一定要救活他。白玉一见状也不敢耽搁，这明显中毒已深，再不救就来不及了。皇帝他们见状全都围了过来。这不是太子宫中的长侍太监吗？他这是怎么了？中毒了吗？就是他给太子下的毒，我怀疑他是西戎的细总。刚才他趁我们不注意溜去了冷宫，差点被黑衣人灭口。裴荣景故意没提昭昭，宫中人多眼杂，他不想让小丫头处在危险当中。西戎当真是狼子野心，手都伸到了我们大圣皇宫里来了。胆敢对朕的太子动手，西戎简直是活腻了。皇帝面容阴沉极了。你为啥怀疑他是西戎的习作？因为噬心曼陀是西戎的毒？噬心曼陀只有西戎皇室才有，他能拿到这种毒，说明背后的人定和西戎皇室脱不了干系。这件事朕会彻查到底。皇帝说完，眼珠子咕噜噜落在昭昭身上。这么晚了，昭昭不如就留在宫里歇息如何？朕给你准备一个大大的豪华的宫殿，怎么样？裴荣景眉头一皱，立即将昭昭提起来抱在怀里。皇兄还是赶快去看看太子吧，本王的昭昭还是想跟着本王回去。昭昭听爹爹的，皇帝婆婆总想拐走昭昭，我可不能上当，不然爹爹会伤心的。皇帝气得俊脸一黑，甩着袖子转身走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不就是有个可爱乖巧又听话的女儿吗？我也可以生。折腾了一晚上，昭昭回去就倒头睡了，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他才朦朦胧胧地醒过来。
哎呦，小丫头，你还睡呢？你爹爹这会儿快哭了。就是，还不快去安慰安慰你爹爹？爹爹为什么要哭啊？因为那个肩宽腰细还异常俊美的大奸臣。没多久，昭昭就洗漱完，带着青梅和粉桃去了裴荣景的院子。滚！都给本王滚！他江思周凭什么自杀？他的命都是本王给的，没有本王的允许，他有什么资格死？燕雨灰头土脸地从书房里出来，抬眼一看，就发现了站在院子里的昭昭。郡主还是回去吧，王爷这会儿还在气头上。爹爹他怎么啦？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啊？太傅家的大少爷早上被丫鬟发现，又在房中自杀了。这为什么要自杀？是不是像娘亲那样自杀？燕雨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身后书房的门忽然被打开。要你多嘴，事情都办完了，还不快滚！燕雨肩膀一跨，匆匆离开了院子。昭昭瞧着裴荣景的神色，有些害怕，想了想，还是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爹爹，不生气了好不好？昭昭唱歌给你听。一刻钟后，马车上，琪琪啊，是昭昭唱歌太难听了吗？所以爹爹才会将昭昭赶出来。我的小郡主啊，您那哪是唱歌难听啊，您那是唱歌成灾了好吗？我们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恐怖的画面。小郡主一开口，整个南风院都爬满了蛇虫鼠蚁，就连天上都飞满了鸟雀乌鸦。不知道的还以为咱王府遭了什么劫难了呢。呀，小丫头别难过，他们人类不懂欣赏你的歌声，可是我们很喜欢。没错，你一见到我们那些老鼠朋友还有蚂蚁朋友都出来听你唱歌啦，还有那该死的蛇类。爹爹是不是不要昭昭了？小郡主，您唱歌很好听的，真的很好听，您的声音很有魔力，就连小动物都被你吸引过来啦，简直太厉害啦！是啊，小郡主，王爷不是不要你了，是让我们陪着你出来逛逛，他还有公务处理，等他忙完了肯定会来找你的。王爷哪是不要小郡主了呀，他那是被蛇群吓到了好吗？真的吗？爹爹真的不是不要昭昭了吗？那是自然，出门的时候啊，王爷还给了我们好多银子，让小郡主想买什么买什么，玩开心了再回去。哎呦，小郡主快别哭了啊！哎，奴婢听说啊，醉仙楼的八宝鸭特别好吃，奴婢带郡主去吃八宝鸭好不好？真的吗？比爹爹带昭昭吃的水煎虾饺还要好吃吗？好吃，都好吃。马车很快在醉仙楼门口停下，小郡主，奴婢抱您下去。醉仙楼位于朱雀大街的最中央，3层飞檐如大鹏展翅，朱雀的门上赫然挂着醉仙楼的金字招牌。哇，粉桃姐姐，这里好漂亮啊，比上一次吃水晶虾饺的地方还要漂亮呢。今天保证让小郡主吃得开心。两人牵着昭昭刚准备进去，从门内忽然走出来几个衣着华丽的贵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个衣着华丽的女子，她正偏头与身侧的男子说着什么，根本没有看向前方。昭昭抬头一看，顿时脸色煞白，整个人都开始瑟瑟发抖。青梅觉察到了她的异常，小郡主，你怎么了？我是他们，娘亲，是他们经常来欺负娘亲，娘亲才会自杀的。就在温一欢和他表弟沈清看过来的瞬间，昭昭神色大变，转身就跑，不能被他们发现，昭昭还要替娘亲报仇呢。昭昭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个爹爹，他不确定爹爹会不会为了他得罪他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跟坏姨他们对上。哎，郡主你怎么啦？你等等奴婢啊！表姐，你在看什么？哼，没什么，看错了。那个小野种怎么可能有婢女？他此时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等待死亡呢。刚才跑走的那个小姑娘，她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不简单，肯定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绝对不可能是那个小野种。啊，对了，之前让你做的事情你都做好了吗？放心吧，表姐，那贱人为了自己生的野种，还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不过是用那个小野种的性命威胁他，他竟然真的乖乖自杀了，呵呵，还真是伟大呀。哼，少贫嘴，你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吧？表姐，你这么担心做什么？是害怕你在他大婚之前找人毁了他清白的事情被中永侯府发现？哼，他现在人都死了，就留下个小野种，能翻起什么风浪？更何况你现在才是世子夫人，当初毁了他清白的人，说不定是哪里冒出来的乞丐，现在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不过斩草还需要除根，你最好是将那个小野种给我一并处理了。我温宜欢绝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隐患。温宜欢手指狠狠掐进肉里。当初她原本都嫁给了苏怀瑾，还生下了2儿1女，却因为她假千金的身份被揭穿，中永侯府不肯认这桩婚事，让她从正妻变成了妾室，就为了给那个贱人腾位置。想到苏怀瑾到现在还将那个贱人的荷包放在身上，他就恨不得将温世宜那个贱人挖出来鞭尸。不过是区区一个野种，本少爷弄死他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放心，只要你将这件事办妥了，到时候我会让怀瑾安排你进入户部任职的。啊，那沈清在这里就多谢表姐了。昭昭惊慌失措的胡乱跑，他人小，街上人又多，很快钻进了人堆里消失不见。别说粉桃和青梅，就连躲在暗处的暗卫都错失了踪迹。不好了，小郡主不见了！小郡主的状态不对，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我和暗卫在这里继续找，你赶紧回去通知王爷，让王爷多安排些人来一起找。青梅不好耽误，立马朝摄政王府跑。昭昭没头没脑地跑了很久很久，跑到他彻底跑不动了。他在一个巷子口停下，因为剧烈的奔跑加上害怕，他一口气没提上来，憋晕了。就在这时，有2个酒鬼恰好路过，摇摇晃晃地走上前，其中一人伸出脚踹了踹昭昭。咱们兄弟俩运气真好，竟然在这里碰到了这种上等货色。这要是卖到春风楼，不得赚一大笔银子呀！小丫头快别睡了，你要被人卖掉了。哎呀，快醒醒啊！你再睡下去，就再也见不到你的爹爹了。他怎么还不醒？要不我们咬他一口吧？啊，不行不行，万一我们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他怎么办？我们去咬那2个坏人吧。2个人刚准备将昭昭抱走，他怀里猛地窜出2只老鼠，朝他们的脸上扑去。该死的老鼠，敢咬你爷爷耳朵，看我不打死你！他娘的，老子的嘴是你一个畜生能咬的，给老子去死吧！酒鬼们疯了似的开始攻击老鼠们，奈何老鼠们好像提前预判了他们行动，在他们拍过来时立即转移方向。呸！小老鼠我不干净了，我居然亲了这个垃圾的嘴巴。这个人的耳朵好臭，他几百年没洗澡啦，比我们老鼠还臭。小老鼠再次吧唧一口咬在了他们的后背。哎呀！这该死的臭老鼠，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小老鼠们在他们的身上四处躲闪，他们不仅没有打到小老鼠，反而将自己打得鼻青脸肿。他娘的，这老鼠太奸诈了，老子根本打不到他。丽姐，快，你打我身上的老鼠，我打你身上的，老子就不信了，我们2个大男人还能被2只老鼠给咬死啊！2个人很快开始攻击对方身上的小老鼠，眼看着要被他们打中，2只交换了下眼神，一下子从他们的身上窜了出去，钻进了一旁的墙洞里。他娘的，别让老子逮住你们，否则老子一定把你们大卸8块！另一名酒鬼咒骂了一句，这才返回昭昭身边。我看这2只老鼠就是从他身上钻出来的，一定是这个死丫头搞的鬼。这死丫头身上该不会还有什么古怪吧？呸！管他什么古怪的，今天栽到了老子的手上，就不能让他跑掉。其中一个酒鬼一只手直接提起了昭昭就要走，小老鼠急得再次从洞里钻了出来。早有准备的2人迅速抽出怀中的匕首朝小老鼠扎去，其中一只小老鼠躲闪不及，被匕首定住了尾巴。好疼啊！哎呀，小丫头你快醒醒啊！哎呀，你再不醒，我们就要被打死了！酒鬼走到小老鼠身边，老子看你现在还往哪儿跑！该死的，敢咬你爷爷，看我不把你踩成肉泥！昭昭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就看到其中一个酒鬼的脚朝小老鼠狠狠踩去。不要！昭昭瞳孔微缩，整个人扑上去挡在了老鼠身上。酒鬼的脚眼看着就要踹到昭昭的后背，只听啊的一声，酒鬼的身体猛地倒了下去，捂着流血的腿疼得嗷嗷叫。奢华昂贵的马车在巷子口缓缓停下。阿玉，怎么停下了？被唤作阿玉的仆从从马车上跳下来，走到车窗旁，恭敬道：少爷，前面有人挡路。发生了何事？是有2个脏东西想对一个小娃娃下手，属下已经出手阻止了。少爷，要不要把那小姑娘救过来？小姑娘？他心中微微一动，皱了下眉，终究还是没忍住道：救回来吧。是，属下这就去办。 2个酒鬼见到提着剑走过来的阿玉，全都吓得瑟缩起来。你是谁呀？老子劝你别多管闲事啊！就是，我们可是翰林院沈大人的人，
你们是翰林院的审清的人。没错，你要是敢杀了我们，沈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你们威胁我？马车内的江慈洲眉头皱了下，眼底有寒芒闪过。没想到随手救个小姑娘，背后竟然还有翰林院的手笔。他们想要抓走一个小姑娘做什么？阿玉，打一顿，让人将他们送到沈府，就说是本官做的。他倒是很好奇，这小姑娘是什么身份，竟然让沈清如此大费周章的想要弄死。是少爷。阿玉冷笑着上前，他可是大理寺少卿的人，区一个翰林院待诏的人也敢威胁他。阿玉把2个酒鬼打晕后，直接命人送去了沈府。回来的时候，看见昭昭还趴在地上，有些好奇地蹲下身。小姑娘，坏人已经被打跑了，你还不走吗？昭昭抬起头，就看见一张清秀开朗的笑脸，眼睛眨了眨，刚想说话，这是赫连月，那个肩宽腰窄、大奸臣的属下，还是那个遗落在外的小皇子。快跑，小丫头！你要是落在了大奸臣的手里，就再也见不到你爹爹了。对，大奸臣有一种怪病，专门吸食幼女的鲜血，每7日就要喝一次，否则就会发狂，很恐怖。昭昭迷迷糊糊地听着，什么也没听懂，就听懂了那句喝幼女鲜血。我的血不好喝的，不要喝我的血。他脑海中立马浮现自己被放血后凄惨躺在地面上等死的画面，渐渐和娘亲死去的场景重合，一激动两眼一翻，又晕死了过去。小丫头，你不能晕，快醒醒，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完了，真晕了，这可怎么办？我们打不过这个赫连玉啊。阿玉刚听到喝血2个字，瞳孔骤然一缩，他难道认识自己，还知道少爷喝少女血的事情？提起昏死过去的昭昭，直接返回了马车。少爷，这小姑娘身上有问题，她好像知道少爷的秘密。把人先带回去。沈府，不好了，大理寺的人把我们沈府大门口给围住了。你说什么？大理寺？他们为何要围住我沈府？莫非是他教唆温世宜自杀的事情败露了？这怎么可能？他做的那么隐蔽，甚至先是找了人意图强奸他，在他精神破防的时候出现，再用那个小野种逼迫他。他的死他可没有亲自动手，大理寺怎么会怀疑到他的头上？那大理寺的人可说了什么？大理寺的人抓了2个人，那2个被打得体无完肤，现在就扔在沈府的大门口，说是大理寺少卿江慈洲找人打的，还说要让大人您亲自去接收呢。那2个人是谁？好像是城南的地痞流氓张龙和张虎2兄弟。什么？怎么会这么巧呢？莫非江少卿真的发现了什么？大人，您没事吧？没事，先过去看看。2人很快到了大门口，此时大理寺的人早已经等候多时。沈大人好大的官威，竟让我等在此等候多时。楚大人，不知道下官犯了何事，还劳烦楚大人亲自跑一趟呢。楚云是大理寺的人，现在就在江慈洲手下，是他的左膀右臂。他见到楚云，就好像见到了江慈洲，没来由的心中发怵。听他们说，他们是为沈大人做事的人，沈大人不如问问他们。这已经酒醒了的2人一看到沈清，立马连滚带爬地扑到他脚边。大人，小的知错了，你可一定要救救小的们呐！我们再也不敢了，求大人救救我们吧！楚大人，不知道他2人犯了什么事啊？他们试图拐卖幼童，被我们大人撞个正着，还想对我们大人的人出手。沈大人，你说他们犯了何事啊？沈清闻言狠狠松了一口气，竟然不是因为温世宜，那可就好办了。张龙、张虎这2人他必须保下来，否则难保他们不会在大理寺说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他手上很多脏活都是这2人去帮他办的，绝对不能让他们被带走。他佯装恼怒道，在2人身上踹了一脚。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拐卖幼童，还敢对大理寺少卿出手，你们是活腻了。张龙和张虎立即对视一眼，心中已然有了盘算。大人，是冤枉啊，我们真的没有拐卖幼童啊。我们是见到一个小姑娘躺在巷子口，以为她生了什么病，这才跟弟弟准备带她去就医的，绝对没有要拐卖幼童啊。我们真的冤枉呀！大人若是不信，大可以去查。我们过去的时候，那小姑娘早就晕倒了，还有2个小老鼠想要咬她，是我们救了她呀。为了救她，我们兄弟2人还被小老鼠咬了一身的伤。那你们为何又要对大理寺少卿的人出手啊？
张龙眼睛滴溜溜一转，张口就来。我们以为他们才是想要抢走幼童的人，这才还算聪明。沈清心中松了一口气。楚大人，这一切都是个误会，还请楚大人能够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吧。楚云是谁？那可是跟着江慈州破过无数案子的人，怎么会看不出来他们3个人在演戏？不过大人说了，只是让他们2人送过来，顺便敲打一下沈清，他自然不会将事情做得太绝。毕竟大人好像还在下一盘棋，等着这鱼儿自己上钩呢。哼，再有下次绝不轻饶。沈大人，坏事做多了可是会做噩梦的，您还是好自为之吧。他猛地转身，大手一挥，我们走。直到楚云等人的身影消失在街角，沈清才阴沉着脸瞪向地上的2人。你们跟本官进来。张龙张虎色缩了下，忍着疼爬起来跟了上去。摄政王府，裴荣景面色阴沉地坐在椅子上。人可找到了？属下查到小郡主是在朱雀路南侧第3条巷子消失的，她消失的时候有人经过那里。何人？城南的张龙和张虎2兄弟。属下还查到这2人是替翰林院代招沈清的人。沈清是温家的外妻？裴荣景眼眸微眯。温家，温世宜的娘家人。他们为什么要抓走小郡主呢？该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昭昭母亲的事情，青梅和粉桃已经知道了，心中更加愧疚难过。他们敢！昭昭的暗卫挑选的如何了？石英阁选出了武力值最强的红英和荔枝，已经通知他们从石英阁赶回来，最迟不会超过半月。让他们以最快速度进京。裴荣景说完，立即起身吩咐：燕宇，带上人跟本王去沈家算账。摄政王府和沈府都快乱套了，昭昭还在马车上昏迷不醒。我的娘哎，这小丫头还要昏睡多久？她知不知道自己快见狼窝了？要不俺还是咬一口吧，保管让她立马疼醒。就在小老鼠跃跃欲试的时候，昭昭终于迷迷糊糊的转醒，刚睁开眼就看到了一个人影。男子泼墨长发随意披散，精致五官仿若雕刻而成，好看的好像画里出来的人。他的手腕处包裹着纱布，此时还隐隐有血迹透了出来。美人叔叔，你疼吗？你也是被抓来吸血的吗？美人叔叔，他堂堂一个大男人，还是第一次被人叫美人儿，嘴角无意识地勾了勾。你是哪家的小孩偷跑出来的？不怕被坏人抓走吗？怕。叔叔，你会保护昭昭吗？你就不怕我就是坏人吗？不会吧。他看着江慈州，叔叔这么好看，肯定不是坏人的。娘亲说过，相由心生，那坏人肯定都长得很丑的。哦，那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越美的人越心如蛇蝎？我就知道这个大奸臣很恐怖，没想到连小孩子都恐吓，好可怕，好可怕，跟摄政王一样可怕，难怪他要吸幼童的鲜血呢，简直就是魔鬼。昭昭听着小老鼠的话，终于意识到眼前的人就是那个会吸血的大奸臣。昭昭很听话的，不要吸昭昭的血好不好？江慈州没想到这小孩子竟然如此不经斗。别哭了，我刚才是吓你玩的，我不吸人血，而且你看起来也不像有很多血的模样。真的不吸昭昭的血了吗？江慈州轻轻嗯了一下。我就知道美人叔叔是个大好人。他说完又低下咕噜噜的大眼睛看着他手腕上的纱布，抱起来呼呼了下。娘亲说受了伤要呼呼，昭昭给叔叔呼呼，美人叔叔就不疼了。江慈州如冰雪的眼眸好似有什么悄无声息的化开了。美人叔叔，你是怎么受伤的？自己划的。美人叔叔，你不要死，昭昭不要你死。美人叔叔，你要是想吸血的话，就吸昭昭的吧，昭昭不怕疼，你别再伤害自己了。江慈州挺拔的身影僵住。好，我不伤害自己了，你别再哭了啊！昭昭顿时扬起脸笑了。啊，这大奸臣看起来也不像坏人啊，为什么百姓要说他是个魔鬼？还不是因为3年前那个案子，张屠夫杀了邻居家的4岁小女儿，可是大奸臣非说张屠夫不是真凶手，小女孩的母亲还在堂前撞柱而亡了。啊，那件事我也知道，张屠夫后来也被问斩了。
这件事儿就这么结案了。但是因为他逼死了受害者的母亲，所以百姓都觉得他是个大奸臣，善恶不分。小女孩父亲是个大夫，他觉得大奸臣当初肯定是想要包庇张屠夫，给他下了嗜血蛊，所以他才会每隔7日就得吸食幼童鲜血，否则就会失去理智，变得疯狂。唉，也是可怜。美人叔叔一看就是个大好人，怎么会包庇凶手呢？他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的，母亲也不会自杀的。可是那些人都说母亲是自杀的，他也不相信。所以美人叔叔肯定也是被冤枉的。说来也奇怪，当初所有证据都指向张屠夫，可是大奸臣却一直坚定地认为张屠夫是想替人顶罪。那要是不是张屠夫，难不成是他的夫人？总不能是他的儿子吧？昭昭小眼睛忽然亮了亮，对怀里的小老鼠说道：小老鼠，你们不是有很多老鼠朋友吗？能不能帮忙找找证据？说不定大奸臣真的是被冤枉的呢。你真的要帮那个大奸臣？我觉得美人叔叔不像坏人，而且昭昭很喜欢美人叔叔。小老鼠，美人叔叔救了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就当报恩了好不好？你说的没错，我们叔叔也是有叔叔精神的，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叔叔这就去帮你打听打听。小老鼠悄无声息地从昭昭怀里滑下去，消失在道路上。马车到了太傅府停了下来，闭目养神的男人缓缓睁开了眼眸，看到在旁边打瞌睡的小姑娘，忍不住勾了勾唇。阿玉，去打听打听，她是哪户人家的小姐，让她的家人过来领人。阿玉从马车上跳下去，属下这就去办。神府，沈清跪在地上，整个人都是麻木的。他要不要这么倒霉，一天之内得罪了整个圣经2大煞神？王爷突然大驾光临，不知所谓何事啊？裴荣景眼眸微微一抬，沈清立马感觉被毒蛇缠住了脖子，呼吸都紧了几分。张龙和张虎是你的人？怎么又是这2个人惹的祸呀？王爷问你话呢，还不快回答？是下官的人。他们现在在何处？在厢房疗伤。来人，把人给本王带过来。是。立即有人领命去抓人，沈清吓得都快瘫坐在地上了。这该死的张龙和张虎到底给他惹了多少事？早知道他们是个祸害，他就应该在那件事办成后直接灭口算了。刚还在疗伤的2人，下一秒就被蒙逼的带到了正厅。小的张虎，小的拜见大人，拜见大人。说，你今天下午在朱雀街附近抓走的小姑娘在哪儿？敢说一句谎话，小心我割了你的脑袋！小姑娘，又是小姑娘，那小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我们没动那小姑娘，她被大理寺少卿给带走了，还敢撒谎！大人息怒，我们说的都是真的。那小姑娘的确是被大理寺江少卿的人给带走了，不信你们可以问沈大人，他可以为我们作证。没错，他们身上的伤，就是大理寺的人打的。负责这件事的人是楚云，楚大人。燕语微微皱眉，回头看向裴荣景。去太傅府。后者面容黑沉，径直从座位上站起身朝外面走。就在沈清等人松了口气时，沈大人御下不利，重打30大板。张龙、张虎意图伤害小郡主，直接杖毙。沈清和张龙、张虎猛地抬头，完了，这是想要他们的命啊！裴荣景等人刚到太傅府，就碰到了出门的阿玉。参见摄政王，摄政王可是来看我家少爷的，他刚回府，此时应该在花厅。我这就让人去通报。摄政王和我们家少爷还真是相爱相杀啊！少爷前脚刚回家，摄政王后脚就到了。哼，本王才不是来看的，他今日是否带了个小姑娘回来？王爷怎么知道？莫非他一直派人监视着少爷？完了，这要是让少爷知道，岂不是又要闹自杀了？本王当然知道，他拐走的可是本王的女儿。啊？摄政王的女儿？摄政王什么时候有了女儿？难怪我见到那个小女孩的第一眼会觉得如此熟悉，原来竟然是摄政王的女儿。那少爷岂不是一早就发现了？难怪会让家人带回来，不愧是少爷，这是准备拿捏住摄政王的女儿，以死来拿捏摄政王吗？不知道阿玉大脑风暴的裴荣景推开他，直接大步朝里面走。好你个姜思周，本王不过是让人阻止你自杀，你竟然要拐走本王的女儿，好得很呐！花厅中，
昭昭捏起一块梅花糕塞进嘴里，吃得不亦乐乎。看了眼身边正在看书的美人叔叔，他用小手捏起一块桂花糕，径直走到他身边，小手一抬，桂花糕送到了他嘴边。我不吃。美人叔叔，这桂花糕很好吃，你快尝尝。娘亲说，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就要分享给喜欢的人。昭昭很喜欢美人叔叔，所以昭昭想把桂花糕分给美人叔叔吃。美人叔叔，你就吃一块好不好？江慈洲想要拒绝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他下意识张开了嘴，桂花糕立马塞进了他嘴里。这一幕恰好被进来的裴荣景几人看到。不愧是我的昭昭，这么快就把江慈洲拿下了。阿玉瞳孔微微放大，这是他家少爷，那个自从中毒后就再也不愿理人的少爷。江慈洲觉察到这边的动静，不紧不慢地扫向来人。摄政王今日来我太傅府做什么？当然是来找本王的闺女。闺女还真让我猜中了。第一眼见到昭昭时，他心中就有些猜测，两张脸长得如此相似，又怎么会没关系？原先只当他是裴荣景流落在外的明珠，没想到竟真被他认了回去，晦气。爹爹，他迈着小短腿扑到裴荣景怀里。爹爹，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哼，也不看看你爹爹是谁。昭昭，下次可不许这么乱跑啊！万一遇到危险，就凭你这小身板，怎么跑得掉？昭昭知道了，昭昭下次再也不敢了。青梅担忧地蹲下身。小郡主，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害怕的人啊？不然为何会突然跑走？好像受了某种惊吓，慌不择路似的。昭昭看到了欺负娘亲的人，昭昭害怕他们。裴荣景的眼神倏地冷了下来。燕雨，现在就去查，看昭昭看到的人是谁。属下这就去。能够让小郡主如此害怕，那些人肯定没少伤害他们母女俩。王爷这是准备替小郡主报仇了。王爷既然找到了人，那下官就不便多留了。王爷请回吧。裴荣景皱眉，昭昭立即抱住他的腿，示意他低下头。裴荣景眼底划过疑虑，还是乖乖蹲了下来。爹爹，昭昭还不能跟你走呢。美人叔叔身上中了蛊毒，还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嗜血蛊，所以美人叔叔才需要每隔7日就要喝幼童的鲜血。美人叔叔这么好，昭昭想救他。蛊毒？是你那2只老鼠朋友说的？昭昭立马点头。难怪就连薛神医都查不到江慈洲中的是什么毒，原来中的是中蛊。昭昭，你是不是知道了解除蛊毒的办法？不知道。我知道，白云山上那棵千年枣树肯定知道，它可是被雷劈过都没死的树，本领大着呢，说不定就解除蛊毒的办法。哦对，我想起来了，之前有一个人中了断肠草，必死无疑，都被老树给救了。我的兽兽朋友都说他是仙术呢。真的吗？真的。裴荣景被他突然转变的情绪感染到。昭昭，是不是有办法了？有办法。叔叔说在白云山上有一棵千年的枣树，他有办法救美人叔叔。昭昭真厉害。叔叔也很厉害。彻底被忽视的江慈洲咔嚓捏碎了茶杯。阿玉，送客。阿玉为难地看向裴荣景。王爷，请。爹爹，不能走。放心，我们不走。裴荣景将他抱起来，转向江慈洲。太傅去冀州之前，托本王好生看管你。既然你不好好听话，那本王就只能留在太傅府，盯着少卿了。裴荣景。裴荣景眉尾微动，抱着昭昭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心情大好。青梅，回去将本王和昭昭的东西收拾一些带回来。太傅回来之前，我和昭昭就住在太傅府上了。是，王爷，奴婢这就去。站住，不准去！青梅脚底抹油似的，一溜烟就消失了。裴荣景，你到底想做什么？本王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少卿大人年纪轻轻，竟然耳背了。这2位还真是一见面就互掐。摄政王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啊！裴荣景却好似没听到，江慈洲气到没话说。突然一个黑影猛地窜到昭昭怀里。小丫头，大事不好，3年前的凶手又出现了，城郊一个小孩被杀了。昭昭小身板一抖，他猛地抬头看向裴荣景。爹爹，少爷，楚大人有要事求见。这3年来，楚云很少来太傅府找少爷，除非是遇到了紧急又棘手的案子。江慈洲坐了下来，让他进来。楚云迫不及待地跑进来。属下参见摄政王。少卿大人，这次过来又有什么事？
大人，3年前张屠夫分尸案的凶手又出现了。什么？江慈州目光寒冷。发生了什么事？近日有人报案，城郊一处人家的孩子被杀了。我们赶到现场查看，发现死者被杀的手法和痕迹都和3年前张屠夫案的作案手法一致，且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把剔骨刀。少爷说的果然没错，3年前的张屠夫根本就不是凶手。如果当初那些人肯相信少爷，让他继续追查下去，找到凶手，程家的小孩子就不会被杀，少爷也不会被受害者家属下毒，害得他得了怪病。江慈州握着拳，一脸死寂。这一次还会有人相信他吗？裴荣景低下头捏了捏昭昭的手，示意他去安慰江慈州。昭昭连忙点点头，走到江慈州面前。美人叔叔，昭昭相信你可以的，这次你一定能够抓到真正的凶手，替那2个死去的孩子报仇。江慈州抬起微红的眼睛看向昭昭，他的眼睛亮晶晶的，里面蕴含着令他意外的信任和期待。美人叔叔放心，我和爹爹都会帮助你的。大人，这案子只能靠你了。少爷，您就去吧。这3年来，您无时无刻不在后悔当初没有抓住真正的凶手，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让这畜生逍遥法外了。这3年来，少爷不仅要忍受着良心上的谴责，百姓的误会，更是每隔7日都要承受钻心之痛。即使如此，他也没有稀释幼童鲜血，他宁可是死，都不想伤害他人，却还要被世人误解成大奸臣。江慈州的拳头下意识握紧，眼底闪过挣扎之色。裴荣景将一切看在眼里，心底微微叹了口气，忽然站起身。走，难不成还想等本王抱你去？江慈州死寂的脸色忽然闪过厌恶和羞愤。本官自己会走，就不劳烦王爷操心了。说完不顾旁人，径直往外走。昭昭连忙追上去，拉住裴荣景的手。爹爹，带着昭昭一起去。不行，凶案现场不适合你一个小孩子看，更何况凶手很可能藏匿在附近，万一盯上了你。爹爹可以派人保护昭昭，昭昭就在外面不进去好不好？昭昭可是有很多很多动物小朋友的，说不定到时候还可以帮助爹爹找到线索呢。裴荣景皱着眉头想了想，最终松了口气。好，不过你一定不能乱跑，如果遇到了危险，你就唱歌。啊？去案发现场的路上，昭昭好奇地问叔叔们：叔叔，我怎么感觉爹爹和美人叔叔好像不对付呢？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吗？不知道，我以前没来过太傅府。我倒是大概知道一些，我表妹就在太傅府上待过一段时间，听她说5年前他们之间发生过一件乌龙事件。什么乌龙事件？就是你爹爹5年前被人下了药，就是那种媚药，哎呀，说了你也不懂，就是那种会让人神志不清的药。他意外闯进了大奸臣的房间，2个人差一点将将尿尿，好在你爹爹下属来得及时，将你爹爹带走了。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关系可好了。可自从那件事以后，大奸臣就和你爹爹不对付了，一见面就针锋相对。大奸臣误以为你爹爹对他有意思，其实你爹当时只是中了药，神志不清。可问题是，你爹爹好像并不知道这件事。爹爹就没问过侍卫或者美人叔叔吗？那个侍卫在带着你爹爹逃命的途中身亡了。至于大奸臣，你爹爹还没开口呢，就被大奸臣给撵出来了，所以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爹爹好可怜。很快马车就到了凶案现场，四周围满了人，道都被大理寺的人挡在了外面。昭昭刚下马车就被裴荣景送到了阿玉身边，保护好他。阿玉指了指自己，有些惊讶裴荣景竟然会找自己，下意识看向了江慈洲，后者微微颔首表示同意。裴荣景很讨厌，但是小家伙却很讨喜。昭昭目光扫过那群人，又看向院子对面的大树。阿玉哥哥，你能帮昭昭去那里吗？你想上树？我想看看院子里的情况。不行，里面有什么好看的？哥哥带你去对面的铺子买点吃的好不好？昭昭瘪了瘪嘴，有些不情愿，忽然看到对面趴在店铺门口的大黄狗。哎呦，咋这么多人围在这儿呢？快让大黄爷爷看看怎么回事。大黄狗从地上爬了起来，目光朝人群张望着。妈呀嘞，真的杀人了！哎呦，那小崽子看着就很凶，天天来这盯梢，黄爷爷还以为他看上人家小姑娘了，结果是看上人家的小命了。闻言，昭昭眼睛一亮，立马跑过去。大黄，你是不是知道凶手是谁？大黄狗惊讶地瞪大狗眼，吃惊地看向忽然出现的小姑娘。不用这么吃惊，这个小丫头能听懂咱们兽兽说话。你真能听懂俺说话？
昭昭忙不迭似的点头。大黄，你快说说，凶手是谁啊？大黄眼底的震惊更浓了，这小丫头竟然真的跟他对话了。快看看他那傻样，比咱们当初还傻。那可不，咱们接受能力多强啊！这傻狗震惊的都不会说话了。谁说你大黄爷爷不会说话呀？哼，你大黄爷爷不仅会说话，还会说相声呢。你听我给你们汪汪汪汪汪！果然是只傻狗。哇，大黄好厉害，棒棒的！大黄，你快说说，凶手是谁啊？就街头张屠户家的儿子，他7天前就开始天天来这里蹲着，一直盯着那家的小娃娃，还以为他看上人家小娃娃了，想要娶回去当媳妇呢。昭昭越听眉头皱得越厉害，叔叔之前就说过，张屠夫家的儿子3年前才8岁，今年也才11岁，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那他杀人的时候，你亲眼看到了吗？大黄摇摇头，是他准没错，否则他为什么要盯着人家小娃娃啊？可是，昭昭，阿玉哥哥，少爷他们快出来了，你别乱跑。哦，大黄再见。院子门口，裴荣景和江慈洲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脸上都挂着阴沉的神色。爹爹，我在这里呢。看到昭昭，裴荣景紧蹙的眉峰舒展了少许，朝他们走了过来。昭昭张开手臂让他抱，后者果真从阿玉手里接过了昭昭。姐姐，我刚才听糕点店门口的大黄说，7天前有一个小男孩一直跟着这家小姑娘，那个人是街头张屠夫家的儿子。好，爹爹知道了。他将昭昭再次交给了阿玉，转身去找江慈洲了。此时江慈洲正在听楚云汇报查到的情况，眉头皱得很深。查一下张屠夫的儿子，有人看到他从7天前就开始在这附近出现了。江慈洲猛地回头，眼神一变，那人在哪里？裴荣景眼眸暗了一下，下意识替昭昭隐瞒了他能听到动物说话的事情。是昭昭听到别人谈话，并未看清楚是什么人。江慈洲深深看了他一眼，招手叫来楚云。你安排人去调查一下张屠夫的儿子，查一下他最近的踪迹，另外将那剔骨刀带上，与张屠夫家的刀具做对比。大人是怀疑张屠夫的儿子，立即将人带回大理寺审讯。他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凶手真的会是一个少年吗？公堂上，大理寺卿将案件证据甩在了张云面前。张云，你还不认罪？张云瑟瑟发抖，跪在地上。大人冤枉啊！小人真的没有杀人，请大人明鉴。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他的母亲闻讯赶来，在外面嚎啕大哭。你们快放了我儿子啊！他是冤枉的，他连杀猪都不敢，他怎么可能敢杀人呢？娘！就在这时，2只小鸟飞过来，落在了屋檐上。琪琪，这不是给我们搭窝的小男孩吗？他怎么跪在那儿？我刚才听这儿的人说他杀了人呢。杀了人？这怎么可能？娘娘，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善良的人，而且他胆子那么小，看到他娘杀猪他都能吓尿，还经常给他娘说让他娘别开猪肉铺了。屋檐上小鸟说话的声音引起了昭昭的注意，跑到门口朝上看，果然看到了2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可是他爹就是杀人犯呐，那些人肯定不会放过他。他爹才不是杀人犯，他爹是被冤枉的，真正的杀人犯是他隔壁的王大牛。王大牛不是王小花的爹吗？他怎么会杀王小花？你是不是在胡说呀？啾啾，我才没有胡说，王大牛根本不是王小花亲爹，他想要侵犯王小花，后者反抗太激烈，被他掐死了，然后栽赃陷害给了张云。张屠夫误以为凶手是自己儿子，这才顶罪。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2只小鸟见昭昭朝着他们问话，愣了下，又自顾自说的聊起来。那王大牛是个变态，他到现在还藏着杀害王小花的凶器，经常半夜拿出来欣赏。我上次半夜在他家树上睡觉，还听见他说那刀太久没用都生锈了。怎么会有这么丧心病狂的人类？太可怕了！小老鼠忽然从昭昭怀里钻出来。完蛋了，小丫头，咱们冤枉了好人，快去救张云，不然他会被砍头的。昭昭快哭了，举起小手手朝小鸟们晃了晃。那你们知道他把凶器藏在哪里了吗？可不可以带昭昭过去找到他？啾啾，你在和我们说话？我听得懂你们说话，你们快带昭昭去找凶器好不好？否则那个小哥哥就会被当成杀人凶手给处决了。小鸟们激动地飞下来。啾啾，太好了，我们非常乐意效劳。
张云经常给我们投喂食物，他是个大好人，我们也不想看着他死。王大牛把凶器藏在他床底下的暗格里，我上次在他家窗户上小憩的时候，恰好看到了。小丫头，你快去找吧。那我们现在就去。昭昭提着裙子就要往外跑，后衣领猛地被人抓住，他一回头就看到了裴荣景严肃的俊脸。大晚上的，你准备去哪儿？爹，快走！那个张云不是凶手，他和他爹都是被栽赃陷害的。娘娘说，真正的凶手是王大牛，凶器就被他藏在他家里的床底下。裴荣景闻言神色一正，王大牛是王小花的爹，他为什么会谋杀自己的女儿？娘娘说，王大牛不是王小花的亲爹，他还想要侵犯王小花，但是王小花反应太激烈，他才失手杀了王小花的。江慈洲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两人身后，听到昭昭的话，眸光倏地一沉。你说的都是真的？昭昭被江慈洲冰冷的语气吓了一跳。昭昭没有骗人，真的是娘娘告诉昭昭的。江慈洲清冷的目光顺着昭昭的脸看向他的肩头，两只小鸟早已经吓得腿软，趴在了他的肩头瑟瑟发抖。裴荣景伸出手扣在江慈洲的肩膀上，压低声音道：昭昭有些特殊，他能够听到动物说话，这件事切莫声张，你立即命楚云去搜证抓人。江慈洲有些震惊昭昭的特殊，但也知道这件事关系到昭昭安危。好。裴荣景带着昭昭刚准备进大厅里，江慈洲又一次拉住了昭昭。你可不可以帮叔叔问问小鸟，他怎么知道王小花不是王大牛的亲生女儿？毕竟他3年前也朝这方面调查过，当时查到的是王小花确实是在他娘嫁给王大牛以后才出生的，根本不存在婚前带着过来的可能。莫非是王小花他娘偷人？这个我知道，王大牛有一次喝醉了还在咒骂王小花他娘不知廉耻呢，说嫁给他的时候就已经怀了1个多月的身孕，但是王大牛贪恋王小花他娘的美貌，愣是把这个孩子给认了下来。而且王小花出生后，王大牛确实对她很好，只可惜王小花出落得太水灵了，隔壁张屠夫意图让自己的儿子跟他订娃娃亲，这才激怒了王大牛，想要把王小花据为己有。唉，可惜了，他娘到死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是王大牛杀的。昭昭有些听不懂，但还是一字不差地复述给了两人。畜生！裴荣景是一刻也不想耽搁，问了昭昭凶器的具体位置，命令楚云立即去搜证抓人。楚云直到搜出了一模一样的凶器后，整个人都还是懵的。摄政王怎么会知道这其中另有隐情？明镜高悬的下方坐着大理寺卿，此时他的表情就跟调色盘一样，五味杂陈。他前脚刚让人枪张云下狱，准备明日问斩，后脚摄政王就说凶手另有其人，已经命楚云把人抓回来了。王大牛杀害王小花以及小翠，证据确凿，明日5时即刻问斩。王大牛一下子颓废到了地上，脸都白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些呢？不可能，这不可能！衙役很快上来压人。你们要是杀了我，大理寺少卿身上的蛊毒就没人能解了，除非你们放了我。当初王大牛害怕江慈洲继续查下去，真的找出对他不利的证据，这才对他下了毒手。没想到今日还真是让他利用上了。王大牛，死到临头了还敢威胁，你不怕本王将你凌迟处死？反正都是死，要死老子也要拉个垫背的。想要老子救他，必须判老子无罪，否则免谈。老子的命不值钱，可他是朝廷命官，那就不一样了。现场的气氛僵持到了冰点，昭昭不解地看向裴荣景。爹爹，你是不是忘了昭昭说过的白云山上的仙术？裴荣景微微一愣，想到了之前昭昭说他有办法解除江慈洲身上的毒，松了一口气。楚云气急败坏地踹了王大牛一脚。畜生！当初大人念你丧女之痛的份上，对下药之事并未对你怎么样，没想到你竟然就是杀人凶手，如今还敢用解药威胁大人。王大牛被踹了一脚也不在意，从地上爬起来。我死了，他也别想活，只要你们放了我，我立马交出解药。江慈洲沉下眼，平静地从裴荣景手中夺过长剑，漫步走到王大牛身边。你说的没错，本官是朝廷命官，和你确实不一样。他手中长剑猛地刺出，挑断了他的手脚筋。裴荣景下意识看向昭昭，发现他睁着大眼睛，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忍不住嘴角勾了勾。真不愧是他裴荣景的女儿啊！江慈洲掏出锦帕，仔细地擦干净剑上的鲜血。本官是朝廷命官，
即便是死，也绝不允许你这种畜生存活于世。拉下去。是。在场的衙役们的眼中无不流露出敬佩之意。很快王大牛就被人拖着往外走，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昭昭歪着头看着他，忽然好奇地问：爹爹，你说他一个普通的大夫，怎么会对美人叔叔下南疆的蛊毒呢？听到此话的众人猛地回头看向昭昭，昭昭有些害怕，往裴荣景身后躲了躲。是昭昭说错话了吗？昭昭不仅没说错，还说得非常对。姜次周嘴角勾起冷笑：南疆吗？哼。原本应该被斩首示众的王大牛，最后被秘密地关押了起来。案子结束后，大理寺卿送他们出门。3年前的案子已经查明真相，你什么时候回来继续任职？姜次周看了眼夜空，眼底浮现嘲弄。他一个将死之人，还需要回来吗？回去的时候，3人坐上了同一辆马车。昭昭看了眼裴荣景，美人叔叔好像心情不好。昭昭要不要去哄哄他？毕竟某些人现在可是想哭鼻子了。那昭昭把最喜欢的糖果给他吃，每次昭昭不开心的时候，娘亲就会给昭昭糖果吃。昭昭眼睛亮晶晶的跑到姜次周身边，掏出1颗糖递了过去。美人叔叔不哭，昭昭请你吃糖。裴荣景。裴荣景惬意地靠在马车上，歪着头笑得幸灾乐祸。还不如我家昭昭懂事。姜次周脸色更黑了。叔叔是不喜欢这个味道的吗？那苹果味的呢？桃色味的呢？哦，还有生姜味的。昭昭都给叔叔，你别不开心了好不好？看着一脸不舍差点流口水的小丫头，姜次周心情忽然没那么糟糕了。翌日一大早，太傅府就乱作了一团。昭昭刚从被窝里钻出来，就瞧见青梅端着洗脸水，严肃着脸走了进来。昭昭洗漱完，歪着头看他：青梅姐姐，我们现在去找爹爹吧。小郡主，现在还是别过去了。昨夜少卿大人蛊毒又发作，为了替他压制蛊毒，王爷他们折腾了一宿。这话一出，昭昭的笑脸倏地冷了下来，站起身往外跑。哎，小郡主，少卿大人现在已经失去理智，您现在过去恐怕会误伤到您的。昭昭不怕，美人叔叔需要幼童的血才能压制蛊毒，昭昭就是小孩子，昭昭的血可以救他。昭昭一溜烟跑到了姜次周的院子，门口守了好多人。裴荣景瞧见他，神色严肃了不少。你怎么过来了？美人叔叔现在需要幼童的血来压制蛊毒，昭昭不怕疼，用昭昭的血吧。阿玉哥哥说过，美人叔叔宁可自己忍着，也不忍心伤害幼童，可我舍不得美人叔叔受苦。别胡闹，快回去。昭昭没有胡闹，爹爹，你就让昭昭进去吧。嗜血蛊毒发作的时候会很痛苦的，昭昭只是失去一点血而已，和美人叔叔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的。爹爹，你就用昭昭的血吧，求求你了。等美人叔叔好了，我们就去寻找仙术，替美人叔叔解蛊毒，好不好？裴荣景凝眉沉思了好久，最终叹了口气，将昭昭带了进去。房间中，姜次周双眼赤红，整个人都处在癫狂状态。为了防止他继续伤人，在场的人将他绑在了椅子上。薛神医在旁边给他不断扎着针，不一会他的身上就被扎满了银针。哎呀，他身上的蛊毒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若再无办法，恐怕……用我的血吧，我的血可以暂时压制住蛊毒。这……裴荣景冲他点点头，听他的吧。薛大夫叹了口气，没想到最后还是用到了人血，也不知道少卿大人醒来后知道会不会生气，不过眼下也只能如此了。昭昭白皙的手腕被划出一道口子，不一会儿就流了一小碗。薛大夫连忙为他止血包扎伤口，又将那小半碗鲜血递到了姜次周唇边。他虽然失去了意识，但是对于鲜血的渴望迫使他贪婪的全部喝了。刚才还在癫狂挣扎的人很快安静了下来。约莫到了半下午，姜次周才从昏迷中醒过来。他看向趴在床边上睡觉的昭昭，微微皱了皱眉。你这次之所以这么快醒来，是昭昭给你喝了他的血。谁让你们救我的？让我死了不好吗？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不人不鬼的活着？裴荣景面容阴沉如墨，他冲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姜次周，这不是你，曾经的你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弃自己，更何况你这条命是昭昭给救回来的，没有他的允许，你不许死。我身上的毒无人能解，就连薛神医都没有办法。你难道想让我每次毒发都喝昭昭的血吗？谁说没有办法？昭昭说能解就是能解，别忘了他身上的特殊。裴荣景推开他，目光恢复了以往的冷清。等你身上的蛊毒解了之后，
你这条命就是昭昭的。江慈洲苍白嘴唇张了张，什么也没说，眼底涌现出一丝希冀。他的毒真的还有办法吗？江慈洲的毒发越来越没有规律了，以防他再次毒发，昭昭他们今晚出发前往白云山。一路上有小老鼠的带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山脚下。因为马车上不去山顶，所有人只好步行上山，一直到天黑才到达小老鼠说的地方。刚走近，就发现这里竟然有人捷足先登了。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院子打扫得很干净，还养着花草。仙树就伫立在小院子的门口，散发着蓬勃的生机。院子里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此时正躺在摇摇椅上。老头，我天天给你浇水施肥，你就连个果子也不给老头结，你是不是存心气死我呀？我告诉你啊，要不是老头求着你，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啊？昭昭好奇地看着他，小跑过去喊了句：老爷爷，请问这棵就是传说中的仙树吗？是又怎么样？这老树精抠搜得很，你想要仙果，他才不会给你呢。他都守在这里好几年了，这老树精硬是一颗果子也不给他结。昭昭睁着无辜的大眼睛，小手摸了摸仙树。小仙树，我叔叔中了蛊毒，你可不可以给他一颗果子救救他？小娃娃，他要是真能给你果子，老头子我就叫你一声姑奶奶。哼！下一秒奇迹发生了，忽然有什么的东西掉了下来，刚好落在昭昭的脚边。昭昭眨眨眼捡了起来。小仙树，这是你给我的果子吗？刚刚还信誓旦旦说仙树不可能结果的老头顿时惊呆了，他立即从躺椅上蹦起来，冲到昭昭跟前，一把夺过了那颗翠绿的果子。是仙果，真是仙果！好啊，你这个白眼狼，老头我精心照顾了你这么久，你一颗果子都舍不得给老头我，这小娃娃撒个娇你就给了？仙树晃了晃，好像在回应他的话。老头气得更狠了，蹲下来看向昭昭。小娃娃，这颗果子给老头我行不行？我用其他东西跟你换。不可以，这是昭昭给美人叔叔求的解药，没有他，美人叔叔会死的。你那叔叔得的什么病啊？老头我给他治还不行吗？美人叔叔中了嗜血蛊，薛神医都治不了，你凭什么能治？老爷爷，你快把果子给昭昭吧。不就是嗜血蛊吗？老头子我还真能治。什么狗屁神医，连个嗜血蛊都解不了，就这还敢自称神医？老爷爷，你该不会是想抢昭昭的果子才这么说的吧？瞧你说的哪儿的话，我像是那种人吗？像。老头站起身，撸着胡子，偷偷打量着昭昭。这小娃娃还真不好骗，不过嗜血蛊可难不倒他。想当年，他可是名动四周的神医谷谷主，区区嗜血蛊还不是手拿把掐？躲在那边的人过来，让老头我瞧瞧，看看是谁中了嗜血蛊。站在队伍中的薛神医听到声音，激动地上前几步。师傅，哟，你就是薛神医啊？师傅，您就别开弟子玩笑了。薛神医，你有师傅怎么不早说？说不定他老人家就能解除嗜血蛊。薛老也气得要死，他是不早说吗？还不是因为他师傅10年前离开神医谷就消失了，这么多年他都没找到他的踪迹，还以为死外边了。行了，谁中毒了还不快过来，让老夫把脉。为了得到仙果，秦谷主那可是恨不得立马治好江慈洲。他在院子里架起一口大锅，把他珍藏的各种奇珍异宝都拿出来丢里面了。千年雪灵芝、九叶寒参、龙胆草、血珊瑚，这师傅到底和小丫头做了什么交易啊？怎么把这些压箱底的药材都拿出来了？这，别在这里碍事儿。秦谷主看到他这个徒弟就来气，你说他要是能治好这嗜血蛊，还需要他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吗？嗜血蛊其实用不到这么珍贵的草药，可他那不是怕小丫头不相信他，把仙果给要回去吗？那可是能增加寿命的仙果。师傅，你忙你的，我给你打个下手行不？你看看，还有啥我能做的？那行，这些药草啊，每隔半个时辰你就往里面丢一样，切记期间不能长，不能短。他说完，朝不远处的江慈洲招手。那个中了蛊的那小子，你过来，脱了衣服坐进去。江慈洲嘴角一抽，没有动。怎么觉得这老头比薛老还不靠谱？这是准备用锅煮了我吗？还愣着做什么？扭扭捏捏的，你当你是大姑娘？美人叔叔该不会是害羞了吧？裴荣景嫌弃地瞥了他一眼。怎么又不想治了？该不会真惦记上我家昭昭的血了吧？裴荣景，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哼，还不承认？我看你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否则你怎么不过去？怎么，难不成堂堂的少卿大人还会害羞？江慈洲眼底浮现羞耻，恼怒地瞪了他一眼，立即脱了衣服跳进了锅里。秦谷主冷哼一声，让人把火烧得更旺了。嗜血蛊性大寒，以嗜血为主，体温异于常人的寒冷。老头，我先给你去除体内的寒毒，再将蛊虫引出来。煮药浴最少需要8个时辰。秦谷主将步骤交给了薛老以后，就进屋睡觉去了。裴荣景怕昭昭着凉，带着他去了另外一间房休息。翌日傍晚，昭昭正蹲在仙树底下和小老鼠玩耍，吧嗒一颗仙果再次落了下来。仙树爷爷，这果子是给昭昭的吗？小丫头，昨天给你的果子被那个不要脸的给抢走了，爷爷我只能再给你1颗了。哎呀，这个世界呀，本来就灵气稀薄，老树精我修炼了上千年才结了3颗果子。上次看那老家伙中了断肠草，我好心给了他1颗解毒，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赖上我了。仙树爷爷，那这颗果子岂不是您最后的果实了吗？您为什么给我呀？这也太重要了，昭昭不能要。小丫头，你就拿着吧，不过可一定要藏好了，万不能再被人给夺了去。昨天你出现以后啊，老树我就感觉到了体内涌现了一股异样的感觉，我可能要渡雷劫了。七七，老树精，你是不是又要遭雷劈了？那你还能活吗？就是，上次你遭雷劈差点归西，这次要是再来一次，那你岂不是要……哎，我寿元将近，这次雷劫呀，也是灾难，也是新生，只能看老树我有没有仙缘了。昭昭扑过去抱住仙树，昭昭不要树爷爷死，树爷爷一定可以活下来的。好，树爷爷不死，树爷爷呀还要结好多的果子给昭昭吃。秦谷主从房间里出来时，恰好看到昭昭抱着仙树，有些好奇地围过来。小丫头，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这抠搜的老树精是不是又给你果子了？树爷爷才不是抠搜的呢，树爷爷1000年才结了3个果子，为了救你给了你1颗，昨天又被你拿走了1颗，你竟然还说树爷爷抠搜，你也太贪心了。难怪老头我守了这么久也不见他结果子，原来是1000年才结3颗呀！哎呀，这种增加寿命的逆天之物果然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呀。想到自己那几年的呵护照顾，就得到了老树精2颗仙果，饶是脸皮厚的秦谷主也羞红了脸。是老头我误会你了，下次我多给你施点肥，谁要你施肥了？老树我要的是灵气，他知不知道他的施肥反而影响我吸收灵气了？气死老树我了，他给老树我施了5年的肥，害得老树我呀，我5年来吸收的灵气是越来越少了。老树爷爷好可怜哦，老爷爷你不能给树爷爷施肥了，他需要的是吸收灵气，而不是那些阿萨植物，你这个样子只会影响他发育的。我就说嘛，我这5年来天天给他浇水施肥，他怎么还越长越小了？原来竟是如此啊，果然不愧是仙树啊，养起来都和别的树不一样。忽然他猛地转过头，比刚才还要震惊地望着昭昭。你能听得懂老树精说话？这老爷爷是不是有点迟钝啊？他这样真的能救好美人叔叔吗？树爷爷还让我告诉你，你养的那些鸡鸭鱼，它们不爱吃稻谷，让你别再喂了，它们喜欢吃的是山间的蚯蚓和虫子。哎呀，宝贝啊，这可是大宝贝啊！小丫头，你对医术感兴趣不？要不要拜老头子为师啊？老头子，我教你医术啊！昭昭没有仙果啦！老头子我不要你的仙果，你快说，你要不要跟着老头子我学医术啊？昭昭不想跟你学医术。小丫头，这是为什么呀？老爷爷的医术一点也不厉害，教出来的徒弟连美人叔叔的蛊毒都解不了。昭昭才不想跟着你学医术呢。他不一样，他没你聪明，还没有我老头子亲自教学，医术肯定不怎么样。只要你答应拜我为师，我一定将我毕生所学都教给你。有这么个能听懂动植物说话的大宝贝儿，他就不愁神医谷后继无人了。
昭昭苦恼地皱着眉，还是摇了摇头。小丫头，老头子我可是有很多很多的神丹妙药，只要你当我徒弟，我都给你怎么样？你想想，万一你身边的人再中了毒或者受了伤，如果你会医术，是不是可以立马救他们性命啊？还有啊，学了老夫的医术还能赚钱，别人找你看病买药，你不得收钱啊？到时候你年纪轻轻就成了小富婆，你不开心啊？啊？好多好多的钱，那昭昭是不是可以买好多好多的糖果啦？还可以给爹爹和美人叔叔买礼物啦！哇，那小丫头岂不是可以养着我们了？还可以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快答应他，快答应他！叔叔我还没有吃过灵丹妙药呢，快让他拿出来一颗给叔叔我尝尝。裴荣景眸光扫了过来，见到老头双眼发光地盯着昭昭，快步走了过来，将昭昭挡在身后，警惕地盯着秦谷主。不知秦老找昭昭有什么事？老头我瞧着他骨骼清奇，是个学医的好料子，想收他为徒。裴荣景眉尾一抖，眉心拧到了一起。骨骼清奇不应该是练武的好苗子吗？跟学医有什么关系？这老头一看就没安好心，我们昭昭恐怕不适合学医，还是跟我回去学琴棋书画吧。秦谷主急眼了，冲上来拦住他们。那怎么行啊？这丫头充满灵气，怎么能学那些深闺妇人学的东西啊？她就应该跟着老头子学医。说吧，为什么非要我家昭昭拜你为师？这丫头能听懂动植物说话，身上有些奇特，老头子觉得她学医肯定比一般人要快得多。老头子我现在还差一个继承人，想让他继承老头我的衣钵。裴荣景没有说话，而是将目光转向了院子里的薛老身上。他这么多年了，连个嗜血蛊都没有研究明白怎么解，就这还好意思自称神医呢？老头子我可不想让我们神医蛊的传承毁在他手上。师傅啊，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10年前你刚把我领进门就消失了，这么多年来我的医术可都是靠着我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呀。裴荣景大手揉了揉昭昭的小脑袋。昭昭想学吗？爹爹，我可以吗？裴荣景没有立即答应他，而是思索了片刻，转向了秦谷主。昭昭可以拜你为师，不过他不能跟你留在这里，你必须跟我们回去传授他医术。秦谷主看了眼自家的小院子，一咬牙点头，可以。还有，你不仅不能私藏全部交给他，还要教他制毒自保的方法。那是自然，昭昭是老头子的徒弟，我肯定要让他有自保的能力，我可不想刚新收的关门弟子发生什么意外。不过他终于把小丫头给拐到手了，想想就开心。院子里忽然响起撕心裂肺的惨叫，几人顾不得其他，立马跑过去。只见原本在锅里闭目疗伤的姜慈州忽然张开了双眸，血红的眼眸中带着癫狂，无数的黑色虫子在他的皮肤下不停地蠕动。秦谷主神色一变，立马闪身上前，抓起银针，刷刷刷扎在了的几处大穴上。寒毒已经清理完毕，现在要将他体内的蛊虫逼出来。雪龟，将为师的碧海沉星草拿出来。薛老闻言立即照做。师傅，那现在怎么办呢？用匕首划破他的手腕，将碧海沉星草放在伤口处，将蛊虫吸引出来，快！秦谷主不停地变换着银针的位置，护住姜慈州的心脉和大脑。薛老照着他的吩咐，在姜慈州的手腕划了一道伤口。闻到味道的蛊虫好像疯了似的，不断从他的伤口处冲出来，一条接着一条，看起来十分恶心。约莫放了半刻钟的血，那些扭动的虫子才彻底从他的体内消失。秦谷主将姜慈州身上的银针都拔了出来，又给他灌了一碗药，这才舒了口气。好了，蛊虫已经全部引出体内，现在只需要好好养养身体，其他的也无大碍了。他说完，走到放置蛊虫的木桶旁，往里面看了一下。南疆的嗜血蛊啊，可真是下血本啊！这蛊虫培育起来极其不易，养蛊之人轻易不会将这么珍贵的蛊虫拿出来用。这家伙是得罪了什么人吗？阿玉看到自家少爷终于获救，开心的不行。听到秦谷主的话，连忙将事情讲给了他听。你的意思是，区区一个大夫，因为这么个小事儿，就将嗜血蛊拿出来给他用了？不是秦谷主太震惊，实在是觉得这件事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嗜血蛊培养起来的过程繁杂，甚至需要用到养蛊之人的心头血喂养。
这么珍贵的蛊虫，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被拿出来用？秦老，可是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去了。秦谷主将嗜血蛊的制作过程悉数说了出来，且在最后又补充了句：此蛊只有南疆皇室才有准确的培育办法，否则蛊虫还没炼成便会死亡，怎么可能被下到他的体内呢？我看这王大牛指不定是背后之人的障眼法。听闻此言，在场的人面色都凝重了不少。原本只当王大牛的身份不简单，很可能是南疆的探子，如今看来，这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阴谋。江慈洲苏醒之后，恢复了些体力后，众人才收拾妥当，准备下山。临别前，昭昭又去见了仙树。仙树爷爷，我们要走啦，昭昭还会来看你的，下次昭昭给你带好玩的哦。仙树没有说话，树枝摇晃着回应他的话，一片树叶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昭昭离去的背影上。回去的马车上，小丫头，谢谢你。嘿，美人叔叔不用跟昭昭客气，是你先救了昭昭，昭昭这是报答你哦。昭昭真是个小福星，你出现以后，不仅替我找到了3年前的真凶，还治好了我身上的蛊毒。以后叔叔来保护昭昭，谁要是敢欺负昭昭，叔叔就跟他们拼命。昭昭也会保护美人叔叔的。裴荣景在一旁打断他们的话：昭昭难道不保护爹爹吗？啊，昭昭也会保护爹爹的。幼稚。哼，有的人呀，就是嫉妒本王有这么可爱又聪明伶俐的女儿。江慈洲放在腿上的拳头硬了。半月后，淮南王府举办了一场赏花宴，裴荣景也收到了请帖。乖徒儿，好徒儿，快告诉为师，你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将人参换成了卤烧，百转救命丹就成了即可要人命的毒药了。就换了一味药，就变成了这么厉害的毒药？那毒丹刚一触碰到皮肤，就将肌肤灼伤了。要不是他及时丢掉，手指头都要废了。各种药物的药性相克，只要换掉其中一种看似简单的药，也会打乱其他药性的平衡，自然就全部都变啦。救命的丹药也会变成毒丹。秦谷主老泪纵横，不愧是他的好徒儿，这么快就自己研究出了新毒药。裴荣景刚走进院子就看到了这一幕，眉毛一扬，心情好得不得了。昭昭刚抬头就看到了他。爹爹，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看昭昭？淮南王府有个赏花宴，邀请本王，昭昭想不想去？有好戏看哦。啊，好戏，昭昭要去。淮南王，那不就是要刺杀弟弟的大坏蛋吗？正好我要跟着去，给大坏蛋一点点教训。嘿，我新研究的羊羊粉还没有实验过效果呢。1个时辰后，昭昭被打扮得像个精美瓷娃娃，被裴荣景抱着去了淮南王府。刚走进王府，昭昭好奇地打量着淮南王府的景色。哇，这里好大好气派啊，金碧辉煌的，一看就很有钱。爹爹，淮南王是不是很有钱呢？昭昭想做什么？不会是看上了淮南王的钱财吧？淮南王上次还找人刺杀爹爹，到现在都没来给爹爹赔礼道歉，让他出点血，不过分吧？说话间，裴景燕和裴昭堂从里面走了出来。昭昭妹妹，你果然来了这里。嘿嘿，这是六哥专门从皇宫里面给你带出来的糖，哎，你快尝尝。昭昭拿出一颗，小嘴一张塞了一颗，好甜。裴景燕在一旁笑得开心。燕语此时走了过来，在裴荣景耳边说了什么，他神色微微一变。本王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带着昭昭在王府里转转，一定要保护好她。放心吧，皇叔，昭昭就交给我们了。送走了裴荣景后，裴景燕和裴昭堂带着昭昭去了王府的后花园。凉亭里，裴景燕和裴昭堂将他们搜罗来的宝贝们全部拿了出来。昭昭妹妹，这都是我跟二哥给你找来的玩意儿，你看看喜欢吗？昭昭随手拿起来拨浪鼓摇了摇。昭昭很喜欢，妹妹喜欢就好。裴景燕说完，忽然想到什么，神色严肃起来。听说妹妹之前差点被坏人给拐跑。幸好有美人叔叔救了昭昭，不过昭昭现在有了自保的能力，一点也不怕他们了哟。我们昭昭真棒，上次我和六弟因为大哥的事情，这才许久没有出宫，这次出来我们不打算回去了，留下来多陪陪妹妹。真的吗？也太好了。这地方我们看上了，你们赶紧滚。亭子外面来了一群人，
为首的是个小胖子，他身边跟着苏慕瑶兄妹几个。裴景燕黑着脸站起身，将昭昭护在身后。这地方是我们先看上的，凭什么让给你们？小胖子，你谁啊？上来就让我们滚！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怀舒瑶最讨厌别人叫他小胖子了，他恼羞成怒地瞪着几人。本世子才不管你们是谁，这里是我淮南王府，本世子让你们滚就得滚，再不滚开，休怪本世子不客气。我们就不走，我倒想看看你能如何。裴景燕和裴昭堂目光落在了苏慕瑶身上。苏慕瑶，你该不会以为找了个帮手就能欺负我们家昭昭了吧？告诉你，就算是淮南王来了，也休想伤害到昭昭。苏慕瑶脸上摆上无辜的表情，她上去对着怀舒瑶可怜兮兮道：舒瑶哥哥，我们还是走吧，瑶儿惹不起他们。上次在书院他们欺负了瑶儿，爹爹回去还罚了瑶儿。妹妹，你不必怕他们，他们今日若是再敢欺负你，哥哥还替你打他们。哥哥，这里可是淮南王府，可不是书院，他们欺负我们没关系，世子殿下岂是他们随意欺负的。可是瑶儿不想让舒瑶哥哥为难，我们还是换一处凉亭歇息吧。瑶儿现在感觉我不是很累。他嘴上这么说着，表情却看起来极为不舒服，好像随时都要晕倒似的。裴景燕微微皱眉，这苏慕瑶小小年纪，后宫妃子那些手段倒是学了不少。怀舒瑶本来就喜欢苏慕瑶，如今听到他这委曲求全的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好啊，原来在书院欺负慕瑶妹妹的人就是你们。今日你们若是不跪下来朝慕瑶妹妹道歉，休想走出淮南王府。闻言，裴景燕和裴昭堂同时皱眉，眼神沉了下来。昭昭从两人身后探出头，小哥哥，你就是淮南王吗？原来淮南王府是你做主啊！我还以为淮南王已经年过半百了，没想到竟然是和我们一样大的小屁孩。他竟敢羞辱本世子，还不快将他给本世子抓起来！本世子要拔了他的舌头！就是这样，弄死这个小贱人，让他害得我被祖父嫌弃，还被父亲责骂罚跪，他死了也活该。围在怀舒瑶身后的家丁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的。今日来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名流世家，这小姑娘的穿着一看就不简单，真要做了什么，他们还有小命活着吗？世子殿下，要不还是算了吧，他们毕竟是王府的客人，若是闹大了，王爷那里不好交代，父亲那里我自会去解释。如果你们还不动手，休怪本世子先拔了你们的舌头。家丁们顿时吓得瑟瑟发抖。淮南王膝下没有子嗣，所以对这个过继过来从小看着长大的世子殿下特别宠爱，几乎是要啥给啥，恨不得宠上天去，这才养成了他无法无天的性格。还不快动手！家丁们眼底闪过挣扎，一咬牙朝几人走了过来。裴景燕一脚踹翻了走在最前面的家丁。怀舒瑶，本皇子劝你最好不要动手，否则你这淮南王世子之位怕是坐不稳了。家丁们一听他竟然自称本皇子，当时全都吓得跪在了地上。殿下饶命啊！我们不知道你是皇子，你是皇子。他虽然贵为世子，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参加过宫宴，更别说是见过几位皇子了。苏慕瑶在一旁暗自咬牙，忽然他眼睛一闪，想到了什么。你骗人，你根本不是皇子，今日淮南王根本没有邀请皇子们参加赏花宴，你竟然胆大包天，竟敢在这里冒充皇子。上次在书院举办书法比赛，要求学子家长必须参加，当时他们的父亲也去了，他父亲就是个九品小官，他见到我父亲时态度十分谦卑，我父亲连个眼神都没有给他。世子殿下，你可千万别被他们给蒙骗了。就是你们父亲明明就是个小官，今日的赏花宴根本没有邀请6品以下的官员家眷参加，你们是不是偷偷跑进来的？裴景燕微微皱眉，当初父皇害怕他们的身份在学院里会引来心怀不轨的人刻意接近，所以隐瞒了他们的身份入学，更是有什么事儿都让他们去找编纂大人，这才让苏松年他们以为他们的父亲是个9品小官。你们都听到了，还不给本世子赶紧滚起来！他们敢冒充皇子，本世子这就将他们抓起来严刑拷打。家丁们自然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刚才的惶恐不安一扫而光。该死的小畜生，竟敢冒充皇子，还让我们给你下跪，看我不打死你们这几只小兔崽子！家丁们一股脑冲了上来。裴景燕和裴昭堂从小习武，对付区几个家丁还不是手拿把掐，很快所有家丁就都倒在了地上。2个6个好棒，打得他们满地找牙。
看着不断朝自己靠近的两人，怀书瑶说话都有些漏风。你们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可是淮南王的世子，你们要是敢动手，我父王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现在知道怕了，刚才不是很嚣张吗？还有你们，尤其是你是不是觉得有怀书瑶帮你就能欺负我妹妹了？我告诉你，就算你再找几个怀书瑶，都不是我们的对手。裴昭堂直接将怀书瑶交给了二哥，他则拳头伸向了苏慕瑶。苏慕瑶吓得大惊失色，甚至下意识扯过了一旁的苏洵，替他挡在了身前。苏洵被一拳打飞出去。小姐姐，你怎么抓着你哥哥替你挨打呀？要是昭昭，才不会让哥哥替昭昭受伤呢。昭昭可是会心疼的。闭嘴吧，别说了，我不想听。本来就被妹妹的行为伤心的，此时更伤心了。被揍的四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声音大的在远处的大人都听到了。苏怀瑾和温逸欢刚走过来了，就看到了自己女儿和儿子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倒在地上。苏怀瑾上去就推开了昭昭。谁允许你打我女儿的？妹妹。裴锦燕和裴昭堂立马跑向了昭昭，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谁让你打她的？是你，区区一个边纂之子也敢跟本官叫嚣？爹爹，他们没有被邀请，还冒充皇子。世子殿下不过说了他们几句，他们就动手打我们。没错，他们不仅打了我，连世子殿下都打了，简直没把淮南王府放在眼里。此时怀书瑶也被家丁从地上扶了起来。你们死定了，敢打本世子，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温逸欢心疼地将自己的孩子搂进怀里。冒充皇子乃是大罪，还不快来人将他们拉下去杖毙。昭昭抬头看着他，小身板也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是他，前又见到了他，原来他们都是他的孩子。那这个将苏慕瑶护在怀里的男人，是不是就是我的？不是的，娘亲说过，他不是我的爹爹。裴锦燕觉察到他的害怕，低声安慰道：妹妹别怕，哥哥保护你。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我乃当今六皇子，我看你们谁敢杖毙本皇子。此时四周围满了人，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哎，那个小姑娘不是摄政王抱着的吗？嗨，我知道，她就是摄政王认回来的女儿，宝贝的很呢。苏怀瑾听着四周的话，忍不住皱了皱眉，目光不由得看向昭昭的脸，心头倏地一慌。刚才他太愤怒了，都没有注意去看这小丫头是谁。我竟然打了摄政王的女儿！正当他想着该怎么挽回时，温逸欢已经拉着苏慕瑶冲了上去。瑶儿，他刚才是怎么对你动手的？现在给我还回去！裴锦燕和裴昭堂立即挡了上去，警惕地盯着他们。温逸欢冷笑一声，拍了拍手，两道身影瞬间从天空半空中落了下来，直接扣住了裴锦燕和裴昭堂。你们敢，还不快放开本皇子！苏慕瑶，你若是敢动昭昭一根手指头，本皇子要了你的命！哼，死到临头还敢冒充皇子，给我掌嘴！裴锦燕和裴昭堂气得咬牙，早知道当初就不为了低调故意隐瞒身份了，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琪琪，不好了，小丫头这次要倒霉了！快去找摄政王那个煞神过来，千万不能让他们打小丫头。两只小老鼠倏的一下从昭昭的怀里冲出去，正好处理完公务回来，准备去找昭昭的裴荣景。刚走进院门口，两只小老鼠倏地窜了上来，燕语下意识抽剑就要斩上去。住手！燕语不明所以，但还是听话地收了剑。小老鼠在他面前蹦蹦跳跳，叽叽个没完。是昭昭让你们来找我的？小老鼠连忙点头，甚至伸出小爪子指了指左边通往后花园的门口。你们是让我跟你们去找昭昭？琪，快点过来！小老鼠说完转身就跑，裴荣景这才抬腿跟上了他们的速度。很快两人就被带着来到了后花园的凉亭外，里面还在不断传出哀嚎声。他顾不得其他，直接推开四周的人群挤了进去。娘亲救我！他的周围还有几个倒地不起的身影，模样同样浑身抓挠，狼狈不堪。裴荣景看了一圈没看见昭昭，一抬头就看到坐在凉亭里的三个人，他的衣服皱巴巴的，看起来很是狼狈。裴荣景看到这一幕，他长腿一迈走了上去。昭昭，是谁打的你？爹爹！好了，不哭了，告诉爹爹谁欺负你了，爹爹替你报仇。昭昭自己已经报仇了，而且他们没有打到昭昭，昭昭把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顿呢。裴荣景一愣，
将目光转向了那些还在哀嚎的人身上。我家昭昭真棒，够狠，像吗？苏怀瑾僵硬地站在凉亭外，黑沉着脸上前。下官参见摄政王。裴荣景冷冷地看着他。敢打本王的女儿，你有几条命够杀的？若非看在你父亲钟永侯的面子，本王现在就能废了你的手。苏怀瑾的脸被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反驳一句。王爷教训的是在下没有认出小郡主，伤了小郡主在先。爹爹，瑶儿好痒，救救瑶儿！苏怀瑾听到妻子儿女的惨叫，面色微微一变。此事都是误会，还请王爷让小郡主赶快拿出解药，我儿他们等不得呀。误会？刚才昭昭已经将刚才发生的事情都讲给他听了。抢夺凉亭不成就想要动手，还故意诬陷他们冒充皇子，这桩桩件件到了世子嘴里，竟然都成了误会。若非本王的女儿有自保的能力，现在是不是已经被世子给杖毙了呀？王爷，是下官没有查明真相，冲撞到了2位皇子和郡主，还请王爷恕罪。一句恕罪就想将事情轻轻接过，那是不是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冒犯皇家颜面，可以无视皇家威严？江慈州阴冷的声音从一旁传来。苏怀瑾眉头紧紧皱了皱，显然也听出了江慈州的话外之音。下官不敢。就是他们害得昭昭和他娘亲流落街头，还被温家否认了身份。跟在江慈州身旁来的还有听到消息急匆匆赶来的淮南王，因为肚兜的事情本来就招惹了这座煞神，现在好了，他那逆子竟然还要打杀了郡主和皇子，这是嫌他活得太长了吗？你这个逆子，也不看看今天来的都是什么人，谁敢冒充皇子，谁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的脑袋是木头做的。完了，全完了。怀书瑶虽然不是淮南王亲生的，可是也是从小就寄养在自己名下，是他看着长大的，感情还是有的，否则不会把他宠得成了如今这种无法无天的性格。他轻咳了声，挤到了苏怀瑾前面。那个荣景啊，舒瑶他也是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儿，摄政王能否看在本王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次啊？裴荣景没有说话，垂下眼眸看向昭昭。淮南王见裴荣景不理自己，心中知道这是有气，也不得不做个样子。还不快向郡主和2位皇子道歉？怎么是等着本王替你道歉啊？小郡主，2位殿下，都是我有眼无珠，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吧。他现在心里后悔的要死，生怕淮南王因此对他失望透顶了，取消了他世子继承人的身份。世子殿下的道歉还真是没有诚意。怀书瑶想死的心都有了，他抬起头看向了淮南王，只见后者绷着脸，阴沉的可怕。父王这次是真的生气了。殊不知此时的淮南王心中想的却是肚兜的事情，要怎么才能堵住摄政王的嘴？对不起小郡主，对不起2位殿下，是小的有眼无珠，小的再也不敢了，请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看到他这真诚的道歉的态度，昭昭心中的气也消了大半。这怀书瑶也是个倒霉蛋，没心眼儿，让人家当枪使了。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那你以后都不许再跟他们玩。多谢小郡主。江慈州明显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你就这么让昭昭原谅他了？裴荣景没有回答他，扬了扬眉，扫向淮南王。淮南王，本王的昭昭是在你的王府受到如此委屈，淮南王不打算表示一下吗？还沉浸在肚兜事件中的淮南王闻言一怔。摄政王说的不错，今日的确让小郡主受到了委屈，本王这就让人将我那颗稀世珍宝南海明珠取来送给小郡主，以作补偿。淮南王的心都在滴血，那可是北疆进贡的南海明珠，是因为他大战西戎后皇帝才赏给他的。裴荣景低头看了眼小丫头，只见对方眼睛亮晶晶的，一副小财迷的模样。这等俗物我家昭昭并不喜欢，淮南王还是再给点别的吧。昭昭急得不行。不，爹爹，昭昭很喜欢他。裴荣景投给他安抚的眼神。别急，等爹爹给你再要点别的。江慈州却低下了头，嘴角微勾。老狐狸，还得是他。那不知道郡主喜欢什么，本王这就命人去取。裴荣景轻轻地嗯了一声，似乎在思考。等了许久，就在众人以为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他忽然仰起了头。我家昭昭喜欢黄金，淮南王如此有诚信，
不如就给个10000两黄金吧。什么黄金10000两？不是，我听错了吧？是10000两黄金，不是10000两白银。真不愧是摄政王，一点也不是吃亏的主啊！摄政王，你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是10000两白银吗？淮南王如今不过40几，怎么也耳背了？本王说的就是10000两黄金，你可没听错。真是黄金？这家伙是在要赔偿吗？确定不是来我王府打劫的？淮南王这是不愿意吗？本王记得上次宫宴不小心捡到了一样东西。淮南王立即打断他：给，本王给。管家，去库房取10000两黄金过来。哦，还有那颗南海明珠，本王觉得把它放在郡主闺房当个照明的玩意儿也不错呀。听摄政王的。淮南王在摄政王身上吃了个大亏，现在也不急着走了，等着看忠永侯府的笑话。若不是苏世子的儿女教唆舒瑶，他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去找小郡主的麻烦，让他损失了10000两黄金和南海明珠？忠永侯府休想独善其身。不知苏世子打算用什么补偿小郡主啊？养羊粉的药效已经过去，温义欢等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这小郡主已经惩治了那人和孩子了。淮南王暗骂了一句不要脸，受了那么点伤就能抵消10000两黄金，早知道他也让小郡主给怀舒瑶身上撒点了。还不知道淮南王心中想法的怀舒瑶此时正感动的不行，父王竟然为了他才拿出10000两黄金的，他以后一定要对父王死心塌地，为他养老送终。裴荣景没有看向苏怀瑾，而是冲旁边的江慈州问道：少卿大人，不知教唆他人欺辱皇子郡主是何罪名？此乃大不敬，按照大圣朝律法，应当杖责30，以儆效尤。苏怀瑾猛地抬起头看向两人，眉心蹙得更深了。江慈州和摄政王不是一向不对付吗？今日这是怎么了？为何一而再的向着摄政王说话呢？都听到了，还不会按照少卿大人说的去做？世子夫人意图杖毙皇子郡主，罪加一等，杖责50，其余3人各杖责30。不愧是摄政王啊，心狠手辣，毫不留情啊！那3个小孩子这30大板下去，不死也得残废呀！苏慕瑶一听到要打板子，顿时哭得死不承认。不要，爹爹救命，瑶儿不要打板子。爹爹，30大板会要了儿子的命的，你快救救儿子吧。温义欢险些咬碎后槽牙，一脸虚弱地看向苏怀瑾。夫君，儿被打都无所谓，可孩子们还小，夫君您一定要救救松年他们呐。此时温义欢心中恨得要死。一个贱丫头怎么就那么好命，被摄政王给找回去了？这丫头看着年纪不大，没想到心思竟然如此歹毒，敢给我和瑶儿他们下毒。温义欢低垂的眼眸悄悄地扫了昭昭一眼。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是那个小贱种？不可能，那个小贱种怎么可能会是摄政王的孩子？难道温十一当初睡的男人根本就不是乞丐，而是摄政王？温义欢被心中这个想法吓得不轻，小脸都白了。苏怀瑾以为他是害怕打板子，吓到了，心疼的不行。摄政王，这件事本就是个误会，况且郡主刚才已经下药惩治了他们，王爷何必要揪着不放呢？苏怀瑾，你是在教本王做事？裴荣景眉眼一沉，属于摄政王的气势倾泻而出，压迫的在场众人面色巨变。下官不敢。本王看你敢得很。哼，想要救他们的命也可以，那就学学淮南王，4万两黄金。苏怀瑾大惊。什么？温义欢柔弱的形象都维持不住了。凭什么淮南王只需要出1万两黄金，我们就得出4万两？哼，怀舒瑶一个人1万两黄金，你们4个人4万两黄金有问题吗？还是说你们的命比较贱，不值钱？本皇子觉得他们真有可能觉得自己不值钱，而且光赔钱可不行，还得各打20大板才行。苏怀瑾和温义欢的面色一阵青一阵白，要是不拿出4万两黄金，就是当众承认他们命贱，这让他们忠永侯府以后还怎么在圣经中立足，简直欺人太甚。昭昭在一旁补刀：你们算错了，应该是5万两。这个叔叔难道不是人吗？你们怎么能厚此薄彼呢？娘亲说过，凡事都要公平公正，不能委屈了任何人，所以他们应该是1人1万两黄金，这样才不委屈了这个叔叔。
啊？这小郡主也太逗了，真是杀人诛心呐！淮南王听到这里，刚才肉疼的心情瞬间好了。想到钟永侯老匹夫因此失去了5万两黄金，那想死的心，淮南王心情都好了不少。哎呀，这个该死的小贱种，果然跟那个短命的娘一样，让人厌恶。苏怀瑾的面色阴沉的可怕。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银子。昭昭歪着头看向裴荣景，爹爹，昭昭听说欠钱可以立字据，是真的吗？那他没有钱，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打欠条呢？不愧是我的昭昭，这气死人的本事真是了不得。昭昭说的没错，苏世子没有现钱，可以给本王打欠条，本王不介意等苏世子亲自将钱送到王府。苏怀瑾彻底说不出话来了，只能任由着对方打了欠条，逼着他签字，心中气得吐血，连带着看向昭昭的眼神都充满了厌恶。苏怀瑾带着温义欢等人刚回到钟永侯府，一个茶盏兜头朝他额头砸下。你们还有脸回来啊？我钟永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们给丢尽了。父亲，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我们……你给我闭嘴！自从跟你们温家定亲，我们侯府就没有安生过。温十一偷人，还生下个野种，早就让我们钟永侯成了盛京的一大笑柄。如今你们又做出如此蠢事，简直丢尽了我们侯府的颜面。苏怀瑾直接跪下。父亲要打要骂，孩儿绝无怨言，还请父亲别再提起温十一之事。这次你们惹到了摄政王，损失了银两10项，只怕上面那位对钟永侯府有意见了。他前脚刚说完，后脚宫里的圣旨就到了。钟永侯，咱家是来替陛下传话的啊。陛下说了什么？陛下说了，苏世子的3个儿女不尊郡主和皇子，是在打皇家的颜面。此事若轻轻接过，有损皇家颜面，所以赏赐了几位杖责20，以儆效尤，由咱家监刑。另外，这是宫中专门教宫女的礼仪嬷嬷，皇上特命她来为世子殿下的3个儿女传授礼仪，希望他们以后再次出现，可千万别再丢了钟永侯府的脸面。哼，这教习嬷嬷可是宫里出了名的严苛，稍有不对就会打骂。苏慕瑶落在这教习嬷嬷手里，别想有什么好果子吃，敢欺负小郡主，也不看看陛下愿意不愿意。钟永侯拳头紧握，硬挤出一丝笑容。这20杖责会不会太……他拿出1点银子塞在了海公公手里，后者掂了掂银子的重量，却冷笑道：这可是陛下的命令，咱家也不敢违背，侯爷还是快让人执行杖责吧，咱家还要回去复命呢。最终3人不仅被打了，还要赔偿5万两黄金，差点没把钟永侯气升天。昭昭被欺负了的事，到底还是惊动了宫里的太后。次日一大早就让人来请昭昭进宫，刚进宫，皇帝就派人来请摄政王。因为昭昭要去看太后，只能兵分2路。带路的嬷嬷半道上忽然被人叫走了，昭昭只能跟着粉桃按照记忆中的路线往慈宁宫走，忽然跟拐出来的软轿撞了个正着。谁家的孩子敢挡道，还不快给老奴让开！粉桃吓得不轻，连忙将他扶起来。小郡主，您没事吧？昭昭刚想摇头，就看到手指头碰到了旁边的石头上，擦出了血丝。小郡主，你出血了？没事的，昭昭不疼。粉桃对上他傻乎乎的笑，顿时鼻子一酸。小郡主以前是受过多少罪啊？你们是谁？见到温贵妃竟敢不行礼？嬷嬷第一反应就是冲上来，伸手要打昭昭。粉桃立马抓住他的手，将他推开。放肆！这可是小郡主，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打小郡主！哪里来的小郡主？不过是个小野种罢了。坐在软轿上的温贵妃缓缓打开了双眼。哎呀，小丫头长得真水灵，叫什么名字啊？过来，让本宫好好瞧瞧。啊，这就是那个蛇蝎美人吗？妈呀，我今天终于见到正脸了！上次他一边杀人一边跳舞，差点没把叔叔我吓成个球。这可是个彻彻底底的狠角色。对了，他也行为，该不会是小丫头母家人吧？昭昭听着小老鼠的话，小脸紧绷了起来，如临大敌。我叫昭昭。你怕本宫？他一挥手，立刻有几个嬷嬷冲上来要抓昭昭，粉桃拼命挡在身前。
我家郡主是奉了太后之命进宫，现在要去面见太后，你们休想带走小郡主。温贵妃出自温家，严格来说是温世宜的亲姑姑，也就是昭昭的姑奶奶，但是她也和温家那些人一样，十分喜欢温奕欢，自然也就厌烦温世宜。如今她忽然在这里要带走昭昭，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昭昭的身份？快跑，千万不能被这个女人抓住，她折磨人的手段很可怕。小丫头，快从侧面的小门往里跑，那边距离三皇子的寝宫很近，三皇子是薛妃的儿子，薛妃是皇后的人，她肯定会救你的。昭昭闻言，拉着粉桃转身就跑。那些嬷嬷们见状，立马追了上来。小贱蹄子，我们温贵妃叫你，你还敢逃跑？快，你身上不是有昏睡粉，快撒出去！温贵妃心狠手辣，还有身孕在身，据说怀的还是皇上心心念念的小公主呢。昭昭掏出防身的昏睡粉，猛地撒过去。老嬷嬷们早有准备，立马朝旁边一躲，避开了昏睡药粉。哼，温小姐说的果然没错，你这小贱蹄子身上倒真是随时带着毒药。呸！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恶毒，真是该死！老嬷嬷冲了上来，两个人抓住了粉桃。快放开粉桃姐姐！小郡主别管我，你快跑！我不走，我不能让粉桃姐姐被他们抓走。哼，你们该不会以为昭昭只有一种药吧？他从腰间的小包里又掏出不同的药粉，冲上去对着那些老嬷嬷无差别攻击，就连粉桃都不小心吸了一口。被偷袭的老嬷嬷们个个哀嚎起来。昭昭直接架起粉桃就往外跑，顺便给他塞了一颗解药。粉桃姐姐，这是软筋散的解药，你快吃下去。那小贱蹄子往那个方向跑了，快去追啊！人要是丢了，小心贵妃娘娘要了你们的狗命！太监们丝毫不敢停留，立即追了上去。昭昭小小的身板拖着粉桃走得十分吃力，昭昭没办法，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放下了粉桃。粉桃姐姐，你在这里休息，昭昭去引开他们。不行，小郡主，你不能冒险，让奴婢去引开他们。昭昭不会有事的，昭昭跑得很快的。粉桃姐姐恢复体力后，就去找皇祖母来救昭昭。昭昭说完，发了疯的冲了出去。那些原本想要搜这里的人，立即追着昭昭跑了。快，前方左拐，再跑1刻钟就能到三皇子寝殿。昭昭按照小老鼠的指引，马不停蹄地朝着三皇子寝宫冲去。站住，小贱种，还敢跑？看我一会儿不打断你的腿！来，抓不着啊！下一秒，整个人朝前飞去，好巧不巧地栽进了旁边的草地里。哇，这哪里来的人类幼崽？怎么坐在你疾风爷爷的饭盆子里了？嗨，大黑狗！哇，这幼崽怎么回事？一直盯着你疾风爷爷干什么？难不成被疾风我英俊帅气的外表给迷晕了？我就说疾风我是宫里最俊的狗吧，没瞧见这幼崽都盯着疾风爷爷不会动了吗？这狗还挺自恋的。追过来的太监们和老嬷嬷们见到这一幕，顿时刹住车。那不是三殿下的爱犬疾风吗？这可怎么办？疾风凶残的要命，上次有宫女不小心靠近他，都被他给咬得遍体鳞伤，差点死了。何止啊！以前有个嫔妃不知道怎么招惹了他，他将人家赤身裸体的追出寝宫，害得那嫔妃丢尽了颜面，都差点闹自杀。那小贱蹄子现在就在疾风的跟前儿，我们想要抓住他，必须靠近疾风。我还不想死啊！我也不想死了，嬷嬷，现在怎么办呢？小太监和老嬷嬷们全部站在50米开外，没有一个人敢靠近的。这群该死的人类，他们胡说八道什么呀？大爷我什么时候凶残过了？真想咬住他们的喉咙，让他们闭嘴！那小宫女想要给爷爷我的饭盆里下毒药，我还不能咬她了，没咬死她都是爷爷我仁慈。还有那个嫔妃，她背着主人他爹偷情，还想栽赃陷害给主人的娘亲，你疾风爷爷这能忍？听着大黑气急败坏的咆哮，昭昭没忍住扑哧笑出声。怎么感觉这人类幼崽在嘲笑本大爷？昭昭笑不出来了。真是自己吓自己，区人类幼崽怎么可能听懂本大爷说话？昭昭紧紧咬着嘴唇，很想说一句他真的能听懂，又害怕惹急了这威风凛凛的大黑狗真的咬他一口。大黑绕着昭昭走了一圈，越来越稀罕。这么可爱，带回去给主人一起玩，不知道主人会不会夸我？哎呦呦呦，这小模样长得真令人心疼啊！就是这脸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巴掌印，该不会是那群没有根儿的死太监干的好事吧？哼，敢欺负疾风大爷的人，可
看我不好好的吓吓他们！大黑忽然趴到昭昭面前，大眼睛示意昭昭爬上来。这是想让我坐上去啊？哎呀，我这眼睛都表示的这么明显了，他咋还没有反应？该不会是个傻子吧？不行不行，这么可爱的幼崽，要是个傻子可怎么办？必须赶快带回去给主人看看，万一还有救呢。被一只狗骂傻子，昭昭生气的双手叉腰。大黑，昭昭不是傻子。人类幼崽，你听得懂本大爷我说话？小老鼠从昭昭衣襟里钻出来。傻狗，傻眼了吧？嘿嘿，它不仅能听懂你说话，还能听懂我们说话呢。大黑狗身体弓起来，猛地后跳，做足了准备攻击的准备。小老鼠吓得嗖一下，又钻进了昭昭的衣襟中。哎呀呀，你这傻狗，一见面就咬人，你是牙痒的没处咬了吗？该死的！上次他还把叔叔我当成了磨牙棒，要不是趁他偷喝了主人的酒，睡得不省人事，我都逃不出去呢。大黑气得呲牙咧嘴，恨不得冲上来把两只小老鼠抓出来，跑到跟前看到昭昭，怒火的眼睛又变成了满眼星星。小崽子，你真的能听懂我们说话呀？哎，你怎么会听得懂我们说话的呀？太好了！哎，你快跟大哥回去，替我告诉主人，我不爱吃大骨头，我想吃香香软软的糯米鸡，还有那个酱肘子，还有那个八宝鸭和那个。好啊，不过大黑，在我帮你之前，你能不能先帮帮昭昭呀？1刻钟后，整个后宫乱成了一团。快，大黑，就是那个老妖婆打的粉桃姐姐，你快上去把她的裤子给咬下来。还有那个小太监还想掐昭昭的胳膊呢，好疼的！大黑替昭昭咬他一口好不好？啊，是他刚才还骂昭昭是小贱蹄子。大黑上！被追着四处逃窜的嬷嬷和太监们欲哭无泪。不是说疾风不近人情，见人就咬吗？他怎么这么听着小丫头的话？很快这边的动静就惊动了御林军，坐在软轿上的温贵妃险些鼻子都气歪了。区一个小贱人，竟然把他的宫人们耍得抱头鼠窜。都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那只疯狗给本宫抓住！此时大黑正玩得不亦乐乎，呼啦啦围上来一群带刀侍卫。不好了，是御林军！黑爷爷我搞不定这么多人啊！大黑你傻呀，搞不定我们可以跑啊！快跑，我们去找你的主人！大黑眼睛倏地一亮，身体如同炮弹射了出去。还是小崽子聪明，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去找主人做主。快抓住他们呀！别让他们给本宫跑了！千万不能让那个小贱人见到三皇子，否则这件事肯定会捅到皇帝那里去。他必须赶在皇帝过来前解决了这小贱人才行。大黑不愧是叫疾风，跑起来的速度跟风一样，一眨眼就跑出去几百米。那些老嬷嬷和太监早就被甩在了身后，看不到影子了。可他们也没有高兴太早。御林军不愧是护卫皇宫的，个个功夫都不是盖的，几个呼吸间就追上了他们速度。眼看着他们即将被抓到，大黑猛地来了个急刹车，昭昭只觉得身体突然腾空，朝前飞去。下一秒，他的身体如同炮弹似的砸到了一个人。昭昭仰起头，就看到了一张俊美的脸。刚准备开口求救，身后2个太监呼啦啦冲了上来，将他从三皇子身上拉了下来。三皇子恕罪，这是新进宫绣娘的女孩，因为不懂规矩，这才冲撞了三皇子。奴才这就带下去，好好教他规矩。我不是，三皇子若是没有其他事，奴才们这就告退了。大黑立即冲到了三皇子跟前，用他毛茸茸的狗头蹭着他的小腿。主人，快救救小崽子！裴艳白有些惊讶，他养大的狗竟然神奇的让他救人，关键他还听懂了。啊？难道傻气也会传染的？主人也被我传染了？不能吧！神奇的是，裴艳白好像又听懂了。小太监马上抱着昭昭往回走。站住！小太监身子一顿，谄媚地转过身。三皇子还有何吩咐？你们是哪个宫的？奴才是温贵妃宫里的。裴艳白朝他身后的小丫头看了一下，裴景燕和裴昭堂不是经常在他面前炫耀他们认了一个可爱又乖巧的妹妹吗？那他为啥不能认一个？汪汪！还等什么呀？快把小崽子救回来啊！没有看到小崽子都被捂得快翻白眼了吗？什么时候大黑这么关心一个人类小丫头了？他拍了拍大黑的脑袋，安抚住他，抬眸朝太监望去。放开他！这三皇子是不是嫌他冲撞了你，想要略施惩戒？还是不麻烦三皇子了，奴才下去就打他10大板，给他一点教训。贵妃娘娘想必已经等急了，奴才们就先告退了。什么时候本殿下的话在一个小太监跟前也不管用了？
殿下恕罪，实在是这小丫头是贵妃娘娘点名要见的人，奴才们这也是听命行事，还请殿下行个方便。裴艳白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一挥手，立即有人围了上来，将昭昭从太监的手里抢了过来。昭昭刚一落地，就朝他们跑过来。小丫头还挺懂得感恩的，你瞧，刚获救就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我，真可爱。他忍不住伸出双手准备接住昭昭，下一秒昭昭脚步稳健地从他身边掠过，一头栽进了大黑狗的怀里。谢谢大黑救了昭昭。这谁救了他？正抱着大黑蹭的昭昭忽然感觉背后一道冰冷的视线落在他的身上，下一秒昭昭被提着调转了个儿。小东西，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是本殿下救了你哦。昭昭眨了眨大眼睛，这小东西这是什么表情？他就一点表示都没有的吗？可是大黑带我来找你的，我应该先谢谢大黑才对。大哥哥应该不会这么小气，这点小事也要跟昭昭计较吧？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大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他才出手救我的。出乎意料的，裴艳白并没有生气。小东西说得对，工人都是一副震惊的表情。这还是他们那个阴晴不定的三殿下吗？小崽子果然讨喜，主人很喜欢你哦。小太监瞧着这一幕，深知自己这是带不走昭昭了，眼底狠光乍现。去死啊，小贱人！眼看着匕首就要刺中昭昭，裴艳白就将小太监狠狠踢了出去。本殿下竟然不知道温贵妃手底下的狗竟然如此凶狠。小太监手中的匕首反转，猛地扎在自己胸口。奴才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们伤害温贵妃。他知道自己就算此刻活下来，刺杀郡主的事情早晚会败露，到时候还是会死，还不如现在死的忠心。温贵妃还能念及他的好，善待他的家人。唉，真可怜，临死之前都不知道他的家人早就被温贵妃杀了。温贵妃真的是太狠了，表面欺骗他们说家人都被妥善安置，实际上早就被全部送去归西了，要不然这些人怎么可能对他死心塌地？看到那个鼻子上有颗痣的吗？他要不是为了替妹妹治病，怎么可能给温贵妃卖命？只可惜他妹妹早就被卖进了青楼，准备榨干他最后的价值。何止啊，还有那个模样清秀的，他会跟着温贵妃，还不是以为温贵妃是他的救命恩人？实际上他的救命恩人夏凉娣早就被温贵妃给害死了，就连那块证明身份的玉佩都是他抢来的。昭昭眼神越来越亮，原来这些人之所以这么替温贵妃卖命，都是被骗了呀。大哥哥，他好可怜，温贵妃早就把他的家人给杀了，他还以为自杀就能够保全他的家人，殊不知他的家人早死了。原本还有一口气的太监倏地瞪大了眼，这不可能，是真的哦。你就告诉他，他那个2岁的小侄女死前还抱着他送的布娃娃呢。昭昭有些难过的复述了遍。小太监一口气没上来，彻底咽气。昭昭小手一点，跟着小老鼠念：你的妹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反而被卖进了青楼里接客，她的身体早已经被掏空，恐怕命不久矣了。你要是不信，完全可以出宫去查看一番。还有你的救命恩人根本就不是温贵妃，而是夏凉娣，那块玉佩是她从夏凉娣那里抢来的，亏你还恩将仇报，替恩人的仇人卖命。夏凉娣要是知道了，估计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这小郡主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就连那块玉佩都是她藏在心底的秘密，温贵妃都不知道，她竟然知道。有点意思，这小丫头果然不一般，她从何得知这么多事情？难道她能掐会算，是个小神童？奴才名叫魏忠，此次回去之后定会查明真相，若是事实正如小郡主所讲，那魏忠便欠小郡主一条命。我妹妹她当真被卖去了青楼。何止啊，她不仅被强迫接客，还要替温贵妃的哥哥在怡红楼收集情报，否则就拿哥哥的性命要挟，真是可怜呐。昭昭听不懂接客是什么意思，只能将这句话复述出来。小佩子一听这话，眼睛通红，恨意在眼底涌动。如果说之前他还有些怀疑，现在是彻底信了。因为怡红楼明面上是温大人的产业，实际上背后真正的主人是温贵妃。只有这些跟着他的宫中老人才知道，那些还在观望的太监们全部齐刷刷跪下了。若是我们不死，以后定会为小郡主效命。他们跪拜之后，全部心事重重地离开了。看好戏的裴艳白低下头看向昭昭：小郡主，皇叔认回来的女儿。三哥。昭昭只感觉身体突然悬空，下一秒就被放在了疾风的后背上。
三哥，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今日妹妹在宫中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作为你的三哥，自然是要去替你找回场子的。哼，只要他努力讨好妹妹，就不信他还会只喜欢裴景燕和裴昭堂那两个家伙。啊？可是三哥，我已经教训过那些嬷嬷了。无妨，你教训的是你的事情，现在是三皇兄的事情。谁说这个三皇子不近人情的？这不挺好的吗？第一次见面就想着为我出头。他们刚走了没几步了，就看到了急匆匆跑过来的裴景燕和裴昭堂。昭昭，妹妹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父皇和皇叔知道你在宫里失踪后，都快急疯了。你怎么坐在疾风背上？快下来，让二哥抱着你。二哥这是要做什么呀？你养的这狗什么秉性你不知道？万一它伤到了昭昭怎么办？哎，就是，昭昭快下来，让六哥哥背你。两个不要脸的，不就是怕我利用疾风笼络昭昭的心吗？至于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无耻！二哥、六哥，你们放心，昭昭没事，而且疾风很厉害的哦，是他救了昭昭。听到这话，裴景燕心情有些不美好，她的昭昭都不依赖她了。裴昭堂闻言大惊：妹妹，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还有你为什么说是疾风救了你？是温贵妃，我在去见皇祖母的路上遇到了温贵妃，她非要带走昭昭，昭昭太害怕了就跑了，她就派了好多人来抓昭昭，还让人打了粉桃姐姐呢。可恶！温贵妃如今仗着怀孕在身，已经如此无法无天了吗？她当真觉得自己就一定能诞下小公主？生不生得出来都不一定的。与其在这里废话，不如去找父皇为昭昭做主。裴景燕和裴昭堂一愣，意识到裴彦白这是真的要去告御状了。可是温贵妃现在风头正盛，父皇真的会袒护昭昭吗？怕什么？皇叔不是也在里面吗？父皇不做主又如何？这不是还有能做主的人吗？皇叔性格极端又护短，他怎么可能会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欺负？等着吧，有好戏看了。御书房外，有人比他们先到达。哎呀，陛下呀，你一定要为我们娘娘做主啊！小郡主她目无王法，带着三皇子的爱宠冲撞贵妃，害得贵妃娘娘差点小产。我们娘娘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太医说都见了红，这一胎呀，怕是保不住了。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温贵妃死了呢，还流产。哼，又是他百试不厌的争宠手段。唉，也不知道皇帝这次是护着小丫头，还是那个温贵妃喽。好一个阴险狡诈的温贵妃，这是准备用孩子要挟父皇惩治昭昭呢。御书房的门被人从里面打开，皇帝和摄政王的身影同时出现在门口。爹爹！昭昭一看到裴荣景，就从疾风背上跳了下来，跌跌撞撞朝他扑了过去。裴荣景立马弯腰接住他，眼睛掠过他脏污的小脸和破烂的衣裙。本王的昭昭，你受委屈了，以后爹爹绝对不会再任由你一个人去找母后了。他说罢，神色冰冷地扫过一侧的皇帝。哼，本王原本以为这皇宫里都是像本王一样喜欢昭昭的人，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想要昭昭的命。若非他命大，今日本王见到的怕就是他的尸首了。他这话说的不轻不重的，却让在场的人出了一身冷汗。尤其是皇帝，他都不敢正眼去瞧摄政王，一张脸苦巴巴地看向昭昭，委屈的都快哭了。他好不容易塑造出来的形象全毁了，以后昭昭肯定不喜欢他了。都怪那该死的温贵妃，原本念着她怀有身孕，太医也说可能是个公主，这才对她纵容有加。可她即便生出来的是个小公主，那也不是她的昭昭啊。皇兄，今日之事，你若是不能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休怪本王以后再不让昭昭进宫了。没错，哀家竟然不知道，只是让昭昭进宫一下，竟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以后别说摄政王，就是哀家也不敢让他轻易进宫了。昭昭可怜兮兮地看向皇帝陛下。皇伯伯，昭昭不碍事的，昭昭不疼，还请皇伯伯不要生温贵妃的气。不生气？怎么能不生气？现在他皇帝和母后都不打算再让昭昭进宫了，他还能坐得住吗？哼，流产，他若是真流产了，朕还能高看他一眼。来人，即刻将温贵妃给朕带到御书房，不管她有没有流产，能不能走路，就是抬也给朕抬到这里来。趴在御书房屋顶正在睡午觉的小白猫忽然抬起了毛茸茸的脑袋。
哎，这不是上次见到那个人类小崽子吗？他这次怎么搞得这么狼狈？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去要饭了。昭昭听到声音，猛地抬头，不是，他怎么突然看向本喵了？难道本喵刚才的猫叫声太大了？小白猫伸了个懒腰，往前走了2步，忽然看到了躲在裴艳白脚下的疾风。我去，这不是那个该死的大黑狗吗？他怎么也来了？这死狗发现我了！不行，本喵得赶紧跑，万一又被他追上，岂不是又要逼着本喵给他当媳妇儿？跨物种就算了，关键本喵是个公的，他奶奶个腿的！一天天的都是什么事啊？昨天不小心看到温贵妃假怀孕，差点被追得跑断腿，还好本喵机灵，钻到他床底下躲过一劫。嘿嘿，这叫什么？这就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小白猫弓起身子，转身就要跑，昭昭急得不行。启风，别让他跑了！他刚才是不是说温贵妃假怀孕？小白猫顿时炸毛了。喵喵喵！这个小崽子是怎么回事？他干什么让那只死狗抓住本喵？本喵什么时候得罪他了？不行，本喵得赶紧跑，否则清白要不保了。那死狗就跟他的名字一样，跑得死快。要不是本喵能飞檐走壁，哪能跑得出他的魔爪？果然，在他刚转身的瞬间，疾风如同炮弹般射了出去。裴艳白眉心一皱，立马追了上去。疾风，你给本地下站住！我不行啊，小崽子要抓那只大白猫。嘿，媳妇儿，我来了。娘的，你有病吧？本喵也是公的，去你娘的媳妇儿！嘿嘿，媳妇儿。总有一天，本喵非要弄死这只死狗。大白猫跑得非常快，但是疾风也不是吃素的，在他身后紧追不舍，一个在房顶上跑，一个在地上窜。裴艳白紧追不舍，虽然不明白疾风为什么忽然要追那只猫，但是绝对跟昭昭脱不了干系。他可是亲耳听见，是昭昭说了句抓住他，疾风才追过来的。小昭昭，你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御林军统领林峰碰到了他，连忙行礼。哦，不知道三殿下在找什么，是否需要属下帮忙？裴艳白停了下来，来得正好，快帮本殿下抓住那只白色的小猫。有了御林军的加入，大白猫这是插翅难逃了。约莫1刻钟不到，大白猫就被堵在了墙角。是你自己过来，还是本殿下抓你过来？你最好想清楚了，若让本殿下亲自动手，你的命根子可能就保不住了。命根子没了，他就真的要被那只死狗酱酱酿了。僵持了几个呼吸，大白猫乖乖地走到裴艳白身边。裴艳白眼眸闪过诡异的弧度，果然如他猜想的那般，这只猫能听懂人话，否则他也不会在昭昭说出那句话后突然跑走。有意思啊，有意思。小昭昭，这是不是就是你的特别之处，能够和动物沟通？御书房里，哎呦，看看这小脸花的，衣服都破了几个洞，哎，一看就吃了不小的苦头。皇祖母无需自责，你看昭昭好着呢，虽然有些狼狈，但是昭昭没有受伤哦。刚说完，他的肚子就咕噜噜响起，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哎呦，朕的小昭昭是不是饿了？来人，还不快去将朕最喜欢的枣蓉糕端上来，给小郡主尝尝。哼，别以为一点吃的就想收买昭昭，今天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轻易算了。皇帝硬着头皮尬笑了下，他哪知道那温贵妃发什么疯，好端端非要跑过去找昭昭的麻烦。裴荣景没有说话，眼神却冰冷的可怕。温令杀温家人，此事怕与昨日的忠永侯府脱不了干系，幕后之人恐怕是那位鸠占鹊巢的假千金温奕欢吧。疾风忽然从门外窜了进来。小崽子，快看本大爷，我把我媳妇儿给带回来了。昭昭眼睛倏地一亮，朝门口望去。裴艳白悠闲地从门外走了进来，怀里抱着炸毛的大白猫。喵的，本喵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你还要不要脸了？本喵是公的，公的，你咋这么饥渴？种族不分就算了，你还性别通吃啊？我不管，我不管！本大爷说你是我媳妇儿，那你就是我媳妇儿。谁让大白猫完全长在了他的心巴上，他爱的要死怎么办？小崽子，你快说，你到底让这只死狗抓本喵做什么？昭昭激动地伸出双手，大白猫很有灵性地跳到了昭昭的怀里。大白猫，你刚才说温贵妃假孕，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听到这话，大白猫惊恐地看向昭昭。你能听懂本喵说话？嘘，你快回答我刚才的问题。真有人类能听懂本喵说话啊？我还以为之前的国师是胡说八道的呢。
没错，本喵亲眼看到他那个肚子是假的，里面垫了一层薄薄的棉花垫。那你还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她怀孕是假的吗？棉花垫不靠谱，温贵妃现在肯定已经将假怀孕栽赃给了她身上。她就算现在找到棉花垫，也没办法证明温贵妃假怀孕的事实。当然有，快说说。本喵要是告诉你了，本喵能有什么好处？本王听说你喜欢金子，只要你把证据告诉我们，本王可以送你一些金子宝贝儿。他话音刚落，3道震惊的目光齐刷刷扫向他。这不是那尊煞神吗？他竟然抱着小崽子，也就是抱着本喵。刚才被4狗气得太狠，都没注意到煞神也在这里。啊，爹爹，你能听懂我们说话？不能。那你猜的？猜的吗？怎么猜这么准？裴荣景眼底闪过一抹惊诧的幽光，他没有告诉昭昭实话，以前他从未听懂过。裴荣景深邃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自己的手臂上，莫非跟他抱着昭昭，昭昭又抱着大白猫有关系？本王的提议，你可愿意接受？裴荣景冷漠地凝视着大白猫，顿时一股寒意刺穿他的脊椎骨。他喵的，怎么1个2个都威胁他？就是他一直吃的凝香丸，使用凝香丸的人半年之内不可能会怀孕。他3个月前才刚使用过凝香丸，而且他的睡榻下方的暗格中还藏着剩下的凝香丸。你们随便找个靠谱点的大夫，应该都能查出来。好了，你可以从昭昭的身上下去了。他大手一挥，就将大白猫抚了出去。喵他！煞神果然是煞神，一言不发就动手，太没有道德了。亏本喵刚才给他说了证据。齐嬷嬷一眼就认出了大白猫。咦，这不是太后宫里养的白猫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难怪最近都瞧不见你，原来是跑到陛下这里来了。哈哈，真是顽劣，也不怕皇帝一个不高兴，把你抓去扒了皮，做成大肠。那个母后啊，朕还没有那么丧心病狂。连我们昭昭这么可爱迷人的小宝贝都能下死手，你又能是什么好东西？朕冤枉啊，那都是贵妃干的好事，跟朕有什么关系啊？他不是你妾室，不是你的人。还能这么算吗？玉轩宫，娘娘，您这招果然高明，既可以将您假怀孕的事情掩盖过去，又能逃避追杀小郡主的罪责。最重要的是，你因为他流产，陛下肯定不会放过他。哼，一个小野种也敢威胁到奕欢在中永侯府的地位，还让我的好瑶儿被皇帝罚着闭门思过。真当我温家的人好欺负了。看那小野种这才怎么反噬，就是不知道这摄政王会保他到何种地步。别人不知道，本宫还能不知道？那小野种根本不是摄政王的种，他定是为了糊弄太后才出此下策。不过这小野种的运气可真好，偏偏就被摄政王捡了去。娘娘，陛下派人过来了。原本躺在床上假寐的温贵妃闻言，立马装出一副虚弱无力的模样。我的孩子，孩子啊，是娘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太医，我的孩儿真的没救了吗？陪着温贵妃演戏的太医紧张地擦了擦额头的汗。娘娘节哀。他也不想陪着撒谎啊，可是他夫人的弟弟犯了事，此时还被温大人扣押着。要是他不听温贵妃的安排，他大舅弟就没命回来了。臣妾的孩子啊！海公公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温贵妃这副要死要活的模样。温贵妃，咱家是奉陛下之命过来请您去一趟御书房。温贵妃一愣，陛下没来吗？她刚小产了，陛下不仅没有来看她，反而让海公公来传话，让她去御书房。看来他对小贱种下手的事情，陛下已经知道了。陛下在御书房等着您呢，您还是抓紧点吧。我们娘娘才刚小产，怎么能去御书房？陛下他是什么意思啊？放肆！陛下的决定岂是你一个老奴可以智慧的？来人，给咱家掌嘴！海公公，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不过是替本宫说句话，你……咱家瞧着温贵妃气息很足啊，那还是别耽误时间了吧，
快跟咱家走吧，别让陛下等急了。本宫刚小产，没有力气，海公公还是回去告知陛下吧。是本宫没用，没有保护好孩子，还请陛下降罪。海公公冷笑一声，就知道温贵妃不会乖乖跟他走。将轿子快抬进来吧，陛下说了，无论娘娘是不是流产，能不能走路，就是抬也得将您抬到御书房。什么？温贵妃猛地一惊，浑身冰凉。临走时，她特地将贴身婢女叫了过来，悄悄说了几句。那婢女立马悄无声息地退走了。陛下，温贵妃到了。皇帝给昭昭夹菜的手一顿，见所有人都安静地看着他，看来都等着他这个皇帝表态呢。到了就到了，让他在门外跪着。可是什么可是？难道朕的话也不管用了啊？是温国公，他带着一众朝臣都跟着温贵妃跪在了殿外，跪求您惩治小郡主呢。什么？温国公他这是想干什么？难不成他还想将手伸到皇帝的后宫中来吗？哼，皇兄前脚刚刚派了海公公去请温贵妃过来，后脚温国公就带着朝臣跪在了殿外，还真是消息灵通呢。可不是嘛，也不知道这温国公到底在父皇身边安排了多少人。胆敢窥探天子行踪，温国公的胆子不小啊。好啊，好一个温国公，好一个温贵妃。皇帝带着怒气起身，眉眼含着冰霜朝殿外走去。裴荣景眉头天挑了挑，看向了身侧的燕羽，燕羽不留痕迹地退了出去。陛下呀，臣妾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您要如此对待臣妾呀？陛下，即便她是摄政王的女儿，也不能目无王法呀。她害得温贵妃流产，您不仅不惩治她，还让温贵妃带着病弱的身体跪在这里，真是寒了老臣的心呐。温国公假意地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得好不凄惨。还请陛下严惩郡主，给温贵妃一个交代，给臣等一个交代。交代。他冰冷的目光扫向温贵妃，眼底满是寒霜。后宫中的那些阿杂手段，他不是没见过，只是那些嫔妃如何争相斗艳，他都无所谓。毕竟他们斗得越狠，前朝越稳。可是温贵妃，她千不该万不该将手伸向昭昭，那可是荣景唯一的子嗣。温贵妃，你不如先说说你为何会流产吧。温贵妃身体一抖，一抬头就对上了皇帝幽深的眼眸。是臣妾见到昭昭小郡主甚是喜爱，想要带她回臣妾的宫中玩耍，谁知她不仅不愿意，还带着三皇子的疾风撞向臣妾的软轿，导致臣妾从软轿上摔下来，这才可怜了我的孩儿。他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陛下呀，您可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昭昭从内殿跑了出来。你撒谎，明明是你想让嬷嬷强行带我走，昭昭不同意，你就让他们抓了我身边的婢女威胁昭昭。若不是昭昭跑得快，现在已经惨遭你的毒手了。小贱种，什么时候这么条理清晰了？臣妾没有。小郡主，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那奴婢呢？这是奴婢为了保护小郡主，被温贵妃身边人打的。您那人不仅打了奴婢，还口口声声骂小郡主是小贱种。小郡主是王爷的女儿，他们骂小郡主是贱种，奴婢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也是在骂王爷？哼，好个牙尖嘴利的贱婢！温贵妃喉咙一紧，呼吸都乱了几分。这都是误会，一定是下面的人口无遮拦，跟贵妃娘娘没有关系呀。误会？哼，那昭昭害得温贵妃流产也是误会了。这摄政王，咱们可不能这么算呐。郡主毕竟害的是温贵妃流产，那可是未出世的皇子啊，谋害皇嗣可是大罪，还请陛下严惩小郡主。可是温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又怎么会流产呢？这个小贱种怎么会知道？不，这一定是巧合。小郡主，你即使再不喜欢本宫，也不能这般冤枉本宫啊！本宫才刚失去了孩儿，陛下，您难道真的忍心看着臣妾被人如此欺辱吗？皇帝闻言微微皱眉，
尤其是看到温贵妃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终究有些于心不忍。皇帝叹了口气，看向昭昭道：昭昭，不可胡说。昭昭没有说谎，皇伯伯，你一定要相信昭昭。太后也从殿里走了出来。昭昭不必害怕，哀家绝不会允许他们伤害你的。看把他的昭昭吓得都开始胡言乱语了。昭昭说的都是实话，贵妃娘娘她真的没有怀孕。皇伯伯、皇祖母，你们要是不相信，大可以让太医过来替贵妃娘娘重新诊治一番。只要太医来了，就一定能够查出来温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到时候皇伯伯他们肯定会知道真相的。是一个温贵妃上来就想害死昭昭，真是太可恶了。这……温国公有些犹豫，他不由得看了眼自家妹妹。这小郡主说得如此笃定，莫非妹妹她真的是假怀孕？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太医院的白院证都被本宫收买了，你以为你叫御医来就能拆穿本宫了？哼，小贱种，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本宫不同意，小郡主无凭无据就张口冤枉臣妾，我不是想要以此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好为害死臣妾孩儿的事情脱罪。臣妾想要强行带走小郡主，是臣妾的不对，但是臣妾只是因为太想要个女儿了，这才见到小郡主起了喜爱之意，想要与郡主多亲近亲近，沾沾小郡主的光，好让臣妾也能够诞下公主。臣妾真的没有想要伤害小郡主的心思啊，可是小郡主却纵狗行凶，害得臣妾流产失去了孩子。陛下，您当真要包庇郡主到底吗？臣妾昨夜还梦到了那孩子，他喊着臣妾娘亲，是个可爱的小公主，他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就死了。陛下，那也是您的孩子啊，是您心心念念的小公主啊。皇帝只觉得心口一痛，就连太后的面色都有些动容。他想了那么久的小孙女就这么没了。请陛下严惩小郡主，还温贵妃一个公道。百官们不停地呼喊，一声高过一声，皇帝的脸沉了下来。百官在逼着他做出选择，是选择维护这个小郡主，还是选择平息百官们的怒气？就在这时，燕语去而复返，冲裴荣景点了下头。裴荣景嘴角掀起笑意。既然大家都觉得本王的女儿罪无可恕，那本王也不好再继续维护她了。皇帝和太后猛地看向裴荣景，摄政王这是想做什么？就因为这个要放弃自己的女儿了？皇叔，不可！裴荣景抬手打断了他们的话。看来爹爹这是找到证据了。不知道诸位想让皇兄如何惩罚他呢？摄政王这就妥协了。他不是最护短、最阴险狡诈吗？难道是因为他们太团结一心，令摄政王不得不屈服了？温国公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这么顺利，心中忍不住大喜，与温贵妃对视一眼，眼底闪过阴狠。谋害皇嗣，罪不容诛，但是小郡主毕竟年龄还小，自然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还请陛下将其剥夺郡主头衔，贬为庶人。哎呀，这温国公还真敢说呀！殊不知温国公这是等着昭昭被贬为庶人后，再对其赶尽杀绝呢。好，就依温国公的。不过，摄政王还想说什么？既然本王的女儿提出了质疑，本王也自然好好调查一番才是。否则，若是误会了昭昭，岂不是要害本王失去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你说对吗，温国公？不知为何，迎上摄政王的目光，温国公顿时有种被野兽盯上的错觉。温贵妃闻言，眼眸闪了闪，故作坚强的道：好，本宫同意让御医替我把脉。哎，不急，先来说说，万一温贵妃并未怀孕，还假意流产陷害昭昭，又该当何罪啊？又如何惩治？皇兄，不如你来替臣弟解答。莫非这温贵妃真的有什么问题吗？若是温贵妃并未怀孕，还借此来陷害小郡主，朕定剥夺她的惠妃头衔，将她打入冷宫，赐白绫。温贵妃身体不由得一抖，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好，裴荣景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凌厉的目光猛地射向温贵妃。温贵妃，你现在认罪还来得及，
摄政王，本宫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哼，燕羽，将东西拿上来。是。燕羽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递给裴荣景，后者接过之后，直接丢在了温贵妃面前。温贵妃，这东西是本王让人在你寝宫里找到的，温贵妃应该不会陌生吧？温贵妃低头看到那熟悉的瓷瓶，浑身一颤。这是西域产出的凝香丸，服用此药会让人身上散发异香，令人心旷神怡。可是此药却有一个极大的弊端，那就是服用此药者半年内都不可能怀有身孕。温贵妃，你来告诉本王，你是如何在服用了凝香丸的情况下还能怀有身孕呢？本宫，这凝香丸是本宫的没错，可是本宫已经1年内都不曾使用过它，本宫自然会怀孕。皇兄，你上次宠幸温贵妃的时候是多久以前？朕记得是2个月前。皇帝有些窘迫，他宠幸妃子的事，他也好意思拿到百官面前来说，这让他这个皇帝的颜面往何处放？那皇兄当时可闻到过什么香气？朕不记得了。那些后妃哪个不是费尽心机的讨好他，为了侍寝都将自己弄得香喷喷的，他哪里知道哪个是凝香丸散发出的异香，哪个是花香？皇兄这是有点不配合呀。哪里需要那么麻烦？服用过凝香丸的人不出3个月，他们的血液都会引来蚂蚁，只要让那温贵妃放点血，事情自然明了。没错，她上次服用凝香丸还是在传出怀孕前，这前后不出2个月，血液中的香气还没有散完呢。昭昭眼睛滴溜溜一转，扯了扯裴荣景的衣摆，示意他低头。待听到昭昭的话后，唇角也跟着翘了起来。温贵妃咬着牙，为了自证清白，立即开口道：陛下，还请您传御医，让御医为臣妾诊脉。对，快传御医。摄政王无法证明温贵妃半年内是否吃过凝香丸，温贵妃也无法自证，那不如让御医现场为贵妃诊脉，是否流产一验便知。皇帝将目光转向裴荣景，后者无所谓的耸耸肩：传御医，不，传白院正亲自过来。很快，白院正被喊了过来，亲自给温贵妃诊脉，得出的结果竟然出乎意料。启禀陛下，温贵妃的脉象确是小产的迹象。王伯伯好可怜，你太医院的人竟然跟着温贵妃一起欺骗你，明明温贵妃就没有怀孕，他还信口雌黄，不知道的还以为温贵妃才是这后宫之主呢。昭昭，不可胡说，妹妹呀！最先反应过来的温国公嚎啕大哭：小郡主，你简直是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呐！小年纪竟然如此恶毒，明明就是你害得温贵妃流产，你还敢质疑白院正？这白院正可是太医院医术最为精湛的。大圣朝有你这样的郡主，简直是耻辱！求陛下剥夺他的郡主头衔，将其贬为庶人。求陛下将其贬为庶人。都给朕闭嘴！黄伯伯啊，昭昭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还请黄伯伯能够允许一个人进宫替昭昭作证。昭昭，别闹了，朕相信你不是有意害得温贵妃流产的。放心，朕绝对不会剥夺你郡主的头衔，将你贬为庶人的。可是昭昭真的没有说谎。朕，陛下。皇后闻讯赶来，连忙走到了皇帝面前，行了一礼。臣妾相信昭昭，昭昭不是个会说谎的孩子。既然昭昭说她有人证，陛下为何不让昭昭召内人进宫面圣啊？还请父皇准许昭昭传召那人。皇帝，既然昭昭坚持，那你就召见吧。左右不过是多等些时间。太后心中莫名的也有些相信这小丫头了。若真如这小丫头所说，白院正都被温家人所掌控，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陛下，爱妃别急，不过是传召个证人，这点时间，相信爱妃还是等得及的。温贵妃只能作罢，看向皇后的眼神带着怨气。好不容易到了关键时刻，这个贱人就跳出来找茬儿，真该先将这贱人拉下马的。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昭昭要等的人终于出现了。昭昭一见到来人，就激动地跑了过去。薛爷爷！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咱们可不行这么胡乱喊呐！要是被师傅知道了，非得打断师兄的腿呀！嘿，昭昭不告诉师傅不就好了吗？薛老不解地看向四周。师妹啊，你这个时候喊师兄进宫，所谓何事啊？
昭昭将刚才的事情简单的说了遍。好一个温贵妃啊，竟然敢如此陷害师妹你！看师兄我一会儿不狠狠地戳穿他。昭昭拉着薛老的手，将他拽到了皇帝面前。皇伯伯，这就是昭昭的证人，他可以证明昭昭没有说谎。你要怎么替他作证啊？还请等老夫为温贵妃把脉之后再做决断。好。薛老走到温贵妃面前，还请贵妃将手伸出来吧。温贵妃有些犹豫，如果这老头会医术，一下子就会查出来自己没怀孕的事实。但是他现在骑虎难下，他如果不给对方把脉，皇帝一定会起疑。薛老搭上脉搏片刻后，起身行礼道：回禀陛下，这位娘娘脉象平稳，搏动有力，不像是刚流产的模样。你胡说，温贵妃明明就是怀胎的脉象。没错，你一个江湖郎中，难道还比太医院最厉害的白院正还厉害吗？我看你就是信口胡诌。你是哪里的大夫？说出你的名号，我们也好告知百官以后莫要去你的医馆看病，免得误人病情。面对百官们的质疑，薛老淡定地捋了捋胡须。老夫不才，江湖人称薛神医。什么？薛神医？啊？就是传说中那个医死人肉白骨的薛神医嘛。据说他研制的延年益寿丹，吃一颗就能长身健体，吃2颗就能延年益寿，就连左丞相都在四处打听薛神医的行踪。可是这样厉害的人，怎么就会被小郡主给随随便便请过来了呢？是啊，该不会是个冒牌货吧？什么假的？我是如假包换的薛神医，好不好？陛下，微臣愿意性命担保，温贵妃的脉象确实是小产后的迹象，您万万不能相信这么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假神医的话呀！对呀，薛神医乃是世外高人，就连左相花重金都未能见到其一面，这小郡主何德何能够请得来薛神医啊？他肯定是假的。他们一唱一和的，气得薛老差点爆粗口。昭昭连忙拉住薛老的手：师兄，服用过凝香丸的人3个月内体内的血液都会带有异香，一验便知。哦，对哦，我怎么没想到呢？不愧是师父最看重的小师妹，学的就是比她快多了。老夫是不是真的无需向你们解释，但是他3个月内是否服用过凝香丸，老夫有办法验证其真假。哼，你都是个假神医，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哼，就凭服用过凝香丸的人血液会散发异香，3月不散。我们人类虽然闻不出来，但是动物的嗅觉却相当的敏锐，它们会被这血液中的香气所吸引。温贵妃面色陡然一慌，张开嘴刚想反驳，薛老眼疾手快地走过去，抓住她的手指，用大号银针轻轻一戳，顿时鲜血如注涌了出来，大颗大颗地滴在了青石板的地面上。啊！你要干什么？温贵妃吓了一跳，想要捂住伤口已经来不及。薛老快速地收起银针退后，只是验证一下贵妃的血，看看究竟会不会吸引来虫蚁。哦，你怎么敢伤害温贵妃呀？陛下，快将她拖下去乱棍打死，此人甚是危险，他竟然敢当众伤害温贵妃，难保不会对陛下您出手。御林军呐，来人，快将这刺客拿下！随着温国公说完，又有不少百官们跟着怒目而视，严声厉喝。昭昭挡在薛老身前，奶凶奶凶的道：师兄只是为了证明贵妃娘娘是否服用过凝香丸罢了，你们这么激动做什么？难道你们害怕黄伯伯知道你们一直在撒谎吗？我看他们就是害怕欺骗陛下的事情被戳穿。你们简直是信口雌黄。陛下，如果您执意要相信一个假神医的话，又将温贵妃置于何处啊？陛下，您万万不能相信他呀！哼，你们，温国公不妨先看看那滩血。经过他这么一提醒，所有人齐刷刷朝温贵妃的身前望去。刚才还毫无动静的一滩血前，此时竟然围满了蚂蚁。他们贪婪地舔舐着那滩血迹，好像在尝什么人间美味。这温贵妃的血竟然真的引来了蚂蚁？不，这些蚂蚁不是因为臣妾的血才出来的，而是到了虫蚁出来的季节了。你们千万别被这个人给骗了。那你们怎么不放点血，看看这蚂蚁会不会吃啊？别说，还真有好奇的不行，给自己放了点血出来，就滴在温贵妃那滩血跟前。
但是那些蚂蚁愣是看都不看一眼。这下在场的人顿时无话可说了。这证明不了什么，说不定就是刚才那老头在本宫的鞋里做了手脚，才会引来蚂蚁的。没错，一定是他做了手脚，还请陛下明察。他说完又转向白院正。白院正，你倒是说句话呀。白院正蹙了蹙眉，严肃地绷着脸朝皇帝行了一礼。陛下，温国公说的不无道理。就在这时，大白猫忽然窜了出来。这不是太医院那个糟老头吗？上次偷吃了他一根人参须，竟然追着本喵打。他不是最不喜欢温贵人那个坏女人吗？怎么今天这么护着他？疾风摇着尾巴来到了昭昭身边。我知道，温贵妃手上有一株千年冰雪莲，可以治这糟老头子唯一的孙子，他不得不听温贵妃的话。那你知不知道他孙子得了什么病？好像叫什么软骨病，就是全身的骨头软趴趴的，如今5岁了还无法走路，就连吃饭都需要别人喂。那千年冰雪莲就是其中一味药引。软骨病，我记得师傅教给我的医书上好像有记载方法了，就是不知道和白玉医的是不是一个配方。小老鼠从昭昭衣襟探出头。小丫头，就算他们治不了，不还有仙树给你的那颗果子，包治百病。没错，别看这糟老头子现在很讨厌，其实啊，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呢，经常为城外的百姓施粥，在闹饥荒的时候，叔叔我饿得不行了，还去偷吃过呢。不行哦，果子是叔爷爷给昭昭的，太珍贵了，昭昭不能随便送人。不过软骨病，昭昭会想办法给他治。既然知道了原因，那接下来就好办了。昭昭忽然小跑到白院正身边。那不知道小郡主想要说什么？我可以治好你孙子的软骨病。你怎么会知道我孙子有软骨病的？我不仅知道你孙子得了软骨病，我还知道你之所以如此帮着温贵妃，是因为她手中有千年冰雪莲。但是仅仅有千年冰雪莲并不能治好你孙子的病，还需要用到断骨草、苦精胆和传说中的罗西果。你想要集齐全部的药引，恐怕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了。而我的手中恰好有能治好你孙子的新药。白院长，要怎么做不需要昭昭提醒你了吧？昭昭说完，悄悄问小老鼠：昭昭这样说，真的可以让他说实话出来做证吗？放心啊，包的。我乔宫里那些坏人就是这么威胁人。昭昭不是坏人，别在意这些细节。白院正的额头冒出了丝丝缕缕的细汗，这当真只是个4岁小娃娃，心思如此缜密，手段如此高明，即便是他这个活了半辈子的人都做不到他如此淡定地说出这些事情。更重要的是，他竟然连他孙子的事情都能提前知道，就好像如今的一切早就在他的掌控之中，简直恐怖如斯。你当真能救我孙儿？自然，薛神医是我的师兄，我的师父是神医谷的谷主秦正天。你不相信昭昭，应该会相信薛神医和神医谷吧？啊，神医谷，这个小郡主竟然还和神医谷的人有牵扯，难怪她能够知道我自己孙儿得的是软骨病了啊！小郡主放心，老夫知道怎么做了，还请小郡主一定要信守承诺。昭昭笑了下，回到了裴荣景身边。跟他说什么了？瞧把白院正吓的。我告诉他孙子的病我能治，不需要温贵妃手中的千年冰雪莲。裴荣景眼底闪过诧异，不愧是本王的昭昭，轻而易举的就让白院正倒戈了。温贵妃不知道昭昭跟白院正说了什么，但是她心中惶恐的不行，总觉得这小贱种有些诡异。不等她想明白怎么回事，白院正已经跪在了最中间。陛下，臣有罪，臣不该替温贵妃说谎。温贵妃确实并未怀孕，流产一事也是假的，是微臣鬼迷心窍，想要得到温贵妃手中的千年冰雪莲，才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还请陛下降罪。百官们都站不住了，不明白白院正怎么会忽然反水，是被小郡主威胁了吗？刚刚就是他去说了几句什么，白院正才认罪的。陛下，微臣瞧着白院正前后话不搭，其中定有隐情。没错，说不定是被某人威胁了也不一定呢。好啊，不愧是朕的好臣子，事实摆在眼前，你们还想替他推卸罪责？不，这不可能！
白院正那颗千年冰雪莲，你不想要了吗？老臣会再想其他办法。贵妃娘娘，您还是赶紧认罪吧。温国公傻眼了，他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反转，更加没想到温贵妃真的是假孕欺君之罪。他是准备拉着整个温国公府一起陪葬吗？薛神医！一道惊呼声打破了这僵硬的局面。哎呀，真是薛神医啊！你可让老夫好找啊！老夫请了你几次，你都不肯入府，今日怎么来了皇宫里了？你就是花了1000金，想要见老夫的左丞相？哎呀，正是在下，不知道薛神医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府上替我母亲看一看呐？那恐怕不行，毕竟有人可是说了，老夫就是个假神医。谁说的？薛老目光直愣愣地落在了温国公的身上。就是你这个混蛋污蔑薛神医的。本来就气得要死的温国公沉默。天哪，这竟然真的是薛神医！我们刚才还说他是假的，他该不会跟我们记仇吧？以后买不到延年益寿丹了吧？哎呀，都怪温贵妃，是她假怀孕还欺骗大家，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得罪了薛神医呀。刚才还站在温贵妃身后要求将昭昭贬为庶人的百官们，此时居然开始纷纷倒戈起来，要求皇帝严惩温贵妃。即刻起将温贵妃剥夺贵妃头衔，赐白绫。陛下，来人，还不快将她给朕拖下去，赐白绫！不要啊，陛下，臣妾知错了，臣妾错了，放过臣妾吧。温贵妃哀嚎着被人拽了下去，觉察到皇帝的情绪低沉，昭昭立即走了过去。皇伯伯，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昭昭唱歌给你听啊。昭昭的话还没说完，立即被裴荣景一把捂住了嘴。唱歌，怕不是想让整个皇宫都变成动物园吧？母后，皇兄，今日昭昭受到了惊吓，也乏了，我这就带他先行回去王府了。裴荣景说完，抱着他就跑，好像身后有野兽追赶似的。太后和皇帝都不由得皱了皱眉，怎么觉得摄政王有些反常？这里也没儿臣的什么事了，儿臣就先告退了。裴景彦和裴昭堂转身去追摄政王了。裴彦白笑着摇了摇头，带着疾风回了自己寝宫。不一会儿，整个御书房外就只剩下了皇帝和一众臣子。白院正忐忑地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皇帝面色阴沉的可怕，一言不发。老臣愿意一死，恳请陛下放过整个太医院的人。左丞相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刚准备开口，就被薛老一把拉住，冲他摇了摇头。皇帝沉思了许久，才缓缓开口：白敬山欺君罔上，罪不容恕。但朕念在你这些年来的功劳，儿子又因救朕牺牲，只留下这一根独苗，朕可以饶你死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革去女院正一职，杖责30，贬出皇宫，永不录用。其余替贵妃求情者，一律杖50，以儆效尤。臣等谢陛下隆恩。唯有温国公瑟瑟发抖，欺君之罪诛9族啊！陛下不会连他一起给杀了吧？陛下，微臣并不知道温贵妃是假怀孕，微臣也是被蒙在鼓里了，还请陛下恕罪。哼，既然温国公这么喜欢掺和朕的后宫之事，不如就到朕的后宫当个大总管如何？陛下，万万不可呀！臣知道错了，微臣真的知道错了，陛下您就饶了微臣吧。那就将世子承袭之位收回。这怎么温国公不愿意？那不如交出丹青铁券。微臣愿意交出世袭罔替。哼！皇帝一甩衣袖，冷着脸离开了。温国公着急忙慌地回到家，就将温夫人叫了过来。老爷，这么晚了，你喊妾身过来干嘛呀？妾身这才刚睡着。睡，就知道睡。你儿子的世子之位都没了，你还睡得着啊？老爷，这是发生了什么？贺年的世子之位为什么没了？难不成你还想传给你那个庶子不成？传什么传？陛下已经收回了温国公的世袭罔替的特权，国公府到了我这一代就算是完了。什么？
赵素琴顿时什么瞌睡都没了。陛下为何要收回国公府的世袭罔替？温国公黑着脸将宫中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这个该死的温丽莎，她这是要害死国公府啊！你说摄政王那个认回来的女儿，极有可能是那个……应该不会错。温丽莎今日的所作所为，实则是在为易欢出气，只是没想到遇到了小郡主这个硬骨头。明明就是个，怎么会运气这么好，被摄政王给认了去？该不会当年温时宜的那个野男人就是摄政王吧？温国公瞳孔猛地一缩。对呀，老夫怎么没想到这种可能啊？这样的话，一切就说得通了。难怪我今日见那竟和摄政王如此相似，原本竟然真的是摄政王的种。若真是如此，老爷还笑得出来？哼，为何笑不出啊？如果那真是摄政王的女儿，我们岂不就是摄政王的长辈了？别忘了，那可是温时宜生的，我们是温时宜的生身父母。如今温丽莎是指望不上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攀上摄政王这棵大树啊！即便没有了世子之位的承袭，有摄政王在，贺年还怕不能在朝中立足吗？老爷，你是想把那个认回来？翌日一大早，整个京城都热闹起来。哎，你们快看，这温国公府抬着这么多箱子，是要干什么去啊？该不会是要去哪家提亲吧？据说这温府的小公子已经到了一星的年纪。啊，也不知道是哪家姑娘，聘礼竟然这么多。就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温府的人浩浩荡荡地停在了摄政王府的门口。这温家提亲的对象是摄政王府？怎么可能？摄政王才双10年华，哪来那么大的女儿啊？温管家没去理会众人的议论，高高兴兴地去敲门。小厮从里面探出头：“你们是？我们是温国公府的。听说我们丢失的表小姐被摄政王给救了回来，老奴代表温家前来接我们表小姐回府。”你们表小姐？正是，我们表小姐名唤昭昭。昭昭，这不就是小郡主的名字吗？温家要接回去的表小姐是小郡主啊！小厮猛地关上王府的大门，马不停蹄地朝摄政王的书房奔去。王爷，不好了，温国公府的人要来抢走小郡主了！听到动静的裴荣景沉着脸从书房走了出来。鼠鼠们带着2只小鸟窜进了昭昭的闺房。七七，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小丫头，你想先听哪个？粉桃正在给昭昭梳着发髻，见到鼠鼠们吓得手一抖。有老鼠！粉桃姐姐别害怕，这是昭昭的好朋友哦，他们很乖的，不会伤害人的。好吧，小郡主果然不一般，连小老鼠都成了她的宠物了。叔叔，你刚才想说什么好消息和坏消息啊？小鸟转悠一圈，瞬间落在昭昭的对面。温国公已经知道你是他们外孙女，现在正在王府外，准备带你回国公府。不仅如此，他们还准备利用你攀上摄政王这棵大树，恐怕铁了心要将你带走了。昭昭小脸梳得煞白，他猛地站起身往外跑。不要，昭昭不要离开爹爹！小老鼠们和鸟鸟们追在他身后。小丫头，你先别急，还有一个好消息你没有听。昭昭猛地刹住脚步，不解地看向鼠鼠。什么好消息？我已经通知我的鸟类朋友们，等会儿就给国公府的人下场史无前例的大雨，保管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来找你。温管家正在摄政王府吃了闭门羹，连忙通知人去请了温国公和赵素琴一起过来，就连嫁到忠永侯府的温义欢都来了。摄政王的下人将王府的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老夫此次前来呢，并非要闹事儿，而是想要接回我那可怜的外孙女。王爷这样将我们堵在门外，是几个意思啊？谁是你外孙女啊？我们王府才没有姓温的。国公爷，你今日带着这么多人堵在我们王府门口，是想要造反吗？你胡说八道什么？老夫什么时候想要造反了？那昭昭郡主乃是我女儿所生，她就是我们的亲外孙女。王管家轻蔑地扫了眼一旁的温义欢。温小姐所生，难不成你想说你女儿嫁到忠永侯府后，还和我家王爷有一腿？温义欢的表情险些没绷住。哼，管家说笑了，我女儿只有苏慕瑶一个，昭昭郡主
乃是我长姐所出。长姐？小人怎么没有听说过你们国公府还有一位小姐？国公府的确还有一位小姐，名唤温时宜，乃是国公爷已故夫人所出，因为犯了事儿被撵出了家门。既然撵出了家门，就和你们国公府没关系了吧？你们现在找上门来，究竟意欲何为啊？老夫跟你说不通，你快让王爷出来，老夫要亲自跟王爷谈。我家王爷是你们说想见就想见的吗？温奕欢脸色一沉，他上前几步，你不过是个王府的下人，你有什么资格替你家主子做决定？更何况那昭昭根本就不是王爷的血脉，而是温时宜偷人生下的野种。难道王爷就这么喜欢替别人养野孩子？户籍上温时宜还是温家的人，即便现在温时宜死了，他的孩子也理应由温家抚养，跟摄政王有什么关系？王爷还想仗着位高权重就抢夺别人家的孩子吗？哼，姐姐虽然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但是孩子是无辜的，相信爹和娘将他认回去，一定会好好的对他。嘿，我还以为是昭昭郡主是摄政王的亲闺女呢，原来是领养的呀。可人家温家不放手，王爷好像真没有理由强行领养那小姑娘啊。还以为飞上枝头变凤凰了，结果还不是要回到国公府当一个表小姐，可怜呐。温奕欢眼底不断溢出笑意，很快又掩藏了。温时宜，你以为你女儿被摄政王领养了就能高人一头吗？哼，他偏要将她再次从云端拉入泥里。温国公和赵素琴闻言，彼此交换了下眼神。哎呀，老夫那可怜的女儿啊，若非被歹人欺骗，又怎么会犯了如此大错呀？还年纪轻轻就走了，丢下了昭昭这么一个可怜的孩子呀！哎呀，哎呀！是啊，老爷，昭昭太可怜了，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对昭昭，绝对不能让她再受一丝一毫的委屈了。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看来这温家大小姐确实伤透老人的心，否则也不会被撵出家门。哎呀，想来他们一定会善待那个孩子吧，毕竟可是亲外公啊。大门忽然从里面打开，温国公不去春风楼里演戏，真是可惜了。温国公一见到裴荣景，哭声瞬间卡在了喉咙里。王爷说笑了。赵素琴目光瞬间移到昭昭的身上。啊，这就是昭昭吧？哎呀，跟你的娘亲真像，快过来，让外祖母抱抱。什么外祖母？昭昭根本就不认识你们。该死的，竟然敢当众驳了我面子。哎呀，瞧你这丫头，外祖母是你娘亲的母亲，你理应唤我一声外祖母。娘亲说她是个孤儿，根本就没有父母。你是坏人，你竟然想骗昭昭。娘亲说她的父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即便是去了天上也见不到，所以昭昭从一开始就知道她的外祖父外祖母早就已经死了。爹爹，你相信昭昭吗？本王自然相信昭昭了。看来温时宜并没有告诉过昭昭，她是温家从小被遗落在外的真千金，也是被温家抛弃的真千金。既然温时宜都没有打算让昭昭回到温家，她又怎么可能会放手呢？我们没有骗你啊，我们真的是你的家人呐。哼。裴景彦从后面走上前，要是本殿下没记错，昨天温国公还进宫要求父皇惩治昭昭，想要他的命呢，今天就成了你的亲外孙了。你该不会是打着寻亲的名义将昭昭接回府中，好搓磨死吧？温国公，你好歹毒的心思，亏你还是堂堂的国公爷，却对一个4岁小娃娃如此狠毒，真是丢尽了我们大圣朝的颜面。国公爷气得要死啊！就在这时，天空忽然蜂拥而至许多的鸟儿，它们全部盘旋在温家人的头顶上。就在这时，无数的雨点开始从鸟屁股悉数落下。是鸟屎！好臭啊！温家人也顾不上昭昭了，惊慌的四处逃窜。但是不论他们跑到哪里，那些鸟儿都能精准的找到他们，并在他们的头上拉屎。快看，那些鸟竟然只追着温家的人了！嘿嘿，太好了，我就是站在这儿，那些鸟儿也没往我身上拉呀。这温家人是不是遭天谴了？肯定是恶事做多了。温奕欢的头上落满了鸟屎，差点崩溃了。你闭嘴！你敢诋毁国公府，小心拔了你的舌头！他刚说完，一坨鸟屎精准地落在了他的鼻梁上，顺着他的鼻尖又掉进了他张口说话的嘴里。
还真是遭报应了。他刚说要拔了老子的舌头，自己就吃了一口鸟屎。哎呀，也不知道以后忠永侯府的世子和他亲吻时，会不会满嘴鸟屎味儿啊？昭昭一脸震惊地看着这混乱的场面，原来袅袅说的史无前例是史无前例啊，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鸟屎玉，温家这次怕是要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了。看他们以后还有什么脸来抢昭昭。王府的下人们激动都不行。乖娘娘，你们可要看准了，一定要一坨不让的拉在他们的身上啊，可别臭到我们王府了。别藏私啊，有多少拉多少。丧心病狂，你们简直是丧心病狂。温国公气了个倒仰，两眼一翻，直挺挺的晕了。赵素琴见状，连忙招呼下人将温国公往国公府抬。即便如此，那些鸟儿也没有放过他们，几乎是他们走到哪里拉到哪里。温义欢想死的心都有了，只能跟着回了国公府。他不敢回忠永侯府，生怕这些鸟儿也跟着他拉到忠永侯府，那他就真的没有颜面在忠永侯府待下去了。待众人散去，竟然发现整个摄政王府的门口一坨鸟屎都没有，干净的好像刚才下鸟屎雨的地方不是这里。昭昭，刚才的鸟屎雨是不是和你有关啊？妹妹，你太厉害了，你竟然能让那些鸟儿帮你，你说你是不是福星转世，欺负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昭昭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嘿嘿，是袅袅帮了昭昭哦。裴景燕英俊的脸严肃地杵到袅袅面前，这鸟儿好有灵性。哎，谢谢你刚才替昭昭出气，你想吃什么就告诉本殿下，我都给你买过来。鸟儿歪着头啾啾了两声。鸟儿说他想吃郊外草地里的蚯蚓，不过他让你给他多抓一点，他还要宴请刚才来帮忙的鸟儿们呢。什么虫子啊？放心，本殿下一定让人给你都抓过来。裴荣景将肉乎乎的昭昭从地上抱起来。忘了爹爹都跟你说过什么了吗？不能让别人知道昭昭的特殊。可是二哥和六哥又不是外人，就算知道了也不会伤害昭昭的呀。裴景燕和裴昭堂骤然一僵，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昭昭她竟然能听懂鸟语。自从知道昭昭的特殊后，裴景燕和裴昭堂就更加缠着她了。这日一大早，昭昭还在睡梦中，就被裴昭堂一把捞了起来。妹妹，快起床了，哥哥今天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保管让你玩得开心。六哥，昭昭好困，不想出去。没事，妹妹，你睡吧，哥哥背着你出去。裴昭堂不由分说地将昭昭背到了肩膀上。裴景燕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幕，嘴角狠狠一抽。六弟，你真打算带着昭昭去那种地方？你不怕皇叔知道了扒了你的皮？嘿嘿，我可是把我全部身价都压上去了，总不能让我输的裤衩子都不剩吧？现在有昭昭在，保证让我赢得盆满钵满。到时候我就可以给昭昭买一堆宝贝让她玩了。二哥，难道你就不心动啊？倒也是，早不能便宜让你一个人全得了。两人背着昭昭迅速消失在了王府附近，再次出现已经到了地下斗鸟场。哎呀，妹妹，快别睡了，你快看看那里面的几只鸟，到底哪只更厉害啊？昭昭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没在自己的闺房。六哥，这是哪儿啊？这是斗鸟场，你六哥想让你帮他赢点零花钱。爹爹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呀？不会的，六哥保证不会让皇叔知道的。那好吧。我要压那头绿毛鸟，它个头大，一看就能赢。放屁！绿毛鸟除了个头大，看起来就憨憨的，一看就是新手。另外那只可是常胜将军，绝对不会输的。嘈杂的人群响起了争执声。哎，妹妹，你快说，哥哥应该下哪一只鸟啊？昭昭朝斗鸟场看去，那只尾巴冒着红尖的鸟，六哥，你选它，肯定能够赢。妹妹，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那只鸟蔫蔫的，一看就是快死了。六哥可是把全部身价都放在里边了。哎呀，六哥，你相信我，那只常胜将军今天吃了不新鲜的食物，有点拉肚子。别看他现在很威风，等一会儿肯定会没有力气的。还有那只蓝色的大鸟，它脑子不太灵光，只知道吃，根本就不会打架。还有那只刚和心上鸟分手，现在只想哭唧唧。还有另外那个……够了，妹妹，六哥都听你的。裴昭堂忍不住打断他，他实在不想去听一只鸟为什么会拉肚子，为什么只知道吃，为什么会分手啊。下注很快完成，接下来就是鸟儿们的争斗。果然如昭昭所言，常胜将军刚开始还雄赳赳气昂昂的，结果到了最后直接被大胖鸟一翅膀掀飞了。
分手的鸟被对手压着打，根本不还手。蓝鸟儿到处飞着，啾啾啾直叫，问谁有吃的。只有红尾巴的鸟儿瞅准时机，一啄一个准。啊！太棒了，妹妹你太厉害了，红尾巴真的赢了。接下来的几把，他都听从昭昭的选择，赢的是盆满钵满。嘿，今天多亏了妹妹，走，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六哥给你买。裴昭堂抱着昭昭，跟着裴景燕离开了斗鸟场，一道目光阴沉地盯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冷冷道：敢在我的斗鸟场赢了钱就走的，你们还是第一个。掌柜的，我们是不是要……不，他们能那么准确无误地选择对的鸟，身上肯定有异于常人的技能。去，将他们给我抓回来，我倒是要看看这秘密是什么。是。裴昭堂赢了钱高兴，带着昭昭不停在烦恼的街市瞎逛，但凡昭昭看过一眼的东西，他都要将它们全都买回来。六哥，你买的太多了，昭昭和二哥都快拿不下了。那就让他们都送到王府去。三人沿着青石板路朝人群走着，忽然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昭昭立即走不动道了。裴景燕一扭头，就发现小丫头眼巴巴地瞧着那边，口水都流出来了。傻丫头，想吃酱板呀？裴景燕忍不住笑了下，将手中的东西悉数交给裴昭堂。你在这里陪着妹妹，别把人弄丢了，我去给她买酱板呀。他说完这话，目光幽冷地瞥了眼身后，有几只跟屁虫需要去解决掉，可不能让昭昭妹妹瞧见了才好。放心吧，二哥，有我在，绝对不会让昭昭有事的。他也注意到了那几只跟屁虫，8成是斗鸟场的人。裴景燕刚走开没多久，忽然一群人涌了过来，直接撞翻了裴昭堂怀里的东西。啊！我给妹妹买的礼物。裴昭堂看着洒了一地的礼物，立即低头去捡。等他站起身时，哪里还有昭昭的身影？裴昭堂心口顿时一慌，也顾不上礼物了。妹妹，昭昭！他赶紧四处转了一圈，始终没找到昭昭的身影。裴景燕此时已经让暗卫解决掉了跟屁虫，提着酱板鸭走了回来。昭昭妹妹呢？我不知道啊，刚才有好多人涌过来，东西都洒了。等我捡起来的时候，昭昭已经不见了。会不会是刚才跟踪我们的那些人？不是，他们就3个人，已经被我解决了。那妹妹她……裴景燕顾不得其他，抓住一旁的行人，连忙问道：你刚才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着红衣服，差不多4岁的小丫头？没见过。旁边卖糖葫芦的大爷见他们急得不行，好心道：刚才来了一群人，我看他们朝护城河那个方向走了，说不定你们要找的人也被挤过去了。谢谢。裴昭堂急得眼睛发红，旋即拽着裴景燕朝护城河的方向跑，边跑边吆喝昭昭的名字。河边忽然传出一道惊呼：河里死人了！河面上一个面容朝下的人漂浮着。昭昭！裴景燕紧张地拨开人群，红着眼跳进河里，将人朝岸边拽。裴昭堂扑了上去：是我，都怪我，若不是我大意，妹妹就不会溺水了。昭昭，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都是哥哥的错。裴景燕她伸出手想要将人反过来，却因为太过害怕，颤抖的手始终不听他的使唤。真可怜呐，这么小就淹死了。估计又是贪玩才掉进河里的吧。这死了好几天了吧？那尸体都泡胀了，这哥哥怎么现在才发现？正哭得伤心欲绝的裴景燕和裴昭堂身体猛地一顿，死了好几天了，都泡胀了。他们的昭昭不是才落水吗？哥哥，你们在做什么呀？两人齐刷刷抬头，就看到昭昭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们对面。妹妹！裴昭堂喜极而泣，连滚带爬地跑过去，将她抱进怀里。妹妹，你去哪儿了？吓死六哥了！对不起，六哥，刚才来了好多人，挤着昭昭往前走，昭昭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啦。六哥乖，昭昭没事的，你别哭哦。你没事就好。大理寺办案，其他闲杂人等速速退去。大理寺收到报案，很快带着人将四周包围了起来。姜慈州走在最前面，他见到昭昭时，瞬间加快了脚步。小丫头，你怎么在这里？你爹爹呢？这裴荣景是怎么给人当爹的？好端端的让一个小姑娘跑到凶案现场来。美人叔叔，昭昭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姜慈州立即捂住昭昭的嘴。乖啊，小丫头，在外面
不准喊我美人叔叔。他可是堂堂的大理寺少卿，让一个小丫头喊美人是怎么回事？若传出去，他大理寺少卿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就在他考虑要不要将小丫头打包送回王府时，楚云大步走了过来。大人，此处并非是案发现场，周围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这具尸体大概是从别处漂流过来的。根据仵作的经验，这具尸体死了少说也有3天。扩大搜索范围。是，大人。楚云二话没说，转身带着其他衙役又去别处看了。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谁来救救我？有没有人？快来救救我！我快不行了！水，我要喝水！昭昭下意识地朝尸体看去，昭昭小脸都白了。喂，小丫头，快救救我！我快渴死了！再不救我，我就要死了！昭昭哆哆嗦嗦地往姜慈周身后缩，忽然他的目光猛地看到尸体的衣服中竟然露出来一条红色的鱼尾。小金鱼！姜慈周等人猛地朝尸体望去，下一秒吧嗒，一条红色的小鱼儿从尸体的衣服中滑落出来。救救我！是小金鱼在求救，不是尸体说话啦。想到这里，昭昭顾不上其他，提着裙子跑过去，将小鱼儿捧在手心里，转身朝河边跑去，将它放回了水里。小鱼儿刚一接触水面，瞬间就活过来了，开心的在水里游了一圈，才凑到昭昭跟前。小丫头，你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你真能听懂我说话？那你能不能送我回家？昭昭有些纠结。不行哦，那边死了人了，昭昭还要陪着美人叔叔去找凶手呢。我知道他抛尸地点在哪，我刚从家偷跑出来，就被这具尸体砸晕了，还被困在他衣服里出不来，这才被他带着飘到这儿。我想回家，娘亲一定急坏了。你好可怜，小鱼儿。那你还记不记得回家的路啊？不记得了，不过当时他被丢进河里的时候，我听到那2个凶手提到过长乐坊，鱼玉家肯定就在长乐坊附近。长乐坊？你等着，我去叫美人叔叔带你过去。他说完转身就跑，不一会儿就拽着姜慈周和裴锦燕他们回到了刚才的位置。妹妹，你刚才不是去放生小金鱼了吗？现在带我们过来是要做什么吗？小金鱼，他怎么还没走？姜慈周眉眼微微一动，垂眸看向了昭昭。美人叔叔啊，小鱼儿说他知道凶手的抛尸地点，似乎是在长乐坊附近，他愿意带我们过去，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带他回家，他的家就在长乐坊附近，但是他记不住回家的路了。美人叔叔，他见过凶手的模样，说不定可以帮助你找到凶手哦。妹妹她不是只能听懂鸟语吗？怎么连小金鱼的话也能听懂了？姜慈周在听到长乐坊时，面色凝重了起来。姜慈周命人将小金鱼打捞起来，放进了水缸里，又让人将尸体直接带回了大理寺，交由仵作继续查验。他则带着楚云和一队衙役去了长乐坊。那个大人，我们来长乐坊做什么？京城中最近报案的人里，有多少个是少女失踪案？加上3日前的3月内失踪报案人数一共有31人，年龄可都是在12、13岁左右。正是。楚云回答完，猛地反应过来不对劲儿。大人的意思，刚才的尸体极有可能是那些失踪之人的其中之一。长乐坊也是3个月前才开起来的，其幕后老板就连他都没查到是谁，而失踪的少女也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这不得不让他怀疑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关联。大人，属下曾听其他人说起过，这长乐坊的歌姬个个妖娆妩媚，且浑身散发异香，见过的人都被勾了魂似的，日日流连忘返。莫非这些歌姬也有古怪？还需要排查一番。这个时辰正是长乐坊开门营业时间，我们就这么冲进去，怕是不妥吧？大理寺例行检查，谁敢阻拦？对哦，他怎么没想到长乐坊开业至今还未到大理寺报备过？他们完全可以说他们没备案，非正常营业，要求检查一番。长乐坊老鸨站在门口拦住了姜慈周几人。哎呦，官人，咱们长乐坊可是犯了什么事儿啊？竟然劳驾大人们亲自过来了。楚云站了出来。大理寺督察，你们长乐坊开业至今还未到大理寺备案，我等奉命行事，前来调查长乐坊。老鸨一听对方是大理寺的，脸色瞬间白了，下意识就要往后退。我们也是例行检查，做个形式罢了。你怎么这么紧张？难不成这长乐坊当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哎呀，没有啊，官爷真会说笑。哎，你们进，请进。
不过我们长乐坊毕竟是开门做生意的，您可千万别吓到我们的客人呐。那是自然。几人迅速进了长乐坊，在老鸨的带领下，将整个长乐坊都转了遍，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好，几位官爷可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若是没有，还请几位官爷快些离开吧。哎呀，我们的客人看着都害怕了呀。江慈州目光微垂，看向了昭昭。小鱼儿没有见到那2个人，他们不在这里。难道真的不是长乐坊？造孽呀！好好的姑娘，怎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跟没有灵魂似的。可不是嘛，尤其是那个所谓的花魁，空有一副美貌，像个人偶娃娃，也不知道这些人喜欢的什么。看见没？那个舞姬都被变态客人割伤了手臂，她眉头都没皱一下，像不知道疼似的。耳边忽然响起几道微弱的谈话声，昭昭猛地朝身侧望去，就在一株开得分外艳丽的盆栽上看到了几只飞舞的蝴蝶。呀，那舞姬的血都快把裙子给打湿了，她怎么还不去处理伤口？这样下去会死的。昭昭顺着他们看的方向转去，果然看到一个穿着粉裙金边的舞姬，此时瘫坐在地上，他身边的客人还在不断地给他口中灌酒，鲜血顺着他的手腕不断涌出，将身下的襦裙都染成了红色。他眼睛睁得很大，丝毫不反抗，目光也没有半分活人神采，当真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没人说说那个姐姐她是不是快死了？主人，被处理掉的偶人不知为何飘到了护城河里，现在已经惊动了大理寺。老者闻言，几步走到黑衣人身前，一把扣住他的脖子，将他提起。老夫不是让你们做得干净一点吗？怎么还能惊动了大理寺呢？废物！主人放心，即便大理寺发现了尸体，也断然不会查到我们长乐坊头上。白袍老者闻言，闭目吸了口气。新到的那批偶人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回主人，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下去吧，别再给老夫出任何岔子。是。黑衣人刚走到地下室门口，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道低沉的声音：禀告主人，大理寺的人来了。白袍人和黑衣人猛地一惊，天哪，他流了好多血！那个畜生怎么还在灌他酒啊？他怎么不知道躲一下？裴锦燕最见不得这种欺辱女子的事情，她面色陡然一沉，迅速上去一脚踹开了那个客人。谁敢还老子的好事？当然是你爷爷我了。只听咔嚓一声，那人的鼻血如泉涌。我的鼻子！管事的！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老鸨也没想到裴锦燕会忽然动手，他迅速上去挡在了2人中间。哎呦，我的苏公子，您没事儿吧？没事，老子的鼻子都歪了，你还说没事？你信不信老子把你长乐坊给砸了？还不快让人将他们给我抓起来！苏公子，你想抓谁呀？楚云慢悠悠地走上前，冷笑着看向苏逸晨，忠勇侯府的庶子。楚大人，正是在下。我看这舞姬也快死了，不如我等舞姬死了直接抓你，好不好？苏逸晨猛地低头看向那舞姬，果然看到他面色苍白无神，手腕还在流血，也没有处理。这舞姬怎么都不管伤口的？万一真死了，我岂不是成了杀人凶手？那啥，楚大人，这都是误会啊！误会，我还不快滚！是，小的这就滚。苏逸晨连滚带爬地离开了长乐坊。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去，还真是啊！裴昭堂惊愕地凑上去看了又看，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正常的人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不仅毫无反应，甚至脸上连多余的表情都没有。老鸨立马觉察到了不对，直接挡在了那舞姬身前。哎呦，几位官爷，还有什么事儿吗？江慈州一手执剑伸向老鸨，滚开！官爷，老鸨一侧的发髻直接被削掉大半，他身后的舞姬即便如此，也还是呆愣愣地端坐在那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动。楚云立即上前，伸手在他眼前晃动。大人，这舞姬有古怪，她不像人，像个木偶。这时，一个管事模样的黑衣男子走了过来，他恭敬地朝几人行了一礼貌，这才转身看向舞姬：起来吧，你的客人已经走了，不需要继续跪着了。那舞姬好像忽然被打开了开关按钮，是，奴这就退下。他乖巧地站起身，转身离开了。是他还
就是2个杀人凶手中的一个人。哎呀，大坏蛋来了，好可怕！他该不会又要抓那些少女去泡药池子吧？长乐坊的底下又新挖了2个药池子，听他们说昨天又到了一批新偶人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才能救那些少女？管事的恭敬地转向姜慈州。参见少卿大人。你认识本官啊？有幸见过一次。少卿大人今日来我长乐坊，可是还有别的事情？若是例行检查，完全不需要您亲自跑一趟吧？护城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据目击证人说，那具尸体是从长乐坊的后院丢入河里的。管事，是否该给本官一个解释啊？大人说的可是真的？那目击证人当真看见了？这怎么可能啊！我长乐坊清清白白，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的。他这个大坏蛋，竟然还敢信口雌黄！他直接拽了拽姜慈州的衣服，凑到他耳边说了句话，后者眼眸倏地眯起，冷笑了声。哼，既然如此，管事应该不介意我们再检查一番长乐坊吧，尤其是地底下。听到地底下，管事心中猛地咯噔一声，不过很快他又冷静下来。地下室的入口只有主人能够打开，别人休想进去，即便是他们下去查看，也不可能会发现什么。给我查！有小厮发现后，悄无声息地退下了。楚云带着大理寺的衙役全部涌入了长乐坊的地下1层。管事看着一群人在地下室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几遍，什么也没发现，眼底涌现出不屑的笑意。少卿大人可有什么发现呢？若是没有，可能说明我长乐坊是被冤枉的。我们长乐坊啊，可是正经做生意的，绝对不会干违法乱纪的事儿。少卿大人可不能冤枉了好人才是。姜慈州目光扫过四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却一时想不明白。就在这时，几只蝴蝶跟着飞了进来。蠢死了！怎么找这么久都没有找到入口啊？地下室夹层按钮就在柱子根部的凹槽里，快去踢一脚啊！气死阿蝶了！大坏蛋已经命人开始从地下通道转移偶人，说这些人再不下去就抓不到他们先行了。昭昭眼珠子咕噜噜一转，蹭蹭蹭跑到裴景燕身边，踮起脚尖凑到了他耳边。裴景燕听后眼睛倏地一亮，迅速朝柱子的位置跑去。原本胸有成竹的管事见到裴景燕的动作，呼吸猛地一滞。住手！住脚！就在裴景燕准备朝着柱子来上一脚时，去而复返的苏逸晨带着沈清冲了过来。沈清直接拦在了裴景燕面前。二皇子，不知您深夜来在这青楼歌坊这种地方，陛下可知道？说罢，目光别有深意地落在昭昭身上。还真是那个命真好啊，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小郡主。只是不知道他这小郡主的好命还能享受多久。沈清，你一个小小的翰林院代昭，有什么资格智慧本殿下？沈清面色一下子就难看起来，他最不喜欢别人提起他的官职。代诏是什么？就是还没有真正成为翰林院的人，说起来好听罢了，实则什么实权都没有。二皇子教训的是，只是这长乐坊是我外祖家的产业，二皇子带着这么多人闯入这里，是不是该给下官一个解释啊？看到这一幕，裴昭堂眼底闪过一抹冷笑，他牵着昭昭的手来到裴景燕身后。你说这长乐坊是你外祖父平阳侯的产业啊？正是。那可太好了，平阳侯啊，父皇正好抓不住他的把柄处置他，没想到他的蠢外甥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好，简直是好极了。裴昭堂笑出了声，只是这声音怎么听怎么有些瘆人。沈清一下子都有些捉摸不透他想干什么。楚云走上前，大理寺查案，即便这是平阳侯的产业，也得接受检查。那不知道这长乐坊犯了何事，需要你们大理寺来彻查此处呢？护城河里飘出了一具尸体，有人看见是从你们长乐坊出去的，本官特来查看一番。沈大人如此拦着，是怕本官查出什么蛛丝马迹吗？这些人还有完没完？再不打开那道门，人都要走远了。不光人走了，连药桶都要搬完了，那怎么行？昭昭着急的四处查看，忽然目光落在了沈清身后的苏逸晨身上，眼睛闪过一丝狡黠。有老鼠！苏逸晨惊得一抬头，就和昭昭狡黠的目光撞上。不好，这往搞事情。果然，下一秒，
昭昭的身体如同炮弹似的冲向苏逸晨，失去平衡力的他身体直直的向后倒去，好巧不巧的撞在了柱子的最下方。只听砰的一声，南面的墙面在众人的视线中缓缓打开，管事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完了，全完了！只见里面站着10几个黑衣人，他们有的人正在抬着药桶，有的人双手提着偶人，正准备离开。大理寺的人迅速包围住了黑衣人。大人，这里面的少女和报案失踪的少女年龄相吻合，可以安排家属来认人。你让人去通知。是。楚云走后，裴景彦冷眸射向沈清。沈大人，现在是不是该轮到你给本殿下一个解释了？二皇子，下官也不知道啊，这不可能啊，一定是下面的人乱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啊。苏逸晨坐在地上，整个人都是懵的。长乐坊可是平阳侯的产业，即便是父亲都要忌惮几分的平阳侯，就这么让他给得罪了。几只蝴蝶盘旋在他的头顶，乐开了。这个变态傻眼吧，自己闯了这么大祸，长乐坊的幕后之人肯定不会放过他呀。谁让他经常过来虐待那些舞姬了？表面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实则呀就是个衣冠禽兽。不仅喜欢划烂那些舞姬的皮肤，还喜欢在床上让舞姬们这就是报应。可惜刚才没让他直接撞死，真是便宜他。那不行，坏人必须受到惩罚啊！有啦，美人叔叔，大理寺会对抓到幕后凶手的人嘉奖吗？当然会了，小家伙，你想要什么呀？美人叔叔啊，是他带着你们找到了暗室，美人叔叔可一定要奖赏他哦。他这样见义勇为，以身犯险，混入长乐坊，还找到了藏在暗处的坏人，可是大功一件，必须要重重的赏，这样以后像他这样的正义之人才会越来越多。美人叔叔，你说昭昭说的对吗？妹妹她好厉害，这一下子就将所有仇恨值转移了。对，昭昭说的都对。江慈洲眼底闪过揶揄的笑，转向苏逸晨时又变成了冷清冷心的模样。苏公子抓住凶手有功，本官定会禀明陛下，让陛下好好奖赏你一番。希望苏公子能够一直秉承见义勇为之心，好让本官刮目相看。不是我没有，这都是小哥，裴昭堂笑着走上前，将他从地上扶起来。哎呦，苏公子就别谦虚了，要不是你帮忙，我们和大理寺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这暗室呢，指不定就因为大意错过了这一桩惊天大案。苏逸晨想死的心都有了，无论他怎么解释，他们就是不相信。苏逸晨，我外祖父是不会放过你的。沈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真是个误会啊！哼！楚云去而复返。大人已经将长乐坊一众人等控制住，有几户人家进来认领了自家女儿，不过他们好像中了什么毒，意识并不清醒。去请薛神医过来一趟，另外将沈大人一并带回大理寺审讯。江慈洲，我外公可是平阳侯，你不能带走啊！你不说本官差点忘了，这长乐坊既然是平阳侯的产业，那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通知平阳侯呢？江慈洲冷笑了下，将平阳侯一并请到大理寺。沈清彻底吓住了，江慈洲他是不是疯了？为了几个舞姬，竟然敢跟他外祖父作对，他知不知道他外祖父平阳侯就是陛下也要忌惮几分？江慈洲眼眸微垂，唇角溢出一抹冷笑。平阳侯仗着开国功臣的身份，拥兵自重，甚至背着陛下圈养私兵，手中更是有先皇留下的丹青铁券，在朝堂上拉帮结派，早就成了陛下的心头大忌。如今好不容易抓到了平阳侯的小辫子，陛下自然是希望他闹得越大越好，这样陛下才能找借口削弱平阳侯的实权。可惜这沈清真是个蠢的，到现在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竟然还将平阳侯再次抬了出来。长乐坊的事情结束后，江慈洲亲自送昭昭回了王府。此时整个王府灯火通明，裴荣景端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整张脸阴沉的可怕。裴景彦和裴昭堂哆哆嗦嗦地走上前，行了一礼。侄儿参见皇叔，稍后再收拾你们两个。昭昭颤抖地缩在江慈洲的怀里。美人叔叔啊，昭昭今天帮助你抓到了凶手，你会保护昭昭的对吧？可是你爹爹现在的脸色好吓人啊，叔叔也不一定能帮助你啊。不会的，不会的，只要美人叔叔替昭昭求情，爹爹一定会放过昭昭的。
昭昭压低声音道：美人叔叔，如果你不替昭昭求情的话，我就将你洗澡时被醉酒的喋喋误闯进去的事情说出去。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美人叔叔府上的小老鼠。姜慈州回去就找人除老鼠，鼠鼠们招谁惹谁了？裴荣景拧着眉，眼神犀利盯着昭昭，还不过来？昭昭暗自吐了下舌头，挪着小碎步朝他走过去。爹爹，小小年纪就敢偷跑出去？爹爹，昭昭知道错了，昭昭下次再也不敢了。还敢有下次？不会了，不会了，昭昭再也不偷偷跑出去了。以后昭昭去哪里一定会告诉爹爹，爹爹就不要生昭昭的气了，好不好？哦，对了，昭昭今天可是办了一件大事呢，爹爹知道之后一定会夸昭昭的。嘿嘿，不信的话，你可以问美人叔叔哦。大理寺最近接到了很多报案，都是因为少女失踪，是昭昭帮忙找到了那些失踪少女，还发现了长乐坊不为人知的勾当，而且这长乐坊是平阳侯的产业。裴荣景神色一动，平阳侯，看来他果真有问题。裴荣景说完，看向昭昭，之前是本王疏忽，没想到给你安排安慰这茬儿，本王已经通知燕羽让他去世音阁给你挑选安慰了。在他没有回来之前，你哪儿都不许去。如果想去哪里，必须得爹爹陪着，知道了吗？昭昭哦了一声，乖巧的点头。好了，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回去歇息。明日国师要见你。国师？那个神出鬼没、年岁比大圣国还要长的国师，竟然要见小丫头。翌日一早，昭昭在裴荣景的陪同下正用着早餐。爹爹，你昨天说的国师为什么要见昭昭呀？可能是觉得我们昭昭是个小福星。这时燕羽忽然从外面走进来禀报：王爷，大理寺的人来传话，希望您稍后能去一趟大理寺。昨夜大理寺发生了大事，来人还让属下转告郡主，说昨日那条小金鱼不知怎么的，好像快死了。你是说小鱼儿快死了？不行不行，小鱼儿不能死！我答应过小鱼儿，等事情结束之后要送小鱼儿回家的，我绝对不能食言。昭昭焦急地转向裴荣景：爹爹，我们可以先去大理寺看小金鱼吗？昭昭答应过他要送他回家的。裴荣景站起身，边走边面色冷沉地询问：大理寺昨夜发生了什么大事？昨夜被抓回来的长乐坊众人集体死亡，无一活口。这件事看上去十分诡异，大理寺戒备森严，有谁能够做到如此悄无声息？裴荣景听到这里，眉头狠狠拧起，敢在姜慈州眼皮子底下下药，对方手段真是了得，难怪会求到昭昭跟前，看来也只有这个小丫头能帮他找出些蛛丝马迹了。马车一早就准备好了，还是楚云亲自来接，一路上楚云又将昨夜的事情详细的复述了遍。大人从昨夜到现在还待在天牢里，就连我们的人也都被盘问了。本王知道了，那平阳侯呢？是否已经放他回去？并未，大人说等您到了再商议。裴荣景眼眸半眯，知道姜慈州这是替昭昭保密了，并未将他能听懂动物语言的事情告知楚云，所以表面上是请他过来一趟，实则是为了替昭昭打掩护。大理寺，楚云直接带几人到了姜慈州办公的地方。昨日带回来的小金鱼就在那边的缸里，小郡主就拜托你了，大人说一定不能让它死了。楚云说完挠了挠脑袋，也不知道大人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养小金鱼了，以前都没见他对鱼感兴趣过。裴荣景垂眸低哼了声，那哪里是喜欢养小金鱼，那还不是因为这可是目前唯一的目击证据，八成他还等着昭昭从小金鱼的口中再问出些什么。还请王爷和小郡主在此等候，属下这就去通知大人过来。谢谢楚叔叔，昭昭这就去看小鱼儿。昭昭心急如焚地朝大缸奔过去，刚跑过来就看到小金鱼已经开始翻肚皮了。小鱼儿，你怎么啦？你别吓昭昭。小丫头，你终于来了，你快给我弄点吃的，小鱼儿快饿死了，我都10天没吃过食物了。你竟然这么久都没有吃东西啦！你等等啊，我这就去给你弄吃的。他连忙转身，目光焦急地在四周扫视，最后定格在桌子上的一盘糯米酥上。他提着裙子小跑到桌子旁，抓起一块糯米酥折返回来，将糯米酥捏碎了撒在了水缸里。小鱼儿，你不要死啊！快别哭了，小鱼儿，我还没死。那你怎么又翻肚皮了？我给你食物你也不吃，饿得没力气，等它飘到我嘴里。昭昭沉默，最后还是昭昭贴心地将碎末一点点送到他嘴边，他才安静地享用了一顿美食。姜慈州大步从外面走了进来，昭昭扭过头就看到了他，小跑过去。美人叔叔，小鱼儿他没事了，他是太久没有吃东西饿坏了，现在已经好多了。还得是我们昭昭真厉害，这不是我宝贝亲闺女吗？怎么跟姜慈州那么亲密？他冰冷着脸向昭昭招了招手。昭昭，过来。
到爹爹这里来。堂堂摄政王，连小丫头的醋都吃，也不嫌丢人。姜慈州不撒手，直接将昭昭抱起来放到椅子上。这是叔叔一大早就让人去醉春楼给你买的水晶虾饺。昭昭刚吃过早饭了，这会儿还不饿。这是我闺女，我闺女懂不懂？谁稀罕你买的水晶虾饺？我闺女想吃，我不会给买吗？用得着你这个花孔雀在这献殷勤？你又不是昭昭，你怎么知道她饿不饿呀？我再说一遍，她是本王的女儿，本王当然知道。就在他刚说完这句话后，某个小丫头往嘴里塞虾饺的动作一顿，完了，被爹爹抓个正着。还真是个漏风的小苗。浴缸里的小金鱼儿吃饱喝足后吹了一个气泡泡，这边昭昭也刚吃完了水晶虾饺，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美人叔叔，你今天叫昭昭过来，是不是想问昨天凶手的事情？姜慈州点了点头。你帮我问问那条鱼，昨夜我带他去天牢里，可见到了他口中的另外一个凶手。难道美人叔叔怀疑昨天的人中没有另外那个人吗？平阳侯似乎对长乐坊的事情概不知情。那不是他的长乐坊吗？他会不知情吗？平阳侯老谋深算，会演戏也不奇怪。不像演戏，长乐坊也是他3个月前花重金买下来的。平阳侯并不是有钱的主，又怎么会重金购买长乐坊？你说的没错，他买下长乐坊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丹书铁券。丹书铁券怎么会和长乐坊扯上关系？北晋王在18年前死在了与北戎的大战之中，他丹书铁券也失去了踪影。3个月前，有人传出消息，丹书铁券在长乐坊出现过。还真是一出大戏，竟然将平阳侯都算计了进去。我觉得这背后有人在下一盘大棋，会不会是陛下为了收回丹书铁券才？绝无可能。皇兄曾在父皇在世时立过誓，只要4大功臣还在，绝对不能动他们身后的人分毫。这丹书铁券也得等他们死了才能想办法收回。裴荣景心中沉甸甸的，似乎暗处正藏着一条毒蛇在窥探着大圣皇朝。昭昭觉得自己的脑袋晕乎乎的，根本听不懂爹爹和美人叔叔在说什么。他撅了撅嘴，小跑到小金鱼儿面前。小鱼儿，美人叔叔说你昨天夜里去了天牢，你可看到了另外那个凶手？没看到。小鱼儿记得当时抛尸的时候，那个管事身边还跟着一个裹着白袍的人，那人身材矮小，但很壮实，而且什么？那个人浑身裹得太严实了，唯一露在外面的双手布满了恐怖的脓包，好恶心的。哦，对了，那个管事好像还喊他主人。谢谢小鱼儿告诉昭昭。他连忙转身跑回来。弟弟，小鱼儿说昨天真的没有见到那个人，还说那个管事喊他主人，那个人浑身裹着白袍，手上全都是脓包。弟弟，你说他为什么裹那么严啊？会不会他全身上下都是脓包？裴荣景和姜慈州闻言立即对视一眼。全身长满脓包的人，莫非是南疆国的巫毒师？据说南疆国有一种毒师，身份尊贵，但是样貌极其丑陋，其浑身上下全是因为制毒炼制巫蛊而长出来的脓包，所以逃掉的那人是南疆国巫毒师。难怪他能以一己之力杀死所有天牢中的人，还能将武技炼制成偶人，原来他竟然是南疆国巫毒师。裴荣景不想让昭昭再掺和到长乐坊这件事情中来。接下来的事情还是你自己查吧，不要再麻烦昭昭。若是让那些巫毒师盯上昭昭，即便是你我2人一起，也没办法完全防范。另外，平阳侯你也早些放他回去吧，否则那些老匹夫肯定会进宫告你御状。姜慈州凝重点头。昭昭的那位神医谷的师傅近日可还在王府？你想做什么？长乐坊武姬身上的毒名为木蛊咒，薛神医解不了，只能麻烦那位了。我会让燕羽请他过来。时辰不早了，我要带昭昭去见那个人。出了大理寺，裴荣景直接带着昭昭骑上了马匹，径直出了城。弟弟，我们这是去哪里呀？国师府。去国师府为什么要出城呢？他不应该是在黄伯伯的皇宫里吗？去了你就知道了。很快国师府就到了。昭昭看着眼前宛如仙境的国师府，嘴巴差点合不拢。哇，难怪国师府要建在郊外呢，就这云里雾里的场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误入了仙界呢。门口早有小童在等候。2位请随我来。绕过长长的环水走廊，两人被带到了一处瀑布下的凉亭之中。来了。裴荣景拉着昭昭恭敬的行礼。参见国师。大圣国的历代国师均凌驾于皇权之上。你身边的就是你找回来的女儿吗？她的娘可是温世宜。你认识我娘亲？哼，本国师当然认识那个坏东西。我不准你说娘亲坏话，你坏！
昭不喜欢你，哼！哎呦，坏东西生的小东西，还挺有脾气的。昭昭瘪着嘴，正准备大哭，耳边忽然传来2道嘲讽的声音。他赫然回头，发现竟是2只大白鹤。哎呀，这该死的臭老头又欺负人！这臭老头，别看他表面仙风道骨的，实则背后啊是个抠脚大汉，而且抠了脚趾还不洗手，还用那手给呵呵我喂食。刚才是他们在说话，那他们口中的抠脚大汉是？难道是讨人厌的国师老头？哎呦，等什么等？说你2句，你还准备大哭不成？你个大坏蛋，你抠脚趾不洗手，昭昭才不要跟你玩呢！爹爹，我们回家。国师羞得面红耳赤。你这个小东西胡说什么？谁抠脚不洗手了？这温十一果然不是个好东西，生出来的小东西也不是好东西，就会气我。他娘偷我的丹药，拔我胡子，还给我脸上画乌龟。他女儿竟然说我抠脚不洗手，但是他怎么知道的？这件事就连温十一都不知道，这小丫头一见面就知道了。哎呀，这老头底裤都被扒出来了啊！笑死呵呵了。哦，这人类幼崽真可爱。他是怎么知道这死老头抠脚不洗手的？他何止抠脚不洗手，他还喜欢闻自己放的屁，每次闻了还要评价一句什么味。想哭又忍不住破涕为笑的昭昭狠狠吹了个2个鼻涕泡。笑什么笑？你这个小东西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扔进水潭里，醒醒脑！昭昭一股脑躲到裴荣景身后，冲他吐舌。来，羞，不仅抠脚趾，还喜欢闻自己的臭屁，你个道貌岸然的糟老头！裴荣景嘴角抽搐地将昭昭护在身后，眼神有意无意地看向国师以及他身后的2只鹤。所以是那2只大白鹤告诉他的，国师真的。他别有深意的眼神落在国师身上，小老头顿时浑身一震。你放屁！你这个小坏蛋，你比你娘还让人讨厌呢！你给我站住，看老夫今天会不会打烂你的屁股！国师，昭昭他还是个小孩子。裴荣景，你给我滚开！你再护着这个小丫头，老夫我连你一块儿打！裴荣景哭笑不得地挡在中间，愣是没让国师碰到昭昭分毫。来，打不着，气死你个糟老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骂我娘亲！哎呀！今天老夫不打死你个小崽子，老夫就不姓陆！糟糕，死老头真的发怒了，小丫头要倒霉了。这么大年龄了还欺负一个小丫头，真丢人。话说这老头半夜还偷偷看他爹的花本子呢，就是那本《最美全真狠狠撩摄政王爷强制宠》。哎呦，这要上小丫头他爹知道，不得跟着小丫头一起骂他。昭昭闻言，眼睛倏地亮了起来。糟老头，你站住！你要是再敢上前一步，我就把你床头放着的花本子告诉我爹爹！国师陡然一个急刹车。死丫头，你说什么？老夫怎么听不懂呢？是吗？那不知道是谁天天半夜偷看《最美全真狠狠》。你给我闭嘴！国师一个瞬移冲到了他面前，伸手捂住了他的嘴。这个小丫头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知道我那么多秘密啊？难道是裴荣景那小子告诉他的？不能吧！他悄咪咪看了眼裴荣景，一脸茫然的神色。这家伙明显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怎么可能会是他呢？国师害怕他继续口出狂言，只能讨好的笑了笑。哎呀，小丫头长得可真是稀罕呐，跟你那娘亲一样好看，还聪明伶俐，能言善辩，蕙质兰心。糟老头，你夸的一点也不走心。小丫头，你可真会说话呀！裴荣景有些无奈走上前，不知国师今日让本王带昭昭过来，所为何事？国师斜斜瞥了他一眼，歪头从腰间取出一块玉佩。这是他娘5年前保存在我这里的东西，现在物归原主。温时宜，他怎么会认识国师，还将东西放在他这里，说明关系不一般。所以他之前口中骂昭昭是坏东西，并不是真的骂，而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怨憎。说来话长啊，时宜那丫头。就在裴荣景以为他开始缅怀温时宜时，忽听他继续道：真不是个好东西，气死老夫了，走了还要薅走老夫的还魂丹。糟老头，你要是再骂我娘亲，昭昭就真的生气啦。虽然知道这糟老头对娘亲并无恶意，但是他就是不允许别人辱骂娘亲，国师也不行。玉佩给你们了，赶紧给老夫滚！5年前他为了救这个小东西，还偷了他的还魂丹，他骂2句怎么了？怎么了？国师，你可知道温时宜他上个月已经死了？你说什么？温时宜已经死了。
裴荣景说完这句话，一直观察着国师的神情。这国师和温世宜的关系不一般，难道是师徒，亦或者……国师嘴巴干涩的张了张，忽然看到昭昭眼睛红红的，正望着他。小丫头的三魂七魄已经补全，看来她是完成了恩情离开了。唉，死了就死了吧，生死自有天命，那是她的命。老夫只答应将玉佩送还给这个小丫头，其余的一概不管。现在玉佩已经给你们了，没什么事，赶紧走吧。他说完瞪了昭昭一眼，说你呢，快别留在这儿碍老夫的眼了，老夫要去钓鱼去了。昭昭咬着唇，还想问一些娘亲以前的事，就见国师已经捡起鱼竿坐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裴荣景暗自叹了口气，将玉佩挂在了昭昭的脖子上。好了，这是你娘亲给你留的东西，你自己保管好，就当是你娘亲还陪在你身边。昭昭一定会保护好玉佩的，这是娘亲唯一留给昭昭的东西了。走吧，跟爹爹回家。裴荣景牵起昭昭的手，转身出了国师府。刚走到门口，就碰到了温逸欢带着苏慕瑶往里走。哼，这不是摄政王吗？臣妇参见摄政王。温逸欢拉着苏慕瑶行了一礼。哼，听枢密院的副院士说，国师大人点名要见中永侯府的大小姐，臣妇这才带着瑶儿来面见国师大人。也不知道我家的瑶儿怎么就入了国师大人的眼，得了国师大人的青睐。我家瑶儿出生的时候便天降彩霞，别人都说她是小福星转世呢。哼，国师大人这次喊她来，说不定是想要收瑶儿为徒呢。哎呀，瞧臣妇的这张嘴，一高兴就有点说不住话了，还请王爷莫怪。哼，能攀上摄政王又如何？我家瑶儿可是被国师亲自点名要见的人，那可是国师哎，即便是皇帝陛下也得礼让三分。若是能让瑶儿拜入国师的名下，那瑶儿的身份和地位岂不是要堪比大圣朝的公主一样尊贵？届时即便这是郡主，也得看我女儿的脸色，想想都觉得解气得很。福星转世，收她为徒，那本王等着世子夫人的好消息。温逸欢笑容一顿，怎么觉得这摄政王一点都不生气？我家瑶儿都要踩到的头上去了，他不着急吗？还是说这摄政王其实也没那么重视？那臣妇就先告退了。温逸欢说完，拉着苏慕瑶就进了国师府。裴荣景牵着昭昭好整以暇地站在原地，也没有要上马的准备。爹爹，我们不走吗？哼，不急，看会儿好戏。好戏？他们吗？刚才那个坏爷爷不是说糟老头要收他女儿当徒弟吗？那我们还在这里看什么好戏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哦，糟老头要收苏慕瑶当徒弟了吗？哼，收就收吧，反正我也不喜欢糟老头，他总说娘亲坏话。不出半刻钟，滚！都给老夫滚！真当老夫这国师府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什么狗屁中永侯，本国师根本不放在眼里，再敢打扰本国师钓鱼，本国师就将你们剁碎了喂鱼！昭昭吓得脖子狠狠一缩。爹爹，国师一直都这么暴躁的吗？现在知道他刚才对你有多客气了。要不是有本王在，那家伙真有可能打烂你的屁股。太可怕了！那昭昭以后再也不来国师府了。国师府的大门忽然从里打开，温逸欢和苏慕瑶被人直接扔了出来。仙童，仙童，不是国师大人点名要见我女儿的吗？为什么又要将我们给赶出来呀？温逸欢还想上去询问，仙童直接关上了大门。苏慕瑶小脸煞白，屈辱感涌上心头。他们二人一转头，就看到了站在台阶下的裴荣景和昭昭，顿时身体一颤。王爷怎么还在这里？不是世子夫人让本王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吗？怎么，国师他可是收了你女儿为徒？温逸欢气得脸都扭曲了，险些咬碎后槽牙。没有，许是国师大人今日心情不好，所以才会这般。我们改日再来，他肯定会收瑶儿为徒的。可是糟老头说你们是阿猫阿狗哦，还让你们滚呢。他真的会收你女儿为徒弟吗？该不会是你自己幻想的吧？你这个，我不准你说娘亲！裴荣景神色瞬间沉了下来。
敢当街辱骂本王的女儿，我看你舌头是不想要了。温一欢吓得当时脸都白了。瑶儿，快给小郡主道歉！我不，明明就是他先嘲讽娘亲，你怎么还……你忘了母亲在家里怎么和你说的了？上次的教训还不够？苏慕瑶眼底闪过恨意，咬着唇死死瞪着昭昭。既然不想道歉，那便不用道歉了。来人！一道黑衣人瞬间从空中跃下，给本王掌嘴，30个耳光，什么时候打完，什么时候放他们离开。王爷，你若是再求情，就多加10耳光。温一欢顿时说不出话了。本王想起来了，之前在淮南王府，苏世子可欠了昭昭5万两黄金，至今未给。3日之期早已经过了，看来本王是时候该去一趟中永侯府，替我家昭昭讨要欠款了。金子，金灿灿的金子，昭昭喜欢。温一欢的面色更加白了，苏慕瑶不仅吓白了脸，还吓得尿了裤子。裴荣景冷哼了声，抱着昭昭骑上马走了。平阳侯府马车上，该死的江慈州，老夫若不是看在他父亲是先皇伴读，又是当今圣上太傅的份上，今日老夫必定进宫告他御状。敢审讯他堂堂平阳侯，江慈州的胆子真不小。虽然所谓的审讯就是让他在大理寺喝了一夜的冷茶，但那也不行。沈清在一旁缩成了鹌鹑，大气都不敢喘。平阳侯狠狠瞪了他一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你怎么就不能跟着你表哥多学学呢？这次长乐坊的事情，老夫后面再跟你算账。马车缓缓在平阳侯府门口停下，平阳侯刚走下马车，顿时被一股铺天盖地的恶臭熏得睁不开眼。哎呀，什么味道这么臭啊？他勉强睁开眼，看到眼前的场景，顿时气火攻心。是谁？谁干的？正在打扫的小厮见到平阳侯，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到跟前。回禀侯爷，昨夜长乐坊的事情不知怎么泄露了出去，百姓都知道了长乐坊中发生的事情，还知道了长乐坊就是我们平阳侯府的产业，这才一大早就来了我们侯府门口。他们不仅扔烂菜叶和臭鸡蛋，还泼了不少粪水，所以平阳侯一脚踹了过去。你们都是死人嘛，怎么不能拦着点啊？小的们拦了，可是那些百姓人太多了，我们根本拦不住。就在这时，与平阳侯府隔了一条街道的中永侯府门口忽然传来了熙熙攘攘的吵闹声。平阳侯眯眼转过身看去，顿时气得差点倒仰。中永侯府门口被百姓围着，不断有人送鸡蛋、瓜果、蔬菜，百姓们还在连连夸赞：多谢苏二公子见义勇为，我家女儿才能平安归来。苏二公子真是个大好人，不像平阳侯府的人，简直丧心病狂，泯灭良心，这不该活在这世上。如果朝中有更多像苏二公子这种见义勇为、舍身为民的官爷，那我们老百姓可就有福了。难怪苏以晨昨天会好心来提醒我长乐坊出事了，原来他根本就是故意的。我看他们中永侯府就是想害外公您，说不定这幕后之人就是中永侯。好一个苏以晨呐，好一个中永侯府，踩着我平阳侯府为自己搏名声是吧？哼！咱们走着瞧。站在中永侯府门口把风的小厮立马折返了回去。大厅里，苏逸晨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小厮小跑着经过他，凑到钟永侯耳边说了几句。钟永侯顿时气得不轻，拂袖摔翻了茶盏。苏逸晨，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父亲，哎呀，真的是冤枉的。昨天夜里的事情就是个意外啊！意外？你一句意外就完事儿了？现在长乐坊的事情，平阳侯已经将一切都怪罪到我们侯府头上了，你说说怎么办啊？那孩儿带着厚礼去找平阳侯道歉吗？哼，道歉？你觉得平阳侯会接受你的道歉吗？那现在要怎么办？您总不能打死儿子谢罪吧？哼，也是个不错的办法。父亲，孩儿真的知错了，你千万别打死孩儿啊！苏逸晨趴在地上，汗水浸湿了整个后背。父亲。苏怀瑾急匆匆从外面走了进来。二弟虽然素来行事关上了些，可他万万不敢做出和平阳侯府作对的事情啊！还是相信这次事情他也是被人利用了。钟永侯闻言，眼睛眯了眯。逸晨呢？昨夜大理寺的人过去的时候，会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苏逸晨绞尽脑汁想了想，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他说完，忽然想到什么，有，还真有。摄政王的女儿昭昭郡主，她竟然也跟着大理寺的人去了长乐坊。哦，还有二皇子和六皇子。原本我是根本不可能触碰到机关的，都是那个
突然冲上来抱住我的腿，才害我摔倒，才悟出了机关。对，就是那个搞的鬼，他一定是早就知道了机关在那里，所以才故意的。混账！你当你父亲是傻子吗？那小丫头不过才4岁，她能知道个屁！就算她是故意的，也一定是她身后的摄政王授意的。该死的裴荣景！当初陛下将他提拔成摄政王，目的就是要让他针对我们这些老家伙。看来是上面那位坐不住了，想要收回我们手中的丹书铁券了。侯爷，摄政王来了！父亲前脚刚骂了摄政王，后脚对方就找上门了。钟永侯用最快的速度收敛了脸上的怒气，笑着迎了出去。哎呀，什么风把摄政王给吹来了，真是令我钟永侯府蓬荜生辉呀！蓬荜生辉，一会儿就让你们气得吐血。本王此次前来是来向苏世子拿回之前欠昭昭的5万两黄金的。之前说好的3日，如今已经过去10日之久，不知世子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交出来？他笑吟吟地说完，目光陡然一寒。世子真是好大的面子，竟然要本王亲自来讨要。钟永侯他猛地转头看向苏怀瑾，老夫给你那5万两黄金呢，你怎么还没有交给摄政王呢？啊？那可是他咬着牙卖了几百亩地和10几间铺子才凑齐的，他竟然敢私吞。当时父亲交给孩儿，我就将那5万两给了易欢，他说他第2日就命人送过去了。摄政王当真没收到？裴荣景被气得太狠，反而笑了出来。你这个人真奇怪，爹爹要是收到了，为什么还要亲自过来讨要呢？更何况当初你欠下的欠条还在昭昭这里呢，难道你们送钱都不拿回欠条的吗？爹爹，这招没有说错吧？我们昭昭都懂得的道理，有些人竟然不知道。哼，看来钟永侯府竟然连个小孩子都不如。温易欢他竟然拿了钱没有交给摄政王，那他把这些钱都拿去干什么了？苏怀瑾，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那5万两黄金你若是要不回来，休怪为父罚你去跪祠堂。昭昭在旁边故作惊讶道：啊，爹爹，他们的钱是被人给贪污了吗？那他们会不会不认账了，不给昭昭钱了？他们敢！钟永侯，本王不想听你们找任何的理由。今日本王就要见到那5万两黄金，若是虚实之前还未送到本王的府上，这张欠条明日辰时就会出现在陛下的案前。钟永侯气得直哆嗦，只能眼睁睁看着摄政王离开。他气得转身冲苏怀瑾怒喝：还不快去将你那好媳妇给为父找回来，那可是整整5万两，你竟然就这么交由给他！父亲息怒，孩儿这就去找他，定是他一时忘记了时间，并不是有意吞没了那5万两黄金的。还真会忘了时间，若是摄政王今日没有来讨要，是不是那5万两黄金就进了大嫂的腰包了？苏逸晨，苏逸晨立即闭了嘴，他现在可是不敢和苏怀瑾硬呛了，毕竟长乐坊的锅还在他身上背着呢。苏怀瑾刚走出院子，准备去找温易欢，就见他哭哭啼啼地抱着昏迷的苏慕瑶走了进来，他面色顿时一变，立马快步走了上去。瑶儿，这是谁干的？可恶啊，竟然敢将瑶儿伤成这样！是摄政王，都怪那个主羞辱我在先，瑶儿气不过，顶撞了他几句，就被摄政王命人打了30个耳光。摄政王简直是欺人太甚！钟永侯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这是怎么了？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还有温氏，你将那5万两黄金放哪儿了？快给摄政王送过去啊！哼，摄政王竟然为了那个来侯府要钱呢！易欢，钱呢？我将他们放在了匣子里，最近因为瑶儿的事情分了神，竟然将这件事给忘了啊！我改日就让人送过去。不行，今日就送过去。可温易欢暗自咬牙，他早就把钱拿回了娘家，让他现在去送，他去哪里拿钱？他目光忽然扫到苏慕瑶高肿的脸，心中已然有了算计。爹，不是儿媳不愿给，实在是摄政王他太过分了。你瞧瞧，他让人将瑶儿打的。钟永侯这才注意到苏慕瑶，顿时皱眉：爹呀，你可是开国功臣，又有先皇的丹书铁券在手，即便他是摄政王，也不能轻易动您分毫啊！我们何必要受这种委屈？当初在淮南王府，明明是他们打了瑶儿几人，摄政王却还逼着我们签下5万两黄金的欠款，这根本就是欺人太甚。爹，您当真要忍着，让儿媳将5万两黄金送过去吗？若是不给，明日这欠条就会呈到陛下跟前。你是想让老夫去与陛下对峙吗？哼，儿媳倒有一计。
你们派人过去传话，就说是儿媳不小心弄丢了，侯府需要重新筹备银两，3日后就是瑶儿的生辰宴，还请父亲邀请摄政王携小郡主前来参加生辰宴。你究竟想做什么？怀瑾，你还不知道吗？那个昭昭根本就不是摄政王的女儿，是姐姐当初偷人生下的。如今她被摄政王领养了，心中满是对我们侯府的怨气，她想借摄政王的手报复我们侯府呢。你说什么？钟永侯也被这个消息砸的是头晕目眩，难怪他第一次见到那小丫头就不喜欢，原来竟是当年抹黑他们侯府的那个污点，所以必须除掉，否则我们侯府永无宁日。夜里，昭昭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不断地吹着鼻涕泡。床上的昭昭额间忽然闪过一道翠绿的光。小丫头，小丫头，老叔我要走了，明日便是我的雷劫，我感知到我可能渡不过去了。待我死后啊，你就将我的树干带回去埋入院中吧。老树虽然身死，但是躯干经受过雷劫的洗礼，有除恶辟邪的作用。小丫头啊，你身上有信仰之力，是得大道者庇护之人。若是……他的声音弱得消失。仙树爷爷，仙树爷爷，不要走！粉桃连忙走了过来。小郡主，您怎么了？可是又做噩梦了？粉桃姐姐，仙树爷爷刚才来跟我告别了。我不想仙树爷爷死，我想去看看仙树爷爷。粉桃姐姐，你陪我去好不好？小郡主，现在已经深夜了，不如奴婢明日一早再陪您去。不要，仙树爷爷明天就会死的。昭昭难过的跳下床，提着裙子往外跑。哎，小郡主您慢点，您是要去找王爷吗？粉桃吓得赶忙追上去。昭昭刚跑到院子，忽然吹了声口哨，从院子的角落里立马跑出来只大黄狗，赫然就是曾经饭店门口那只。大黄，带我去找仙树爷爷。汪，好嘞。粉桃追出来的时候，只看到了大黄狗驮着昭昭离开的背影。糟了，小郡主不见了！大黄驮着昭昭哼哧哼哧地跑到了山下。好在今夜的月色不错，勉强能看到上山的路。昭昭被颠簸的都快吐了。大黄，我们怎么还没到啊？哎，还早呢，到山顶还得半个时辰。你要是累了，就趴在本王背上睡一会儿。到了，本王叫你。昭昭睡不着，昭昭担心仙树爷爷。仙树爷爷一定不会有事的。大黄，你放昭昭下来，昭昭也能跑，我们2个人跑起来肯定会更快一些的。大黄正犹豫着，昭昭已经自己跳了下来，朝着山顶的方向跑起来。一人一狗就这么在黑暗中奔跑着。忽然一声狼嚎声传来，昭昭和大黄猛地急刹车。哎呀，小丫头，哎呦有狼！山路上走出来一只半人高的母狼，它眼睛冒着绿光，唇角流着液体。他该不会是要吃了我们吧？别担心啊！大黄保护你，大黄很厉害的，一点都不怕，不怕。那你别结巴呀！本王才不是结巴呢！我这是冻的。现在是4月天，不冷。宝宝好疼，娘亲。一道虚弱的声音忽然从母狼后背传来，昭昭微微一愣，看向了他的身后，只见山路旁的草丛中竟然还窝着一只小狼。他受伤了。都怪你们人类，要不是你们设置了捕兽夹，我的孩子也不会受伤。人类都该死。那个我可以救他。还好他出门随时都带了疗伤的药粉，而且师傅就在山上住着，完全不怕治不好他。母狼狐疑地盯着他。我是说真的，昭昭身上有疗伤的药，而且如果昭昭说了谎，你随时都可以吃掉我的。昭昭腿短，跑不快的。好痛，娘亲，好痛。母狼转过身走到小狼身边。宝宝不哭，娘亲一定会救你的。昭昭小心翼翼地跑了过来，刚走近就看到了小狼腿上深可见骨的伤口。他眼睛红红的，掏出疗伤药，蹲下身体撒在了小狼的腿上。小狼疼得一哆嗦，忍不住呜出声。不过很快疼痛感就消失了，只剩下了凉凉的感觉。他抬起毛茸茸的脑袋，蹭了蹭昭昭的小腿。你伤得很严重，昭昭这药多给你吧。他
他将药瓶放在了地上。母狼见状，用脑袋抵了抵小狼的头，然后叼起小狼塞到了昭昭怀里。人类，你救了他，以后他就是你的了。希望你能善待我的孩子。你想把他送给我啊？可是他不是你的孩子吗？你怎么舍得啊？他们皓月狼族最是知恩图报，你救了他，他就得以身相许。嘿嘿，小丫头，你出趟门捡了个小崽子。不要以身相许，昭昭还不想嫁人。嘿嘿，你想什么呢？是他的命，以后就跟着你了，成年后会很厉害，可以保护你。可是他离开娘亲会难过的，昭昭不想。帮你救他的那颗棋，他就是你的。如果你抛弃他，他就会死，这是皓月狼族的规矩。母狼说完转身就走，一步三回头，满眼的不舍，然后转身跑得飞快。终于将这小崽子给送出去了。上次这小丫头上山，就感受到了大气运者现身，想把小崽子送出去。奈何当初这小丫头身边的人太多，我怕她刚出现就被那群人给打伤了，不枉费我蹲守了这么久，终于让她等到了。小狼崽缩在昭昭怀里呜咽起来。娘亲说了，跟着小主人有肉吃，以后能天天吃到肉。虽然舍不得娘亲，但我以后会经常回来看娘亲，还要给娘亲带好多好多肉肉。还不知道被两只狼给算计了的昭昭欲哭无泪，他也不想养只狼啊。什么？你说昭昭跑出去了？裴荣景面色都黑了，他里三层外三层的让人守着王府的大门和院墙，就是为了保护这丫头。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小丫头竟然会让狗带着他钻狗洞。他可说了要去哪里？小郡主口中嚷嚷着仙树爷爷，还说不要让他死，该不会小郡主其实是去找仙树了吧？白云山上时常有野兽出没，若是昭昭，他不敢再继续往下想。烟雨，牵本王的马来。昭昭和大黄的腿都快跑断了，才终于爬到了山顶。好在一路上再没有遇到任何意外，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母狼的功劳，他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昭昭跌跌撞撞跑向仙树。仙树爷爷，小丫头，你怎么来了？老树不是让你等明日过后再来吗？昭昭不舍地抱住他。昭昭不要仙树爷爷死，此乃是老树的天命，老树也躲不过去了。不过你能来看老树，老树已经心满意足了。就在他这话说完之际，鱼肚白的天空忽然再次陷入黑暗，恐怖的雷鸣声响起，无数的电龙在天间游走，好似随时都要劈下来一般。老树见状大惊失色，推开昭昭。小丫头，你快走，老树的雷劫到了。我不要，仙树爷爷，我求求你，你不要死。眼看着天雷滚滚，轰隆隆劈了下来。不要！在天雷即将落在仙树身上时，昭昭本能地扑过去，抱住了仙树。不要让仙树爷爷死，娘亲已经死了，我不想再失去树爷爷。小丫头，小丫头！千钧一发之际，雷电猛地转弯，劈在了听到动静跑出来的秦谷主身上。我就是出来看看，怎么还被雷劈了？秦谷主刚准备爬起来，一道天雷再次劈下。天雷劈完以后，又酝酿了一道，却迟迟没有劈下。就在秦谷主以为自己倒霉的要死在雷电之下时，天空的雷云突然消散了，天空也恢复了鱼肚白。是本王瞎了吗？刚才那道天雷是不是突然急转弯了？昭昭嘴角抽搐地看了眼师傅一眼，又眼巴巴转向仙树。仙树爷爷，你是不是就不用死啦？应该吧。就在雷电劈完以后，他竟然神奇地感受到体内涌入了大量的灵气。不仅如此，他好像还开发了某种新功能。小丫头啊，你要不要先去看看你师傅啊？他可能快要死了。昭昭嘴巴一张，好似才反应过来，拔腿就跑。师傅，你没事吧？你不会要死了吧，师傅？你吭一声好不好？师傅！哎呦，别摇了，再摇下去我就真死了。
昭昭一愣，赶忙撒手。师傅，你真的没事吗？秦谷主缓过劲儿来，才从地上爬起来。好端端的，这咋突然遭雷劈啦？师傅，你是不是缺德事儿干多了？有你这么说你师傅的吗？老夫可是神医谷谷主，专门治病救人，我怎么会干缺德事呢？那你怎么会被雷劈呢？啊，这个，他也想知道啊。秦谷主忽然反应过来了，除了看到一只大黄狗和小狼崽，并未看到其他人。哎，对了，小丫头，你怎么一个人呢？你爹呢？侍卫呢？昭昭是一个人上来的。你是偷跑出来的？昭昭点点头，笑弯了眼。师傅，你能不能收留昭昭一晚呀？你大半夜不睡觉，跑到老夫这儿来干什么？你别告诉老夫你想为师了。谢叔爷爷雷劫到了，昭昭不想谢叔爷爷死，所以就上来找叔爷爷。可是叔爷爷的雷劫不知道为什么劈在了师傅身上，所以叔爷爷不用死啦。嘿嘿。啥？感情我是替仙术挡雷劫了？哎，等等，怎么听小丫头这语气，好像劈的不是仙术，她很开心呢？我可是她师傅啊，我被雷劈了，她就这么高兴啊？气死老夫了！仙术听到这里，晃动了下树冠，有点幸灾乐祸。嘿嘿嘿，肯定是他吃了老树我2颗果子，体内有我老树的精气，天雷将他当成了老树我给劈了。秦谷主整个人一震，眼神犀利地扫过四周。谁在说话？昭昭和仙术一愣。师傅，你听到什么了吗？不会吧，难道师傅被雷劈之后也能听懂生灵说话啦？你刚才没听到这里有其他人说话吗？有吗？有。秦谷主来回跑了圈。奇怪呀，刚刚明明听到了除了你之外的人说话，难道是老夫被雷劈的出现幻听了？哎，他听到仙术说话了。大黄忍不住张大嘴，但是他说话，秦谷主却毫无反应。嘿嘿嘿，该不会是老树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哦，想多了，并没有。哎，那他是咋回事啊？此时秦谷主还在周围转悠着，似乎又听不到仙术说话了。仙术和大黄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昭昭身上，所以刚才是因为小丫头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死。昭昭惆怅地数着鸡鸭鹅，小狼崽饿了非要吃肉肉。昭昭不想杀生。谁知对面的鸡鸭鹅却不乐意了，个个疯了似的冲过来。呀，小丫头，快选我，选我！滚开！明明是老鸭我先到的，你插队，你不要脸！嘿，你再骂就试试，信不信哥哥大我现在就扒光你的毛？都让开，这次的机会让给鹅鹅吧，我是你们之中年份最久的，让我先下去投胎吧。快选吧，小丫头，你这不是杀生，你这是帮他们解脱呢。这小丫头并不知道她一身的金光，若是被她选中送下地狱，那可是要功德加身的，来世不用再做六畜。大黄流着哈喇子冲到皓月跟前。萌萌，兄弟，你吃狗肉不？皓月嫌弃地瞥了他一眼，狗肉嗦，不吃。没品位的家伙。眼看着那群鸡鸭鹅失控，开始互相攻击，昭昭无奈地点中其中一只最大的鹅。就它吧，够大够肥，肉还多，够吃。小丫头，你的大餐来喽！然后他猛地冲下，脖子一拧，断了。我为什么感觉这只鹅死得这么开心呢？秦谷主洗漱完刚走出来，就瞧见了这一幕，痛心疾首地跑过来。哎呀，老夫养的鹅呀，你怎么就想不开自杀了呢？他抱住鹅的尸体。你说你呀，老夫将你养大容易吗？你说你一只鹅，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啊？你还没给老夫下够1000颗蛋，你怎么就死了呀？鹅呀，你快醒醒啊！你快起来继续下蛋呐！哎呀！这个糟老头坏得很，天天都想我们下蛋，气死了！为什么死的不是丫丫？还1000颗蛋，他这是想榨干了我们再吃了吗？鸡鸭鹅怨气冲天，冲着秦谷主骂得可脏了。昭昭都不好意思听，从秦谷主怀中抢过大白鹅就跑。师傅，这只鹅归我了。皓月说他饿了，要吃肉肉。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小丫头啊！你为了一只小狼狗就要吃了老夫的大白鹅？你站住！他还没有下够1000只鹅蛋，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呢。唉，窒息，太窒息了！这个老头子坏得很，当初就是想这么榨干我的，想想就来气。
仙树的树枝猛地伸出去，绊倒了秦谷主。哎呦喂，哎呦，嘿嘿嘿嘿嘿。昭昭抱着大白鹅，大眼瞪小眼，他扭头看向皓月：“你们狼族是可以生吃的吧？娘亲不是说跟着主人可以吃到美味的肉肉吗？”小皓月，你别哭啊！昭昭也不会做鹅鹅，大黄，你会做吗？我是狗，你见过狗会做饭的吗？那你做啊，你做了，昭昭就见过啦。大黄，你可是京城中最厉害的狗狗啦，还是在酒楼里长大的，你一定可以的。昭昭，我相信你。皓月跟着傲木，大黄被夸得龇牙一笑。那大黄我试试。大黄立马变成了厨神皇，指挥昭昭：“你去打水来，小狼崽，你去拔鹅毛。”皓月嗷呜一声：“不拔毛就别想吃肉。”皓月顿时偃旗息鼓，用嘴拔毛去了。等皓月将毛都啃光了后，昭昭也提水进来了。大黄的锅已经支起来了，鹅也被直接下锅。大黄，你确定这样能吃吗？昭昭记得娘亲都会取出内脏，还要洗一洗的。哎，小丫头你不懂，大黄我这才是原汁原味，保管好吃。秦谷主带着找过来的裴荣景进来时，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奇猛了，他竟然看到狗做饭了。昭昭看到裴荣景，脖子一缩，小跑过去：“爹爹，爸爸！”别以为你撒娇，爹爹就会原谅你。那昭昭，请爹爹吃大鹅好不好？裴荣景扫了眼锅里的大鹅，确定这能吃？秦谷主痛心疾首地冲过去：“哎呀，我说你这个小畜生啊，这鹅是这么做的吗？这不是纯浪费老夫的大白鹅吗？”大黄被骂了，气哼哼的呲牙咧嘴。秦谷主一勺敲在他头上：“你瞪什么瞪啊？你给我看好了，老夫现在就教你怎么做铁锅炖大鹅。”别看秦谷主不靠谱，但是这铁锅炖大鹅的手艺真是一绝。酒足饭饱后，和仙树和师傅告别后，昭昭几人开始返程。所以你准备带回去养着？大黄说皓月长大之后会很厉害的，还可以保护昭昭哦。爹爹，你会同意的吧？我不同意，你就不养了。嘿，爹爹最好啦，肯定会答应昭昭的，对吧？好。回去的路上还真是奇遇不断，不是小松鼠忽然从树上掉下来落到了昭昭的怀里，就是有蛇睡在路中间拦住了去路，要么就是野猪跟着他们走。不可以，你们就死心吧，昭昭是不会带你们回家的。小动物们顿时伤心地垂下脑袋。那昭昭以后经常来看你们好不好？小动物们顿时兴奋地抬起头，将怀中的东西都丢在了路上，一溜烟消失不见了。大黄哼哧哼哧地跑过去：“小丫头，你要发财了，他们给你送的可都是白云山100年难得一见的珍稀药材，有人参、灵芝、鹿茸，天哪，竟然还有金蚕壳！”裴荣景抱着昭昭从马背上下来，走了过来，在看到那些名贵的几乎在整个京城都很难买到的药材时，也是一震，下意识地看向了身旁的昭昭。他的昭昭似乎很不一样，他不仅能听懂动物说话，还会不自觉地吸引动物，得到它们的好感。尤其是从今日开始，那种感觉相比较之前更为浓烈。一支利箭猛地从林间射出，裴荣景眼睛骇然大惊，一把拉过身侧的昭昭，闪身躲过。林中猛地冲出一群黑衣人，就是他，大的不论生死，小的必须活着带回去。这些人是冲着昭昭来的。裴荣景目光骤然一寒，伸手抽出了腰间的软剑，将昭昭护在了身后。大黄背着皓月倏地窜进了草丛里。哎呦，大黄我先走一步喽！放我下来，我要去救主人。就凭你，对面的人一剑就将你挑飞了，你还是别过去添乱了。不行，主人不能死的。皓月一急，从大黄的背上跳了下来，本就有伤在身，这下子伤口又崩裂了。黑衣人很多，明显是蓄谋已久。嗖的一声，一支袖剑打中裴荣景的左肩。爹爹，你快放下昭昭吧，他们要的人是昭昭。裴荣景面容冷峻，一剑斩杀了靠近的黑衣人，从腰间掏出口哨。傻丫头，你是爹爹的女儿，我怎么可能将你交给他们？放心，燕羽他们就在山下，这些黑衣人带不走你。他喊了帮手，我们快速战速决，那小丫头是他的软肋。话音刚落，黑衣人直接带着手下欺身而上，40-50人冲到了前方，拖住裴荣景，其余人转到了他的身后，开始对昭昭下手。长刀近在咫尺，眼看着要砍在昭昭后背。不要啊！皓月骑着大黄猛地窜出来，扑到了刀背上，
硬是将刀推开了一个方向。该死的小畜生，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我是你黄爷爷，你这个垃圾杂碎敢伤小丫头，大黄我跟你拼了！皓月指挥着大黄专门攻打这些人的下盘，不一会儿几个黑衣人就被他们合伙给弄倒了。但这也彻底激怒了黑衣人，刀剑无眼的冲2只小兽胡乱砍杀。皓月受了伤，痛苦的嚎叫起来，他的声音瞬间吸引了跟在附近的母狼。母狼庞大的身躯急速的奔跑过来，身后还跟着无数的公狼。就是这群崽子要伤害我崽崽的主人，上啊，咬死这群崽子！有了狼群的加入，裴荣景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护着昭昭退到了一旁。昭昭迅速从他的背上下来，从荷包掏出药粉，边哭边给他上药。都怪昭昭，要不是昭昭偷偷跑出来，爹爹也不会受伤。爹爹，昭昭是不是个灾星啊？娘亲死了，现在爹爹也要死了。别胡说，我家昭昭才不是灾星，而是爹爹的福星。这些人想要杀害昭昭，他们才是坏人。可是爹爹不疼，昭昭不哭了啊。裴荣景的话刚说完，紧接着无数的小动物开始从白云山上冲下来，其中就有刚才离开的小松鼠、野猪还有蛇。野猪如同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将那群黑衣人撞得头晕眼花，口吐鲜血。蛇就更厉害了，在四周设置了包围圈，把所有黑衣人都挡在了里面。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好邪门，难怪那人花重金求我们不会全都死在这里吧？都给我闭嘴，要么冲出去，要么死在这里。黑衣人不再攻击，开始各自掩护着撤退，但是蛇早已经将他们的后路堵死了。恰在此时，燕雨也带着人杀上来了，刚冲过来就看到了眼前的一幕，顿时傻眼了。他目光四处扫看，终于在路边发现了裴荣景，一刻不敢耽搁地冲过去。喂，你没事吧？死不了，抓住他们，务必留下活口，问出幕后之人。黑衣人退无可退，前有蛇，后有狼，左有野猪，右有人，想要逃出去比登天还难。誓死捍卫雇主，我等共赴黄泉路。黑衣人齐刷刷举起刀剑抹向脖子，下一秒，只见每个人的裆部同时悬挂着一条小蛇。黑衣人尖叫着，同时捂着裆部痛苦哀嚎。嘿嘿，我听说刺客的牙齿中都喜欢藏着毒药，他们自杀不成，肯定会咬碎毒药的。小松鼠的话刚说完，无数的野猪疯了似的压在刺客的身上，后者非常默契地伸出小爪爪，扣掉了他们的大牙，彻底断了黑衣人想要自杀的路。这一幕发生的太快，别说是燕雨，就连裴荣景都始料未及。王爷，刺客已经全数抓住。裴荣景从地上站起来，走到领头人面前。是谁派你们来的？你最好想清楚再说。如今你已经落到了本王的手里，本王有10000种办法让你开口。黑衣人头领硬气地撇过头，想要他出卖雇主，门都没有。下一瞬，只见小蛇不知何时又爬上了他的双腿间。快说，再嘴硬，牛牛给你咬掉。爹爹，什么是牛牛？蛇说要咬掉这个叔叔的牛牛哦。裴荣景面色瞬间黑了。不该问的别问。我说。黑衣人从怀中掏出一块玉佩。我们接单子从来不问雇主的身份，这是雇主的信物。您是摄政王，想要查清楚背后之人，应该不难。玉佩质地莹润，一看就非凡品。看到玉佩的最角落雕刻着一个温字。温国公，是他想要刺杀昭昭吗？对方想要你们杀了昭昭啊？不是刺杀，对方只让我们带走他。至于想要做什么，我们并不清楚，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您是王爷啊。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您能不能放过我这帮兄弟？你们是千羽阁的人啊？您怎么知道的？裴荣景用软剑挑开了他胸前微微敞开的衣襟。千羽阁的人，每个人的胸口都会刺上豹子丹青。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还请给我等一个痛快。裴荣景抱着昭昭闪身上了马。
他牵着马转向黑衣人。据本王所知，千羽阁下干的是买卖消息的生意，何时也开始暗杀掳人了？江湖中人自然是有钱就赚。既然如此，燕羽处理干净。怕是千羽阁内部出了问题，不过这可不是他关心的。敢伤害昭昭就该死。裴荣景带着昭昭一路疾驰，直接闯进了金銮殿。此时朝会还未结束。摄政王到。高位上的皇帝登时站起身。是谁伤了你？微臣此次前来，就是希望陛下能够惩治幕后之人。今日微臣与臣女昭昭遭遇了上百人刺杀，幸得死里逃生，刺客也尽数伏诛。不过刺客临死前交代，是有人拿着这块玉佩让他们来刺杀我们。这块玉佩的背面刻着一个温字。裴荣景的话音刚落，皇帝射向温国公，后者茫然的抬起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陛下，老臣是冤枉的呀。海公公立即从摄政王手中接过玉佩，折返回去递给皇帝。皇帝拿起玉佩，端详了半天，猛地将玉佩砸在温国公身前。这玉佩乃是当年进贡之物，温义欢大婚之日，朕赐给了你温家，你还敢说你是冤枉的？他颤巍巍从地上捡起玉佩，看了眼玉佩的样式。这是陛下御赐之物没错，可是1年前老臣就已经将这玉佩献给了温贵妃了。陛下若是不信，万可以命人去查看一番。温贵妃已经被朕一条白绫刺死，难不成刺杀之人还能是个死人不成？可那也不是老臣呢。可是老臣真的是冤枉啊！老臣哪有胆子刺杀摄政王啊？您就是给老臣100个胆子，老臣也不敢呐。海公公微微蹙眉，回禀陛下。陛下，这玉佩老奴见温贵妃死的时候还带在身上。死人的东西晦气，就连贪财的工人都不屑去拿。他甚至让人葬掉温贵妃的时候，还将玉佩一并埋了。这怎么又出现在了刺客的手中？昭昭昨夜没睡好，此时站在底下，小脑袋一点一点的。皇帝瞧见了昭昭的模样，忍不住招招手。来，昭昭，到朕的身边来。昭昭猛不丁听见有人叫他，茫然的抬起头。还愣着做什么？快过来呀！昭昭看了眼裴荣景，见对方点头，这才小跑着扑进了皇帝怀中。昭昭，今天有没有被吓到啊？昭昭没事，就是爹爹为了保护昭昭受了伤，昭昭心里难过。昭昭不哭，黄伯伯呀，一定替你找到幕后真凶，将他绳之以法。昭昭实在太瞌睡了，小脑袋点了点，竟然趴在了皇帝的腿上睡着了。皇帝眼底浮现出宠溺的笑。陛下呀，老臣与摄政王无冤无仇，为何要派人害他呀？陛下，您可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还老臣一个清白呀！恰在此时，一只大白猫忽然从屏风后钻了出来，顺着房梁爬到了上面，找个舒服的位置卧下。这有什么好争执的？去查一下玉佩还在不在温贵妃身上，不就知道了？谁在说话？皇帝闻言猛地一震，然而他看了一圈也没发现是谁在说话。裴荣景下意识看了眼昭昭，又看了眼房梁上的大白猫。皇兄，他这是听到了大白猫说话。这皇帝耳朵是不是出毛病了？刚才有人说话吗？本喵怎么没有听到？御膳房的鱼做的是越来越难吃了，有点怀念胖大厨的生鱼片了。可惜胖大厨被陷害投毒，已经押入大牢，还不知道死了没有。这些人怎么都不说话了？难道刺客是谁已经知道了？要本喵说，这玉佩既然是温贵妃的陪葬之物，直接开棺检查一下不就清楚了？愚蠢的人类，还没你猫爷爷聪明。皇帝狠狠地眨了眨眼，惊愕地看向了房梁上的大白猫。朕今天起草了，出现了幻觉了，竟然听到了一只猫在说话。他茫然地看向文武百官，却见他们毫无反应，所以只有朕能听到。他压下心底的震惊，又害怕吓到那只猫，只能悄悄冲海公公招手，凑近他的耳朵小声吩咐了句：去查一下御膳房之前是不是有个胖厨师犯了事，若是还活着就将他放出来。另外命人去开温贵妃的棺材，看看是否有人动了陪葬品。海公公心中猛然一惊，赶忙退了下去。金銮殿安静如鸡，唯有温国公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喘。他刚张口，还没出声，就被对方一个眼神瞪回来了。皇帝宠溺地拍着昭昭的小肩膀，大白猫的声音还在继续：站在最左边第一排那个，该不会就是钟永侯吧？据说他那个二儿子私底下可是个变态，就喜欢虐待女人。
这狗皇帝还想给他儿子搬个监狱永回家，真是瞎了眼了。这小畜生竟然敢骂我是狗皇帝，还瞎了眼！哼，等退朝一定命人捉住他，非得好好教训一顿。哎，那个低着头快睡着了的，不会就是礼部尚书吧？他女儿被穷书生洗脑，都快上赶着给人家去生孩子了。殊不知那穷书生早就有了结发妻子，就等着她怀孕后给她当小妾呢，既得了钱财又得了美人。不行，下朝后一定要提醒一下周爱卿，她就这么一个女儿，若是出事了还不得伤心死啊。皇帝还想偷偷吃几个瓜，奈何海公公已经回来了。陛下，陛下，大事不好了！只见海公公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陛下，温贵妃的墓被盗了，不仅如此，温贵妃的遗体也不见了。你说什么？于德海，温贵妃是你看着下葬的，她的遗体怎么会消失呢？你还不快给朕一个解释！文武百官也被这个消息砸的是头晕眼花。陛下，温贵妃会不会根本就没有死，以此假死脱身呢？就是啊，那可是皇陵，何人敢偷盗皇陵啊？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依老臣看，这绝对是温贵妃死里逃生的计谋，说不定温国公也参与其中。温国公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煞白。你们胡说八道，文官才没有！皇帝的目光阴恻恻的，看起来格外吓人。陛下，这绝无可能啊！温贵妃是老奴亲眼看着处死的，而且以防万一，老奴还给她灌下了鹤顶红，即便她是神仙转世，也活不了啊！裴荣景眉尾拧了拧，这件事似乎比他想象中还要棘手。陛下，这件事可否交由微臣去查？务必查出幕后真凶。敢偷到他的皇陵中去，胆子不小。这群人在那里叨叨什么呢？一惊一乍吓死叔叔了。就那什么贵妃的墓被盗了，尸体都不见了。哦，这事儿叔叔知道，我钻过皇陵的侄儿说过，好像是个满身白袍的人将那尸体带走了，还说要炼制成什么，哎呀，我忘了。唉，咱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喽。叔叔，我现在偷一块糕点都难了。可不是嘛，御膳房的人又多，看着又野。我上次就偷了一根鸡腿，那厨娘拿着菜刀追着我砍。这老登非说什么酸儿辣女，除了辣的一概不吃，吃辣的吃的痔疮都破了。出宫的时候要了老命了，硬是为了生女儿一声不吭，真是牛啊！他就是把全京城辣子吃完了，他也生不出女儿，他命里就注定没有女儿。盛怒的皇帝猛地一怔，讶然地瞧了眼房梁上的大白猫，见他似乎是睡着了，根本没说话，目光如炬地在大殿中四处搜索，最终落在了金銮殿角落的桌子下。两只老鼠缩在桌子下，啃着芝麻饼，吃得津津有味。皇帝气得面红耳赤，他吃辣怎么了？他就想要个女儿怎么了？还有这两只小畜生是怎么知道他出宫要了老命？他们躲在一旁偷看了。皇帝的秘密被两只老鼠给戳穿，气得吹胡子瞪眼。下方的朝臣瞧着他，一会震惊，一会儿又气得面红耳赤，连大气都不敢喘。皇帝急着下朝去看看这猫和老鼠是怎么个事。温国公以及温国公府所有人全部收押，待刺杀一事查明真相，再行放出。不管这事儿是不是温贵妃死而复生做的，这次我都会借着这个由头打压温国公。他有丹书铁券，我动不了他们，但那又如何？刺杀摄政王就是诛九族的大罪，管你有没有，先关押了再说。更何况这老登还想抢走昭昭，挫他的春秋大梦去吧！陛下，陛下，老臣冤枉啊！哼，退朝。不是，陛下怎么走了？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呀！哎呀！一向看温国公不顺眼的淮南王笑吟吟地走上前。哎呀，这还是本王头一次见到国公爷要进大牢的，真是可喜可贺呀！你也算是喜提一次牢狱之灾了啊！温国公气得面红耳赤，站起身指着他怒斥：哼，淮南王，你别得意，陛下敢这么对我，也能这么对你，老夫等着你喜提牢狱之灾。皇帝第一时间将海公公叫了过来，你去将金銮殿房梁上那只白猫给朕抓来，陛下这次喜欢上猫了。是，奴才这就去。海公公刚走到御书房门口，皇帝再次叫住了他。你等等，再将金銮殿南边角落里的老鼠一并给朕抓来。啊，还不快去！
海公公连忙低头退了出去。陛下今日这是怎么了？又是猫又是老鼠的，莫非是今日温贵妃遗体丢失之事刺激到了陛下？海公公刚退下，裴荣景就走了进来。皇兄，我来接昭昭。朕瞧着不如将昭昭留在宫里吧，跟着你真是遭罪，又是刺杀又是受伤的。这次是意外，下次绝对不会发生的。那些刺客，他们都是些江湖中人，查不出什么头绪，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块玉佩。皇兄觉得这事儿会是温贵妃做的吗？若真如海公公所说，这温贵妃八成是死透了。只是什么人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走她的尸体呢？皇帝皱眉想了下，刚才那2只老鼠似乎提到了什么白袍人，但是他不能将他听到动物说话的事情说出来，否则摄政王定是要以为他疯了。这件事朕也会命人调查，不过温贵妃确定已经死了，不可能会是幕后真凶。这样，你命人调查下京城哪里有可疑的白袍人出现，若是发现，立即逮捕。白袍人，皇兄可是知道些什么？皇帝被瞧得一阵心虚，他立马站起身，绕过龙案，走到裴荣景身边。刚才海公公回来说，温贵妃遗体失踪那几日见过白袍人经过，朕也只是怀疑。他绝对不能说他是听2只小老鼠说的，所以这锅就让海公公背着吧。裴荣景眼底闪过压抑的笑意，皇兄这会怕知道他能听懂动物说话，将他当成疯子？既然他不想说，那他也不戳穿，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裴荣景压着嘴角的笑应了声，将龙椅上的昭昭抱起来。今日昭昭受到了惊吓，臣弟先带他回府了。皇帝不舍地瞧着昭昭，朕的提议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昭昭留在宫里。摄政王转身就走，跑得飞快，好似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半个时辰后，海公公终于带着御林军回来了，手中还提着一只不断折腾的大白猫。海公公有些害怕地跪下：陛下，是老奴没用，只让人捉住了这一只大白猫。您说的老鼠，老奴实在是没瞧见呢。皇帝闻言也没恼，毕竟老鼠会打洞，没那么好捉住。将它抱过来给朕。海公公听话地将大白猫放在了龙案上，还害怕它会跑了，给它五花大绑，结实得很。这皇帝抓本喵来干什么？落在皇帝耳朵里就成了喵。说人话。说人话？什么说人话？我只是只猫，你见过哪家的猫会说人话的吗？没听懂吗？朕叫你说人话。这老登怕不是个傻子吧？竟然让本喵说人话。本喵要是能说话，本喵不得成精了？他是不是御膳房的毒蘑菇吃多了？在金銮殿上的时候不是骂朕骂得挺欢吗？这会儿不停的喵喵喵是什么意思？还跟朕面前装呢？朕让你说人话，你听不懂吗？再敢跟朕喵喵喵，小心朕要了你的脑袋！这皇帝是不是疯了？他竟然逼着本喵讲话，本喵也想讲啊，可本喵一只猫哪里会啊？老登，你给本喵说实话，你是不是看本喵不顺眼，想要找借口处理了本喵啊？朕叫你闭嘴，不准喵喵喵！大白猫立即止住了枪，害怕地瞪着他。这狗皇帝不会真的要杀了本喵吧？本喵真的不会说话。皇帝见他然真的立即停下来，颇得意地挑了挑眉，还给朕装不会说人话，朕怎么叫你闭嘴就停下了？你和老登都要杀我了，本喵哪敢不住嘴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给本喵一个痛快！喵喵喵！皇帝眉头狠狠蹙起，他都这么威胁了他，这只猫怎么还在喵喵喵？你当真不会说人话？大白猫听懂了，狂点头。不会啊。那你能听懂朕说话吗？大白猫犹豫了下，他抬起眼眸对上皇帝危险的眼睛，点头如大蒜。听得懂，听得懂。既然能听懂朕的说话，那朕问你，你是不是在金銮殿上骂朕了？大白猫直接实话，不是他怎么知道他骂他了？感情他现在把自己抓过来，就是因为他骂了他。他支支吾吾的，连喵喵声都弱了。哼，这会儿知道怕了。这大白猫有点意思，难不成他今日听到他说话是有什么契机？时间、地点，还是必须在上朝的时候？他先是带着大白猫去了金銮殿，还是听不懂，又换了时间，还是不行。就连跟在身后的海公公都不知道陛下想要做什么了。皇帝重新回到御书房，将大白猫抱进怀里，给他松了绳子。朕听你说喜欢吃御膳房胖厨师做的鱼，朕已经命他给你做着了，以后
后你就留在朕的身边，哪里也不许去。若是你敢逃跑，朕就扒了你的皮，做成围脖。如果契机不是出在他的身上，那必定是在这只猫身上。既然能听懂第一次，那就会有第二次。他相信总能找到原因的。本庙真是刚逃出了疾风的魔爪，又落进了这皇帝的手中。不过有胖大厨做的鱼吃，也不是不能接受啊。这天，昭昭躺在椅子上，笑呵呵地看向对面两个美女姐姐。你们就是爹爹给昭昭安排的暗卫吗？红英和荔枝对视一眼，齐齐跪下。手下荔枝见过三界小主子。昭昭哪里见过这阵仗，他笨拙地跳下躺椅，小跑到两人面前。啊，快起来，快起来，不要跪昭昭。是。红英和荔枝十分听话地站起身。这就是小主子吗？长得和王爷真像。就在这时，嘿，小崽子，你疾风爷爷来看你了！眼看着他庞大的身躯即将扑到昭昭，两道身影如同闪电般划过，下一秒，疾风来得快，去得也快，约莫过了10个呼吸间，疾风才一瘸一拐地再次走进院子。小崽子，刚才的一幕发生得太快，昭昭都呆住了。好一只畜生，竟然还敢来！让我来，今天非得将他大卸八块了不可。荔枝抽出腰间的短刃掠过去。小崽子，快救救我！你的人要杀狗了！眼看着荔枝即将手刃疾风，荔枝姐姐住手，她是三哥的宠物。荔枝眼疾手快，匕首堪堪停在疾风的脖子处，疾风扑通一声，吓得跌坐在地上。这比宫中的御林军还要可怕，我可是后宫一代霸主，竟然被一个黄毛丫头给吓破了胆儿。这要是说出去，我哪里还有脸面在宫里混啊？裴彦白从院子外走了进来。不愧是皇叔培养出来的暗卫，身手不错。三哥，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你个小没良心的，说说你上次见三哥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都不说去看看三哥？三哥今日若是不来，你是不是都忘了三哥的存在了啊？嘿，三哥说笑了，昭昭才没有呢。他探出身子朝外望了眼。怎么不见二哥和六哥？他们没有一起来吗？他们课业落下太多了，夫子不愿放人。昭昭想见他们，恐怕要等到端午节休幕了。那好吧，还好昭昭不用上学。裴彦白闻言，眼底闪过一道光。昭昭如今已经4岁了，皇叔怎么没想着给他找个启蒙老师？莫非皇叔第一次当爹，竟把这事给忘了？看来他是时候跟皇叔提一提了。刚才还在庆幸的昭昭，殊不知自己也将迎来痛苦的学业。疾风从两人外面挤进来。小崽子，快上来！你疾风爷爷带你出去玩。昭昭看了看裴彦白，三哥准备带昭昭去哪里玩呢？裴彦白直接提起他的后颈，将他放在了疾风的后背。郊外的花都开了，三哥带你去放风筝，好不好？好耶！昭昭最喜欢放风筝啦。他们刚准备离开，大黄的声音从身后急呼呼响起。小丫头，你是想背着我们偷偷出去玩啊？疾风一瞧见大黄，顿时龇牙咧嘴。哪里来的丑狗，给本大爷滚远点！哎呦，我可是小丫头的看门狗，你是哪冒出来的？敢让你黄爷爷滚？没错，小主人已经有狗了，你是哪位？两狗一狼吵得不可开交，周围人只听到3只正在疯狂的汪汪汪，顺便夹杂着一声狼嚎。好丢人啊，怎么回事？好不容易安抚好了3只，他们终于出了府。等他们到了城郊时，就看见天上飞着各种各样漂亮粉嫩的风筝。昭昭骑着疾风，抓着风筝在前面跑，身后跟着凑热闹的大黄和皓月。巨大的丑蜈蚣刚升空，四周齐刷刷射了无数道好奇的目光。哇，那风筝好酷啊！怎么是个小丫头在放？她看起来好眼熟啊！这不是摄政王刚认回来的小郡主吗？同样来放风筝的苏沐瑶等人瞧见这一幕，嫉妒的鼻子都气歪了。娘亲，你快看，是那个疾风驮着昭昭追着风筝跑了好几圈，这才累得吐着舌头回到裴彦白身边。昭昭从疾风身上跳下来。三哥你快看，昭昭的风筝最亮眼啦！独一无二，可不就是最亮眼的吗？何止是亮眼呀，简直是有点扎眼睛啊！你能想象在一堆粉色娇嫩的风筝当中，赫然钻进去一只巨大巨丑巨长的黑蜈蚣吗？三哥，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喜欢昭昭的风筝吗？怎么会呢？三哥也很喜欢的。昭昭狐疑的小眼神充满了怀疑。哎，
才不喜欢，他那是为了哄你开心。你的蜈蚣又大又丑，土不拉几，也就你有这样的审美。瑶儿还小，不会说话，还望三殿下和小郡主莫要见怪。三皇子经常会参加各种宫宴，温奕欢有幸见过一次，一眼就认出来了。据本王所知，令千金和昭昭年岁相似，为何昭昭就不会这般没规矩的说话？依本皇子看，这就是家风不严所致。若是不加以管教，说不定长大以后偷鸡摸狗事小，败坏家风可就不好了。万一再传出和男子私相授受，不知廉耻，那可是要进猪笼的。世子夫人，本殿下说的可对啊？苏慕瑶整张脸憋得通红，羞愤不已。哎呀，三殿下这话可就严重了。我家瑶儿，令千金怎么样和本殿下无关，本殿下也只是好意提醒。世子夫人若是不能接受，全当本殿下没有说过吧。温奕欢装出来的贤良淑德差点破功了，他气得浑身颤抖。昭昭眼睛亮晶晶地瞧着他，满眼的崇拜。三哥这嘴可太会说话了。苏慕瑶什么时候被这么羞辱过？简直是奇耻大辱。你别得意，你不过是摄政王请回来的你一个马蜂窝不知道从哪儿飞出来，顿时成群的马蜂嗡嗡嗡地冲出来，将他们二人悉数包围。两人惨叫着跌跌撞撞地往远跑。大黄背着皓月从远处跑过来，让你尝尝你黄爷爷的马蜂窝，让你们再欺负小丫头。主人，还有仔仔，是我捧着马蜂窝砸到他头上，仔仔砸得可准了，仔仔厉不厉害？原来是大黄干的，他怎么能听懂一只狗说话了？大黄、皓月，你们好棒！还有我，你疾风爷爷可是给那些马蜂说了，今天必须让他们每个人喜提大猪头。裴彦白僵住了，他的狗也开口说话了，起猛了，没睡醒。马蜂群谁也不遮，就逮住温奕欢二人遮，尤其是苏慕瑶被马蜂遮得哇哇大哭。听到这边动静的苏怀瑾等人连忙跑了过来，结果他们刚一靠近，那些马蜂就好像闻到味儿似的，专门挑苏家的人蛰，就连苏怀瑾都不例外。不过好在他是练家子，拔剑呼呼砍掉了好几十只马蜂。那些马蜂见状也不敢去继续蛰他，而是全部冲他的妻女儿子继续下手。这忠勇侯府是做了什么孽了，竟然让马蜂追着蛰？哎，这一幕好眼熟啊！你们是还记得半个月前摄政王府门口温国公一家也这样享受了一场鸟屎浴？哎呀，要不说他们是亲家，这待遇都一样。哈哈哈哈。苏怀瑾面色黝黑，温国公的事情他也听说过，当时只当是谣言，根本没去信。如今这马蜂也是中邪了似的，专挑他们一家蛰。娘亲，一定是他，肯定是他使了什么手段，这些马蜂才会只蛰我们。苏慕瑶嗷嗷的哭，小脸已经肿得看不出本来面目，猛地扑到温奕欢面前，还吓了他一跳，失手将他推了出去。苏慕瑶平白无故再次受伤，反应过来的温奕欢赶忙蹲下去扶他。哎呀，娘的瑶儿，你没事吧？娘亲刚才没注意，不是有意推你的。苏慕瑶终于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走，此地不宜久留。都听三哥的。裴彦白抱着昭昭上了马车，他趴在柔软的垫子上，将买的酱板鸭拿了出来，美滋滋地啃起来，正吃得津津有味。马车忽然震动，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来者何人？当小郡主的马车做甚？昭昭咕噜噜爬过去，从车帘子底下钻出个小脑袋，年过半百的白敬山一见到昭昭，颤巍巍扑过来，跪在地上。小郡主，还请你救救老夫的孙儿吧，我孙儿他快不行了。糟糕，把那个软骨症的小男孩给忘记了。老爷爷，你快起来，昭昭现在就跟你回去看小哥哥。白敬山老眼通红，闻言激动地站起身。老夫多谢小郡主。应该的。马车一路狂奔，回到了白府，还未下车就瞧见了门口站满了人，其中最瞩目的就是身着华服的老夫人。见到白敬山下了马车，三步并作两步的走过去。老爷，人可请到了，燕儿的身子等不得了，大夫说已经无力回天了。哎，我们可怜的燕儿啊，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枉我们白府行善积德，最终连这一根独苗苗都留不下。别说了，小郡主已经来了。他话音刚落，昭昭就被裴彦白抱下了马车。哎，
这怎么是个小娃娃？他当真能治好我们燕儿吗？小郡主的师兄乃是大名鼎鼎的薛神医，他年纪虽小，但是本事不小，你还是给老夫少说几句吧。老夫人自知失言，连忙道歉。小郡主莫怪，是老身失言了。无碍的，无碍的，快带我去瞧瞧小哥哥吧。小郡主，快随我们来。穿过白府的长廊，直接到了小少爷的院子里。昭昭刚进去，就瞧见了躺在床上脸色发白的少年。昭昭立即朝小少爷跑过去，他按照医书上的记载查看了他几个重要部位。这也不是软骨病的症状啊，难不成昭昭记错了？软骨病的骨头应该是软的，就好似人的脆骨一样，没有任何的支撑力。可是小哥哥的骨头却很坚硬，一点都不脆弱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昭昭绞尽脑汁时，挂在窗棂上的2只小鸟忽然说话了：啾啾啾，真可怜，这小少爷就要死了，亏他爷爷还是个御医，连自己孙子是不是得病了都不知道。也不能全怪他爷爷，是那幕后之人太过阴险，竟然使用了巫蛊之术。啾啾，只要将他贴身佩戴的护身符取下来烧掉，他孙子自然就康复了。可是他们根本就想不到，那护身符会是害死他们孙子的罪魁祸首。对呀，谁让那护身符是他祖母亲自给他戴上的？昭昭将他们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目光下意识地落在了白胜燕的脖子上，果然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护身符。小少爷的身体猛地一颤，嘴角缓缓流出了鲜血。小少爷又吐血了。白敬山夫妇闻言，顿时眼眶都红了。小郡主，我家孙儿还有救吗？昭昭皱着眉，一把扯下了白胜燕脖子上的护身符，转身看向他们。白爷爷，您的孙子根本就不是得病了，而是中了巫蛊之术。那这个就是害他差点死掉的东西，现在只要将它拿去烧掉，小少爷很快就会好转的。白老夫人闻言，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半步。这怎么可能？这护身符是老身亲自给燕儿求来的，为何会变成巫蛊之物啊？这个昭昭也不清楚，你们若是不信，老夫信。白敬山从昭昭手中接过护身符，转身命令小厮取火盆来。很快小厮就将火盆端了进来，白敬山将护身符举到火盆上，护身符刚一碰到火盆，轰的一声冒出半人高的蓝色火焰。看到火苗的颜色，白敬山的目光忍不住一颤，若是正常的东西被焚烧都是黄颜色的火苗，根本不会是这种颜色。这火焰的颜色，这小丫头好厉害，她是怎么发现护身符有问题的？太好了，太好了，小少爷不用死了，我们又可以继续吃到虫子了。自从小少爷病倒之后，就没人让人给咱们抓蚯蚓了。白敬山猛地转过身，看向自己的妻子。这个护身符你是从何处得来的？还能从何得来？当然是护国寺了。3年前兰儿去世后，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这才让莲儿陪我去护国寺上香，顺便给燕儿求来了这道护身符。老夫人说到这里，猛地止住，浑身都跟着颤抖。是了，燕儿就是3年前突然开始发病，竟然是我害得燕儿至此。护国寺，听娘亲说，护国寺是大圣朝最大的寺庙，里面还有德高望重的方正坐镇，又怎么会有巫蛊之术的护身符流出来呢？半个时辰后，白胜燕终于悠悠转醒。小郡主，燕儿她是不是没事了？只是病得太久，身体还有些虚弱，昭昭会给你们开个方子的，你们给哥哥好好补补身体，不出半个月就会活蹦乱跳了。昭昭说完，将最后一味药材也画了上去，这才将药方递给白敬山。后者将药方拿了过去，仔细地看了遍，眉毛抖得厉害，不过却越看眼睛越亮。裴艳白也瞧见了药方，不由得多看了小家伙一眼。虽然才4岁还不会写字，可这画画的天赋却是已经显露了出来。不错，不愧是我裴艳白的妹妹。小郡主，不愧是薛神医的师妹啊，这药方真是奇了，老夫怎么没想到将这味药材换成白术呢？妙啊！这样一来，既弥补了燕儿虚不受补的病症，又能很好的快速给她补回身体，老夫佩服啊！白爷爷妙在，是师傅教的好。白老，天色不早了，本殿下就先带着小郡主回了。今日之事，多谢小郡主了。待我孙儿好了以后，老夫必定亲自登门拜访。
忠永侯府。娘亲，爹爹，瑶儿好痛，明日便是瑶儿生辰，我要怎么顶着这样的脸去见人？苏松年和苏洵听到这话，脸色也难看了。一定是那个害的，还是听旁人说那马蜂窝就是他带的狗丢过来的。父亲母亲，把我们害得这么惨，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明日你先用素纱遮面，不叫旁人看见便是。娘亲，我讨厌那个他害女儿变成这副模样，女儿心中咽不下这口气。放心，娘亲会替你报仇的。只要那明天赶来咱们忠永侯府，娘亲就有办法对付他。苏怀瑾听到他的话，忍不住皱眉，想说什么，最终闭了嘴。那丫头确实应该给点教训，否则也太无法无天了。摄政王府，王爷，您明天确定要带小郡主去参加宴会吗？这忠永侯府摆明了就没安好心，王爷怎么还要带着小郡主去呢？这次有红英和荔枝在他身边，他不会有事。更何况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不是？他目光含笑地扫过门口躲着的2只小老鼠。可是王爷，忠永侯府上的人胆敢之前那般羞辱昭昭，本王又怎么会轻易地放过他？想要将他们彻底按死，总要得有个由头不是？这次忠永侯专门请来请体，为的可不是本王，而是想要对昭昭下手。本王把这机会给他们了，他们可千万别让本王失望才好。还以为王爷领养小郡主以后变得柔和了不少呢，原来都是我的错觉。王爷这是憋着大招呢，真是要么不动手，要么往死里弄，还真是符合王爷一贯的作风。明日除了红英和荔枝，你在暗处再多派些人手盯着。另外，今夜让人偷偷放2筐蛇到忠永侯府的院子里。啊，放蛇？王爷是想让毒蛇提前咬死他们吗？好让他们明天没法作妖了。一想到白云山上那些小蛇专门咬人裤裆，燕语就忍不住打了个激灵。裴荣景一个眼神射过去，燕语立马闭嘴。属下这就去。王爷怎么突然生气了？是我说错话了吗？翌日一早，昭昭还在睡梦中呢，就被粉桃和青梅从床上拽了起来，两人一左一右的伺候她洗漱梳妆。小郡主真好看，跟年画里的娃娃一样。可不是嘛，就没见过像小郡主这么可爱的孩子。小郡主该出发了，王爷已经在等您了。昭昭刚走出大门，就看到了站在马车旁等着的裴荣景。裴荣景将她放在软垫上。小陈猫，爹爹给让人给你买了八宝鸡，你想不想吃？吃，爹爹最好啦！裴荣景这才从一旁将八宝鸡取出来。鸡腿！你慢点吃哈，小心噎着。小丫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若是营养跟不上，以后的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昭昭，你想不想上学？爹爹安排你进入国子监，和哥哥们一起学习。昨夜裴艳白临走时，还因为昭昭启蒙的事情专门来找过他。若不是他提醒，他还真想不到这一点。毕竟第一次当爹，昭昭啃着鸡腿的手一抖。爹爹啊，昭昭可以不去吗？万一像二哥和六哥一样，天天被夫子扣在学院里学习，那还不得痛苦死啊！不行，你现在可是本王的女儿，是大圣朝的郡主，怎么能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呢？昭昭顿时觉得口中的鸡腿不香了，想哭怎么办？小家伙嘴巴一瘪，刚准备酝酿情绪，你哭也没用啊！若是不去，爹爹以后再也不给你买八宝鸡了。啊，爹爹什么时候也学会威胁我啦？他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可是二哥和六哥不是在白鹿书院吗？昭昭去了国子监，岂不是见不到二哥和六哥了？那万一昭昭要是想二哥和六哥了？裴荣景哪里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忍不住笑着摇头。你二哥和六哥自从淮南王府的事情发生后，就已经回到了国子监。为什么呀？他们觉得隐瞒身份，结交真实的朋友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皇子的身份在，他们就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更何况当初在淮南王府时，他们的身份已然暴露，就没必要再遮掩下去了。那好吧，那昭昭去国子监。美好的后宅堂没有了，以后再也不能一边吃着粉桃姐姐喂的葡萄，一边听青梅姐姐讲故事了。半个时辰后，马车终于停在了忠永侯府门前。昭昭刚被裴荣景抱下马车，就看到了站在门口迎接宾客的温逸欢。昭昭扑哧笑出声：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啊？爹爹，他猪头。
裴荣景下意识朝温逸欢看去，不看不知道，一看还果真有几分像。虽然他已经用了素纱遮面，但是饱满红肿的额头却彻底暴露了。昨夜燕语已经将昨天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只当是被蛰了几下，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家昭昭学坏了。正笑着迎接翰林院士夫人的温逸欢，骤然听到大猪头，身体猛地一抖，转身朝街上的马车望去，对上昭昭笑嘻嘻的双眼时，他维持在脸上的笑容差点破功。世子夫人，你有在听我说话吗？多谢夫人的礼物，我们家瑶儿肯定会喜欢的。另外，您刚才说的那件事，等今日宴会结束，我再同姐姐好好说说。我等妹妹的好消息。钟永侯可是开国大功臣，府中又有丹青铁券，若是他儿子真的能和苏沐瑶定下娃娃亲，那他们林家的地位在京城岂不是要更上一层？送走了林夫人，温逸欢才费了好大劲儿扯出一抹笑。哎呀，摄政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王爷莫怪。他目光掠过昭昭的脸时，还带了不少的怨毒。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摄政王径直从他身边走过，连个眼神都没给他。世子夫人还是好好想想，你们忠永侯府欠本王的5万两黄金，今日该怎么还吧。别忘了，今日可是你们最后的期限，若是欠款还不上，这忠永侯府可就是本王的了。真以为是因为他摄政王好说话，才会答应欠款推迟3日，还不是钟永后说了，若是3日后还不上，就用钟永侯府做赔偿，5万两换钟永侯一家人露宿街头，这买卖不亏。温逸欢听到这些话，嘴角的笑容瞬间凝滞，他就非要当着这么多宾客面下他们钟永侯府的脸面吗？帮他好了吗？放心吧，表姐，那些人都是流匪，认钱不认人，落到他们手中，死的一定凄惨无比。那就好，千万做干净点，别让摄政王那个傻神发现了。是，表弟我做事儿，表姐放1万个心吧。2只小老鼠站在凉亭里的石桌上，绘声绘色地将刚才听到的话演绎了出来。尤其是扮演温逸欢的那只小老鼠，甚至表情都模仿得像极了。王爷，是奴婢中毒出现幻觉了吗？这2只老鼠在这里比划啥呢？还有模有样的，简直像极了2个人在对话。王爷，一定是奴婢和红英早上吃毒蘑菇吃多了，看到了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异怪之事。裴荣景紧绷着俊脸，他因为抱着昭昭，所以自然听懂了小老鼠在说什么，但是他还要假装听不懂。这是昭昭养的2只小宠物，训练后会简单模仿一些人类的动作，大惊小怪的，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就知道这个女人要搞事情。昭昭忽然趴在裴荣景耳边，将刚才小老鼠说过的话又复述了一遍。爹爹，你说昭昭现在该怎么办？裴荣景眼底闪过一丝寒芒。昭昭害怕吗？昭昭才不怕呢，昭昭身上这次带足了师傅教我制作的毒药，而且比之前都要厉害。他们要是真敢伤害昭昭，那昭昭就给他们下毒，哼，昭昭才不会吃亏的。王爷，你和小郡主在说什么呀？什么下毒，什么伤害？是有人想伤害小郡主？嘘，是忠永侯府的世子夫人哦，她是抢了昭昭娘亲身份的坏爷爷。红英和荔枝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所以小郡主竟然就是传说中温家真千金温时宜的女儿。传闻中温时宜5年前是因为偷人怀了野种才被赶出了忠永侯府，所以他家王爷就是那个野男人。他们脸上的表情太过明显了，一看就知道在想什么。你们很闲吗？要不要本王罚你们绕着忠永侯府的外面跑几圈？王爷恕罪，属下再也不敢了。是红英姐姐和荔枝姐姐做错了什么吗？爹爹要罚他们跑圈。裴荣景紧绷着脸，做错什么？私自猜想主子算不算做错？没什么。裴荣景转移话题，稍后爹爹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你让红英和荔枝陪着你好不好？好，爹爹快去忙吧。等爹爹走了以后，他就要去搞事情了。1刻钟后，昭昭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忠永侯府的后院。小老鼠，你确定这里就是坏姨姨的房间吗？昭昭表示不太相信，刚才他已经被他带着走错了好几回。哎呀，
谁让叔叔我上次来都是2年前的事了，有点记不住。不过叔叔保证，这里绝对是温宜欢的房间。红衣和荔枝也猫着腰，好奇地往里面张望。小郡主，我们这是要去做什么？我要找到坏姨姨的房间。小郡主找到房间做什么？坏姨姨想要害死昭昭，昭昭让她当众出糗，不过分吧？嘿嘿，等会儿见到坏姨姨，就让小老鼠去吓唬她，让所有人都瞧见她被马蜂蛰过的大猪头。不过分，不过分！他们找的那群流寇就是从扶风山上下来的，他们无恶不作，坑蒙拐骗，残害妇幼，能和这样的流寇有联系，中有侯府的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没错，等他们来抓小丫头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过去，把他们的贼窝给端了。你们认真的？房间里，苏慕瑶趴在温宜欢的怀里。娘亲，这芙蓉膏根本没用，女儿脸还是这样，只要女儿戴我怎么见人？哎呀，娘亲都带着素纱，你就不能带吗？可是今天一周哥哥也在，女儿不想让他看到女儿这副模样。面纱遮着，他能看见什么呀？行了，赶快把衣服换了去，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苏慕瑶有些不情不愿，还想拉着温宜欢的袖子撒娇，被对方狠狠抽回了衣袖。你若是今天不想出门，那就留在房中吧，左右不过到时候我与你父亲说你受了风寒。娘亲，女儿现在就去换衣服。说完抱起衣服就走。都怪那个今日若是在一周哥哥面前出了洋相，定要他好看。苏慕瑶拿着衣服走到里间，刚准备换上，赫然与床上的小老鼠来了个四目相对。你好啊！娘亲，有老鼠！旋即他不管不顾地冲出来，跟在他身后冲出来的还有好几只小老鼠。温宜欢哪里见过这么多老鼠，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下一秒，更多的数不清的老鼠从房间里涌出。相公，有老鼠！他吓得转身就跑，连身后的苏慕瑶都顾不上了。苏慕瑶跟不上他的脚步，哭得那叫个凄惨。这边的动静很快吸引了宾客们的注意，温宜欢和苏慕瑶还在尖叫，脸上的素纱掉了都没注意。他们猛地冲进人群，抓住人就喊：有老鼠啊，好多的老鼠！鼠妖！温宜欢犹如晴天霹雳，呆愣愣地伸手去摸脸上的素纱。我的面纱，这不是我！你们不许看，都给我把眼睛闭上！哎呀，哪里来的猪妖啊！本夫人告诉你们啊，这里可是中永侯府，识相的赶紧滚！对，你们别过来啊！再敢上前一步，小心我们跟你拼了！娘亲，老鼠又来了！这群人不让他们过去，身后的老鼠们又追了上来，这是想害死他们吗？成群结队的老鼠好像蝗虫过境似的朝他们蜂拥而至。这中永侯府怎么会有这么多老鼠啊？蛇！那里还有蛇！在场的贵女夫人见到这一幕，惊慌失措地往外跑，有人冷不丁地摔了一跤，恰好与地上的小蛇四目相对。蛇呀！谁知成群的小黑蛇好像瞧不见他似的，绕过他朝前追。不咬我！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恐怖的场景？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无论是老鼠还是蛇，竟然都不咬他们。慢慢的，这些世家小姐和夫人都停了下来，警惕地盯着那些鼠群和蛇群。只见数不清的蛇和老鼠竟然将温宜欢和苏慕瑶包围在里面。娘亲，我怕，瑶儿怕。苏慕瑶咬着唇，惊恐地哭着。不仅如此，她还被吓得尿裤子了。闭嘴！别说话，万一激怒了他们。这是怎么了？钟永侯浑厚的嗓音从人群外响起。等他推开人群走到里面时，顿时惊得后退一步。怎么这么多蛇鼠啊？祖父救我！温宜欢也瞧见了跟在他身后的苏怀瑾。相公，快救救我们啊！夫人，瑶儿。他喊完，拔剑就要冲过去救人。不等他靠近，那些小老鼠和蛇群就嗖不见了。有人这时才反应过来，难以置信地指着倒在苏怀瑾怀中的人。那刚才那只猪妖是世子夫人？那个小的岂不就是今天的主角苏慕瑶？温宜欢浑身颤抖，脸色都白了。苏慕瑶更崩溃，他最喜欢的益州哥哥也瞧见了他这副尊容，吓得路都不会走了。摄政王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戏谑地瞧着中永侯府的人。侯府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竟然招来了这么多的蛇鼠。难不成苏小姐是什么灾星转世？不是吗？昭昭是吗？那就让你当人人唾弃的灾星吧。摄政王，这是何意啊？爷爷当然是字
面的意思啊。爷爷，你看着也不像是老糊涂的模样，怎么连话都听不懂啦？还不如昭昭呢。昭昭说完还有些不解地看向裴荣景。爹爹，为什么是灾星转世啊？难道他现在不是灾星了吗？是本王说错了，他呀不是什么灾星转世，而是灾星降世啊！裴荣景突如其来的怒吼令众人皆惊。苏怀瑾，你敢直呼本王之名，是在蔑视皇权啊！围观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藐视皇权，这可是杀头的大罪。苏世子他不要命了吗？我看他就是仗着自己父亲是钟永侯，才敢如此放肆，也不怕摄政王治他个大不敬之罪。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失去理智的苏怀瑾才心底一慌。王爷恕罪，是在下一时情急才会冒犯了王爷，还请王爷大人有大量，宽恕于我。宽恕？钟永侯即便心里气得要死，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求情。王爷，这件事也不能全怪怀瑾呐，实在是王爷刚才的话太过吓人，才让他一时情急失了分寸。王爷，您何不高抬贵手，原谅了他？然而他这话怎么听怎么都像在怪罪摄政王。早就听闻钟永侯仗着自己是裴先帝打江山的老臣，对皇室这些后辈并没有多少敬畏之心。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如今前朝尽数被两侯两王把持着，唯有摄政王是站在皇帝那边的。哎呀！裴荣景周身的寒意越来越浓重，压抑的众人喘不过气。就在众人以为摄政王要当场发作时，他身上那股寒气陡然消散。他抬起眼皮，似笑非笑，明明在笑，却让众人毛骨悚然。瞧把侯爷吓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本王要杀了他呢。那不是吗？苏怀瑾气得面色铁青。王爷，您就不管管吗？让您的人就这般欺辱我的夫人。令夫人不会说话，本王的人替你教训一下。你不谢谢本王，还要来怪罪本王。苏世子，你的夫人当众诋毁本王的女儿，本王没将她凌迟处死，已经是很给侯爷面子了。只是被打了几巴掌，又没有将她打死，本王已经很仁慈了。你说是吗，钟永侯？他说罢，转向钟永侯，眼底裹挟着森冷的寒意。即便是征战沙场的钟永侯，也被他此时的眼神吓了一跳。王爷说的是。爷爷，你想清楚了吗？是现在给昭昭还钱，还是承认他是灾星呢？如果爷爷实在钱多，想要还给昭昭的话，那也可。苏怀瑾，给钱。苏怀瑾自然不想说自己的女儿是灾星，他阴沉着脸转向温一欢：你把钱藏哪了？还不赶紧拿出来！不能给！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真的要为了5万两黄金毁了你的女儿吗？苏怀瑾朝身边的小厮道：去夫人的房间里搜。温一欢顿时面如死灰。半刻钟后，小厮颤颤巍巍地回来了。回禀世子，全都搜过了，并未见到银票。苏怀瑾的脸色彻底黑了，他2步走到温一欢的跟前，说：你究竟把银票弄到哪去了？我你难道当真要你的女儿顶着灾星的名头，让她以后都嫁不了人吗？娘亲，你快说呀，瑶儿不想当灾星。温氏，你若是再不说，休怪我今日便休了你。不能休啊！温一欢从未见过这样的苏怀瑾，心中慌乱如麻。给温家了，我弟弟欠了赌钱，我。他怒不可遏的一脚踹在温一欢的胸口。好啊，好一个温家！温一欢，你当真让本世子小瞧你了？钟永侯面色难看到了极点，那可是5万两黄金，他卖了多少田庄和铺子才凑出来的？他竟然全给温家了！父亲，别看为父现在也拿不出这么多钱。父亲，你不是还有？你给本侯住嘴！钟永侯面色瞬间煞白。这个畜生，他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呀？万一暗室中的东西暴露出来，整个钟永侯府就完了。那可都是赈灾的粮款以及贪污所得，他以为我不想拿出来吗？那些金银上全都是官印，如今还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溶解掉，怎么能拿出来呢？钟永侯心中叹了口气，转身看向昭昭。当真只要本侯承认瑶儿是灾星，你就把欠条还给本侯。昭昭说话算话哦，可不像某人，欠了钱还要一拖再拖。苏怀瑾脸上臊得慌，手背上青筋暴起。钟永侯一咬牙：好，本侯说。苏慕瑶脸上恐惧到了极点，祖父他这是要放弃他了吗？苏慕瑶，
他就是个灾星。钟永侯咬着牙说完，夺过欠条，一甩衣袖，阴沉着脸走了。他侯府的颜面全丢尽了。钟永侯都亲自承认了，看来邓真是个灾星啊！不承认又能怎么办？那可是5万两黄金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不是灾星，怎么可能会引来那么多蛇鼠呢？就是，这以后咱们可要离他远远的，免得给咱们沾染了晦气。可不是，以后谁娶了她呀，谁倒霉，说不定还会祸害了全家呢。原本还想着跟苏家结亲家的翰林院夫人，当即尴尬地冲温逸欢笑了笑。哎，本夫人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事情要处理，今日就先回去了。晚宴本夫人就不吃了。本小姐还要陪祖母诵经，也先回了。哎呦，我家的狗快生了，我还要回去帮忙接生呢。不出半刻钟，来参加宴会的人就走得所剩无几。温逸欢险些被活活气晕。王爷，你怎么还不走啊？本王上了礼，还没吃过晚宴，为何要走啊？就是，昭昭还没有偷走钟永侯府的金子呢，才不要走呢。等会儿宴会开始的时候，就让小老鼠们去偷金子。叔叔可是说了，钟永侯府的地库通风口刚好可以容纳他们过去，只要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他们就能将金子从通风口沿着地下河道直接运到王府去。苏怀瑾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裴荣景瞧着他有苦不敢言，憋屈又不能发作的模样，心情大好。走，昭昭，爹爹带你去吃席去。好耶，吃席，昭昭要吃大鸡腿。给你，都给你。裴荣景头也不回地离开。整场宴会吃的那叫一个鸦雀无声，全程只听见昭昭和摄政王的声音。30几桌的宴席就坐了寥寥几人。这场令人痛苦发指的宴席，一直到昭昭吃饱了才结束。爹爹，昭昭席都吃完了，这会议怎么还不动手呢？难道是昭昭一直在爹爹身边，他们不好下手吗？自然是要给他们创造机会。你稍后跟荔枝姐姐走，本王已经找人假扮了你。不要，爹爹，你就让昭昭去吧，昭昭比别的小朋友更厉害。昭昭，听话。裴荣景的语气少有的严厉，昭昭吓得小脑袋一缩，有些不敢反驳。那昭昭就听爹爹的吧，大不了等回了王府，就找大黄和皓月带我去。裴荣景知道他肯定在打什么坏主意，根本不给他机会。荔枝，你现在带小郡主回去，全程盯紧了，不许他离开你的视线半步。属下遵命。半刻钟后，昭昭假意净手，跟着红英和荔枝离开了宴席。再次回来时，身边只跟着红英一人。裴荣景将昭昭抱在怀里，旁若无人地离开了钟永侯府。回王府的半道上，一群乞丐忽然涌了上来，拦住了马车。贵人行行好吧，给点吃的。哎呀，给点吃的吧，我们已经3天都没有吃东西了。我饿，我好饿呀，给老子吃的。不准过来，再敢靠近半分，小心刀剑无眼。带头的乞丐是个中年男子，他目光阴沉地与身旁之人对视，下一秒从怀中抽出短刃冲了上去。冲啊！谁抢到吃的就是谁的。跟在他们身后的乞丐只当真的有吃的，不管不顾地冲上去。燕雨和红英一左一右和2个假扮的乞丐打作一团，剩下的人掀翻了马车。叽叽，昭昭刚跨进王府，小老鼠嗖的一声窜到了昭昭肩膀上。好多黄金，把王府的大厅都堆满了。昭昭眼睛倏地一亮，提着裙子往里跑。小郡主，你要去哪里啊？去看堆成小山的金子。荔枝满头雾水。然而等他跟着追到大厅时，整个人都呆若木鸡了。不仅是他，就连那些守在这里的暗卫扑通扑通的下饺子似的落下来。金子啊，好多金子啊！这小郡主，王府哪来的这么多的黄金啊？这是钟永侯府的金子。钟永侯府的金子为什么会出现在王府呢？而且钟永侯哪来这么多金子啊？王爷知道吗？有个暗卫走上前，伸手拿起其中一锭金子看了眼，这上面有块印，这是3年前赈灾款丢失的黄金。荔枝闻言顿时一惊，忙不迭是上前查看，还真是赈灾款项。江南水患淹死了不少人，良田尽毁，就等着这批赈灾款救治，谁知却遭遇山匪抢劫，尽数夺了去。当年负责押送赈灾款的人就是钟永侯的人，原来他竟是监守自盗。好一个钟永侯府，原来当年的赈灾款竟是被他给贪没了。这件事必须立即去禀报王爷。昭昭做贼似的趁荔枝他们震惊之余，悄悄地离开了大厅。扶风寨，颤抖吧！
昭昭刚钻出狗洞，就瞧见了等在外面的大黄。他笨拙地爬上大黄的后背，抱着皓月出发。小老鼠充当了向导，不停地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很快追上了那群流匪。那群人都是做了平民装扮，将一个穿的和昭昭相同裙子的小丫头挤在中间，正脚步匆匆地朝扶风山的方向赶。二当家，我总觉得这次得手是不是太容易了些？这丫头的身份一看就不简单，她的家人怎么没来追？追？温家小姐说了，这个丫头就是个野种，死了娘后才被有钱人家给领养了。一个养女，谁会花那么大的代价来救她？二当家说的也是。小丫头全程低着头，乖巧得很，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瞧这小丫头吓得一声不吭的，倒是给我们省了不少事儿。她哭喊有什么用？还能从我们手里逃掉不成？不过这丫头吃什么长大的？不是说只有4岁吗？咋长这么高？不知道的还以为她7岁了呢。管她吃什么长大的，到了我们扶风山就只能喝西北风。昭昭目光从后面落在那个替身身上，越看越熟悉。爹爹从哪里找来的替身啊？怎么找了个这么大的孩子啊？这群土匪竟然都没有发现不对劲儿吗？小丫头，我们现在怎么办？偷偷跟着吗？现在地势平坦还能跟上，若是到了扶风山，以你的速度肯定会跟丢。昭昭忽然眼睛咕噜噜一转，谁说昭昭要自己走啦？嘿嘿，你们先躲起来。昭昭拍了拍大黄的脑袋，从他身上跳了下去，又将皓月放在他的后背上。嘘，别出声，等我跟着他们走远了，你们再来找我啊！大黄吐着舌头，只能疯狂点头。小老鼠嗖一声钻进了昭昭的衣襟中。叔叔我体积小，他们发现不了，我跟着你，方便出去通风报信。昭昭想了想也是，就同意了。待大黄和皓月藏好，昭昭弯下腰，在地上抓了把泥糊在脸上，然后装作一脸惊慌地冲出去。救命啊！有狼啊！救命啊！有狼！昭昭跌跌撞撞跑向土匪们，原本低着头的替身听到声音，迅速抬头，跟跑来的昭昭与之四目相对。六哥，爹爹找的替身是六哥哥，还别说，六哥穿女装还挺好看的耶。裴昭堂眼底浮现惊恐，昭昭妹妹，皇叔不是说他已经回王府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昭昭尴尬地扯出一抹笑，嗨，还有心情笑出来？他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这可是恶贯满盈的土匪。糙汉见到昭昭，眼睛猛地一亮，立即朝二当家使了使眼色。极品小妞啊，养大了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赚大了。小丫头，这里是郊外，可不是山里，哪里来的狼啊？你该不会是被狗给吓到了吧？是狗狗吗？可是好大好大的，昭昭还以为是狼呢。小丫头，你怎么一个人？你的家里人呢？昭昭闻言，脸上闪过难过。昭昭是孤儿，没有家人。糙汉闻言，顿时激动的不行。二当家却深沉的眯起了眼眸。他低头打量了眼昭昭身上的衣服，你的家人都死了，我看你身上的衣服不便宜啊，你从哪里来的？糟糕，衣服都是爹爹买的，布料一看就是上乘。昭昭绞着手指头，忽然眼睛一亮，我是从后山乱葬岗的死人身上脱的。他说完立马惊慌地抬起头。昭昭脱那个姐姐衣服的时候，给她磕了好几个头呢，她同意了昭昭才脱下来穿的。昭昭真的不是坏孩子，真的没有去偷别人的衣服啊。这小丫头胆子不小啊，死人的衣服都敢脱。真的是我的昭昭妹妹吗？她胡说八道的能力是跟皇叔学的吗？我也没见皇叔有这项技能啊。昭昭成功地混入了这群土匪中。妹妹，你不想给六哥一个解释吗？六哥啊，昭昭说这是个意外，你信吗？我回去就告诉皇叔，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这么多意外。六哥，你不讲武德！糙汉回头看了他们一眼，说什么呢？给老子走快点！昭昭一屁股坐在地上。你爹娘都死了，你哪来的家？你胡说！我家里还有养的大黄鸭呢，他们都是我的家人。裴昭堂诧异地看着他，妹妹这是又打算干什么呀？皇叔啊，你们到底还有多久才来啊？难道真的要等他们上山了才来吗？我告诉你，到了我们扶风山的地盘，你休想回去了，乖乖给老子回寨子，否则……糙汉威胁的话还没说完，昭昭立马不哭了，从地上站起来，让昭昭跟你回去也可以，你们抬昭昭上去，昭昭走不动道了。哼，还敢威胁老子？看老子不打死你！来，
打这儿打这儿，照着脸打，等昭昭的脸毁容了，你就卖不到好价钱喽。他说完一屁股再次坐地上。哼，反正昭昭走不动了，去让昭昭累死，你还不如打死昭昭呢。糙汉气得吹胡子瞪眼，还是第一次见土匪被反向威胁的。他撸起袖子就要上前，被二当家猛地拉住。这小丫头说的没错，你要是打伤了她的脸，可就不值钱了。城中有很多有钱人家就喜欢买这种小女童回去玩弄，尤其是像她这样芙蓉面容的，那些人更加喜欢。那就真有她这么危险？一个小孩子，你跟她计较什么？你去找一辆马车来。不是，二当家，你还真给他们，快去！二当家不悦地呵斥一声，糙汉只能咽下口中的话，不情不愿地去找了辆马车回来。马车走到山脚下就走不动了，最后还是土匪们背着两人上山，折腾到后半夜，他们才终于到达扶风寨。寨子门口守夜的人一见到来人，立即举着火把走了上来。哎，是二当家回来了。二当家疲惫地摆了摆手。大当家的睡下了没有？哦，应该是睡下了。去，请大当家的到议事厅，就说肉票绑回来了。昭昭和裴昭堂被带着丢到了扶风寨的议事厅，二当家安排了人看管他们后，就带着人出去洗漱去了。小老鼠从昭昭的怀中钻出来，小丫头，我出去找别的小老鼠打听情况，很快回来。你小心点哦。裴昭堂听到声音，茫然地转过头。妹妹，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呀？我在自言自语啊！六哥，这扶风寨是不是很有钱啊？金碧辉煌的。哎，你看那柱子上的是金粉还是金子做的呀？裴昭堂随意地瞥了眼，对扶风寨的柱子没兴趣。小老鼠去得快，回来的也快。七七，小丫头，叔叔打听到一些有趣的消息。快说说，怎么回事？这扶风寨的大当家是个十足的变态，就喜欢虐杀年幼的男童。他小时候爹死得早，只有他娘将他拉扯大。为了养他娘经常出去卖，赚了钱就喝酒，动不动就打他，所以他从小就心理变态。长大后就开始也跟他娘似的，喜欢虐杀幼男。不过他最害怕的就是他死掉的娘。叔叔还打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棚子里的老黄牛说，他小时候他娘最喜欢叫他跪在地上扇耳光，大骂自己是小。还有什么？小老鼠和昭昭猛地一僵，倏地回头看他。裴昭堂后知后觉的满脸震惊。我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小老鼠说话啊？昭昭和小老鼠齐刷刷点头。六哥，难道你也有了神通？我也有了神通吗？他动了动挨着昭昭的脚，兴奋的眼睛都红了。原来我也是天选之子吗？回去我就告诉大哥和二哥，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欺负我，我就让小老鼠去偷扒他们的小秘密。六哥，你还好吗？好，非常好，从未有过的好。完了，六哥好像有点不正常了。门外传来了几道脚步声，紧接着大门被推开。为首的男人约莫40来岁，身影消瘦，眼窝深陷，带着股阴狠气息。这就是你们几个抓回来的货？是的，大当家，那个高一点的是温家那边让抓的，另外那个是半路上自己撞上来的。大当家眼底闪过满意，他刚抬腿准备走过去验货，只见昭昭猛地站起身，你给老娘跪下！大当家身体猛地一震，条件反射的扑通一声跪下，双手不受控制的开始扇自己。我是。裴昭堂吓了一跳。妹妹，你干什么？昭昭偷偷回头冲他眨了下眼睛。大当家，你这是做什么呀？你干嘛对个小娃娃下跪啊？林黑豹猛地从回忆中回过神儿，他刚才干了什么？林黑豹浑身一震，连忙从地上爬起来。好你个，你竟敢算计你爷爷！看老子今天不将你们大卸八块！裴昭堂身体一抖，林黑豹，你给老娘看清楚，我可是你娘，你竟然敢骂你娘是小，我看你是皮紧了，想尝尝老娘的皮鞭炒肉。昭昭目光瞅准一旁的扫帚，3两步冲上去抓在手中，看老娘今天不把你打得3天下不了床！我娘早就死了，你一个4岁没断奶的，还敢冒充老子的娘！老子现在就把你剁碎了喂狗！昭昭猛地刹住脚，这林黑豹怎么回事？不是最怕他娘吗？林黑豹，我可是你娘，你娘我带着记忆投胎了。小老鼠在他头顶窝着，不注意看，还以为是个毛茸茸的头饰。哎呀，不要怕，他现在还敢这么凶，是因为不相信你是他娘。你告诉他，他的左边屁股是不是有个黑色胎记？胳肢窝下面还有个火焰烧伤的疤痕。昭昭眼睛倏地一亮，林黑豹，你左边屁股上有一个黑色胎记，胳肢窝下面还有一个烧伤的疤痕，我说的对不对？
我要不是你娘，我怎么会知道这些？林黑豹猛地顿住脚步，他的胎记和疤痕，除了他娘谁也不知道。即便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也从未见过他这2处隐晦的地方。即便是有人见过，也都被他杀了、剁碎了喂狗了。老娘还知道，你小时候喜欢看隔壁张大娘洗澡，还有村东头的张老头，你喜欢扒他们家门缝，偷看他和他媳妇儿。娘，你别说了。娘啊，黑豹知道错了，你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他底裤都被扒出来了，那都是他7岁之前干的事。能知道这些的人，身子骨都埋进黄土了。娘，你真的投胎去了？还这么小？老娘要是再不来，还不知道你这畜生竟然要将你大姨母给害了啊！大姨母？昭昭指了指身侧的裴昭堂，这就是你那早死的大姨母。你娘我死了之后才知道，她已经投胎到了一户人家，这才跟着投胎去找她。谁知道你娘前脚刚找到人，后脚人就被你的人给抓了。你娘我也是没办法，这才自己撞上来，否则你当老娘为啥还会来你这扶风寨？裴昭堂瞳孔地震，他什么时候变成了扶风寨土匪头子的大姨母了？二当家和糙汉子满脸震惊，他们纷纷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这真不是他们没睡醒，大当家的原地认了娘，还是个4岁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这太过匪夷所思了。大当家的，这是不是误会？她怎么可能是您娘呢？废话，老子的娘是谁？老子还不清楚吗？你当老子是傻的，认不清楚自己娘啊？可这说出去谁信啊？当扶风寨的大当家，他娘才4岁。林黑豹狠狠瞪了他们一眼，才讨好的转向昭昭。那个娘，儿子这跪了这么久了，能不能站起来了？起来吧，去安排人给你娘做点吃的，别忘了你娘最爱吃什么。鸡腿，大鸡腿，昭昭好饿，昭昭要吃大鸡腿。林黑豹嘿嘿一笑，连忙爬起来挠着头。不忘，娘，你说你最喜欢吃鸡屁股，所以我小时候你总是把鸡肉给我吃。娘，你等着啊，我这就去让人给你多做点鸡屁股。他听到了什么？鸡屁股？林黑豹他娘最爱吃鸡屁股吗？可是他不爱吃啊。裴昭堂扑哧一声没憋住，还要装作淡定的不能笑出声，忍得十分憋屈。他娘才不爱吃鸡屁股，那还不是他每次把鸡肉偷吃，就给他娘留个鸡屁股。他娘因为这没少打他。昭昭闻言，顿时气得牙齿嘎吱响。林黑豹，你给老娘站住！老娘什么时候爱吃鸡屁股了？啊，老娘看你就是欠打。你小时候总是把鸡肉偷吃了，给你娘留个鸡屁股，你还好意思说老娘爱吃鸡屁股啊？老娘现在要吃鸡腿！走到门口的林黑豹虎躯一震，眼底的杀气顿时销声匿迹，最后那一丝怀疑也消失了。这真的是我娘？这真的是我娘啊！其他的都可以冒充，吃鸡屁股这事儿只有我跟娘知道。哦，还有我家那头刚出生的小黄牛，但是小黄牛算人吗？肯定不算呐。所以这小丫头真是我娘的转世，而且带着记忆的那种。我娘在地府肯定有关系，一定要好好讨好娘。万一死了以后，娘还能给我走后门，弄个什么鬼差什么的当，不比这扶风寨的大当家当得爽啊！直到3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大厅中，裴昭堂紧绷的身体才松懈下来。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妹妹，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就不怕被那大当家的戳穿了，现场给咱俩剁成肉饼吗？才不怕呢！昭昭身上有毒药，而且在我们的屁股底下还藏了东西哦。裴昭堂满头雾水，抬起屁股看了看。我屁股底下什么也没有啊！你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啊？昭昭一脸神秘。表哥别害怕哦，昭昭会保护你的，他们也会保护你的。他们？你是说那些小动物？听王叔说过，昭昭上次在白云山遭遇了刺客，是被山上的野兽们救的，难不成……林黑豹那是真的想要讨好昭昭啊，竟然将厨子直接从梦乡中扯起来，给他现场表演烤鸡。二当家皱眉，实在不愿意相信这就是大当家的娘，这简直太离谱了。二当家，这怎么办呢？谁知道这2个小丫头会是大当家的娘和大姨母啊？你说他们会不会报复咱们啊？二当家的眼神微眯，目光不由得落在林黑豹卑躬屈膝的背影上。他微微侧身，凑到糙汉的耳旁细语：你这样，待会儿等他们吃完，你就带他们去
昭昭吃得很开心，啃得满嘴流油。林黑豹蹲在他的凳子旁，笑呵呵地看着他。娘啊，你是不是在地府有什么关系啊？不然他们怎么会让你带着记忆投胎啊？啊！昭昭眼睛咕噜噜一转，这不是废话吗？你以为谁都可以有老娘这么特殊啊？还不是你那早死的爹，现在已经混成了地府官差。你娘我呀，也是托了你爹的福气，这才带了记忆投胎的。那爹知道豹儿的存在不？他娘说过生他的时候，他爹已经死了，所以他从小没有爹，总是被同村的人欺负。那简直太知道了，你爹还想跟你团聚呢。昭昭说的一本正经的，但是搭配上这软萌的小奶音，怎么听怎么滑稽。那我死了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让爹给我安排个鬼差当当啊？昭昭手中的鸡腿吧嗒掉在了地上，一脸见鬼了似的看向他，用只有鼠鼠能听到的声音问：叔叔啊，这林黑豹该不会是个傻的吧？他竟然还想当鬼差耶！鬼差，他想得美，他下油锅还不错了。叔叔说的好有道理。啊，你爹正等着你死呢，还有你娘。六哥说过了，爹爹已经派人上了山，很快扶风寨就会消失了。这话林黑豹听了一点都没觉察到不对劲儿，反而还很激动，嘴巴都笑咧了。裴昭堂瞧着他这不值钱的模样，默默的捂脸，令人闻风丧胆的土匪头子竟然是个傻缺。吃完烧鸡，昭昭说要睡觉，林黑豹连忙让人将最漂亮的房间收拾出来给他们住。糙汉笑嘻嘻的上前：大当家的，这么晚了，您早些回去休息吧，送伯母们回房间，就让小的去吧。这声伯母叫的可真溜，裴昭堂实在没憋住，肩膀一耸一耸的，脑袋都快垂到胸口了。算了，死了就好了。林黑豹确实感觉到了浑身的疲惫，有些歉意的看向昭昭两人。娘啊，要不要让他先送你们回去啊？儿子今天确实乏了，等明日了，儿子一大早就去给您请安去，如何？糙汉眼底一闪而过的冷光，昭昭可没有错过。哇哦，这个家伙一看就想搞事情啊！搞事情，我可太喜欢啦！好啊好啊！昭昭忙不迭似的点头，眼底冒着兴奋，这模样瞧得糙汉子一阵胆寒。怎么觉得小丫头有些邪门？糙汉子带着昭昭和裴昭堂在漆黑的寨子中穿梭，糙汉子走两步就会回头看一眼他们。裴昭堂意识到不对劲儿，拽着昭昭的手紧张地问：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大汉不安好心啊？六哥，你才发现啊？不是，他早就发现了，那怎么还跟着糙汉子走？你就不怕他对我们下黑手？嘿嘿，他不下黑手，昭昭怎么搞事情？前方隐约出现了灯光，还有女人孩子的惨叫声。畜生，畜生，你们快放开我！娘，你们放开我娘！他娘的，进了我扶风寨就是我扶风寨的娘们儿，老子想玩玩你怎么了啊？糙汉子回头轻蔑地看了眼两人，就不信他们一会儿不会露出马脚。裴昭堂脸色黑沉，畜生！昭昭无辜地抬起眼睛看向裴昭堂。六哥，里面的人只是想跟他们玩一玩，他们为什么哭得那么凶啊？裴昭堂难过地看了眼昭昭，伸出手想要捂住他的耳朵，却被昭昭闪身躲了去。昭昭眼睛红红的，不是昭昭理解的玩耍对吗？妹妹你还小，我们要不回去找林黑豹吧？他现在把你当成他娘，肯定不会伤害你的。这群鳖孙娶不到老婆就去抢别人的媳妇儿和孩子。昭昭，你快冲啊，救救他们吧！不行，我妹妹她……放心，你妹妹不会吃亏。你给老娘站住！糙汉子猛地回头，狠厉的眼眸悠悠地看着他。大伯母害怕了，不过是男女之间那些事，大伯母不是最懂了吗？大当家他娘生前可不光彩，干的就是继子的工作，怎么可能对这种事情避之不及？来，大侄子，你靠近一点，大伯母有话要对你说。糙汉子警惕地眯起眼，忽然想到对方如今不过是个4岁小豆丁，这才慢悠悠弯下身。大侄子，你看这是啥？昭昭伸出手，猛地朝他脸上撒出药粉。糙汉警觉地后退，还是晚了一步，猛地吸了一口麻痹粉。嘿，还有好东西要给你哦。昭昭又翻出来一颗红色的小药丸，掰开糙汉子的嘴，给他塞了进去。你给我吃了什么？都说了是好东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昭昭让裴昭堂帮着他，将糙汉子费劲巴拉的拖拽到了房间外。叔叔啊，你偷偷钻进去，看看里面有多少人，给昭昭报个数。姐姐，没问题，交给我。鼠鼠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过了约莫2个呼吸间，里面传出来鼠鼠的叽叽声。小丫头，现在就一个，就一个，那可太好了。昭昭向裴昭堂招招手，趴在他耳边小声道：六哥，一会儿你就……裴昭堂闻言顿时一愣，
他妹妹当真只有4岁吗？这也太聪明了。裴昭堂走到门口，开始疯狂地敲门。里面的大汉正准备办事，听到敲门声，不悦地皱眉。谁呀？不知道老子在办事吗？就不能一会儿再来啊？门外没有声音，但是敲门声还在继续。门内的人气急败坏地去开门，房门刚一打开，裴昭堂抬起小手朝他打招呼：你好。嘿嘿，没想到半夜还有这么嫩的小美人送上门来呀！来来来，快来爷的怀里，爷好好疼疼你。昭昭猛地从裴昭堂身后闪现出来，手中药粉倏地洒出。有人待会儿会好好的疼你哦。那人没注意，瞬间中招，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他震惊地瞧着两人，嘴巴张了又张，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昭昭和裴昭堂又开始费劲地拖着糙汉子进屋，屋内的母女二人受惊般地冲出来，刚跑到门口就瞧见了这一幕。你们爷爷姐姐快来帮忙，昭昭替你们报仇。苏夫人面色微惊，她本是尚书府夫人，月逢15，这才带着女儿想要去护国寺上香，谁知半道上就被土匪给掳到了山上。娘，她女儿胆小地拽了拽她的袖子，苏夫人才如梦初醒。好，她一咬牙，提着裙子走上去帮忙。妈儿，关门！直到他们将2个大男人都抓拽进去后，苏夫人也没有想要走，她目光在房间扫视一番，最后定格在一把金色的剪刀上。她快步上前，抓起剪刀握在手中，盯着地上的男人，浑身颤抖。小姑娘，你们先走。昭昭似乎看出来她想做什么。我们不害怕的，你想做什么就做吧。他身上中了我的麻痹散，没有3个时辰不可能开口说话的。不过爷爷，你最好快点哦，若是天亮了，你们就逃不出去了。苏夫人咬着牙猛地举起，在男人惊恐的眼神中倏然落下。男人只来得及痛得痉挛，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裴昭堂看了看男人裤裆下的一片血红，吓得身体不由得抖了下。真恐怖啊！糙汉也在此时悠悠转醒，浑身燥热，瞧见旁边的男人，猛地扑了过去。别看！裴昭堂带着他退出了房间。他们离开了这里，又在叔叔的指引下找到了关押的其他人，几人打配合，将看守的人都麻痹了。被关押的人看见他们，就好像没看到他们似的，早已经没有了对生的渴望。昭昭眼睛瞬间红了。姐姐，我们来救你们啦！那群人听到这句话，死寂的眼中好似才有了一丝亮光。我是尚书府的主母，我回去后一定会将这里的一切禀明夫君，让他替你们讨回公道。公道！终于有人有了一点反应，只是仅此而已。叔叔，怎么办？昭昭要怎么办才能帮到他们？他们或许直接死在这儿才是最好的，否则即便他们回到家里头，他们的家人也会觉得他们是耻辱，他们早晚要死的。这就是这个世道对于女子的苛刻。男子花天酒地，妻妾成群没有错，但是女子但凡有一丝不洁，就会被世人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裴昭堂红着眼睛，手指捏得很紧，他猛地跨前一步。我哥哥在江南有一处专门为女子设立的组织，凡是进入的女子，无论什么背景、什么身份，亦或者经历过什么，都无所谓。在那里，她们必须要努力变强，必须学习琴棋书画，将来作为大圣的棋子，前往各国做暗探，为大圣国效力。若是你们能够接受，就拿着我的玉佩去江南，找一个叫做千机阁的地方。裴昭堂这一番话说完，麻木的众人眼底闪烁着亮光，其中一个样貌最美的女子颤巍巍站起身。我们真的可以吗？只要你想，就一定能行。为大圣做事，大圣绝不会亏待你们的。若你们满45岁，不想再做暗探，便可以风风光光的返回大圣，光宗耀祖。大圣也会为你们谋一份体面的差事，绝对不会让你们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断有人站起身，尤其是在听到满45岁便可以返回国土，还能给一份体面的差事，最美的女人立马双手接过玉佩。洛然，定不负小姐所望，我们也是。昭昭带着他们走了隐秘的路下山，临走时，苏夫人还不放心地拉着他：“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不走，昭昭还有事情没有做完。送走了这些人，昭昭忽然转身，看着身后透着微光的扶风寨：“叔叔，通知你的同类吧，扶风寨该毁了。”林黑豹是被震天响的爆炸声震醒的。不好了，大当家，寨子爆炸了！林黑豹震惊地爬起来，一把抓住他的领子：“快说，寨子怎么会爆炸呢？”是上次抢劫官爷钟永侯给的那瓶炸药，不知为何忽然爆炸了。该死的，库房的炸药怎么会炸到这边来呢？林黑豹气急败坏地往外冲，那人也跟着追出去。林黑豹刚冲出房间，迎面一道爆炸迎来，他身体
体猛地就地一躲，跟在他身后的人来不及反应，直接被炸穿了肚子。此时所有的人都在逃命，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昭昭，随手抓了个逃窜的人。哎，那我娘呢？我娘在哪儿呢？啊，大当家，你娘不是早就死了吗？林黑豹猛地一怔，小女娃，一个4岁的小女娃，你见没见过啊？这个我见过呀。刚才爆炸声响起来的时候，她往那边跑了。林黑豹不管不顾地往火焰中冲。娘，你在哪儿呢？娘，豹儿来救你了。正骑着大黄逃跑的昭昭猛地一愣，我怎么听到好像有人喊我啊？喊你什么？喊我娘。裴昭堂险些被自己的脚步绊倒。妹妹啊，咱们现在在逃命，可不兴这样吓人呐。可我真的听见了，该不会林黑豹没有被炸死吧？鼠鼠从他胸口钻了出来。不能吧，我的鼠鼠同类可是在他房间外埋了2处炸药，难不成真是我听错了？皇叔当时跟我约定的是后半夜突袭扶风寨，此时怕是已经在上山的路上了。妹妹，我们快一点，一会儿就能和皇叔他们会合了。啊，爹呀！昭昭小脑袋一缩，想到待会会被裴荣景教训，顿时什么好心情都没了。我这么乖，还炸了扶风山，爹应该不会怪罪我吧？我这么可爱，爹肯定舍不得惩罚我的。眼看着他们就快冲到半山腰，一道黑影猛地从身后爆射过来。娘，豹儿可算是找到你了。林黑豹的身影如闪电，几个呼吸间就挡在了2人的前方。大黄猛地急刹车，险些就跟林黑豹撞上了。林黑豹胳膊和大腿都受了伤，还在不断冒着血。娘，你怎么一个人就跑了？害得我还以为你在火海里没出来呢。林黑豹，你竟然没死！裴昭堂一怔，迅速挡在了昭昭身前。林黑豹听到裴昭堂的话，还以为他在担心自己。哎呀，让大姨母担心了，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个爆炸吗？还伤不到我林黑豹啊！去他奶奶的大姨母！我是男的好不好？娘，你准备和大姨母去哪里呀？我刚才到处都找不到你，还以为你……林黑豹说到这里，忽然哽住了。娘，你该不会想抛下我自己跑了吧？昭昭神色严肃的不行，抓着大黄皮毛的小手都不由得收紧了。叔叔，你不是说埋了2处炸药吗？他这都不死啊？会不会是那炸药年份太久没有爆炸？那现在怎么办？这林黑豹不会又想把我带回扶风寨吧？我看他现在还没有发现寨子爆炸的事儿是我们做的，要不你将计就计下，继续冒充他娘。昭昭抿了抿唇，心中开始斗争。那个老娘我才不是！就在此时，一阵马蹄声猛地从身后响起。大当家的，快抓住那2个小鬼！扶风寨的炸药就是他们炸的！大当家的，我要杀了他们！糙汉子拉开弓箭，猛地射向昭昭，想要置他于死地。林黑豹条件反射的拔刀斩断。黑熊，你敢伤我娘？大当家的，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他根本就不是你娘，他是骗你的。扶风寨的炸药就是他们引爆的。二当家的阴沉着脸，死死盯着林黑豹。大当家的，你当真还要袒护他们？你放屁！俺娘才不会炸扶风寨呢，肯定是那些官兵干的。娘虽然没有喝孟婆汤，可这小身板怎么可能搬得动那么多炸药？这不扯淡呢吗？二当家见林黑豹说不通，已经失去了耐心。黑熊，你去杀了那2个。大当家的，交给我来挡住。你们想造反？哼！林黑豹，若是老寨主知道你将整个扶风寨害成这样，你觉得他还会让你当这个大当家的吗？林黑豹脸色变幻莫测，神色不明地看向昭昭。娘，寨子里的炸药跟你没关系吧？傻儿子，你觉得老娘这小身板能弄得动炸药吗？更何况你娘我今日才上的扶风寨，我去哪里知道炸药的位置？我的傻儿子啊！我看他们就是故意欺骗你的，说不定早就想要抢走你这扶风寨头头的位置了。妹妹也太坏了吧，这纯粹的挑拨离间。还有什么他这小身板弄不动炸药啊？他可是大力士，要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会信。我妹妹竟然徒手就抱起来5包炸药，那可是足足50斤呢。要不是我也去试了，还以为那炸药是假的呢。林黑豹闻言猛拍脑门，还是娘聪明。您要是不这么说，儿子我还被蒙在鼓里呢。他说完，凶狠地转向二当家的。呸！我早就知道你不服我当这个大当家了，没想到你为了算计我，竟然拿寨子里兄弟的命做盘算。你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兄弟们吗？
我对不起死去的兄弟，到底是谁对不起死去的兄弟啊？他娘的说的是人话吗？明明是那个邪门的小丫头干的，他竟然都能算到我头上来了。二当家的耐心彻底耗尽。林黑豹，我今天还就反了，我要为那些死去的兄弟报仇。黑熊，跟我一起上！黑熊闻言立即点头，他现在也对大当家的失望透了。两人忽然欺身而上，尔敢！林黑豹呵斥一声，身形快如闪电，冲过去拦住黑熊，不让他伤害昭昭分毫。有何不敢？今天我偏要杀了他，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二当家眼神狠辣，手中的斧头挥舞得虎虎生威。林黑豹1对2，明显有些吃力。裴昭堂悄悄来到昭昭身侧，妹妹，我们快走！还想跑？肯动！黑熊发现了他们的动作，一个虚假动作骗过了林黑豹，冒着被砍伤的风险直逼二人。昭昭，裴荣景带着人冲上了山，瞧见这一幕，顿时瞳孔骤缩，他猛地夺过身侧之人的弓箭，嗖一声利箭爆射而出。黑熊一个不察，被箭射中了左胸，口吐鲜血的倒地。是官兵。二当家的和大当家的猛地反应过来，停下来。昭昭，裴荣景迅速跳下马，跑向昭昭。去死吧！二当家提着斧子，身形一闪，迅速冲向昭昭。小心！裴荣景神色一惊，猛地俯身滑行，一脚踹在了大黄的腿上。大黄疼得嗷呜一声，身体不由自主地倒地。身上的昭昭顺势飞了出去，被裴荣景抱进怀里。大黄是妥妥的垫脚石，斧头砍在了血肉上。昭昭猛地抬头，滴溜溜的瞳孔震颤了下。只见林黑豹整个人扑了过来，以后背挡在了昭昭身前。啊，这林黑豹怎么回事？他怎么替小丫头当斧头啦？哇，他不会真把小丫头当娘了吧？主人才不是他娘呢！二当家的身体猛地踉跄一步，摇着头难以相信。燕羽迅速拉弓，利箭嗖一声刺中二当家的胸口。他临死前都想不通，大当家的这是怎么了？林黑豹抬手擦了擦嘴角不停流下的鲜血，冲昭昭嘿嘿一笑。娘，我没事。他刚说完，又喷出一口血。裴兆堂有些于心不忍，他连忙过去扶住他。你还好吧？娘，儿子是不是很快就能见到爹了？他会来接儿子吗？昭昭小脸上有些动容，想在他临死前骗骗他，又想到那些被他害死的妇孺孩童，他绷着脸一言不发。他做了那么多坏事，怎么可能到地府当鬼差？林黑豹最终断了气。扶风寨剩下的人不足为惧，摄政王带来的人很快就把他们全部逮住，押送回京。扶风寨的不义之财也被全上缴朝廷了。马车上，裴荣景浑身冒着寒气，面容紧绷。裴昭昭，爹爹是否跟你说过，不许再做这么冒险的事情？爹爹，昭昭没事的，昭昭有好多的动物朋友，他们都会保护昭昭的。皇叔，这次昭昭可是立了大功的，是他的老鼠朋友发现了林黑豹藏匿炸药的地方，并且帮助我们运输炸药，我们才能轻而易举的将炸药引爆。裴荣景依旧不苟言笑，昭昭冲他咧嘴一笑，准备哄一哄他。谁知对方忽然眯起眼睛。林黑豹为什么喊你娘？昭昭好半天才将昨夜的事情讲述清楚。这小丫头她是怎么敢的呀？还有那个林黑豹，他是傻子吗？他怎么就轻易的相信了？其实林黑豹并不是真的傻，他心中大概也知道了昭昭在骗他，可是他真的好想他娘。他娘并非真的对他那么坏，而是因为他犯了错才会被教训。他最终还是违背了娘亲的遗愿，没有去做大将军，而是当了土匪。天大亮后，众人才正好回京，马车没有回摄政王府，而是直奔皇宫。你这次做得太冒险了，你皇祖母和皇伯伯担惊受怕了一晚上，到现在还在等你的消息。你随爹爹直接进宫。那昭昭就先跟六哥去看皇祖母了。爹爹，你先去上朝吧。马车停在了宫门口，海公公早已经等候在此，见到摄政王的马车，立即激动地迎上来。哎呦，摄政王，你们可算是来了。陛下说了，你们进宫以后直接去金銮殿。哎，对了，陛下特意嘱咐将小郡主也带上。咱们陛下呀，可真是疼爱这位小郡主，上朝都要先看一眼小郡主呢。裴荣景皮笑肉不笑，皇兄八成已经发现
现了昭昭的特殊了。看来昭昭不能先去看皇祖母啦。那六哥先自己过去。陛下呀，还请您安排大理寺的人彻查此案呐。老臣的忠勇侯府，他都能如入无人之境，说不定偷盗国库他也不在话下呀。若是让这样的人继续逍遥法外，乃是我大圣的不幸啊。钟永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着，他这都是遭了什么孽啊？好端端的地库被偷了，若是普通的金银也罢了，可那些都是带有标记的赈灾款啊。若是那贼人不识得官印，将金银拿出去花了，肯定会引起官府的注意，届时他们在顺藤摸瓜，岂不就发现了他钟永侯府？不要让老夫逮到你，否则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昭昭老远就听见了他的鬼哭狼嚎，没忍住扑哧笑出声。裴荣景面色有些不自然，若不是荔枝告知他那些都是昭昭做的，他都要怀疑对方是什么了不得的高人了。不到1个时辰，就将钟永侯府的金银搬空了，一般人根本做不到。不知钟永侯丢了什么东西，竟然能气成这样？也有一些银票。本王不是记得侯爷说过，府上已经没有银钱了吗？为什么凑出本王的5万两黄金，都变卖了很多家产和田地？钟永侯这库房怎么还有金银？正因为如此，才要赶紧抓住那个贼人。钟永侯府所剩无几的银钱，全都被那个小贼给偷走了。陛下，你可一定要为老臣做主啊！谁知道皇帝根本没理他，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昭昭。来，快过来，到黄伯伯这里来。他试了很多方法，就是听不懂那大白猫说话。唯一的不同就是那次他抱着昭昭，所以这次他才会着急忙慌地让海公公将他喊过来。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位置，同样的人，他就不信他还听不懂大白猫说话。昭昭看了眼裴荣景，见对方点头，才屁颠屁颠跑过去。黄伯伯啊！昭昭啊，你瞌睡不瞌睡啊？快到朕的龙椅上睡一觉。昭昭很想说自己不瞌睡，他在回京的马车上已经睡过了，可是对上皇帝期待的小眼神儿，他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那昭昭再睡一会儿。对，睡一会儿。裴景帝顿时喜笑颜开，抱起昭昭放在了龙椅上。裴景帝刚用手拍了拍昭昭的后背，下一秒，一道不属于任何朝臣的声音忽然在大殿里响起。哎呦，这老逼斗还好意思告状？那些不都是他贪污的赈灾款？我还记得他还有个账本，专门记载赈灾款的。要是皇帝能把他找到，不得给他治个贪污大罪啊！贪污赈灾款，莫非是3年前江南雨患丢失的那些钱财？裴景帝的目光快速地在大殿之中搜索，果然在金銮殿的角落里发现了2只小老鼠。那账本是不是就藏在这老逼灯书案下的地板中？是啊，上次偷金子的时候我还瞧见了呢。我有账本有什么用？那些金子早就被小丫头让叔叔们转移走了。嘿嘿，你别说，我也参加了那次偷金子的活动，真刺激啊！我也去了，我一口气抱走他2个金元宝，还因为太重差点掉进护城河。所谓现在那些金元宝是在摄政王府，那个所谓的盗贼就是京城里的小老鼠。陛下呀，您倒是说句话呀！老臣的家底都被偷完了，哎呀，这让老臣一家人可怎么活呀？那不知钟永侯希望朕怎么做呀？钟永侯一怔，怎么感觉陛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阴恻恻的？是他的错觉吗？陛下，老臣希望大理寺能尽快捉住那个盗贼，并将他交由老臣处置。裴景帝扫视了眼底下的臣子，最终将目光落在了大理寺卿身上。沈清，你即刻命人去查看一番现场，看看有何蛛丝马迹，立刻回来禀报给朕。他说完，朝海公公招了招手，在他耳旁说了句什么，又吩咐了句：海公公，随沈清走一趟钟永侯府吧。这怎么行啊？万一大理寺的人发现了不该发现的怎么办呢？尤其是那个账本，爱卿不是想要尽快的抓住凶手吗？不查看案发现场，怎么找出线索？可是行了，你就在这里等着，沈清你们速去速回。是，陛下，臣这就去。
大理寺卿立即领命，带着海公公离开。裴景帝目视着大理寺卿离开，这才将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钟永侯身上。果然瞧见他心虚地擦着汗。摄政王忽然跨步出列：陛下，臣有本要奏。不知道摄政王有何事要奏？陛下，昨日扶风寨的土匪被人收买，将本王的女儿抓绑到了扶风寨。臣在今日寅时才将她从土匪手中救出。扶风寨的大当家林黑豹被当场伏诛。臣还在扶风寨发现了不少被拐卖残害的妇孺，现在已经安置妥当。另外，臣还在寨子中发现了部分3年前被盗走的江南赈灾款。他的话音刚落下，文武百官顿时哗然。果真是扶风寨的盗走了赈灾款。这群畜生，他们知不知道这样害死了多少百姓啊？摄政王命得好，扶风寨这个毒瘤早就该出了。钟永侯顿时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怎么感觉这是冲他来的？钟永侯，你可知这背后收买扶风寨让他们绑走昭昭的是何人？摄政王，这话是何意啊？裴荣景冷笑一声，掏出一块荷包，直接丢在了钟永侯面前。侯爷不如先看看这块荷包，这是从土匪身上搜到的。这是幻云纱，因价格昂贵，鲜有人买。不巧的是，世子夫人上个月刚从针织坊买走了一匹幻云纱。钟永侯闻言捡起来绣着彩云的荷包，他仔细地查看了番，并未在上面发现什么标记，这才缓缓松了口气。摄政王这话说的不对，幻云纱虽然贵，但也不是没有人买。你怎么就断定这荷包就是老臣儿媳的？那是因为针织坊上个月发生了一场大火，所有的幻云纱都被烧了，而他们只救下了一匹，就是世子夫人买走的那匹。那以前他们就没有卖出去过吗？裴荣景淡笑不语。江慈州忽然站了出来，瞥了眼钟永侯手中的荷包，冲皇帝行了一礼。禀陛下，侯爷手中的幻云纱乃是针织坊上个月刚出的新品，上面有专属的彩霞色的纹路。给朕呈上来瞧瞧。小太监闻言连忙跑了过去，去接钟永侯手中的荷包。钟永侯捏荷包的手一紧，不愿意放手，因为就在刚刚，他瞧见了那所谓的彩霞色的纹路。难道幕后之人真的是温一欢？真是个蠢货，连个小丫头都搞不定，还让人家告到了陛下这里。侯爷，钟永侯这才讪讪地松开手。小太监恭敬地举着荷包来到了裴景帝面前。裴景帝淡淡地扫视了眼荷包，顿时气场一沉。钟永侯，你现在还有何解释？钟永侯被吼得浑身一颤，扑通一声跪下。陛下，老臣真的不知情啊，老臣也不知道那土匪身上怎么会有老臣儿媳的荷包啊，定是那土匪偷了去啊。哦，那土匪为何会独独偷他的荷包啊？不偷别人的？难不成他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奸情？此话一出，百官们齐齐虎躯一震。老天爷呀，这是他们能听的吗？这裴家的人是不是都遗传毒舌？上次裴彦白骂得够狠了，这次皇帝老儿直接给人家坐实啊！这下钟永侯难做了，承认吧，那不就是承认他儿子被人戴绿帽子？不承认，不就是他儿媳妇收买土匪绑架郡主？无论选哪个，都有他受的。陛下，既然钟永侯不知情，陛下不如命人将世子夫人带到殿前询问一番。不知道老夫哪里得罪了少卿大人，竟让少卿大人如此咬着不放啊！侯爷这话说的，下官怎么听不懂？如今证据摆在眼前，难道不应该传唤当事人吗？还是说绑架小郡主的事，侯爷觉得可以轻轻接过？钟永侯懵了，嘴巴张了张，不知道说什么，目光疯狂地朝温国公使眼色。该死的呀，那不是他的女儿吗？他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温国公冲他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这才走出行列。陛下，老臣觉得少卿大人说的是，的确应该传唤世子夫人过来问话。这温国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就连裴荣景和江慈州都正愣住。哎，这老豆什么意思啊？他不是温义欢的父亲吗？怎么不帮着自己女儿？不清楚，但肯定有诈。不行，叔叔，我要出去打听一下。哎，等等我跟你一起去。皇帝却眯着眼睛盯着温国公。那边依着温国公的，来人，去传唤世子夫人，即刻进宫。他也想看看温国公到底想要干什么。在等待大理寺卿和世子夫人的同时，百官们也没闲着，继续上奏。管理西河县的冯大人率先走出了队。陛下，微臣有事要奏。
准奏回陛下，西河县最近接二连三的有人家的孩子患上了软骨病，微臣觉得此事十分蹊跷，但却查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恳请陛下能将此案情交由大理寺勘察。裴荣景神色微动，想到了什么。他们是从何时发病的？至今有多少人得了此怪症？之前的白苑正的小孙子就是因为得了软骨症才被温贵妃要挟，但是昭昭替他看过后发现他根本不是得病，而是因为他随身携带的平安符乃是巫蛊之术。回摄政王，约莫从上个月开始至今已有15起，下官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可是这病症古怪就古怪在患病者都是5、6岁左右的孩童，而且还都是近3个月内去护国寺的求过平安符的。果然如此，与燕白说的一致。裴荣景面色凝重了许多。护国寺有无尘方丈坐镇，怎么会出现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时有2只蜜蜂结伴飞了进来，一进来就听到了冯大人的话。呀，终有人发现了吗？护国寺里藏着的秘密。发现又怎么样？那可是护国寺，谁敢去轻易调查护国寺啊？哎，就是可怜了这些孩子们。哎呀，走了，这金銮殿又没有花蜜，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飞过来。我听其他动物朋友说，这小郡主能听懂我们说话，我这不是好奇过来瞧瞧吗？小郡主啊，就是那个睡在龙椅上的。她怎么睡着了？真可惜，我们下次再来找她玩吧。2只小蜜蜂转了一圈，又飞走了。裴景帝却怔愣在原地，这还真跟护国寺有关啊！可是护国寺的无尘大师可是他爹的师傅啊，想必这件事无尘大师也不知情。焦爱卿，既然冯爱卿已经提出来了，那这件事就交由你来调查清楚。微臣遵旨。约莫1个时辰后，大理寺卿终于带着海公公回来了，身后还跟着神色慌张的温义欢。臣妇参见陛下。平身吧。沈爱卿，你可查到了什么？启禀陛下，微臣并未发现有什么歹人留下的痕迹，但是微臣在钟永侯的地库中发现了大量的老鼠毛，微臣猜想或许这银钱丢失和老鼠有关。沈大人，你是想说是老鼠偷走了本侯的银钱吗？下官并未这么说。陛下，老奴有事启奏。说。海公公小心地瞥了眼钟永侯，这才颤巍巍从袖子中抽出一个账本。钟永侯也发现了他手中的账本，顿时脸色煞白。这阉人是怎么发现我的账本的？我可是藏在了地板下，那么隐秘的地方，他是怎么找到的？陛下，这是老奴在钟永侯的书房中发现的账本，上面记载着被盗官银的去向。老奴斗胆对了下数目，竟与3年前丢失的赈灾款吻合，还请陛下过目。现场再次哗然。海公公，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不成3年前的赈灾款丢失案与钟永侯有关？微臣记得3年前负责押运赈灾款的人好像是上一位的员外郎，因为官银丢失被陛下贬去了岭南。那员外郎不就是钟永侯的亲侄子吗？钟永侯早已经汗流浃背，将账本给朕呈上来。海公公丝毫不敢怠慢，立即捧着账本递了上去。裴景帝快速地扫视了遍账本，脸色越来越沉。钟永侯，你可知罪？陛下，老臣是冤枉的呀，这东西老臣根本就没有见过呀。哼，冤枉！朕昨夜早已经收到了封密信，里面将你如何得到赈灾款、如何贪赃枉法的证据一一写了出来，还将你把账本藏在书房的地板中的事情也告诉了朕。否则，你以为朕为何会命海公公去找账本啊？钟永侯，你太让朕失望了。老臣，密信究竟是谁出卖了我呀？难怪他找皇帝哭诉丢了钱财时，他能那么痛快地答应，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陛下，老臣真的是冤枉啊，还请陛下明察呀，否则老臣宁愿撞死在这金銮殿上。钟永侯，你当真以为朕只有这些证据吗？昨夜那些丢失的黄金是朕给你留的最后颜面，若你今日没有来找朕告状，朕兴许还能当作不知道。钟永侯，今日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什么叫杀人诛心？这就叫杀人诛心。明明他也是才刚知道，但是他就要冠冕堂皇地装一波，既让百官们知道他的仁慈，又让百官们见识到他的手段，简直是一举两得啊！我真不愧是
一代明君呐！啊，什么？钟永侯跌坐在地，猛地抬起头。昨夜的黄金，竟然是陛下的人运走的吗？陛下竟然有如此能耐，这当真是我看着长大的陛下吗？竟然如此恐怖如斯！望着钟永侯震惊不已的眼神，裴景帝有些不自然地轻咳了声。黄金是小老鼠运走的，自然和昭昭脱不了干系。如今他直接将黄金丢失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既让众人没有心思查下去，也能震慑朝纲。来人，即刻查封钟永侯府，全族上下尽数押入刑部大牢，待查出所有涉事官员，再一并处置。钟永侯直接吓得气血上涌，猛地喷出一口血。陛下，还请您念在老臣曾经为大圣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饶过钟永侯府吧。温义欢终于回过神儿，瞳孔中满是恐惧和震惊。公爹他竟然敢贪污赈灾款，还被陛下给查出来了，那钟永侯府岂不是要完蛋了？不，绝不能让钟永侯府完蛋！他扑通跟着跪在地上，跪着移动到钟永侯身侧。陛下，我公爹一定是有苦衷的，他绝不是贪污赈灾款的人呢。放肆！苦衷是何种天大的苦衷，能让他放任上万人的性命不顾，将所有赈灾款贪污？你当朕是眼瞎还是昏君呢？像他这样的草菅人命、罔顾百姓死活的人，朕就应该赐他斩立决！温义欢的脸瞬间白了，哆嗦的一句话都不敢再说。儿子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蠢货呀？跟钟永侯一队的人开始纷纷站出来求情。此事已定，若是有人再敢求情，一律按同谋处置。刚才还呼声高涨的众人顿时偃旗息鼓。温义欢，你买通山匪绑架小郡主，如今证据确凿，理应处死。来人，将他给朕拉出去杖毙。温义欢猛地抬头，陛下，臣妇是冤枉的。臣妇没有买通山匪害小郡主啊，陛下！御林军已经将他往外拖，温国公有些站不住了，焦急的目光不断往殿外看，好像在等什么人。眼看着温义欢即将被拖出大殿执行杖毙，殿门口忽然走进来一道淡黄色身影。陛下，温义欢不能死！裴景帝瞧见来人，神色恍惚。皇姐，你怎么来了？吃完瓜的两只小老鼠悄咪咪地跑进了殿中。啊，这是谁啊？先帝怎么对他这么恭敬？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可是大圣朝唯一的长公主，皇帝的亲姐姐，就是那个大圣朝刚刚成立，为了稳固北戎，自愿前往和亲的永宁公主。可不就是她？她在北戎受尽了屈辱，大圣朝刚一稳固，皇帝就亲自带兵将她从北戎接了回来。要不是她呀，大圣那3年可没有喘气的机会。难怪皇帝对她那么尊敬，可他现在来金銮殿干什么呀？还有，他看向温义欢的眼神是怎么回事？不清楚，再看看。永宁长公主也不拖大，恭敬地走到裴景帝跟前，施了一礼。陛下，永宁此次前来有事求陛下。何事啊？请劳烦皇姐亲自前来。永安公主的视线从裴景帝脸上移开，最后落在温义欢的脸上，眼睛瞬间就红了。她连忙走上去，推开抓着她的御林军，像，真像，和娘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永安长公主的话音刚落，现场瞬间哗然。温义欢更是怔愣地望着永宁长公主，她竟然是长公主的女儿，这是真的吗？礼部尚书颤巍巍上前询问道：长公主这话是何意啊？这温义欢不是温国公的女儿吗？怎么会和公主像呢？难不成是长公主和温国公？温国公闻言顿时虎躯一震。尚书大人，这话可不敢乱说呀，义欢是老臣的养女，并非老臣的亲生女儿。他也是前日无意间瞧见了长公主年轻时的画像，顿时觉得和义欢像极了，这才多方打听，竟还真让他探查到了一点线索。长公主在远嫁北戎之时有过一个情郎，温义欢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永宁心疼地望着温义欢，你叫温义欢真是个好名字。是，我叫温义欢。长公主，我真的是你女儿吗？不会有假，除了你的长相和我很像之外，你的左肩上是不是还有一处暗红色的蝴蝶胎记？蝴蝶胎记？温义欢的心中倏地一沉，他的左肩才没有什么蝴蝶胎记，有蝴蝶胎记的是温时宜那个。不过他虽然没有蝴蝶胎记，但是他却有一个和蝴蝶胎记相似的疤痕，否则当初温父又怎么会将他和温时宜那个报错？听到蝴蝶胎记的裴荣景倏地抬起头。蝴蝶胎记？他隐约记得当初被他强迫的女子左肩上也有个蝴蝶胎记，那个人难不成是温义欢？不，
不是，他记得那个女人的左肩蝴蝶印记更像是画上去的，因为她的蝴蝶印记颜色太过艳丽，所以那人不可能会是温逸欢。他到底是谁？为何会给自己左肩画上蝴蝶印记？温逸欢假装惊讶地看向永宁长公主。您怎么会知道？我让人在你洗澡的时候偷偷看了眼，你别怪娘也是想要确定清楚才好来找你。逸欢不怪娘，若非您今日出现，逸欢早已经被杖毙了。永宁长公主闻言，眼底闪过一丝温怒。陛下，不知逸欢犯了何事，你竟然要将他杖毙？他买通了山匪，意图绑架昭昭，朕才要杖毙他。这一切会不会太巧合了？我刚准备将温逸欢杖毙，皇姐就上来认亲了。昭昭，她是何人？竟让陛下如此大动干戈？昭昭她是本王的女儿。永宁长公主倏然一惊，看向裴荣景。皇姐怎么不曾听闻？你何时多了个女儿？皇姐久居公主府，自然不曾听闻。永宁长公主刚想说什么，就被温逸欢抓住袖子，凑到耳边悄悄说起话来。娘，昭昭并不是摄政王的女儿，而是捡来的。她简单的将昭昭的身世讲了出来，顺便还不忘抹黑温时宜。温时宜啊，温时宜，还好你自杀了，否则这长公主亲生女儿的身份可就不是她的了。只是温时宜不是温国公的亲女儿吗？又怎么会是永宁长公主的女儿？完了，全乱了！温逸欢才不是，全乱了？什么全乱了？说呀，你们倒是继续说呀。温逸欢才不是什么？结果皇帝心急如焚，小老鼠却一句都不说了，气得皇帝恨不得现在就将小老鼠抓起来严刑拷打。摄政王，你为何断定逸欢就是收买土匪的幕后凶手？皇姐不如先问他自己。裴荣景冷着脸，竟然丝毫不给他面子。裴景帝赶紧为难的解释：皇姐，证据确凿，你就别袒护着他了，证据现在就在钟永侯的手里握着呢。永宁公主这才注意到跪在地上一言不发的钟永侯。钟永侯这是怎么了？为何要跪在地上？难怪温国公那个老匹夫稳如泰山呐，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后手啊！启禀公主，是老臣糊涂，贪污了赈灾款。长公主闻言眉头皱了皱，温逸欢紧张地抓住她的袖子：娘，我现在已经嫁给了钟永侯府的世子，眼下已经育有2儿1女。言外之意，她现在已经是钟永侯府的人了。钟永侯府她不能袖手旁观。长公主闻言，眉头皱得更深了，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为难地转向裴景帝：陛下，钟永侯你打算怎么处置？皇姐，你是打算连同钟永侯府一起求情吗？陛下，永宁从未求过什么，还请陛下能够全了永宁这一次。皇姐，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温逸欢是你的女儿，你替她求情无可厚非。可钟永侯草菅人命，贪污赈灾款项，你让朕放过他，那全天下的百姓，朕又该如何交代？这还是他第一次对永宁长公主说如此重的话。永宁长公主为了大圣付出太多，还在北戎的时候伤了身子，再也无法孕育子嗣，她自然会念在温逸欢是她唯一的孩子份上，饶他一死。可是钟永侯，他岂能轻易放过？陛下，钟永侯这件事情，皇姐莫要再提。钟永侯顿时面如死灰，皇帝这是真的打算置他于死地啊！娘，别说话。永宁不让他开口，转而看向身后的百官们。钟永侯乃是我大圣的开国大臣，也是跟随先皇打江山的人。陛下若是轻易处置了钟永侯，岂不是寒了老臣们的心呢？永宁再次转向裴景帝：陛下，永宁记得先皇曾经赐予钟永侯一块免死金牌，就是怕他们一时糊涂走上歧路，这才给了当初的开国功臣们的。若是钟永侯将他交出来，陛下可否放过他们？丹青铁券。钟永侯终于反应过来，陛下这是想要丹青铁券啊！可是丹青铁券是万万不能交出去的。淮南王和温国公也坐不住了，纷纷站出来。既然钟永侯已经认罪，还请陛下按照律法惩处他，贪赃枉法绝对不能姑息。你们
永宁长公主傻眼了，就连温逸欢都忍不住看向了温国公。爹，您这是做什么？这里没有你什么事儿，你闭嘴，别说话。他爹是不是疯了？陛下，老臣愿意认罪，还请陛下快些让人将老臣押下去吧。钟永侯竟然有点不怕死了。废话，只要他的丹青铁券在，皇帝就没办法大动他们全族分毫。就算他贪赃枉法，最多也只会削除爵位，根本不会丢了性命。可是他一旦将丹青铁券交出去，下一步就是他们全族老小的命。不光钟永侯知道这一点，就连淮南王和温国公此时也十分忐忑。一旦钟永侯开了上缴丹青铁券的口子，那距离他们上缴还远吗？裴景帝的脸都黑了，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了。他不由得将求助的目光转向裴荣景，后者微微笑了下，森冷的寒意转向钟永侯。按照律法，温逸欢刺杀皇室郡主，理应诛9族。钟永侯贪赃枉法，罪上加罪，所以陛下直接全部拉出去斩了吧。裴景帝有点想笑，不行，要憋住。合着永宁长公主求了半天，不仅没有用，还直接要诛9族了。不行，皇姐不必担忧，诛9族不包括皇姐，毕竟她究竟是不是你的女儿还不一定。更何况她从小不在您的身边长大，即便是犯了什么事，也算不到皇姐的头上。诛9族就不带上皇姐了。永宁长公主直接要裂开了，她在说什么？温国公顿时额头直冒冷汗，这咋还冲着他来了？诛9族，算他吗？摄政王，你简直是在胡搅蛮缠！温逸欢吓得脸都白了。不愧是小丫头她爹，好腹黑。就是，这下子钟永侯不得求着交出丹青铁券了。本来还想利用丹青铁券苟一苟，现在直接让你斩立决，就问你爽不爽？温逸欢气得浑身发抖，眼神死死地瞪了眼龙椅上的昭昭，恨得牙痒痒。我没有，她根本就不是摄政王的女儿，而是我长姐温时宜和外男私通生下的。此话一出，现场再次陷入死一般寂静。温逸欢，你给我闭嘴！他是不是疯了？这个时候将昭昭的身世捅出来，陛下就会放过他了？也不看看摄政王现在的眼神，就算陛下放过他们，摄政王也不会愿意。爹，女儿说错了什么吗？难道昭昭不是长姐的女儿吗？长姐虽然现在死了，但是昭昭就是她生下来的血脉呀。她冒充摄政王的女儿，本就是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你温国公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陛下，既然昭昭并非皇室成员，逸欢就不算刺杀皇室郡主，那她不算犯了死罪吧？昭昭不是荣景的女儿，不是她的女儿会和她长得一模一样。温逸欢没见过荣景小时候的模样，难道皇姐也没见过？皇姐，昭昭就是荣景的女儿。这不可能，她明明就是温时宜和外男私通所生。哼，怎么温时宜就不能是和摄政王生的？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难道你藏在温时宜床底下偷看了？文武百官宛犹如雷劈，齐刷刷震惊地看向温逸欢。我裴景帝还不解气地狠狠瞪了裴荣景一眼，都怪他这个皇帝，若不是他一直发现不了那个姑娘就是温时宜，又怎么害得那姑娘平白遭这么多罪，现在还死了，昭昭没有了娘亲，都是他的错。裴荣景心虚地摸了摸鼻子，难道当初那个女子就是温时宜，所以她左肩画蝴蝶胎记，是因为要回温家？不对，裴荣景还是觉得这之间有些迷雾没有揭开。先不说当时他中药的时候，温时宜还远在江南，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京城。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肩上的蝴蝶胎记是假的，他为何要在左肩画一只蝴蝶？裴荣景感觉他的眼前好像被层层白纱遮住了，根本看不清楚真相。陛下，还是快将人拉下去斩立决吧。温逸欢顿时吓得瑟瑟发抖。钟永侯没想到摄政王竟然来真的，也惊出了一身冷汗。陛下，老臣，钟永侯，不是朕不愿意放过你们，实在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若是朕此次不能够按照国法办事，以后还有多少人将皇权放在眼里呢？所以，来人，将钟永侯和世子夫人。钟永侯砰的一声磕在地上。陛下，老臣愿意将丹青铁券上缴，还请陛下看在老臣替先帝打江山的份上，饶过老臣这一次吧。
裴景帝黑着脸偷偷瞪了他一眼。那么大声做什么？吓死朕了，还以为他现在要造反了呢。他不由得看向了龙椅上的昭昭，小家伙睡得真香啊，这么大声都没有吵醒他。百官们也开始纷纷求情。裴景帝假装沉吟了片刻，这才缓缓道：既然如此，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中永侯即日起没收军权，罢免常胜将军之位，回府闭门思过半年，无朕之意不得擅出。且与和温义欢各领30大板，以儆效尤，就在宫门口行刑，让文武百官都看着。永宁长公主还想求情，被身后的嬷嬷拦住。公主，切莫再开口了，陛下这是铁了心的要惩罚温小姐，您即便再求情也无济于事啊，倒不如想法子让行刑的太监手下留情一些，温小姐也好少遭一些罪。永宁长公主闻言，不由得看了眼上座的裴景帝，皇帝竟然让一个小丫头睡在龙椅上，还如此宠溺。下朝后，文武百官都跟着去看行刑了，只有裴荣景跟着裴景帝回了御书房。琪琪，这小丫头今日是不是睡得太沉了？对呀，刚才那么大的动静，她怎么一点也没有醒来的迹象？她爹怎么还没有发现小家伙情况啊？小老鼠叽叽喳喳的声音再次响起。裴景帝看向裴荣景，你过来瞧瞧昭昭，这丫头怎么还没睡醒啊？裴荣景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儿，匆忙的走上前，将昭昭从裴景帝怀中接过来。昭昭，快醒醒，跟爹爹回家了。昭昭纹丝不动，一丝睡醒的意思都没有。裴荣景伸出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没有发烧，难道是太累了？昭昭，昭昭。裴荣景的面色陡然一沉，昭昭的情况很不正常。皇兄，快传御医，老奴这就去。海公公闻言就立马跑了出去。另一边，昭昭正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四周雾蒙蒙的，偶尔有水滴滴答的声音传来。他慢吞吞地往前走了几步，试探地问道：有人吗？请问这是哪里？他的声音空灵地在四周回荡，半天都没有一点回响。这里到底是哪里呀？真的没有人出来说话吗？昭昭摩挲着前行，一不小心就踩空了，身体不由自主地下落，下一秒就感觉自己砸在了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上。等他睁开眼睛时，正好与一只巨大的龙猫对视上。哎，你好，你也是掉进这里的吗？你知道出去的路吗？昭昭迷路了。龙猫扭动了下脑袋，忍不住鼓动了下肚皮，将昭昭颠得东倒西歪。好玩。别点昭昭了，昭昭快吐了。大龙猫闻言终于停了下来。你没事吧？昭昭好多了。咦，这个人类在回答我的问题啊。妈妈，你知道出去的路吗？昭昭想回家。回家的路不知道，我从出生就在这里了，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生灵。昭昭想回家，昭昭不要留在这里。这里什么都没有，昭昭想吃醉仙楼的水晶虾饺，还有爹爹买的糯米鸡。小崽子，你是不是能听懂龙龙说话？你是叫龙龙吗？我叫昭昭。龙龙，你肯定知道出去的路，对不对？你帮帮昭昭好不好？大龙猫歪着头看着他，颇具人性化的脸上闪过纠结。昭昭一瞧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他肯定有办法。昭昭的爹爹还在家等着昭昭回去呢。昭昭消失了这么久，他们肯定会很着急的。龙龙，昭昭求求你了。小崽子好可爱，好想揉揉。知道喵，不过那里很危险，你就在这里陪着龙龙喵，不要出去了好不好？不好，昭昭想爹爹了，还有粉桃姐姐他们，还有皓月，还有三哥他们。昭昭有好多的家人在等昭昭回去呢。那你能带着龙龙一起走吗？龙龙有好多的宝物，都给你。说着，大龙猫猛地张开大嘴，无数的金银珠宝从他的口中吐出来。吐着，竟然还吐出了2只黑衣人的尸体。昭昭吓了一跳，龙龙，你怎么还吃了人啊？人？他们是人？那昭昭也是人吗？昭昭是人类啊，他们也是人类。龙龙，你怎么会吃掉这么多东西？怎么什么都有啊？除了那2具尸体，他吐出来的东西除了金银珠宝，竟然还有各种药材，甚至连绿豆糕、包子、烧鸡、烧酒都有。龙龙，你怎么会吃这么多人类的东西啊？你不是从来都没有出去过吗？从我醒来后就不断有东西掉进来，掉什么龙龙就吃什么。
龙龙好可怜啊！不行，周周一定要带龙龙一起出去，不然下一次还不知道掉什么东西进来了呢。万一龙龙吃坏了肚子怎么办？龙龙你放心，昭昭一定会带你出去的。约莫过了半刻钟，大龙猫终于抱着昭昭走到了一处悬崖处，他指了指下面漆黑不见底的深渊。喏，龙龙以前吃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冒出来的。龙龙曾经好奇的想要看看那边都有什么，可是还没靠近就被弹回来了。龙龙出不去哦。小崽崽，你真的要从这里回家吗？这里很危险的。大龙猫眼睛里满是担忧，他没说他被弹回来后还受伤了。小崽崽这么弱小，真的不会死吗？昭昭有些胆怯地看了眼深渊，这就是出去的路口吗？这也太黑了吧！小崽崽，要不你就留下来吧。可是爹爹还在等着昭昭呢，昭昭必须回去。娘亲说过，如果特别害怕，就把眼睛闭上。有时候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相，说不定这黑漆漆的深渊也不是深渊呢。昭昭胡思乱想地安慰着自己，从他的手臂上滑了下去。小崽崽，你说要带龙龙出去的。那龙龙你跟着我吧。龙猫大眼睛亮起了小星星，它巨大的爪子忽然在自己眉心一点，一缕银白色的光晕从它额间飞出，缓缓融入昭昭眉心。龙龙，你刚才给昭昭的是什么？龙龙也不知道，就好像龙龙应该这么做。小崽崽，我好像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哦。你是不是在想回去后一定要去厨房把前天没吃到嘴的酱肘子偷出来？龙龙，你竟然连这个都知道！龙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刚才，他突然就能读懂小崽崽的心声了。昭昭瞬间就乐了，龙龙也太厉害了，他能听懂自己的心声，是不是也能听懂别人的？那岂不是谁对昭昭有坏心思，龙龙都能知道？哈哈哈！看以后还有谁敢欺负昭昭？昭昭一定在他们还没动手前，先将他们喂杀在摇篮里。先去拔光他们的胡子，再去剃掉他们的头发，再把张寡妇家的夜壶套他们头上。龙龙学着昭昭的语调，奶凶奶凶地叉着腰道。昭昭闻言，脸颊瞬间爆红。啊，龙龙，你不可以偷听昭昭的心声。昭昭，昭昭。啊，谁叫我啊？昭昭忽然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喊他，不等他反应过来，身体好像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猛地往悬崖底下拽。掉下去前，下意识抓住了龙龙的大爪子，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彻底失去了意识。昭昭，昭昭，快醒醒，是爹爹。裴荣景的声音透着焦急。这都这么久了，他怎么还没有醒？你不是说他身体没有问题吗？老臣真的没有发现小郡主的身体有何异样，兴许只是太累了，睡得有些沉。废物！昭昭若是有个好歹，朕一定砍了你的头。御医们一听这话，纷纷求饶。哎呀，昭昭啊，哀家的好昭昭，你快醒醒吧！昏迷中的昭昭听到吵闹声，忍不住皱了皱眉，下一秒忽然睁开了眼睛，正面对着他抽泣的太后，乍然愣住了。昭昭，皇祖母啊！哎，他这是回来了。昭昭眼底闪过惊喜，不管不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听到动静的裴荣景和裴景帝骤然转身，再看到昭昭正坐在床上，惊喜地打量着四周。裴荣景急忙2步走到他身前，吓死爹爹了！你刚才是怎么了？爹爹怎么喊你你都不醒？昭昭刚想开口说梦中的事情，忽然瞧见对面的空地上站着一只巨大的龙猫。小诺，你真的出来啦！大龙猫冲他呆萌的点点头。昭昭，你在和谁说话？昭昭抬起手指了指大龙猫。弟弟，昭昭在和龙龙说话呀，他就站在那里呢。几人皱眉，齐刷刷朝裴荣景身后望去，那里除了宫女什么都没有。昭昭啊，你是不是做噩梦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啊。裴荣景也是一脸担心地望着他。太后心急地抬起手在他额头上探了探，也没发烧啊，怎么就出现癔症了？昭昭瞳孔微微放大，一脸的不可思议。龙龙啊，好大好大一只龙猫，弟弟，你们看不见吗？什么大龙猫？龙猫又是什么物种？长得像龙的猫？昭昭，这是不是中邪了？林御医，快来给小郡主看看。林御医哪里敢怠慢，连滚带爬的过来。小郡主啊，你除了看到大龙猫以外，可有看到其他恐怖的东西？没有，
爹爹他们怎么回事？龙龙那么大的身体摆在那里，他们竟然看不见。龙龙灵活地挪了过来，期间挨到了裴景帝，也从他的身体中何处穿了过去。龙龙，他们怎么看不见你呢？龙龙也不知道呀，不过他们现在心里想的是，你是不是中邪了，见到了脏东西，还准备请国师进宫给你驱邪。海公公，你立刻拿着朕的令牌出宫去寻找国师前来。海公公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忙接过令牌。是，老奴这就去。海公公，昭昭真的没有中邪，不需要找国师，你快回来，回来呀！昭昭无语了。裴荣景在他身旁坐下，眼看着就要坐在龙龙身上，昭昭立马挡住他。爹爹，龙龙坐在这里呢，你不能坐他身上哦。裴荣景脸都黑了，这该死的邪祟竟然还敢靠近昭昭。他不动声色地猛地击出一掌，直接打在了空气上。你确定感觉有点傻？不许你这么说我爹爹。这脏东西竟然还说我坏话，欺负我听不见是吧？昭昭，快到爹爹身边来。昭昭叹了口气，朝裴荣景张开了双臂。爹爹，龙龙不是坏人哦，他不会伤害昭昭的。太后在心理作用下，竟然感觉到四周凉飕飕的。昭昭啊，你真的不害怕吗？皇祖母不怕哦，龙龙说你天天为菩萨诵经，有菩萨保佑，脏东西不敢靠近你的。不过龙龙说皇祖母最好少吃臭豆腐哦，不然还会拉臭便便的。这看不见的东西究竟是何方神圣啊？竟然知道我偷吃臭豆腐，每次都是让暗卫偷偷买了交给我，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吃的，就连贴身宫女都不知道啊。还有黄伯伯，龙龙说你别吃辣子啦，吃再多你也生不出女儿的，而且辣子吃多了会便秘哦，万一下次你再拉不出来，就得要人帮你掏了。你之所以生不出女儿，是因为你上辈子生不出儿子，向菩萨许愿这辈子只要儿子的。裴景帝脸都绿了。那个叫龙龙的究竟是什么邪祟呀？竟然连这么隐秘的事情都知道！不行，除了，必须除了，邪祟不能留。昭昭亮晶晶的大眼睛咕噜噜落在了裴荣景身上。爹爹啊，龙龙说爹爹你……后者赶忙捂住了他的嘴。闭嘴，爹爹不想知道。谁知道裴景帝不干了。哎呀，皇帝，你这是做什么？怎么能这么捂着我们昭昭的嘴巴呢？还不快把我们昭昭放开，万一捂出个好歹儿，可怎么办呢？皇兄放心，臣弟自有分寸。想知道我的秘密，做梦。哎呀，慢点慢点，本国师的腿都要断了。哎呦，我的国师大人呐，事态紧急，您就跟着老奴跑快点吧。海公公半拖半拽的将国师从殿外拽了进来。什么事态紧急啊？本国师早就给皇帝算过了，未来3年他都相安无事。咱家可没有说是皇上的事儿啊。国师一愣，刚想问那是谁呀，目光倏地落在了大殿中央的昭昭身上。昭昭也瞧见了他，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哼，又是这个糟老头，坏得很。裴景帝连忙走了上来。昭昭今日总是说胡话，白日里还睡不醒，朕有些担心他中邪了，这才不得已请国师进宫一趟。中邪？国师的眼睛微微一眯，仔细地打量了昭昭一眼。那贱兮兮的小模样，哪里像中邪了？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大半夜叫进宫来？本国师瞧他好得很。那国师大人的意思是昭昭并未中邪，那他胡说八道的那些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国师啊，你确定没在昭昭身边看见什么东西？比如大龙猫？国师闻言愣了愣，目光仔细地打量了眼昭昭，微微皱眉。东西？什么东西？这小东西身上干干净净，一点邪气煞气都没有，能有什么东西？本国师并未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连龙龙都看不见，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国师呢？哎呦，你这个小东西怎么说话呢？什么东西本国师看不见呢？就是龙龙啊，他就站在这里呢，你还说你看不见？昭昭看啊，你就是没本事。这个小东西是不是太记仇了？就因为当初我说了他娘亲几句坏话，就记仇到现在了？哎呦，你这个小东西，你真是气死本国师了。裴景帝和太后等人面面相觑，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国师吗？稳如泰山，仙风道骨呢？来，你个老不孝，大半夜的不睡觉，竟然偷看花本子，哼，还是2大美男出月图，边看还边啧啧咂舌，说人家姿势不对呢。
昭昭冲国师略略完，忽然好奇地看向裴荣景。爹爹，什么是姿势不对呀？龙龙说他也不知道。裴荣景的脸瞬间黑了，一把捂住了昭昭的嘴巴。他闺女怎么总是口出狂言？裴景帝和太后等人彻底石化了。他们刚才听见了什么？国师竟然偷看美男出浴图？娘爷，这也太幻灭了！国师在众人心目中高大上的形象瞬间崩塌了。你胡说八道，本国师才没有。然而他欲盖弥彰的话，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小东西是怎么知道我偷看画本子的事情啊？还是美男出浴图，就算看了又怎么样？单纯的欣赏下怎么了？昭昭才没有胡说八道，想要反驳，奈何他爹是铁了心不想放开他了。昭昭只能委屈的眨眼睛，控诉的望着裴荣景。爹爹居然向着国师，不爱昭昭了吗？裴荣景对上他的眼神，一阵头疼。这小丫头又在胡思乱想什么？最终还是太后笑眯眯地打破了僵局。那个，既然昭昭不是中邪，那我们就放心了。说完还不忘偷看了眼国师，心里早就笑疯了。本来他偷吃臭豆腐的事情被昭昭说了出来，他还觉得老脸没处搁了。现在听到国师的秘密后，他心里彻底平衡了。谁的秘密有国师的扎脸呀？国师大人该不会是好南风吧？看来还是让那几个孙子以后千万别往国师府跑了，要不然哪天被国师给占了便宜，他们连说理儿的地方都没有啊！国师被太后的目光看得十分不自在，心中不免有些不悦。这老太婆一直盯着本国师干什么？难不成看上本国师了？想当初本国师也是一枚俊美飘逸的美男子，可惜呀，本国师醉心修炼，可没时间管这些小情小爱。昭昭趁着裴荣景不注意，立马扒拉下他的手。我的个娘亲呀，这国师也太自恋了，王祖母才瞧不上他呢。昭昭的话音刚落，大殿中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太后老脸一红，瞳孔地震地瞧着国师。那个国师，哀家绝对对你没有非分之想，还请国师莫要在心中诽谤哀家呀。裴景帝也吓得不轻。国师气炸了，真的气炸了。他哆哆嗦嗦地指着昭昭，半天憋不出一句话。这小东西不对劲儿啊，他怎么能知道我心中在想什么呢？他目光一转，倏地落在了他脖子上的玉佩上，忽然目光一震，下意识向昭昭冲去。裴荣景条件反射地挡住他。国师，您这是在做什么？国师没时间搭理裴荣景，目光死死盯着那块玉佩。本国师给你的玉佩怎么裂了？玉佩！昭昭下意识朝脖子望去，果然看见裸露在外面的玉佩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缝。啊！娘亲留给我的玉佩！昭昭惊呼一声，一把握住了玉佩，结果他的手刚碰到玉佩就碎了。玉佩！娘亲给昭昭的玉佩碎了！皇太后瞧见这一幕，上前安抚：昭昭乖，不哭啊，不哭，玉佩有灵，它碎了，肯定是为了保护昭昭的。可是这是娘亲唯一留给我的东西。娘亲，昭昭想娘亲了。哎呦，别哭啊！黄伯伯命人给你打造一块一模一样的，给你好不好啊？可昭昭还是哭得停不下来，小身体一抽一抽的。裴荣景手足无措地替他擦拭着眼泪。昭昭不哭，明日便是清明节，爹爹陪你去替娘亲扫墓可好？昭昭听到这里，才终于止住了哭声。爹爹明天真的会带昭昭去看娘亲吗？真的，爹爹向你保证。昭昭这才止住了哭，娘亲给她的玉佩碎了，她连娘亲唯一的念想都没了。昭昭心里酸酸胀胀的，眼睛也是酸酸的，不是假装的哭，是真的感觉有东西想要疯狂的涌出来。这就是娘亲说的伤心难过吗？国师表情格外凝重，抬起手掐指算着什么，
越到最后表情越严肃难看。你最近都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玉佩是怎么碎的？昭昭脖子一缩，将他这2天干过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包括偷钟永侯金库和炸了扶风寨的事情。不是这些，还有什么？你是不是隐瞒了本国师？昭昭皱了皱眉，眼睛倏地一亮，刚想把龙龙的事情告诉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袖子被扯了下。他疑惑地转向身侧，只见龙龙举起爪子，在唇边做了个嘘的动作。昭昭表情有一瞬间疑惑，不过很快坚定地选择了相信龙龙，毕竟糟老头之前还骂过娘亲，万一让他知道了龙龙的来历，真当邪祟了怎么办？昭昭全告诉你了。国师双眼微眯，怀疑地看了眼昭昭左侧的虚空，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小东西分明是看了眼那个方向才选择隐瞒的，看来他有必要好好接触一下小东西了。国师可发现了什么不妥？国师捋了把胡须，表情恢复了淡然。也没什么不妥，本国师瞧着这丫头也4岁了，摄政王就没有想过让她学些武艺傍身吗？裴荣景闻言一愣，这他还真没想过，就连启蒙学习都是三皇侄跟他提起，他才安排的，入学也到秋后了。昭昭确实应该学些武艺傍身，否则就按照他这个爱乱跑的性子，指不定以后会遇到什么危险呢。朕也觉得是啊，就按母后说的，皇帝你尽快给昭昭找个武艺师傅吧，何必那么麻烦，本国师便可以教他。什么？国师竟然想收昭昭为徒弟？国师大人，你这是准备收昭昭郡主为徒弟吗？徒什么弟？是徒孙。这小东西要是成了他徒弟，那辈分不就乱套了吗？哎呦，这国师什么时候变成了个暴躁小老头了呀？裴荣景深邃的眼眸微垂，看了眼昭昭。昭昭想跟着国师学武功吗？昭昭不想跟他学。哎，我说你这个小东西，你别不识好歹啊！老夫肯教你，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你竟然还拒绝？哼，昭昭才不要跟你学呢！你这个老头子坏得很，一看就没有安好心。龙龙刚才都告诉他了，这老头想打听他身上的秘密，才会收他为徒孙的。哼，昭昭很聪明的，才不会上当呢。国师指着昭昭刚想发火，忽然得意地笑出声。小丫头，你确定不做我的徒孙？既然如此，那老夫可就没有理由帮你修复玉佩了。老夫我呀，只帮我的徒孙而修。怎么不早说？这次老头果然坏得很。他真的会修命？这次老头就是故意的。国师瞧见昭昭生闷气，暴躁的心情终于顺畅了。嘿，我还不信治不了你这个小家伙了。小老头，跟你学武功也能像爹爹那样在空中飞来飞去吗？那是自然，不仅可以飞来飞去，还可以以一当十，杀得坏人片甲不留。想当初，老夫我可是一个人从1000人的队伍中如履平地，所过之处皆是残骸。昭昭越听眼睛越亮。那昭昭愿意跟你学。哼，老夫现在还不想收徒。弟弟，你那么厉害，也可以教昭昭的吧？昭昭不拜师了，跟爹爹学好不好？国师脚下一滑，差点摔个倒仰。哎呦我去，这小家伙怎么这么不经斗啊？裴荣景揶揄地偷瞄了眼国师，嘴角都翘起来了。当然可以，爹爹也很厉害哦。好耶，那昭昭就跟爹爹学。不行，小东西，你可是老夫看中的徒孙，你只能跟老夫学。昭昭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小手伸了出去。那昭昭的拜师礼呢？哇，你该不会是想空手套徒孙吧？还是昭昭这么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古灵精怪的小徒孙？国师差点抹着眼泪出宫，收了个徒孙，差点将他这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弟弟啊，国师怎么跑得那么快呀？是因为太高兴了吗？裴荣景违心的应了声，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国师这么吃亏的模样，真是恨得牙痒痒又无能为力。马车刚在摄政王府停下，大黄驮着皓月就冲了出来。小丫头，小丫头，你可算是回来了。大黄，快看看昭昭今天都收获了什么。昭昭刚刚将荷包打开，就发现刚才国师给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该不会是糟老头子骗我的吧？不灵不灵的大宝石呢？还有那些珍贵的丹药呢？就在这时，一声不合时宜的打嗝声响起，昭昭倏地转头，就瞧见大龙猫正惬意地眯起眼睛，揉着自己肚子。龙龙，你该不会把昭昭的东西都吃了吧？喵，抱歉啊，龙龙一看见宝物就忍不住想吃进肚子里。昭昭想要的话，龙龙还可以给你吐出来啊。
昭昭眼睛一亮，忽然想起来他在神秘地方中的时候，也曾将吃过的东西都吐出来过。难道龙龙的肚子可以储物？龙龙，那些东西是不是只要进了你的肚子，就会一直保持原样呢？好像是啊，喵。好耶！那以后昭昭的东西就都可以放在龙龙这里啦。龙龙双眼眯成了月牙状，裴荣景交代了管家几句话，这才走到昭昭身边。在聊什么？这么开心？嘿，不告诉爹爹。昭昭不是不信任爹爹，而是怕吓到他。毕竟爹爹可是一直认为龙龙是邪祟呢，要是再把国师请过来要抓龙龙怎么办？小丫头，还有秘密了？裴荣景失笑地摇摇头。好了，快回去睡觉吧，明日爹爹带你去给你娘亲上坟。听到他提起娘亲，昭昭的眼神闪过一抹黯然。晚上昭昭太过想念娘亲了，还做了个梦，梦里娘亲眉宇间都是笑意，喊她昭昭。天刚微微亮，马车摇摇晃晃地停在了一处半山腰。昭昭刚被裴荣景抱下马车，蹭蹭蹭就朝坟头跑去。刚跑了一半，猛地急刹车，在看到坟头上的情况时，再次加快了脚步。娘亲，娘亲！裴荣景等人也发现了坟头的异样，追了上去。怎么会这样？是谁跑了温小姐的坟？不仅如此，就连棺材都被人掀开了，里面此时空无一物。娘亲，娘亲，怎么会这样？到底是谁动了娘亲？裴荣景不忍心地上前抱住他。燕雨，给本王查，好好查，一定要揪出幕后之人。人死如灯灭，究竟是谁竟然如此歹毒？人死了都不让他安生。两条小花蛇从坟墓中爬了出来。又有人来刨坟了，这是这个月第几波了？没记错的话，已经是第3波了。这些人干嘛对一个尸体这么执着？谁知道呢？哎，对了，那尸体是怎么消失的？我记得第1波刨坟的人打开棺材的时候，里面就是空的呀。该不会下葬的就是空棺材吧？有可能。裴荣景因为抱着昭昭，将两条小花蛇的话听得一清二楚。爹爹，娘亲她当初就是爹爹让人下葬的，难道是爹爹藏了娘亲的尸体吗？裴荣景眉心一跳，知道小家伙可能是误会了，连忙冷着脸转向燕语。燕语，当初温师爷下葬时是否在棺材中？王爷，是属下亲眼看着温小姐被装入棺中，钉上棺材钉的，绝对不可能是空棺。那就说明温师仪下葬时还在棺材里，那他又是如何从棺材中消失的？还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来刨坟开棺？裴荣景靠近了下棺材，观察了一下，棺材十分干净，根本不像是装过死人用的，另外一点异味都没有，这很不正常。燕语，温师仪入棺时可还有什么异样？燕语拧着眉努力想了下。回王爷，并无任何异样，除了有些太过轻了些，可能是温小姐生活的并不如意，所以体重相较于其他女子要轻得多。昭昭的眼泪又要掉下来，娘亲总是心疼她，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紧着她吃，所以才会那么瘦。什么味儿？好臭！不，该死的黄鼠狼，它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放屁？熏死了！下次碰见一定要叼它的尾巴。两条小花蛇着急忙慌地扭走了，似乎多待一刻钟都是一种折磨。黄鼠狼的臭屁，这里是半山腰，有黄鼠狼也很正常。王爷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裴荣景眯着眼睛摇了摇头。走吧，先跟爹爹回去，你娘亲的事情爹爹会让人调查清楚的。昭昭挂着泪珠点点头，临走时还依依不舍地看了眼敞开的坟包，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娘亲是不是没有死。从山上回去，昭昭就病了，梦里不断喊着娘亲。期间裴景帝和太后都来看过了，但是昭昭就是不醒来。最后没办法，不仅把秦谷主给请回来，就连国师都一并到场。结果秦谷主把过脉后说，我徒儿身体好得很，只是忧思过重，自己不愿意醒来。国师表情有些凝重地掐着手指，心情别提多糟糕了。你是说你带着小东西去上坟，发现温十一的坟被人给刨了？是，以现场的痕迹来看，至少有2拨人刨坟。国师手指头掐得都快冒火星子，愣是没算出来怎么回事。怪了，他现在竟然算不出那坏东西的命格了，甚至连刨坟的人都算得模糊不清，依稀直指南方。这丫头顾念太深了，一时半会儿是醒不来了。护国寺有一方净莲池，池中的莲花有清心的功效，你即刻带着小东西前往护国寺，求一株净莲放于床头，只需1晚，她便可以醒来。多谢国师。
裴荣景答应了下来，便安排人即刻启程。天快黑时，马车终于在山脚下停下。剩下的台阶，裴荣景只能抱着昭昭一步步踏上去。半山腰上已经有小和尚在等候。阿弥陀佛，请问可是裴施主？小师傅怎知我们会来？是方丈知晓了贵人今夜会来此，特让我在此等候的。施主，请。裴荣景眼眸微垂，带着人跟上了小和尚的脚步。护国寺的方丈不愧是先皇的师傅，竟然如此厉害，连他们今夜会来都算到了。约莫走了半个时辰，小和尚直接带着他们到了有净莲池的院落。施主，方丈说了，池中的净莲，施主可以自行去取，待明日天亮再接见贵客。多谢。小和尚行了一礼后退了出去。裴荣景打量着小和尚离开的背影，微微皱眉。王爷，可是有哪里不妥？你现在去取净莲来，待会儿送到昭昭的房间。是。一会儿，燕羽就将净莲带了进来，他将净莲放在了盆中。王爷，这里有奴婢和粉桃守着，您要不先回去休息片刻？万一郡主醒了，您再病倒了怎么办？裴荣景捏了捏眉心，看了眼昭昭安静下来的睡颜，点了点头。本王就在隔壁，有情况直接喊。是，王爷。昭昭这2日睡得一点都不安稳，但是净莲刚放到床头，昭昭也跟着平静了下来。不愧是护国寺的净莲，竟然这么神奇啊！可不是，如今也不是莲花盛开的季节，这莲花却开得格外生机勃勃，真是令人惊叹。粉桃和青梅趴在了一旁的桌子上小憩，龙龙则来到床榻旁，担忧地盯着床上昏迷不醒的昭昭。妙妙，醒醒，他怎么还不醒啊？龙龙太担心了，挪动着自己胖嘟嘟的身体挤在了昭昭床头，他大眼睛咕噜噜转动，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低头用自己毛茸茸的脑袋抵在了昭昭额头。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在2人额间处猛然爆发出刺眼的银光，下一秒龙龙的身影被银光包裹，消失在了原地。夜色黑暗，一道黑色的身影慢慢地朝床边靠近。躺在隔壁的裴荣景倏地睁开双眼，警惕地转向了隔壁。黑衣人蹑手蹑脚的，手中匕首在月光下泛着森冷的光。荔枝和红英猛地从房梁上翻下来，屋内立即响起了打斗声。趴在桌子上的粉桃和青梅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看就是中了迷药。裴荣景和燕羽破门而入，手中长剑同时直指刺客。黑衣人见状，身体一滑，从窗户口翻了出去。几人对视一眼，留下裴荣景守着昭昭，其他人迅速追了出去。黑衣人身体好似泥鳅般，燕羽3人合力都没办法将他拿下，尤其是红英的匕首刺入对方体内时，竟然连一丝血都没有流出来。这家伙不对劲，他似乎根本没有战斗的意思，只想赶紧逃离此处，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红英非常默契地配合荔枝，断了黑衣人的退路。听到打斗声的姜慈州也带着阿玉出现在了院子里。姜大人，您怎么也在这里？查案。姜慈州与阿玉加入了战斗。就在几人以为他必定要束手就擒时，他忽然身体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扭动，整个人如同烂泥似的倒在地上。仅仅几个呼吸间，黑衣人的身体就化作了一滩黑水，且不断有扭动的拇指粗的虫子从黑水中往外跑。荔枝吓了一跳，猛地后退2步。这是什么鬼东西？姜慈州从怀中掏出火折子点燃，直接丢在了黑衣人的尸体上。这是南疆的古人。原来是南疆古人，难怪我们几人合力也没有办法将他抓住。红英说完，眉头微微皱了下。属下曾听说过这些古人极难养成，除了十分重要的暗杀，否则绝对不会用到他们。可他为什么要来刺杀小郡主？恐怕只有幕后之人知道了。片刻后，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裴荣景抱着睡得迷糊的昭昭走了出来，目光落在那簇火焰上，又淡淡的收回。方才他们的交谈声，他在屋内已然知晓。他们前脚刚来到护国寺，后脚刺客就来了。这么巧，看来黑暗中一直有一双眼睛，正时时刻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裴荣景敛住心神，转向姜慈州。软骨病的案子。姜慈州点头。可有眉目了？目前只知道他们来过护国寺，求了平安符，其他的一概不知。那些平安符我已经命人收集起来，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妥。西河县令今日命人来报，又有5名男童相继害病。裴荣景眸光微微动了动，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主院，护国方丈的住处。明日可以先去见见无尘方丈。你怀疑他？都是来过寺庙领了平安符才出的事，方丈应该知道点什么。裴荣景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怀疑，毕竟连他河石上的山都能算到，说明这方丈本事不小，如何又不知道他寺庙的护身符有问题？要么包庇维护，要么方丈就是幕后之人。
别忘了，他可是先皇的师傅，若真有问题，你们皇室也撇不开关系。本王是天下百姓的摄政王，可不是皇室的摄政王，更不是护国寺的摄政王。既然如此，本官可就安心查案了。他还真怕查出点什么牵扯到护国寺方丈以及上面的皇室。既然裴荣景都这么说了，自然是没有包庇护国寺的意思，他自然能放开手脚查案了。送走了姜慈州等人，裴荣景抱着昭昭回了房间。因为刺杀的事情发生，裴荣景不放心，直接在昭昭房间的卧榻上合衣躺下，渐渐的困意也席卷了上来。天刚微微亮，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施主可起床了，我们方丈让我来请您过去。裴荣景从榻上坐起身，多谢，我们稍后便来。小和尚走后，粉桃和青梅端着脸盆走了进来，为两人洗漱。青梅正给他擦着脸颊时，昭昭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小郡主，你真的醒了？裴荣景顺着目光看到昭昭漆黑圆溜溜的大眼睛，旋即起身，径直来到了昭昭身旁。可还有哪里不舒服？没有哪里不舒服，就是昭昭好饿，昭昭感觉自己饿的能吃下一整只烧鸡。小郡主看着是大好了，否则怎么只惦记着吃呢？粉桃姐姐不许笑我。裴荣景将她从床榻上抱起来，吃，洗漱完毕就带你去吃东西。姐姐最好啦。小贪吃鬼。昭昭脑海中猛地响起一道声音，她身体不由得一怔。龙龙，你怎么在昭昭的脑袋里啊？龙龙也不知道，龙龙见昭昭醒不过来，就想跟你贴贴，然后就进来了。那龙龙你还能出来吗？该不会以后龙龙都要住在他的脑袋里吧？我不知道，我可以试试。晚上回来再试吧。昭昭现在要去吃好吃的。龙龙见他也不在意，也安静地待在了他的脑袋里，而且他还惊奇地发现，他现在竟然可以和小崽子共享思想了。就比如，爹爹身上好香啊，是不是背着昭昭偷偷撒香粉啦？粉桃姐姐又好看又勤快的，要是以后谁娶了粉桃姐姐，一定会很幸福的。龙龙缩在昭昭的识海中，不用看外面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裴荣景抱着昭昭出门口，就看到了在院子中等候的小和尚。小师傅怎么没走？阿弥陀佛，方丈命我在此等候贵人，带贵人一同前往。小和尚做了一礼，这才转身带着裴荣景等人往后院走。裴荣景眸光动了动，没说什么，抬腿跟上了小和尚的脚步。昭昭好奇地瞪大眼睛瞧着小和尚的后脑勺。哇，他的脑袋又光又圆，还会反光呢。要是蜈蚣爬到他头上，会不会打滑到劈叉呢？蜈蚣劈叉会变成蜘蛛吗？龙龙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龙龙，你刚才是在笑吗？龙龙没有笑。龙龙面无表情的撒谎，实则内心十分震惊。他原本只是能听到小崽崽心声，现在是直接思绪共享了。他就算不主动去听，小崽崽的心声也会自动钻入他的脑海中。爹爹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呀？昭昭好饿，爹爹是不是忘了给昭昭吃饭啦？昭昭要现在跟爹爹提一下吗？什么味道？好香，是虾饺的味道。还有杏仁酥还有昭昭爱吃的糯米鸡。昭昭小脑袋转来转去的，寻找着香气的飘来的方向，目光猛地和不远处的姜慈州撞到了一起。是美人叔叔，他是来投喂昭昭了吗？姜慈州提着好多吃的，直接来到了裴荣景身边。小馋猫，就知道你饿了。美人叔叔，你怎么在这里呀？当然是来看我们昭昭的呀。那昭昭想不想叔叔？想，简直太想啦！昭昭嘴上说着想，眼睛却一刻都没从他手中的食盒上挪开。哇，糯米鸡、杏仁酥，还有虾饺，昭昭香死你们了！要是再来一只酱肘子，那就完美了。姜慈州在裴荣景身侧随行，约莫1刻钟后，小和尚才带着几人停在了禅房外。小和尚伸出手指了指院子里的凉亭。阿弥陀佛，方丈只叫了这位贵人进去，还请几位在此等候。裴荣景走过去，将昭昭放在石凳上。爹爹进去见一下方丈，你在这里跟你姜叔叔玩一会儿。知道了，爹爹，你快去吧。裴荣景进入禅房没多久，龙龙忽然觉察到危机。
有危险！昭昭啃的鸡腿倏地掉在了地上，小脑袋警惕地看向四周。危险？什么危险？龙龙，你可别吓唬昭昭。对面的树上有一只猫头鹰，它昨天就开始跟着你。昨天夜里它刚出现，就有黑衣人刺杀你，所以龙龙担心。龙龙的话还没说完，一群乌鸦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径直朝着昭昭冲过来。哪里来的乌鸦？怎么会这么多？燕雨和阿玉立马抽出长剑斩杀冲来的乌鸦。江慈洲神色有些凝重，一直将昭昭护在身后。乌鸦虽然多，但现在是大白天，这些乌鸦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只有一只断了翅膀的乌鸦跌落在地上，好似忽然清醒了般尖叫。啊，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儿？我的家人怎么都死了？我的翅膀怎么断了？昭昭闻言立马蹲了下来，将小乌鸦捧在手心中。你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吗？我不记得了。我明明在山洞里休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的家人都死了，我是不是也要死了？昭昭有些于心不忍，连忙将疗伤药取出来给他敷上。龙龙，他这是失忆了吗？不是哦，他是神识被人控制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糟糕，那只猫头鹰要跑，小崽崽，快让人抓住他！昭昭猛地转身，荔枝姐姐，快抓住那只猫头鹰！荔枝条件反射地甩出短刃，将它钉在了树上。猫头鹰发出尖锐的叫声，扑腾得更加厉害。昭昭为什么要抓那只猫头鹰啊？昨天夜里昭昭被刺杀的时候，也听到了猫头鹰叫。昭昭怀疑这是幕后之人豢养的猫头鹰。小丫头昨夜不是还在昏迷当中吗？连猫头鹰叫了没有都知道。他忽然想起来，昭昭都能听懂小金鱼说话，会知道猫头鹰也不稀奇。燕雨提着猫头鹰走了回来。咕咕，该死的人类，快放开我！安静点，再动刮光你的毛！猫头鹰顿时偃旗息鼓，脑袋耷拉下来。昭昭漆黑的眼睛咕噜噜一转。猫头鹰，你的主人让你来刺杀我的。咕咕，废话，不然看你长得好看吗？真有眼光，我也觉得昭昭长得最好看。咕咕咕咕咕，这小丫头在说什么？她居然能听懂我说话。她刚才没有乱叫什么吧？没有把主人给暴露出来吧？你是不是在想刚才有没有暴露你主人的身份？咕咕，我说不说就不说，才不会告诉这个臭丫头，我的主人就是沈清呢。昭昭眼睛倏地一亮，是沈清派你来的。咕咕，猫头鹰震惊地抖动着翅膀，他刚才明明什么都没说。昭昭转头看向站在身后的江慈洲。媒人叔叔，沈清是谁啊？这只猫头鹰的主人叫沈清。江慈洲讶异，这就全都说了。没说，什么都没说，他瞎猜的。沈清就是你在长乐坊见过的平阳侯的外孙。是他就是坏姨姨的表弟，也是经常找人欺负娘亲的人，他也是个坏蛋。媒人叔叔，那是沈清想要杀昭昭吗？有可能，不过他应该只是被人利用了。沈清是大圣朝的人，断不可能会什么巫蛊之术，更加不可能养出来古人。江慈洲危险地盯着猫头鹰，质问道：这些蝙蝠和昨天的黑衣人都是你叫来的？我这盯着小丫头没错，可我根本就没有下手，好不好？主人安排着今夜动手的刺客都还没下手呢，怎么屎盆子就先扣到我头上了？哦，你还挺有文化的，都知道屎盆子。娘的，感觉被一个小崽子给嘲讽了。媒人叔叔，他和昨天的黑衣人不是一伙的，不过沈清安排了刺客，准备今晚刺杀昭昭哦。他怎么就这么水灵灵的说出来了？我也没开口啊，他是怎么知道的？嘿嘿，龙龙的读心术可不是盖的。小郡主放心，有我们在，谁也伤害不了你。江慈洲冲阿玉打了个手势，既然咱们这位沈大人活得不耐烦了，那本官就帮帮他。你去安排人手，今夜务必留下活口。属下这就去办。咕咕咕，你们想干什么？有本事冲茵茵来，别伤害我主人。哎呦，你还挺忠心的。废话，那可是茵茵的主人，每天都给茵茵吃2斤肉，茵茵能不忠心吗？那昭昭每天都给你吃肉肉，你也能听昭昭的话吗？你当茵茵是什么？我可是一只有骨气、有原则的鹰，我不愿意啊。那算了，一会儿就让烟雨叔叔把你炖了喂我的大黄吃。不是，你倒多劝2句啊，比如他给我吃2斤，你给我吃3斤，行不行？1斤，不能再多了。2斤，我马上投靠你。我家大黄还没有吃过炖猫头鹰呢，也不知道好不好吃。主人，请尽情吩咐茵茵。哎呦，你的骨气呢？你的原则呢？你说呢？命都没了，还要骨气做什么？要原则干什么？他心里就没有一点逼数吗？猫头鹰也不知道是失血过多还是真的气的，眼看着就要晕了。昭昭连忙让荔枝将短刃抽了出来，给猫头鹰也上了点药。昭昭这才让荔枝将他们都带回去疗伤。昭昭坐在凉亭里，将江慈洲带来的吃的全吃完了。爹爹怎么还不出来呢？江慈洲宠溺地看着他，无聊了，
那叔叔带你去寺庙里转转，今日恰逢15，来寺庙的香客会很多，外面肯定很热闹。好啊好啊。几人走得很快，不一会就到了寺庙的前院。此处香火鼎盛，不断有香火的烟雾飘出来。罗罗，你快看，那里有个人在求签呢。他在求菩萨保佑他肚子里的小宝宝平安降世。哇，那2个人是夫妻吗？他们看起来好恩爱耶。那个男人在想，一会儿带他的妻子去后山，然后将她推下去，假装失足摔死，他就可以娶他心爱的柔娘了。惊天大瓜，惊天大瓜啊！呸，是惊天凶案现场。不对，还没开始呢，还不算是凶案现场，那应该叫什么呢？昭昭感觉脑壳响得有点疼，他猫着腰穿过人群，准备追上去看看，还没跑出去2步，后衣领就被人给抓住了。小郡主，这是准备去哪里啊？嘿嘿，红英姐姐，昭昭没有乱跑，昭昭就是想去那里看一看。红英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小郡主要去后山干什么？当然是看渣男杀妻啊！呸，当然是去救人啊！可是昭昭现在说了，红英姐姐肯定不信，她眼珠子咕噜噜一转。红英姐姐，昭昭听说后山的风景很好看的，昭昭想去看看，好不好嘛？这王爷这会儿还在方丈那里没出来，他不敢擅作主张。有2只蝴蝶飞了过来，快看，是能听懂我们话的小丫头，她竟然来了护国寺！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快带她去看看后山吧。那里昭昭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拍。你想去后山吗？昭昭刚才只是八卦，但是现在是真的想去了。蝴蝶们刚才说后山那里有恐怖的叫声，请他帮忙去看看怎么回事。江慈洲目光不经意间朝前方的2只蝴蝶看了眼，刚才是他们在说话，为什么我能听到？他下意识地挪开了拍着昭昭肩膀的手，果然那2道声音消失了。所以只要触碰到那小丫头，就能听到蝴蝶的声音。那就去吧，叔叔陪你去。好耶，美人叔叔最好啦！江慈洲眼底划过一丝笑意。可是王爷，本官会让我的人留下来，等你家王爷从方丈禅房里出来，就会告知他昭昭的去向。红英闻言也不再过多阻拦，只好跟随他们一同去了后山。后山悬崖边上，琳琅，你怎的约我到这里来了？芸娘，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就是在此处与我一见钟情，我呀，只是带你来故地重游一下。都老夫老妻了，你还想这些？男子眼底闪过寒光，搂着叫芸娘的女子朝悬崖边靠近。芸娘，你快看，那里是不是长了一株攀云花呀？当真是攀云花吗？我瞧瞧。芸娘刚准备探出身子去看一眼，就听到身后传来扑哧扑哧的笑声。琳琅准备推出去的手僵在了半空中。这里怎么还有人呢？他猛地转身，就看到身后不知何时已经站了好几个人。悬崖上才没有什么攀云花，他是骗你的，他想趁你不注意将你推下去，伪装成你失足坠崖的假象。芸娘惊讶地看向琳琅，后者顿时面红耳赤。你这贱丫头，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竟然想要破坏我跟芸娘的感情！红英眼神一厉，脚步如风。我家小郡主也是你能骂的啊！琳琅，芸娘心疼地扑过去，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琳琅脑瓜子嗡嗡的，她错愕地看向昭昭。你是小郡主？昭昭不屑地扬起头，琳琅连忙跪地认错。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还请小郡主不要与小人一般见识。昭昭才不要理他，而是看向了芸娘。你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个外室吗？叫什么柔娘。他今天带你过来，才不是重温你们的过去，而是想要把你杀了。芸娘眼底都是震惊，看向琳琅的眼神都带上了怀疑。芸娘，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对芸娘的心天地可见，我绝对不会。他想先安抚了你，然后再找机会杀你。哦，他想把你扔到你家后院的井里，你经常在那里打水，就算掉进去了也不会让人怀疑。琳琅猛地抬起头，他心里刚有了这个想法，他怎么就知道了？饶是不相信的芸娘此时的眼神也变了。芸娘，你相信我，夫君真的没有。柔娘就是你家村东头的小寡妇，去年刚死了相公，他们早就搞在一起了。之所以要杀了你，是因为柔娘怀孕了，她想让他们的孩子光明正大的出生。芸娘顿时心如死灰，难怪这些日子见张寡妇圆润了不少，原来竟是怀孕了，还是我相公的种。好你个林恒，老娘辛苦赚钱供你读书，你今年才刚中了个秀才，你就想着杀鸡换人是吧？看老娘今天不好好教训你！昭昭捂着嘴偷偷笑，蝴蝶又飞了过来。丫头，快跟我们来，那屋檐手又响起来了。快来快来，再不去啊就听不见了。昭昭闻言连忙提起裙子跟上去，刚跑出2步就被人从身后抱起来。叔叔抱你。
禅房内，白发白眉的老者将一枚棋子放在了棋盘上，抬眸微微看了眼裴荣景。你今日有些心不在焉。裴荣景转动着手中的黑棋，并未落下。不知方丈可知贵寺的平安符可以使幼童患上软骨症？无尘方丈执棋的手微微一顿，还是将白子落下。命也缘也，此次因果贫僧也无法插手。方丈这是何意？难不成您想包庇凶手？贫僧虽然无法插手此事，但是变数已经出现，你很快就会知道真相。这个变数就是你的女儿。裴荣景敛了敛眉眼，拧眉了片刻，最终站起了身。荣景先行告退。他不再过多停留，径直转身往门外走去。施主莫要再窥探天机，否则必伤根本。裴荣景神色一凛，窥探天机是昭昭吗？从禅房中出来，裴荣景没见到昭昭，倒是瞧见了江慈州安排的人。主人带小郡主去了后山，命属下在此等候王爷。裴荣景眼眸闪了闪，也朝后山而去。后山越往后面走，天空反而看起来乌云密布的，似乎有下雨的征兆。不知道是风声还是哭声，从后山的一处竹林深处传出来。蝴蝶飞得越来越快，昭昭几人的脚步也跟得越来越快。叔叔，你有听见哭声吗？江慈州抱着昭昭在竹林外站定，拧眉听了一会儿，呜呜的声音还在继续，断断续续的，也说不清到底是不是哭声。小郡主，要不您还是跟属下回去吧，这地方给属下一种极其不好的感觉。燕语也觉察到了一丝不安。江大人，不如我们等王爷来了再做打算。小丫头，你们快来，快来，快来！啊！蝴蝶忽然惨叫了声，紧接着什么声音都没了。叔叔，蝴蝶！昭昭急得话都不会说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美人叔叔知道蝴蝶遇到危险了？江慈州抱着昭昭后退数步，更加警惕地盯着竹林中。竹林中忽然响起了脚步声，窸窸窣窣地夹杂着轻微的树叶被踩出来的沙沙声。那脚步声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红英敏锐地靠近昭昭。江大人，我们快走。燕语也抽出了长剑，做出了防御状。恐怕走不了了。竹林的迷雾中，一道人影缓缓显现出来。被你们发现了，想活命吗？把那个小丫头留下来！只会装神弄鬼的阿杂货，还想要我家小主子，你做梦！看来你们都不想活着呀，那就都去死吧！你到底是谁？敢在此行刺，你就不怕逃不出去？好啊，这就是我的地盘，我需要逃到哪里去啊？你们可逃不出去的。昭昭目光快速在林中搜索，忽然他耳边再次响起了蝴蝶虚弱的声音：小丫头，快进来，这里面有一处山洞。昭昭下意识看向江慈州，还不等他开口，江慈州已经抱着他快速地绕过了三人的打斗，径直冲进了竹林深处。站住！你们给我站住！再敢上前一步，我就杀了你们！喂，说的好像我们不进去你就不杀我们似的，这里面是不是有你害怕的东西啊？叔叔，我们快走！那人死死地盯着昭昭，发狂似的想要冲上来阻止他们。昭昭他们刚冲进竹林，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只见竹林的迷雾中竟然站了密密麻麻说不清的人，那些人全部低着头，好似失去了意识一般，一动不动。叔叔，好多人！别怕，这些人并没有呼吸，他们全部都是死人。快来这里！蝴蝶的声音再次从深处传来。江慈州眼眸眯了眯，径直从这些人身旁穿过。竹林和迷雾似乎就是为了掩藏这些死人的。穿过竹林便是一片空地，山体的最下方赫然有一处山洞。来，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昭昭不知道为何心中有个预感，好像自己要是不进去一定会后悔。江慈州看出了昭昭的心思，不动声色地抱着他靠近。害怕吗？如果害怕就抱紧我。江慈州抬起腿，毫不犹豫地踏入山洞中。约莫过了半刻钟，穿过山洞的甬道，眼前赫然一亮。只见山洞的深处竟然是一个空间，山洞的最里面有一张冰床，上面躺着一名青衣少年。叔叔，那里有人！江慈州凝神望了过去，确定没有危险后才抱着昭昭靠近。刚走到冰床前，再看到少年的面容时，
冰床上的哪里是什么少年，根本就是一具尸体，还是一具死了不知道多久的尸体。细微的呜咽声再次响起，却是从冰床的另一侧发出来了。叔叔，江慈舟抱着他绕过冰床，看向里面。太子哥哥，呜咽声戛然而止。昭昭妹妹，是昭昭妹妹，太好了，我不用死了。江慈舟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太子殿下，他神色有些凝重地打量了眼对方，确定真的是太子后，才将昭昭放下来，快步上去将捆着他的绳子解开。太子怎会被困于此处？为何宫中一点消息都没有？按道理说，太子殿下失踪乃是大事，宫里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且昨日早朝的时候也不见陛下有丝毫慌张之色，所以太子是今日才被困在这里。太子，你是何时上山的？裴敬轩拆掉了口中的抹布，喘了口气。江大人，你们难道不是因为姑失踪才来找姑的吗？姑都被困在此处快1月有余了。什么？太子哥哥，你已经被困了这么久了吗？怎么可能呢？太子哥哥失踪，为何爹爹从未提起过？你当真被困了这么久？姑骗你做甚？自从上次姑中了噬心曼陀被解了之后，再次醒来就在这里了。抓姑来的人什么也不说，每天就在姑身上抹各种草药，还神神叨叨的，什么魂归来兮、借体复生之类的狂悖之言。太子刚站起身，就看到了冰床上干枯的尸体。那个疯子，该不会是想让这人的魂魄抢夺姑的身体吧？昭昭有些同情地看着他，那疯子还真有可能这么想的。太子既然在此处被困了如此之久，为何陛下和宫中竟无人知晓？莫非是殿下的东宫有人刻意隐瞒了此事吗？不可能，母后每隔7日必定会去看过，说是1次2次便还罢了，1个月都见不到过，母后不会善罢甘休，除非……有人冒充顶替了你。姑就说宫里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救姑，姑还以为我不想要我这个儿子了。难怪太子哥哥从来不找昭昭玩，都是2哥、3哥和6哥来。原来宫里的是冒牌货。快离开这里！疯子又来了！昭昭呼吸猛地一滞，都来不及去寻找蝴蝶的踪迹。太子哥哥，焦叔叔，快离开这里！江慈舟神色一凛，弯腰顺手捞起昭昭，转身朝洞口跑。啊，怎么突然就跑了？不跑，等死啊！对啊，逃命要紧！来了！好多，害怕！蝴蝶的声音越来越远，几乎要听不见了。昭昭紧紧搂着江慈舟，大气都不敢喘。江慈舟整个人也紧绷了起来，杂乱无章的脚步声骤然从洞口传来。进了我的洞穴，你们还想跑吗？都来送死吧！跑在最前面的江慈舟猛地刹住脚步，透过阴暗的通道看清了洞口的一切。只见那高大的男子身后站了一排排的死尸，尖锐的哨声划过，死尸们齐刷刷抬起头，瞳孔倏地张开，血红的眼眸阴森恐怖。睁开眼了！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退！可里面也出不去啊！裴敬轩嘴上虽然这么说着，还是听话的转身往里跑。江慈舟护着昭昭再次退回了洞穴中，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高大的身影逐渐显露在人前。看到他的模样，昭昭和裴敬轩同时倒吸一口凉气。不行了，妹妹，太搞笑了！昭昭肚子都小疼了，他怎么长这样？太子哥哥，你在这里这么久了，难道就没有见过他长这样吗？我没见过他的长相，他每次来都是戴着毡帽，根本没有露出来过。这真的不怪他，实在是眼前的人长得太抽象了。你们不许笑！你们再笑，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们大卸8块！伴随着他那阴柔的嗓音，昭昭和太子再一次捧腹大笑。疯子可能是在和燕羽和红英打斗时不小心掉落了毡帽，这才露出了本来面目。太子哥哥，这上辈子是不是猪投胎的，所以才长得这么奇怪？有可能。不行了，我肚子好痛。死！你们都给我去死！他凶狠地抓起口哨，猛地吹响，守在洞口外的古人瞬间被唤醒，齐刷刷朝洞穴中冲进来。快别笑了，你难道真的想死在这里吗？他的话好像一盆冷水泼在裴敬轩的头顶，瞬间将他浇了个透心凉。不，本殿下不想死啊！那还不跑，等着被抓吗？太子欲哭无泪，洞口都被堵住了，往哪里跑啊？我命休
所以江慈洲目光迅速在山洞中扫视了一圈，除了头顶的位置，似乎真的没有其他出口。可是头顶的距离太高，他单独一人飞出还行，若是带上昭昭和裴静轩，显然有些困难，一个不慎，很可能万劫不复。小崽崽，快去冰床旁边，疯子在害怕，他怕你们伤害那具尸体。昭昭眼睛倏的一亮，太子哥哥，美人叔叔，我们快去冰床那里。江慈洲和裴静轩对视一眼，迅速做出了选择。快，拦住他们，不准他们靠近冰床。可不等他说完，江慈洲已经带着太子以极其快的速度飞到了冰床旁。江慈洲手中软剑搭在尸体脖子上，退后，否则我斩了他。疯子死死咬着牙，一动不动。江慈洲手中软剑下压几分，割破了尸体的表皮。让他们全部退出山洞，别让我重复第3遍。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出来！乖，出来！他嘴巴含糊不清的，江慈洲等人并未听清楚他说什么。他在干什么？我怎么觉得毛骨悚然的？昭昭也是。昭昭刚说完，就听见耳边传来嘶嘶嘶的声音。好饿呀！吃血！声音是从身侧的尸体上发出的，一只漆黑的虫子嗖的一声从尸体的伤口处射出。江慈洲目光骤缩，手中动作快过大脑，漆黑的虫子已经被他捏在手心中。本以为虫子已经被捏死，刚想松一口气，下一秒手心一阵刺痛，虫子快速的钻入他手心。虫子进去了。美人叔叔，你没事吧？江慈洲皱了皱眉，无碍。那虫子是蛊虫，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等出去后，赶紧让御医帮你诊治。江慈洲轻轻的应了一声，目光再次转向了疯子。长生骨，你把我的长生骨还给我！随着他再次尖锐刺耳的喊叫，那些古人全部发疯了似的冲向几人。洞顶上忽然丢下来2根绳子。江大人，快带小郡主上来。燕语刚说完，就看到了跟在江慈洲身旁的裴静轩。太子，别废话，快拉我们上去。江慈洲抱着昭昭，单手抓住绳索，下一秒整个人突然腾空，太子也紧跟其后。你偷了我的长生骨，安阳桃，你给我留下来！古人们好似疯了般叠罗汉似的攀爬上去，人踩着人，争先恐后的向上冲。眼看着古人即将抓住他们，红英瞬间掏出腰间的烈酒洒下，又从衣襟中抹出火折子点燃扔下去。火折子刚碰到烈酒，轰的一声燃烧起来。古人好似十分惧怕这些火焰，然而那些火焰如同灵蛇般，刚触碰到他们就顺势而上，将最近的古人整个吞噬。一声口哨嘹亮的划过，没有触碰到火焰的古人全部受到命令迅速后退，以奇快的速度逃出山洞。江慈洲带着昭昭和裴静轩几人一刻不敢停地往竹林外的方向逃，然而疯子和古人的速度不是盖的，几个呼吸间就全部追了上来。长生骨，我的长生骨！古人们接收到命令，一部分迅速拖住了燕语等人，一部分跟随疯子，疯狂地朝江慈洲发动攻击。不好了，小崽崽，长生骨进入了你美人叔叔体内，疯子肯定会对你们不死不休的。龙龙，什么是长生骨啊？很重要吗？疯子为什么非要得到它？长生、续命、还魂，他现在状态很不稳定，心声也断断续续，龙龙听不懂。长生、续命？难道钻进美人叔叔体内的蛊虫可以帮人起死回生吗？也许是这样。疯子被江慈洲一剑刺中了手臂，他痛苦地退了出去，血红的眼睛仇视地盯着江慈洲。攻击燕语和红英等人的古人退了回来，竟然开始全部围攻江慈洲。红英见状立马冲了过来，江大人，快将小郡主给属下。这些古人明显都是冲着江慈洲去的，小郡主再跟他待在一起只会更危险。江慈洲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试图将昭昭从空中抛给红英，但是疯子也瞧出了他的意图。这个小丫头看来对你很重要，那就先让她去死吧。本来看着小丫头体质不错，想要练成古王的，现在还是去死吧。江慈洲眼神一沉，迅速护着昭昭撤退。古人整个形成包围圈，红英不管不顾地杀入其中，想要从一侧找出突破口。燕语和裴静轩也杀了上来帮忙。小心！疯子不知何时趁所有人专心对付古人时，竟然绕到了江慈洲的身后，手中的利刃射向他怀中的昭昭。江慈洲神色一震，迅速转身想要躲避利刃，对面的古人长剑狠狠刺向昭昭。江慈洲下意识将怀中的昭昭抛了出去。
昭昭整个身体猛地腾空，然后又急速下降。小郡主，昭昭！姜慈州被利刃和长剑同时刺中，艰难地回头看去，瞳孔骤然紧缩。原来他下意识扔出的位置竟然是悬崖。昭昭！姜慈州吐出一口鲜血后，转身朝着昭昭掉落的悬崖跳下。正在下坠的昭昭忽然感觉到自己被一个温热的身体抱住。美人叔叔，昭昭只感觉天旋地转，等他再次恢复意识时，湍急的河流将他和姜慈州冲到了岸边。小崽崽，快醒醒！你美人叔叔快不行了！昭昭这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美人叔叔！昭昭咕噜噜从地上爬起来，跑到了姜慈州的身边。昭昭手忙脚乱地掏出荷包中的疗伤药，一股脑倒在了他的伤口上。美人叔叔，你快醒醒啊！你不能死，昭昭不要你死！小崽崽别哭了，你再哭下去，他指不定真死了。那昭昭现在怎么办？这附近应该有山洞，你想办法将他带入山洞中。这里夜晚温度极低，他还受着伤，万一再受寒发热，就不好办了。你说的对，昭昭要救美人叔叔。昭昭在四周扫了一圈，果然在岸边不远处发现了一处小山洞。找到了！呵，快躲开！昭昭下意识朝身后望去，断剑的利刃擦着他的脸颊划过，险些划伤他的脸。美人叔叔！姜慈州不知何时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漆黑的瞳孔已经变成了红色，散落下来的墨色长发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雪白。美人叔叔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定是因为长生果。龙龙窥探了下对方的内心，结果一片虚无。小崽崽，你快躲起来！你美人叔叔的状态不对劲，他竟然没有心声。可是美人叔叔他还受着伤呢。结果昭昭的话刚说完，竟然发现姜慈州的伤口不知何时已经愈合。昭昭震惊地瞪大了眼，姜慈州血红的双眼死死盯着昭昭，瞳孔却一点也不聚焦，就好像没有灵魂的死物。美人叔叔！姜慈州的表情一成不变，却忽然冲昭昭出手。快跑！昭昭吓得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恰好躲过了攻击。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时，爬起来就跑。美人叔叔是要杀了昭昭吗？他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美人叔叔了。他就是。昭昭声音戛然而止，后颈已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对方轻易地将他提了起来，送到自己眼前。你为什么要跑？美人叔叔，我是昭昭。昭昭。姜慈州用力的手忽然停下来，歪着头，眼底的茫然更深。我是昭昭，我是你最喜欢的昭昭。姜慈州茫然的神色似乎恢复了短暂的清明。吃饿。姜慈州放开了昭昭，好像讨要零嘴的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吃，我有好多吃的。龙龙，快把皇祖母赏给我的吃的都吐出来，我要给美人叔叔吃。好的，马上。龙龙虚影忽然从昭昭的脑袋上冒了出来，对着空地哗啦啦吐了一地，其中不只有桂花糕、栗子酥，甚至酱肘子、糯米鸡、烤鸭都在其中。龙龙，你是不是背着我去偷吃了小厨房啊？嘿嘿，你睡着的时候，龙龙实在嘴馋，就去把王府小厨房里的吃的都吃了。我就知道。哼！姜慈州呆愣愣地低下头，看向堆在地上的一堆吃的，茫然的眼睛眨了眨，却没有动。昭昭赶紧蹲下去，捡起一只酱肘子递给他。那美人叔叔，这个给你吃，这可是昭昭最喜欢吃的。现在昭昭要把它让给美人叔叔。姜慈州没接，依旧盯着昭昭。吃血。昭昭忍不住一抖。龙龙，我怎么觉得美人叔叔想要吃的是我呀？你的感觉没有错，他想要吸你的血。昭昭现在跑还来得及吗？大概率是跑不掉了。昭昭欲哭无泪，抬头看了眼对面的姜慈州，只见他还是满眼纯真地望着他，竟然看起来还有那么一丢丢可怜。昭昭瘪了瘪嘴，伸出手腕递给他。那你只能吸一小口，就一小口哦。没有智商的姜慈州乖巧的点点头，那模样竟然还有一点可爱。龙龙，你说要是美人叔叔恢复意识，知道自己这个样子，会不会哭死啊？他现在可不是你的美人叔叔，他是那只长生骨。啊，那
那我的美人叔叔呢？他不会已经……放心了，他和长生谷已经融为一体，只不过融合初期记忆会从无到有。严格来说，他还是你的美人叔叔，只是记忆是长生谷的。昭昭终于松了口气，下一瞬，手腕处猛地传来一阵刺痛，液体吞咽的声音持续响起。昭昭已经不知道他吸了多久，直到他双眼昏花，对方还没有吃饱。龙龙，我怎么看见美人叔叔变成了好几个？长生谷还会分身术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现在头晕眼花？美人叔叔越来越多了。下一秒，昭昭两眼一黑，直接栽倒，一颗翠绿色的果子从他怀中掉了出来。小崽崽！正在哐哐喝血的姜慈周茫然地抬起头，食物怎么突然倒下了？他戳了戳昭昭的脸颊，见对方没有反应，他不由得皱了皱眉，目光忽然瞥到了一颗翠绿色的果子。姜慈周将它捡了起来，放在眼前，好奇地打量了下，又放到鼻尖处闻了闻，然后看向昭昭，将手中的翠绿果子塞到昭昭嘴边。吃，不饿。昏迷中的昭昭下意识地咬了下，顿时一股奇异的清香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直到整个果子下肚，他还忍不住舔了下嘴唇。吃，还要吃。姜慈周清澈的眼睛看了眼昭昭，又看了眼刚才他递给自己的酱肘子，试探地拿起来，又放到了昭昭嘴边。好香，是昭昭的酱肘子。昭昭下意识地张开嘴，啊呜一口咬在了酱肘子上。姜慈周见他吃得很开心，眼底划过一丝亮光，直到整个酱肘子都被他吃完了，他才咂巴咂巴嘴巴，睡沉了。昏迷中的昭昭睡得并不安稳。不要！昭昭一头从地上坐了起来。小崽崽，你终于醒了，是做噩梦了吗？而什么也不知道的姜慈周见他醒来，朝他看了过来。你醒了？昭昭茫然的点点头。他应该是恢复了一点人类记忆，所以才将你逮到了山洞里，还生了火。不过他大概率还是不认识你。龙龙，昭昭刚刚梦见疯子追来了，那些古人好像进化了，变得更厉害了。崽崽不怕，那是梦啊。昭昭刚想点头，山洞外忽然响起唰的一声。来了，和梦里的一模一样。昭昭惊慌地从地上爬起来，小心翼翼地挪到山洞口，朝外面偷看了一眼，顿时呼吸一滞，真的一样。找到了。月光下，那些黑影正在一步步缓慢地靠近。龙龙，怎么办啊？美人叔叔现在失去了记忆，昭昭。昭昭急出了一头汗。龙龙，你快想想办法！龙龙也没想到疯子会忽然追上来，他竟然没有被暗卫阻挡住。你在发抖。昭昭迅速转身，就看到姜慈周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好奇地打量着他。美人叔叔，我们可能要死在这里了。火，小崽崽用火，你还记不记得山洞中的时候，你的暗卫就用火烧死了古人，他们肯定怕火。昭昭眼睛倏地一亮，蹭跑过去，将火把拿了出来，又取了一个递给姜慈周。美人叔叔，你快拿着，只要有火在，他们不敢轻易靠近我们。姜慈周盯着他片刻，还是伸出手接了过去。还想挣扎？就你们两个，疯子我随时要了你们的命。偷走长生谷的，将我的谷交出来！疯子一声令下，所有古人全部冲了过来。昭昭毫无把握，但还是举着火把抵挡。手中的火把砸在了其中一个古人身上，那古人一碰到火焰就害怕的往后退。昭昭才不怕你呢！昭昭有火把，你们要是敢上来，我就烧死你们！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我杀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火把而已，我随手可灭。疯子讥讽的笑了，手中短刃猛地射出，斩向了昭昭的火把，然后姜慈周随意的抬手捏住了短刃。打点来的有点快，你的技术也不怎么样嘛。我美人叔叔随便抬手就接住了。这个该死的贱男人，他不光偷走了我的长生谷，还如此打我的脸。我要跟他拼了！死啊！你怎么还不死啊？你怎么还不死啊？古人感受到疯子的情绪，竟然抵抗着火焰的恐惧，朝两人攻击。美人叔叔，你快别站着不动了，快用火烧他们呀！昭昭一个人快忙不过来了。我好辛
苦，不光要保护我自己，还要保护美人叔叔。疯子见状，气得鼻子都歪了。他从腰间抽出2把弯月刀，恶狠狠地瞪着昭昭。小丫头，还从未有人逼着我用到这2把弯月刀，他们可是千年玄铁而制，削铁如泥，我轻易不会拿出来的。你很荣幸，今天我就拿你的血祭刀。咦，2把刀你都舍不得用，你是不是很穷啊？昭昭刚得了不少的黄金，要不要昭昭花钱替你再买2把刀？这个小丫头真是要气死我了。疯子真的是被气得失去了理智，提着弯月刀冲向了昭昭。他身体速度很快，手中弯月刀向前猛地砍出，直逼昭昭脖子。下一秒，一道身影挡在了身前，弯月刀好像砍在最坚硬的玄铁之上，2把弯刀直接被震断，断掉的刀刃如同飞镖旋转着，将两侧的古人尽数腰斩。疯子呆愣愣地看着手中断掉的2把弯刀，半晌回不过神儿。哎呀，你的千年玄铁刀它断了耶！悬崖边，原本月明星稀的天空忽然开始下起细细密密的雨。太子因为体力不支已经昏迷，红英和燕玉脸色煞白，自责地跪在地上。王爷，属下没有保护好小郡主，请王爷责罚。人呢？小郡主坠崖了，江大人跟着跳了下去，属下被红英和古人纠缠住，方才将所有古人灭杀。都给本王下去找，本王活要见人，死要见。最后一个字，他紧咬牙关，怎么也说不出口。他转身从一旁的暗卫手中夺过绳索，直接抛下了悬崖。无一不可！再敢多说一句，军法处置。原本想要劝阻的众人全部偃旗息鼓，留了几人看护昏迷的太子。裴荣景带着其余众人追到了崖底，刚落地就看到不远处冲天的火光，伴随着凄惨的叫声。王爷，那边有动静。裴荣景一言不发，脚步如风地朝那边疾驰。结果众人刚跑过去，就齐齐愣在了原地。你说不说，说不说，你到底是谁？是不是南疆国的巫蛊师？昭昭到现在还记得长乐坊的那些武姬，那些都是因为被巫蛊师残害了才变成那副模样的。我的长生骨竟然被那个人给融合了！不仅如此，对方还拥有了刀枪不入的肉身，那可是我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长生骨啊，还没有来得及复活小主子呢，就这么便宜了别人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将我所有的古人都给杀了，一手一个，手撕鸡似的全撕了，最后一把火给烧得干干净净。这个小丫头还将我埋在土里，非说我是什么南疆巫蛊师。我才不是什么南疆巫蛊师，我可是前朝最忠心的太子伴读。别打了，别打了，我才不是什么南疆巫蛊师呢。你不是南疆巫蛊师，那你怎么会炼制蛊虫，还制作了这么多的古人？还有昨天夜里刺杀昭昭的古人，是不是也是你安排的？我什么时候刺杀你了？我这些蛊术是有人教给我的啊！昭昭明显不信。小崽子他没有骗人哦，他真的不是昨天要刺杀你的人，他的蛊术是3年前一个神秘人教他的，还有刚才烧掉的那些古人，也是那个人给他送来的尸体。龙龙停顿了下，好像又听了会儿对方的心声。哈，他竟然是前朝余孽，山洞中的那具尸体是前朝太子的，他抓你太子哥哥就是为了将炼制的长生骨用在他的身上，然后对前朝太子招魂，让他附身在你太子哥哥身上，这样你的太子哥哥将来登基以后，他们就可以复国了。想得真好，下次不要想了。龙龙，真的可以招魂吗？那昭昭能不能替娘亲也招魂？昭昭想娘亲了。天地规则运行，生死都由天道管辖，哪里那么容易招魂呢？他估计是被那个神秘人给欺骗了。哦，昭昭失落的应了声。哼，就算你不是刺杀昭昭的人，但是你追杀了我们这么久，还打伤了美人叔叔，你一点也不无辜。疯子气得鼻子都歪了，他要是不带走他的长生骨，他会追杀他们吗？长生骨没了，古人也都死了，还被抓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谁有我倒霉啊！昭昭看了眼安静的站在身后的美人叔叔，眼珠子咕噜噜一转。护国寺护身符的事情跟你有关系吗？疯子眼神不自然地转了下。没关系。不说实话是不是？昭昭砸得疯子眼冒金星。啊，疼！小姑奶奶，求求您别再砸了，再砸要傻了。哼，说你们送出去那么多有问题的护身符，想要做什么？这个
那些符都是借命符，他想通过借命来替前朝太子续命。招魂只能加汤复活，并不能延长寿命。长生谷只是媒介，也无法助他长生。神秘人告诉他，借命需要749个男童的性命。昭昭闻言，看向疯子的眼神都变了。我让你借命，让你召唤，让你怪力乱神。你那太子的命是命，别的小哥哥的命就不是命了是吧？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乱召唤？快说，你背后那神秘人怎么跟你联系的？你怎样才能将他引出来？不是，我什么都没说呀，这个小丫头怎么什么都知道？别打了，别打了，快别打了，再打就真的要傻了，别打了，我说还不行吗？疯子欲哭无泪，哀嚎了半天，昭昭才解气的停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联系他，都是他来找我的。别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想起来了，那个神秘人好像在找什么人，和他们南疆国有关。燕语等人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谁来告诉他们，真的是他们那个可爱乖巧的小郡主吗？那残暴的小模样真是令人胆寒啊！裴荣景嘴角勾起骄傲的弧度，燕语和红英震惊的看向裴荣景脸上那与有容焉的神色。王爷这是在自豪吗？觉察到这边的视线，站在昭昭身后的姜慈州猛地转头，那妖冶红色的眼眸顿时吓了众人一跳。那是我家少爷吗？应该是吧。姜大人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红眼睛白头发，这还是人类吗？裴荣景皱了皱眉，抬腿朝他们的方向走过去。姜慈州见到裴荣景，眼底涌现出寒意，径直将昭昭挡在了身侧。昭昭见到来人，激动地笑出声：爹爹，昭昭在这里。裴荣景走了过来，垂眸看向他：没有受伤吧？没有，昭昭没有受伤啊，让爹爹担心了。爹爹，这个是前朝余孽，前朝太子的伴读，护国寺的护身符就是他搞的鬼。随后他将龙龙说的护身符是借命的事情全部告诉了裴荣景。裴荣景冷冷的目光瞥了眼疯子，后者吓得脑袋一缩：这就是大圣朝的杀神呐！难怪吴尘方丈说他无法插手此事，原来如此。吴尘方丈曾是前朝皇室中人，虽然年轻时就已经遁入佛门，斩断了与前朝的因果，但是毕竟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他自然无法插手。恐怕前朝覆灭，他没有出手相助。如今护身符的事情，他也不能阻止。昭昭刚说完，就感觉到自己的手腕一紧，他下意识朝身侧看去，就见姜慈州竟然抓着他的手，敌视地瞪着裴荣景。他是我的。裴荣景眉头皱得更深，询问地看向昭昭：那个爹爹，美人叔叔他……少爷你这是怎么了？阿玉围着姜慈州哀嚎：少爷你怎么一夜不见就老了？可你的脸也不老啊，那怎么只有头发变白了？少爷你是去染发了吗？少爷是觉得你自己的毛发不好看吗？少爷！阿玉喋喋不休的还想说什么，下一秒就被某人一拳砸飞了。裴荣景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他不认识我们了。爹爹真厉害，这么快就猜出来了。裴荣景的神色莫测，看向姜慈州的眼神变了又变。姜慈州盯着他，已经悄悄地在手中摸出了一把利刃。昭昭眼尖，立马看出了他的动作。美人叔叔不可以，他是昭昭的爹爹，你不能伤害他。姜慈州看到昭昭脸上严肃的小表情，这才松了力道。你是我的，不能跟他走。美人叔叔你放心，昭昭去哪儿都带着美人叔叔好不好？姜慈州纯真无垢地望着他。好。嘿，美人叔叔真乖。裴荣景、燕语、红英三人都沉默了。刚阴暗扭曲爬回来的阿玉心说：我家少爷这是傻了吗？还能恢复吗？2个时辰后，众人抓着疯子再次回到了护国寺，方丈已经等在了那里。阿弥陀佛，施主可否将此人交给贫僧？方丈既然决定不插手此事，现在为何又要向本王要人？阿弥陀佛，贫僧知道了。无尘方丈并未过多纠缠，带着人离开了。疯子让人直接押回了刑部大牢，他是前朝余孽，自然由皇上定夺他的生死。净莲院门口，少爷您就跟阿玉回去吧，这里是摄政王的院子，咱们的院子在隔壁。奈何姜慈州一句也听不进去。食物不走。食物？美人叔叔竟然将我当成了食物。他把你当奶娘了，你在哪儿他在哪儿，他恢复记忆以前你是甩不掉他了。美人叔叔乖，你先回去睡觉，等天亮了昭昭再去找你好不好？不走，我跟着食物。
少爷，你快别闹了，跟阿玉回去吧。江慈州充耳不闻。他难道以后都会这样？美人叔叔只是短暂性的失忆，很快便会好的。他还是没将长生蛊的事情说出来，毕竟那种蛊虫太过逆天了，要是让人查到了，美人叔叔可能会被当成怪物吧。裴荣景眼底闪过冷光，上前抓住江慈州的手腕，放手。江慈州妖冶的红眸动了动，忽然朝裴荣景出手，他下意识格挡，竟然被对方的力气震得倒退数步。裴荣景猛地抬头，震惊地看向江慈州。我家少爷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要知道摄政王的力气可是非同小可，即使在战场上面对北戎的巴特尔都能一拳降之，更别说一向武力值不如摄政王的江大人了。有意思，再来。死！江慈州身影如同鬼魅射向裴荣景。不好，小崽子，你爹现在可不是美人叔叔的对手。昭昭顿时脸色大变，不要，不许伤害我爹爹！昭昭猛地出现在两人之间，小手一抬，将他狠狠推了出去。江慈州一个不察，竟然不受控制的后退了4、5步。美人叔叔，这是昭昭的爹爹，不是坏人，你怎么可以伤害昭昭的爹爹呢？你要是再这样，昭昭以后都不理你啦！江慈州呆愣愣地看了眼自己被推开的手，再次抬头看向昭昭时，嘴巴瘪了瘪，看起来委屈极了。昭昭眉梢动了动，佯装生气地扭过头：爹爹，你没事吧？疼不疼？昭昭给你呼呼。不疼。裴荣景僵硬地回了句，看向昭昭的眼球都在颤动。昭昭他刚才竟然轻易地推开了江慈州，江慈州攻击他的力道他可是很清楚，即便是他都不敢轻易接住，而昭昭竟然将他反推了出去。昭昭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力气了？红英狠狠吞咽了下，走到裴荣景身旁：王爷，小郡主刚才……裴荣景一个眼神猛地射过去：今日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都给本王烂到肚子里。是，属下遵命。小郡主才4岁，不是40岁，她拥有这么恐怖的力量，若是被有心之人利用，指不定会说小郡主是什么妖邪转世。王爷定是因此才需要将这个秘密让我们烂在肚子里。昭昭不懂爹爹怎么突然生气了，抓着他的手摇了摇。爹爹是不是骗昭昭的？是不是还很疼？裴荣景垂眸，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真不疼了，天色不早了，昭昭快回去睡觉吧。好。昭昭乖巧的点点头，跟着红英回房间。他刚走到门口，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提着裙子猛地回头，就看到好像做错事了的江慈州倏地刹住脚步。失误，说过不丢下我。不许叫我失误，我叫昭昭。还有，你刚才欺负昭昭的爹爹，昭昭决定今天先不理你啦。江慈州嘴巴一瘪，好像快哭了。怎么感觉美人叔叔现在的样子好可怜呐？他一时没忍住，差点笑出声。昭昭明天再理你。江慈州呆呆地哦了一声，像只大狗狗似的缩在了昭昭的门口。远处的阿玉难过了：你就这么放任你家少爷像只看门狗似的蹲在那里？不许你骂我家少爷！难道不像吗？你们，哼！阿玉气鼓鼓地转身走了，一会儿又跑了回来，怀中还抱了一床被子。少爷，身上晚上冷，你把被子裹上吧。走开！少爷！阿玉还想说什么，结果对方一点也不领情，提起来抡圆了丢出去了。少爷，我还会再回来的。失忆的江大人好可怕，那什么蛊虫是不是把他脑子给啃了？寺庙外的树林中，初夏的夜晚，虫子很多，守在这里的黑衣人都快被四周的蚊虫咬疯了。老大，那只猫头鹰什么时候发出信号啊？这天都快亮了，咱们还刺杀不刺杀呀？就是啊，这山里的虫子也太多了，我身上全是蚊子咬的包。你说这沈大人是不是骗咱们的？一只猫头鹰真的能听懂人话，还会发信号？被叫做老大的黑衣人皱了皱眉，心中也拿不定主意了。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被扔飞的阿玉尖叫着挂在了树枝上，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四周竟然有人。他猛地一愣，刚才被叫老大的黑衣人正跟他大眼瞪小眼。不好，老大有埋伏！撤！快撤！阿玉猛地反应过来，这他妈的是刺客啊！该不会就是少爷说的今夜要来刺杀小郡主的人吧？阿玉见黑衣人要跑，边砍对方边喊叫：来人啊！有刺客！有人要刺杀小郡主了！快来人呐！随着他一嗓子嚎的，江慈州安排的人以及红英等人全部嗖飞了出来。果然有埋伏，我就说一只畜生不靠谱。别他娘的废话了，快逃命吧！逃？哪那么容易？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吧。
了。两方人马呈包围之势，将黑衣人围得水泄不通，不一会儿就将他们全部拿下。阿玉扛着剑走到其中一个黑衣人跟前，说：“谁派你们来的？”黑衣人很有骨气的哼了声，脑袋扭到了一旁。哎呦，还挺犟啊！说不说？说不说？谁派你们来的？再不说，信不信我削掉你的脑袋？黑衣人被敲得脑瓜子嗡嗡嗡，心中不断的骂他卑鄙无耻。不远处看着这边的燕雨和红英同时嘶了声：“我怀疑他在借题发挥，不要脸，还虚我们小郡主。”就是啊。黑衣人眼冒金星，感觉自己的脑瓜子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吐着白沫子，颤抖的倒在了地上。旁边看到的黑衣人齐齐抖了抖：“这人变态吧？他审讯人就是把人搞成脑残吗？”阿玉提着剑又走到了黑衣人头头面前：“你说不说？啊，说，我说，我都说我说了，你怎么还打我呀？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武德呀？”抱歉哈，顺手了。黑衣人头气得鼻子都快歪了。快说，谁派你们来的？是沈清沈大人，他让我们来杀小郡主，替他表姐报仇。哦，还真是他啊！你知道？知道啊，但是我想听你们亲口承认啊。这是个什么魔鬼啊？阿玉提着剑走回红英和燕雨身旁。黑衣人是交给你们，还是让我们处理？还是交给我们吧，毕竟江大人现在可没有办法替你们做决定。好气啊！早知道刚才多敲两下出气了。好了，赶紧将人带回去吧。翌日一早，昭昭刚走出房门，差点被门口的一双长腿绊倒。定睛一看，哦，这不是我的美人叔叔吗？美人叔叔，你昨天夜里一直睡在这里啊？昭昭有些无语。美人叔叔失去记忆后，怎么感觉还有点傻傻的？江慈洲微微皱了皱眉。你是昭昭？美人叔叔，你说话不结巴啦？我不结巴，他安静地看着昭昭，眼睛里全是对食物的渴望。昭昭无语。孩子一到岛上就要吃奶了，呸，吸血了。龙龙，你不许笑。不笑，龙龙不笑。彻底恢复记忆前，他可能都需要吸血维持生机，而且他吸的血越多，恢复的越快哦。可是昭昭昨天才被吸了血，今天再吸，昭昭会不会变成人干啊？昭昭笨，又不是只能吸你的血。可是昭昭也不想爹爹他们受伤害。那不是还有昨天晚上沈清安排来刺杀你的刺客吗？啊，对啊。半个时辰后，江慈洲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看着面前摆满了整齐划一的白瓷碗。你家少爷现在都改吸血了，他这还算人类吗？你闭嘴！我家少爷当然是人。我可没见过人要吸血的。我也没有见过。不想跟你们玩。江慈洲低头看了眼满桌子的瓷碗，又抬起无辜的眼睛看向昭昭。美人叔叔，快喝呀！这可是纯人工提取，新鲜的很呢。不喝，吸你。我要吸你的血。你要吸谁？江慈洲扭头看他一眼。你走开，打不过我。裴荣景拳头硬了，好想现在就打死这个家伙。喝这个，不准再吸昭昭的血。江慈洲低头看了眼碗里的血，可怜巴巴地看向昭昭。不可以啊，昭昭的身体会吃不消的。如果昭昭失血过多，会死的。昭昭死了以后，你就再也见不到昭昭了。美人叔叔，你想以后都见不到昭昭吗？不要见不到昭昭。那你喝。江慈洲目光再次转向那些瓷碗，眼底闪过抗拒，但还是乖巧地端起来一饮而尽。这家伙还真听昭昭的话。就在这时，死人了！庙里死人了！杀人了！无尘方丈被杀了！小和尚凄厉的哭喊声彻底惊动了寺庙里的人。方丈，是他杀了无尘方丈。我没有。裴敬轩下意识丢掉了手中的匕首。我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杀人？我不是和燕雨他们正在和古人厮杀吗？是他杀了无尘方丈。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手上还有凶器。师傅，快报官呐！听到动静，寻过来的昭昭等人刚走到店门口，就瞧见了里面的一幕。那是太子哥哥，太子哥哥怎么会杀人呢？昭昭不相信。众目睽睽之下，太子杀了护国寺的无尘方丈，这件事必定会轰动整个大圣城。是谁在陷害太子？燕雨，立刻让人封锁护国寺。阿玉，快去请大理寺卿过来接手此事。是，属下这就去。燕雨和阿玉对视一眼，转身迅速离开。荔枝带着人将香客们全部看管了起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凭什么关押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来上个香，我娘还在家等我回去吃饭呢。哎，快放我们出去！荔枝将手中的长剑猛地抽出。吴尘方丈被杀，在场的人都是嫌疑人，真相没有查清之前，谁也不准走。凶手不就是刚才那个少年吗？你们不去抓他，为什么要管着我们？你们该不会想包庇凶手吧？你们是什么人呐？有什么资格关押我们？之前江慈州带来的大理寺的人走了过来，楚云从腰间扯出令牌展示给众人。大理寺办案，谁再敢闹事，一律按妨碍公务处置。刚才还义愤填膺的几人顿时偃旗息鼓。楚云跟着荔枝回到了大殿中，裴敬轩跌坐在地上，脸色煞白。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我明明记得我昨夜还在后山，怎么来到这里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裴敬轩的话让裴荣景的神色更加凝重了些。太子没有说谎，昨天这里守在房子外的暗卫都没发现他怎么出去的，整件事处处透着诡异。可我亲眼看到，现场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是凶手，那会是谁？你可知你指着的人是谁？是谁？当今的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没错，你觉得太子殿下有什么理由要杀害吴尘方丈？是啊，太子殿下和方丈无冤无仇，断不可能杀害方丈。所以说，太子殿下是被冤枉的。阿弥陀佛。站在小和尚身后的宁远师傅走了出来。想必这位应该就是摄政王了吧？正是在下。吴尘方丈遇害之事，老衲相信定不是太子殿下所为，还请摄政王能够将幕后真凶揪出来，以慰藉吴尘大师在天之灵。本王一定会查出幕后真凶的。就在这时，昭昭的衣袖忽然被人扯了扯，他默默转头，就看到江慈州正歪着头，一脸茫然地看着吴尘方丈的尸体。那里，昭昭疑惑地看向吴尘方丈。美人叔叔，你要说什么？那里什么都没有啊！江慈州好看的眉毛打了个结，不死心的又指了指。昭昭还是什么也没看见。他是想让你带他过去。昭昭顿时了然，他回头看向江慈州。美人叔叔，你是想去喝他的血吗？可是他已经死了，你不能喝了。等一会儿回去之后，昭昭再让烟雨叔叔去给你找刺客放血，好不好？江慈州眼底闪过嫌弃，疯狂的摇了摇头。小崽崽，他才不是要喝血，他想过去看看尸体。啊，差点忘了美人叔叔的本职是干什么的了。这是职业病犯了吗？即便失业了，也不忘记查案。昭昭捂着嘴偷笑了下。爹爹，美人叔叔要让昭昭带他过去看尸体呢。裴荣景皱了皱眉，下意识要拒绝。爹爹，爹爹陪你一块儿过去。好。昭昭刚点头答应，下一秒另一只手腕也被抓住。你是我的崽崽。昭昭的表情布满了问号，裴荣景的神色则是彻底黑了下来。好啊，江慈州，失忆了还想跟我抢闺女呢？谁是他的崽崽？这是我裴荣景的女儿。失忆的江大人就是勇啊！不明所以的楚云怎么感觉今天的少卿大人有些奇怪？忽然他注意到了江慈州的妖冶红眸和白发，嘴巴都哆嗦了。少卿大人，您这是中毒了吗？什么毒这么厉害，竟然将您涂的眼睛和头发都毒变色了？经过他这一嗓子嚎完，在场众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知道真实原因的都沉默了。和尚们齐齐松了口气。刚才还想说这是什么妖孽呢，原来是中毒啊！江慈州呆愣愣地望向他，歪着头皱了皱眉。为什么他觉得这个人好像在骂他？是在骂他吗？不确定，等会儿再看看。少卿大人真可怜，不是中蛊就是中毒，是不是又是哪个该死的凶手干的？等属下回去，一定要将那人狠狠大刑伺候一番。龙龙，这个楚云叔叔好生厉害，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昨夜就在现场呢。甚至连美人叔叔是被幕后凶手害的都知道，他是不是会算命啊？不得不说，这也是个人才。你美人叔叔的手下，从某种程度来说都挺厉害。龙龙说的对。红英和荔枝憋笑憋得有些难受，他们实在想笑，但是场合不允许啊。本以为阿玉够奇葩了，没想到楚云也是如此。真不知道那么正经的江大人，怎么会有这么逗逼的左膀右臂。裴荣景的眼皮子抽得厉害，真怕楚云再继续说下去，他也憋不住。他目光落在江慈州身上，对方此时正仔细地观察着尸体。可看出什么了？江慈州闻言瞥了他一眼，一声不吭。裴荣景拳头又痒了，要是放在以前，他一定将他提起来好好教训一顿。现在，他打不过。昭昭见自家爹爹吃瘪，忍不住偷笑了下，凑到了江慈州身边，悄默默地问：美人叔叔啊，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江慈州乖巧地点点头。这里
不是致命伤，需要验尸。楚云闻言和裴荣景同时蹲了下来，目光审视地看向胸口处的刀伤。若从表象来看，胸口处的伤口的确像是被人一击毙命，还是从正面所为，一看就是熟人作案。可是江大人为什么说这里不是致命伤？难不成吴成方丈身上还有其他伤口？小崽崽，你快看，那是什么？昭昭下意识朝方丈的指甲看去，方丈手指甲中的怎么那么像动物毛呢？就连挨着昭昭的裴荣景和江慈州也同时望了过去。毛发。裴荣景接过从荔枝手中递过来的丝绢，将吴晨方丈手指甲内的黄色毛发取了出来。什么味道？好难闻！刚才这毛发夹杂吴晨方丈指甲中时，并没有这么大的味道，谁知道取出来竟然这么臭？这怎么有点像黄鼠狼的屁味？红英诧异地看向他，你怎能断定这是黄鼠狼的臭屁味？你别管，这就是黄鼠狼的臭屁味道。这毛发也是土黄色，是黄鼠狼的毛发，没错了。他才不会说，他家里前段时间就进了黄鼠狼，那黄鼠狼偷走了他家的鸡，他好不容易才将那小畜生抓住，下一秒就被对着脸崩了臭屁，那刺鼻的气味熏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了，这才让那只小畜生给逃掉了。别让我再抓住他，否则一定要将他大卸八块。小崽崽，这些和尚里面没有凶手呢，凶手极有可能在那些香客中呀。裴荣景直接捞起昭昭，抱着他朝外走。先去试探下那些香客。他嘴上这么说着，实则需要试探吗？根本不用。有昭昭这个外挂，很快就将香客的嫌疑都给排除了。凶手竟然也没在这些香客中，难不成真的是黄鼠狼杀人？要不昭昭去诵经殿外面看看，万一有小动物刚好路过看到了什么呢？是个办法。昭昭刚想对裴荣景说一下，就见对方抱着他忽然转身看向楚云。凶手不在这些人之中，你安排人将他们送下山吧。王爷不需要再审审吗？这怎么仅仅看了一眼就排除了这些人的嫌疑啊？江慈州冰冰凉凉的眼神落在他身上。你笨蛋，闭嘴！江大人刚才是在骂我吗？是吗？裴荣景嘴角愉悦地勾了勾，抱着昭昭转身又回了诵经殿外。江慈州好像一只大狗狗牵着昭昭的裙摆，死活不撒手。那个声音好奇怪，是仔仔的心声吗？江慈州看向昭昭的眼神带上了窃喜，他的仔仔只有他能听。忽然一只小蜜蜂绕着昭昭飞了一圈，好香，这人类仔仔怎么这么香，比花蜜都香。小溪，他刚嗡完，忽然两道杀气的视线倏地落在了他身上。这不是夏天吗？怎么感觉有点冷？小蜜蜂嗡嗡停在了昭昭的鼻尖上。小蜜蜂，你别扎我不好吃的，一点也不香。怎么感觉这个人类仔仔在回应我？想多了，真是自己吓自己。别呀，我能听懂的，我可以让爹爹给你弄好多的花蜜吃，你别扎昭昭。小蜜蜂猛地抬起头，随时都要飞走。你先回答昭昭几个问题，我就让美人叔叔和爹爹给你好多的花蜜吃啊。小蜜蜂听到好多的花蜜，眼睛都亮了一下。问，你想知道什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昨天傍晚就来了，我一直在那边的花丛里睡觉，早上的花蜜最香甜，我可是为了能吃到最好吃的花蜜，在这儿等了一夜。裴荣景听到此话，神色动了动。那你昨夜可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人进了永经殿？昭昭和江慈州倏地看向裴荣景。爹爹他怎么好像能听到小蜜蜂说话？仔仔的心声他也听到了。裴荣景无视了江慈州的眼神。昭昭，你按照爹爹的话问他。昭昭心中忍不住松了口气，吓死他了，还以为爹爹也能听懂小蜜蜂说话了呢。那个小崽崽，我怎么感觉你爹爹有点奇怪？爹爹很正常啊，哪里奇怪啦？龙龙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试探地窥探裴荣景的心声，结果听到的全是本王的女儿就是可爱，本王的女儿真棒，不愧是本王的女儿。算了，还是不听了吧。昭昭将裴荣景的话复述了一遍。小蜜蜂想了半天，突然瞳孔倏地瞪得圆圆的。看见了，好可怕！昨夜有个少年飞进了诵经殿，秘密飞进了才发现他根本不是自己飞进去的，他的身后有个女人，那女人像是提线木偶似的将他提进去，他还发现了我，朝我笑，好恐怖！他的脸好恐怖，像是缝合上去的。缝合上去的脸，那还是人吗？裴荣景沉默着一言不发。随我进殿内看看，看你见到的少年在不在里面。昭昭抓着裴荣景的胳膊，江慈州拽着昭昭的裙摆，就好像一串糖葫芦似的，又回到了大殿中。裴荣景在裴敬轩面前站定，感受到头顶投下来的阴影，裴敬轩才僵硬地抬起头。皇叔，本王知道你不是凶手，你也不必太过自责。
吴尘方丈或许早就知道自己有此一劫，连他们什么时候上山的都能算出来，又怎么算不出来刺杀？吴尘方丈他是甘愿受死，至于原因，裴荣景多少能猜到点什么。裴敬轩乖乖的点了点头，只是吴尘方丈的死还是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裴荣景看向小蜜蜂，没错，是他，就是他。随后他的目光开始快速的在大殿中寻找。那个女人不在这儿。这时楚云带着大理寺的人回来了。王爷，仵作来了。说罢，从后面走上来一个老者。属下见过摄政王，见过少卿大人。太子深居简出，更何况不是什么人都见过他。仵作自然没有向他行礼。吴尘方丈的致命伤并不在胸口，你经验丰富，可能查出他的真正死因。属下先去看过尸体。仵作连忙走到了尸体旁，此时尸体已经有些僵硬了。他仔细的检查了一盘，神色凝重的站起身。回禀王爷，吴尘方丈的致命伤的确不在胸口，但是除此之外，他身上也没有别的外伤了。还请王爷准许属下命人将尸体带回衙门做进一步检查。准。金銮殿，昭昭被裴景帝放在龙椅上，裴景帝满眼喜色地瞧着昭昭，越瞧越喜欢，瞧到最后，甚至巧默默狠狠瞪了下方的裴荣景一眼。该死的，朕怎么才能将昭昭拐成自己的女儿呢？百官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平阳侯眼底闪过晦涩，脸眸上前。陛下，护国寺吴尘方丈被杀，现场只有太子出现，这件事已经在民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还请陛下尽快将太子处置，以安抚民心。平阳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们太子还能是杀害方丈的凶手？难道不是吗？太子好端端的不在东宫里待着，是怎么跑到护国寺的？还让人当场抓住。陛下，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请陛下早做决断。裴景帝神色阴沉的可怕，若不是场合不对，皇帝真想上去给平阳侯两拳。朕的儿子什么秉性，朕还能不知道吗？杀了吴尘方丈，可笑，杀鸡还差不多。小崽崽，这个平阳侯坏得很，心里想要借此机会让陛下废了你太子哥哥，好扶持他看上的五皇子。五皇子是昭昭的五哥哥吗？昭昭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位五哥哥呢。龙龙聆听了下在场人的心声，终于拼凑出了完整的剧情。五皇子是薛贵妃的儿子，也是平阳侯的表外孙，他这是想要扶持自己人上位呢。薛贵妃，黄伯伯难道还有一位贵妃吗？他记得之前的温贵妃已经被处死了，没想到黄伯伯竟然还有个薛贵妃。黄伯伯还真是媳妇儿够多呀，不像爹爹，下面的人都在偷偷说爹爹好难逢呢。龙龙，什么是好难逢呀？龙龙也不清楚，不过南风难道是南边传来的风？龙龙说的有道理，爹爹的喜好可真是特殊。感觉屁股有些刺挠，总想动一下怎么办呢？之前抱着小丫头的时候能听到小老鼠和猫说话，今日竟然能听见小丫头的心声了。不仅如此，还有小丫头脑海里那个叫龙龙的，难道就是之前昭昭让我们看的那个邪祟？这哪里是邪祟呀，这简直是福星啊！那太子在现场又如何？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太子就是凶手啊？哼，你别以为本官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现场只有太子，凶器也在他手上，不是太子又能是谁？他的话刚说完，钟永侯和温国公等人也都站了出来。陛下，老臣以为平阳侯说的在理，不如先将太子幽禁在东宫，待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再做定夺。若不是他现在失去了丹青铁券，需要依附平阳侯，他才不会帮他替五皇子争夺皇位。钟永侯这昨天才挨了30大板，今天就能来上朝了，还真是让下官佩服。不知道钟永侯的丹青铁券可给陛下带来了？这个该死的陈御史，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官自然带了。那快拿出来交给陛下呗。本官不需要你提醒。他咬了咬牙，不舍得将带来的丹青铁券从胸口拿了出来。没见过丹青铁券的大员们全都伸长了脖子看。原来这就是丹青铁券呐！只见在钟永侯的双手中躺着一块巴掌大小的铁片，铁片的颜色有些发黑，光滑无比，上面雕刻着繁杂的符文。海公公连忙走下去，将钟永侯手中的丹青铁券接了过去。钟永侯咬着牙，依依不舍地看着丹青铁券从自己眼前消失。哎呀，没了！丹青铁券没了，全族的保命符没了。姥姥，
你快看周永侯的脸色，好臭啊！没有了丹青铁券，以后他们周永侯府的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能不臭吗？昭昭兴奋的点点头，就连旁边的裴景帝心情都好了不少。陛下，微臣觉得……哦，温国公是想看看朕的丹青铁券吗？啊，这陛下是在威胁我吗？是吧，是在威胁我吧？他刚才说的那是朕的丹青铁券，他就是在威胁。温国公感觉自己要是再替平阳侯多说一句，下一秒陛下就敢让他将丹青铁券拿出来给他欣赏一下。爱卿想说什么呀？怎么不说了？微臣觉得钟永侯说的不对，太子还没有定罪前，怎么能被幽禁起来呢？不知道的还以为陛下想要废太子呢。更重要的是，即便将来查明了真相，幽禁一事也会让太子成为众矢之的。老臣觉得还是先查明真相，再做决断才是。温国公，你这个老匹夫，昨天夜里不是都说好了吗？今天一早就来参太子吗？他怎么还临阵倒戈了？平阳后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好一个温国公啊！看完好戏的摄政王忽然从最前方走到了中间。陛下，微臣有事启奏，平阳侯外孙沈清迈凶刺杀本王与太子。平阳侯猛地抬起头，一头问号。不是，他只是想要拉太子下马，摄政王这是想要他们全族老小的命啊！摄政王，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沈清他为什么要刺杀您和太子啊？平阳侯怎么不去问问你的好外孙呢？说罢不再看他，而是转向裴景帝。陛下，刺客已经被大理寺少卿江大人的人抓住，此时正候在殿外，还请陛下准许他们带刺客进来。这是来真的呀？刺客都抓到了？沈清不会真的蠢到去刺杀摄政王吧？站在人群后面的沈清此时已经开始面色发白。不会的，那些刺客都收了钱，不可能会出卖我。而且我要刺杀的是小郡主，可不是什么摄政王和太子，一定是摄政王弄错了。裴荣景冷笑着扫了眼最后面的沈清，当然没弄错，他就是故意将事情闹大的。传。很快阿玉就带着黑衣人头领走了进来。属下参见陛下。平身。旋即目光落在了黑衣人身上。你就是刺杀太子和摄政王的刺客？黑衣人忽然想到进来前阿玉威胁的话，进去后说什么你就承认什么，否则当心今天再放你3碗血。是，小人知错了，还请陛下杀了我吧，不想再被放血了呀。我们好像被圈养的牲畜似的，除了放血就是好吃好喝的供着，为什么呀？还不是等着我们养肥了再放血吃肉啊！这群变态呀，魔鬼啊，不是人呐！这刺客是不是有点太上道了？能不上道吗？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沈清，他给了我们1000两银子，让我们去护国寺刺杀摄政王和太子。你胡说！你刚才明明想说的不是他们。黑衣人茫然地看向他。这老逼灯是谁呀？我不就是想赶紧认错，赶紧去死吗？他拦着做什么？平阳侯，你急什么？等他说完不就行了吗？还是说刺杀太子和摄政王的事情，平阳侯也参与了？你给老夫闭嘴！裴景帝冰冷的视线落在早已经吓傻了的沈清身上。沈清，还不给朕滚过来！沈清被这惊天动地的吼声震得魂魄都差点飞了，他连滚带爬地滚到了前面来，跪在了黑衣人的旁边。他惊恐地看了眼黑衣人，整个人都抖成了筛子。陛下。黑衣人看清了沈清的脸。是他，就是他，他给了我们1000两银子，还说等我们杀了人之后再给我们1000两，这就是他给我们的银子。你这不过是普通的白银，凭什么说是本官做的？说是不是有人故意让你这么说的？是不是有人想让你陷害本官？陛下，快将这不知死活的贼人拉出去凌迟处死！他都敢刺杀摄政王和太子，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微臣是被冤枉的呀！还请陛下明察，断不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啊！不是，这人怎么这么无耻啊？他竟然还倒打一耙！裴景帝没想沈清死到临头还敢胡搅蛮缠，他阴沉的目光落在黑衣人身上。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黑衣人鼻子都气歪了，要不是他说他有个什么训练有素的猫头鹰能帮助他们盯梢，他们刺杀绝对不会失败。
他才不会为了1000两银子去冒险。启禀陛下，当初沈清给小的银子时，就是在沈府后面的荒院中。当时小的留了个心眼儿，在那个荒院的槐树下埋了小的一条蟹裤。陛下可以命人现在就去挖出来。黑衣人说完，现场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蟹裤，亏他想得出来。没办法，他全身最不值钱的就是蟹裤了。你无耻！他千算万算都没想到，这刺客竟然还留了一手，还是那种即便是他发现了，也绝对不会联想到一起的东西。海公公，即刻去查。裴景帝朝海公公使了个眼神。陛下这是准备彻底摁死沈清啊！无论那荒院中有没有刺客的蟹裤，他都必须有。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一直到所有人都快打瞌睡时，海公公才带着人返回来。陛下，沈清他简直是狼子野心呐！海公公说完，跟在他身后的御林军就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手中提着黑衣人的蟹裤，另外一人手中竟然是龙袍。大臣们齐齐一震，全都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眸。好你个沈清，你竟然私制龙袍，你是想谋朝篡位吗？不，陛下，这不是微臣呐，微臣家中绝对不会有龙袍啊！是谁在陷害我？是谁？哼，你还不承认？这龙袍就是在沈府荒院歪脖子树下挖出来的。启禀陛下，御林军在翻找刺客蟹裤时，不小心挖出了一个木箱子，老奴好奇就打开了，没成想里面竟然是龙袍，而且老奴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海公公说完，又有御林军抬着一箱子东西上来，在看到那熟悉的箱子时，沈清的瞳孔骤然一缩。怎么会？这不可能！那箱子里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荒院中呢？陛下这是早有预谋，甚至就是等着今天呢！箱子被人直接掀开，里面的东西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头骨？怎么会有这么多头骨？还有那是用人骨打磨的酒盅吗？大殿陷入了一种极其诡异的气氛，就连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闭目养神的淮南王都下意识睁开了双眸，触及到那白花花的头骨时，眼眸也跟着一颤。他伤了子孙根，对于孩子的执念已经深入骨髓。他喜欢孩子，哪怕不是自己的，哪怕惹人讨厌的，他也会心生怜悯。你沈清啊，你简直是畜生不如啊！完了，全完了。龙龙，他怎么这么坏啊？他是怎么下得去手的？他就是个变态，不仅喜欢用人的骨骼做器皿，还喜欢玩虐他们。那些投入的生前都被他折磨过。裴景帝震怒，他只是想要治他的罪，才让海公公去搜的，没成想竟然搜出来如此多的东西。沈清，你大逆不道，私制龙袍，残害幼童，罪无可恕。监察御史何在？陈御史迅速走到中央。陛下，微臣在。沈清泯灭人性，私制龙袍，按照大圣律法诛九族。你即刻带人将与沈家相关人等全部缉拿关押，明日午时全部问斩。是，微臣这就去办。他说罢转身往外走，走到一半忽然又转过来面向裴景帝。陛下，平阳侯乃是沈清母家，请问诛九族是否包含平阳侯府啊？陈御史的话刚落下，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这个御史大人好可爱，他好会补刀。这可是你太子哥哥最忠实的维护者。平阳侯刚才那么说太子，他肯定记仇了，这就是变相的复仇。他真是个好人。是个忠心的。平阳侯双唇哆嗦，手都抖成了帕金森。果然，这波是冲他来的。他的平阳军此时还驻扎在城外50里处，即便是现在通知他们，此时也杀不回来。陛下，老臣愿意将丹青铁券交出来，还请陛下放过老臣一家老小啊！裴景帝平静的目光望着平阳侯，一言不发。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替平阳侯说话，大臣们都猴精的。此时怎么可能还反应不过来？平阳侯这是被人做局了。至于做局的人，会不会就是他们这位看似温
温和平静的陛下。平阳侯顶着裴景帝森冷的目光，额头不断冒着冷汗。他知道今天单单是交出丹青铁券都不能善了了，一想到家中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孙子，平阳侯的心口顿痛了下，他浑身紧绷的力气松懈，整个人仿佛失去了生气。陛下，老臣愿意将手中10万大军兵权上缴，告老还乡，还请陛下念在老臣曾经为大圣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能够放过老臣一家。裴景帝依旧没有说话，还是平静地看着他，手指随意地敲打着昭昭的衣摆。龙龙，平阳侯真的认命了吗？不认命能怎么办？丝质龙袍祝9族可不是说着玩的。他现在要是不这么做，平阳侯府的人就得满门抄斩，谁让他是沈清的亲外公呢？沈清以前总是欺负娘亲，死了也活该。龙龙嗯了一声，忽然听到了惊天大秘密。小崽崽，不得了了，这沈清竟然是逼死你娘亲的凶手。什么？娘亲是他害死的？他威胁你娘亲说要打死你，除非你娘亲是自己自杀，他才会放过你。所以你娘亲是为了保护你才自杀的。他后来还想让人去找你，想要把你带到破庙里悄无声息的杀了。好在你提前被你爹爹捡走了，否则就连你也……昭昭小身板摇晃了下，小脸蛋煞白的毫无血色。皇帝听见了这段谈话，看向沈清的眼神如同冰刀子。原来竟是他害死了昭昭的娘亲呐，让荣景没有了媳妇，好得很呐！来人，将沈清给朕拖下去，凌迟处死，立即执行，将他的子女全部带来，现场观看。逼死昭昭的娘亲是吧？那就让你的子女也感受一下亲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慢慢死去的痛苦啊！陛下，陛下，微臣知错了，陛下，陛下。沈清被吓得大小便失禁，被御林军嫌弃地拖出了大殿。在场的大臣们猛地倒吸一口凉气，凌迟处死，竟然是凌迟处死！大圣朝还从未对官员们用过这么残忍的刑罚，这沈清真的是触怒了圣颜啊！昭昭抬起红红的眼睛看向裴景帝。龙龙，我怎么感觉黄伯伯在替昭昭报仇呢？他就是啊，他好像知道了你娘亲也是被沈清害死的。本来你黄伯伯没打算将他凌迟处死的，就是因为知道是他害你变成了孤儿，才要将他凌迟处死，帮你报仇的。昭昭闻言心中一阵温暖，将手中糊了鼻涕眼泪的绿豆糕伸向裴景帝。黄伯伯，你要吃吗？裴景帝看了眼那上面的不明液体，嘴角狠狠一抽。黄伯伯不饿，昭昭自己吃。那好吧。昭昭乖巧地收回来，又放回了盘子里。那昭昭给黄伯伯留着，等黄伯伯饿了再吃。谢谢啦，但是不需要啊，谁要吃小家伙糊了鼻涕眼泪的绿豆糕啊？平阳侯见到这阵仗，顿时浑身颤抖起来。陛下是不是下一个就要杀了他呀？平阳侯，朕将沈清凌迟处死，你没意见吧？平阳侯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喘。陛下乃是天子，陛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老臣怎么会有意见？裴景帝沉思地望着他，不知道在想什么。裴荣景眉眼动了动，知道这是皇兄在等着他求情呢。平阳侯必须死，但不是现在死，否则就寒了所有大臣的心了。陛下，平阳侯竟然愿意交出兵权和丹青铁券，还想要告老还乡，陛下何不就同意了？毕竟沈清私制龙袍的事情，平阳侯一无所知，也是无辜受到了牵连。陛下若是执意要诛了平阳侯满门，岂不是寒了众大臣的心啊？裴景帝别有深意地扫了裴荣景一眼，这家伙给沈清家里藏龙袍都不告诉他一声，真是给了朕一个惊喜啊！裴荣景则是笑着迎向他的目光。皇兄什么时候将龙袍放在沈清家里的？今天本想以谋杀摄政王和太子的名义将沈清处死，没想到皇兄竟然未卜先知了。深藏功与名的某只黄鼠狼此时正站在半山腰上，气鼓鼓冲空中喊：本大仙现在还外人情了，你下次不许再找本大仙了。裴景帝有些为难地看了眼平阳侯，沉默了半晌，终于缓缓开口：既然摄政王替你求情了，朕也念在你曾帮先帝打江山的份上，此次沈清私制龙袍之事就不牵连你了。他说罢大手一挥：海公公，速速带人去平阳侯府取丹青铁券和虎符老奴这就去。头疼了陛下这么久的兵权和丹
丹青铁券，今天一天就收回来2个，真是意想不到啊！陈玉石也丝毫不敢耽搁，后脚跟着海公公出宫去抄家去了。今天的早朝真是开得人心惶惶啊！大臣们一下朝就赶忙各自回了各自家中。钟永侯脸色很臭地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听到动静赶回来的苏怀瑾瞧着父亲一脸愁容，忍不住皱了皱眉。父亲，平阳侯怎么就突然落马了呢？陛下是不是早就……钟永侯吓得连忙站起身来，警惕地扫了眼书房外。以后在家不准再提那2个字。陛下今天能轻易地拿下平阳侯，真的是意外吗？怎么就那么巧？那龙袍是不是陛下找人放的？父亲，是不是那位想要……无论是不是，都跟咱们没关系。老夫手中的丹青铁券已经交出去了，如今手上只有5万兵权，那位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动老夫。之前觉得丹青铁券交出去了，是把保命符交出去了，如今想来，这怕是最好的结果。没了丹青铁券在手，陛下也不会一直盯着他钟永侯府了。怕是要变天了，以后府上的无论是下人还是少爷小姐，都要给我夹住尾巴做人。若是给老夫惹出了事来，看老夫怎么惩治他们。儿子谨记父亲教诲。皇宫中，皇帝的寝殿内，昭昭已经趴在龙床上睡得迷迷糊糊了。裴景帝和摄政王此时正坐在桌子前对弈，皇帝的暗卫从房梁上跳了下来，跪到了二人面前。陛下，平阳侯一家在扶风山下被人杀了。裴景帝闻言，挑眉看向裴荣景。荣景啊，你就这么心急吗？你就不能等他回到老家再杀吗？这刚出城就被杀了，那些大臣肯定怀疑朕了。裴荣景闻言诧异地抬起头，难道不是陛下派人杀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派去杀平阳侯的不是你的人？皇兄真会说笑，从下朝后，本王就被你拉过来下棋，什么时候下过命令？裴景帝和裴荣景眼底多了一丝震惊，不是他们，那会是谁？裴荣景忽然想到了沈府中的龙袍，沈清院子里的龙袍是皇兄找人埋的。裴景帝倏地站起身，朕都不知道你今天要状告沈清，怎么可能提前买好龙袍呢？朕以为是你做的，所以是有人想借我们的手除掉沈清和平阳侯。裴荣景蹙眉，沉思片刻道：可是他又怎么知道本王今天要让陛下搜查沈府？陛下，晏侍卫求见。海公公急匆匆从殿外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神色同样焦急的燕语。陛下，王爷，大事不好了！天牢里传来消息，贾太子和疯子死了。怎么回事？他们的死因和无尘大师一样，都是五脏六腑被吃干净，只剩下皮外的躯壳。属下怀疑，这又是南疆巫蛊师的手笔。天牢守卫森严，并未有人靠近过他们。仵作说，蛊虫应该是一早就在他们体内种下了。事情败露后，幕后之人定是用了什么办法推动了蛊虫。裴景帝坐回椅子上，神色说不出的冷沉。又是南疆巫蛊师，他到底想做什么？之前疯子说过，南疆巫蛊师似乎在找什么人，那个人对他来说一定十分重要。找人？哼，仅仅是为了找人，就在我大圣国如此大动干戈，真的只是为了找人吗？什么人能让他如此行事？裴荣景默默地听着，眸色渐深。南疆灭国之时，他才2岁，对于18年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莫非跟18年前灭国之事有关？朕记得18年前南疆被北戎灭国时，他们的小皇子刚出生，莫非那个小皇子根本就没有死？他找的人是南疆的小皇子？这件事臣弟会让人去调查清楚。今日不早了，臣弟先带昭昭回去了。裴荣景说着站起身，就要去抱走昭昭，衣摆忽然被人抓住，他回头。你回就你回，你再走朕的昭昭做什么？皇兄这话说的属实不讲道理。本王的女儿，本王为何不能带走？那是你女儿，但那也是朕的侄女，朕说不让带就不让带。裴荣景冷嗤一声，直接抱起了昭昭，出门时连个眼神都不给他，简直倒反天罡了。到底谁是皇帝？哎，他吃什么吃？你听见了吧？这个该死的东西，他竟然敢吃朕！海公公尴尬地抹了把鼻子。哼，你都要抢王爷的闺女了，人家吃你一声，不是很正常吗？夜深了，整个皇宫都陷入了寂静之中，偶尔会有巡逻的人走动，很快又安静下来。大白猫被疾风追着停在了一处屋檐上。死狗，你老追着本喵做什么？都跟你说了，本喵是公的，公的。嘿嘿，你疾风爷爷跨种族都不怕，还害怕性别吗？疾风爷爷是真的喜欢你，你就从了爷爷吧。疾风的这番无耻的言论彻底惹恼了大白猫，它猛地跳起来，落在疾风的后背上，就开始用爪子挠它。哎呀，哎
哎呀，轻点，哎，近点，不用这么热情。疾风爷爷知道你喜欢我，哎，喜欢你去死，你要不要去死啊？打是亲，骂是爱，你对我又打又骂的，是不是爱惨了我呀？娘的，死狗，看本庙的大威天龙！大白猫猛地跳起来，目光忽然瞥到不远处的影子。你娘呀，那是什么？大白猫径直掉在了疾风的背上。哎，看吧，刚才还说要打我的媳妇儿，这会儿竟然投怀送抱了。嘿嘿，就说死缠烂打有用吧？那两只臭老鼠竟然还不信，非得回去给他们炫耀一下不可。走，疾风爷爷带你去。闭嘴，死狗！大白猫扯着他的两只耳朵，逼迫他朝一个方向看去。我操，吓死你爷爷了！宫殿长廊的拐角处出现了一道白色的身影，他的四肢都被看不见的线提着，僵硬的往前走。白色的身影缓缓走出去2步以后，身着红衣的女人从他的身后飘了出来，她的双臂来回的摆动，身着白衣的少年就会跟着行动，僵硬的往前走。啊，那个人怎么看着那么像主人的哥哥呀？娘，那就是太子天下。走廊中的红衣女人飘着飘着，猛地扭过头，娘，吓死本喵了，那还是人吗？不好，他发现我们了，他过来了，快跑！疾风整个人紧绷的猛地转身，朝外弹跳跑走。大白猫紧张地抓着疾风的狗毛，被狠狠灌了一嘴冷风。死狗，慢点，本喵都快被你颠吐了。这还快啊？你不怕那鬼东西跑出来撕了你啊？疾风甩着舌头，一股脑地冲出了很远，直到远离东宫很远才停下来喘气。唉，太可怕了！那个女人是谁啊？她怎么会出现在东宫啊？还有主人的哥哥是怎么回事？喵怎么觉得那个女人很眼熟，像是在哪里见过？中永侯府的一处院子内，好烦啊！他怎么又哭了？天天折腾的我们这些下人也不好过。侯爷都亲口承认他是灾星了，现在整个京城的世家小姐都不愿意跟他玩，就连世子妃最近都不怎么来看他了。他能不哭吗？哭，他以为哭2声就能跟以前一样了。算了，别跟他计较了，我们快回去睡觉吧。2个婢女看了眼紧闭的房门，眼底闪过嫌弃，悄悄离开了门口。房间中漆黑一片，床上的苏慕瑶满头大汗。死！你们都该死！给本宫全部拉出去处死！下一秒，他瞬间张开了眼眸，漆黑的眼眸在黑暗的房间中扫过。这里是中永侯府。苏慕瑶，她茫然地低下头看向自己的双手，她的双手稚嫩小巧，根本不是她成年后的纤纤白指。我这是重生了。她记得嫁给了大她10岁的五皇子，五皇子登基以后，封她做了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可惜宫里那些女人不安分，她不过是杀了几个妃子，没想到竟然被朝臣称作妖妃。她记得她刚把静妃给做成人质，就被喜欢静妃的太监给捅了，所以她死了又重生了。本宫果然是天选之人，即便是死了，上天也会给本宫重来一次的机会。他哈哈大笑着，忽然扯到了脸上的红包，他立马抬手摸了下自己的脸。啊，怎么会？忽然他脑海中涌入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怎么回事？那个前世不是被沈清找人杀了吗？怎么会变成摄政王的女儿？想到这一世的种种，苏慕瑶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摄政王必须死，那个小也必须死！灾星！哼，本宫就让所有人好好看看，到底谁才是灾星。3日后便会有神将，寓意本宫是妇女，届时本宫会让国师收我为徒。前世他就想成为国师的弟子，谁知他竟然拒绝了他。这次他既然提前知道了神将地点，就一定会在神将上率先刻下自己的名字，谁也阻挡不了他成为皇后，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皇宫的公道上，疾风正驮着大白猫在黑夜中穿梭。死狗，你要带本喵去哪里？哇，当然是赶紧回去找主人了，那可是主人的大哥，万一出点意外，主人会伤心的。大白猫扯着他的耳朵一用力，迫使疾风停了下来。死狗，你是不是傻？你的主人能听懂我们说话吗？你就算去了，怎么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万一他稀里糊涂的跟我们去了东宫，遇到危险怎么办？那咋办啊？笨蛋，当然是出宫去找小崽崽啊！嘿，还是媳妇儿聪明。大白猫一爪子扇在他的狗脸上。你给本喵闭嘴，本喵才不是你的媳妇儿。嘿，媳妇儿说啥就是啥，出发。疾风嘿嘿一声，猛地加速。昭昭正在睡梦中，忽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舔自己的脸。大黄，走开，别闹！昭昭翻了个身，又继续睡了过去。大白猫忽然跳到床上，伸出自己毛茸茸的尾巴，在昭昭的鼻尖上蹭了蹭。小崽崽，快醒醒，出大事了！你的太子哥哥现在很危险。啊，太子哥哥！昭昭刚睁开一条缝，就看到了大白猫。啊，喵喵，真的是喵喵！你不是在皇宫吗？怎么会来看昭昭呢？
大白猫焦急地跳下床，又坐到了疾风的后背上。小崽崽，你太子哥哥现在危机万分，需要你帮忙救救他。疾风哈着气说道，眼睛却已经笑成了月牙。嘿嘿，媳妇儿主动坐到我背上了。大黄听到动静，也和皓月跑了过来。啊，危险！什么危险？谁要害小丫头？敢伤害小主人，皓月让娘亲咬死他！大白猫嫌弃地瞥了眼大黄和皓月，这只狗是谁啊？小崽崽的看门狗吗？长得可真丑。他不由得低头看了眼疾风，还是死狗长得倔。大黄眉头紧锁，怎么觉得这只公猫看他的眼神格外嫌弃？他认识他吗？小老鼠也从床底下钻了出来。七七，不是要害小丫头，是有人要害小丫头的太子哥哥。七七，没错，谁要害太子哥哥？有女鬼要害你的太子哥哥，他提线木偶，他把你太子哥哥当成了提线木偶。爹爹，事情就是这样，真的不是昭昭故意半夜爬上您的床头吓唬您的。昭昭说完，悄咪咪地瞅了眼裴荣景黑如锅底的神色。完蛋了，爹爹不会真的生气了吧？这次真的不怪王爷啊，饶是谁半夜怀里突然钻进来一个小东西，也得吓一跳吧。更何况刚睁开眼就看到床边不是狗就是猫，枕头旁还蹲着2只小老鼠，头顶倒挂一只乌鸦和猫头鹰。裴荣景神色不善地瞟了眼围在床边的小动物，感觉自己的承受能力不是一般的大，还好不是蛇。烟雨，你先带小郡主去马车上等本王，本王稍后就到。是王爷。小郡主，您快跟属下走吧，王爷穿好衣服就会跟你一起进宫。那好吧，爹爹，那昭昭先走了。昭昭1步3回头的出了房门。烟雨叔叔，爹爹是不是胆子特别小啊？昭昭醒来的时候都没有被吓到呢。爹爹比昭昭还要胆小呢。烟雨紧咬着后槽牙，硬是憋着没说话。小郡主啊，你知不知道王爷的耳力很好啊？即便你走到了院子里，他也能听到。房间里正在穿衣服的裴荣景听到昭昭的话，额头青筋暴跳，真是个漏风的小庙啊。马车上，裴荣景见昭昭不停地掏出数不清的瓶瓶罐罐，忍不住问道：你那这么多药做什么？这个是化骨散，这个是千机毒，这个是噬心膏，还有这个是绝魂露，这都是昭昭准备防身的毒药。敢伤害太子哥哥，昭昭一定会让他痛不能生。小郡主是痛不欲生，管他能不能生呢，反正就是不能活。这些都是秦谷主教给你的？才不是哦，这可是昭昭照着师傅给的医书改出来的。师傅给昭昭的大都是治病救人的，也有毒药，但是那些毒伤害性很低。昭昭就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东西。嘿嘿，小郡主真是个天才。昭昭被夸得小脸一红，不好意思地拿出2瓶毒药塞给了红英和荔枝。这是千机毒和化骨散，荔枝姐姐和红英姐姐拿着防身吧，要是不够了就找昭昭要，昭昭还能做好多哦。多谢小郡主。裴荣景正襟危坐，故作镇定的不去看昭昭。红英和荔枝都有他闺女给的毒药防身，那他这个做爹爹的岂不是更多？裴荣景等了半天也不见昭昭给他，不由得有些疑惑的看过去。昭昭，爹爹没有吗？爹爹那么厉害，还需要毒药防身吗？裴荣景一时之间竟有些一言难尽。闺女这是在夸他，可他为什么就高兴不起来呢？王爷这是吃小郡主的醋了。红英和荔枝憋着笑，同时将手中的瓷瓶递了过去。王爷不如将我们的拿去。裴荣景凉飕飕地瞟向他们。不必了，没听到本王的女儿说吗？本王这么厉害，才不需要。伦伦，我怎么感觉爹爹好像有些生气了呀？别怀疑，他就是啊。为什么？要不你给他2瓶毒药试试？小崽崽的爹，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昭昭偷瞄了眼摄政王，忽然眯起眼睛笑了起来，从面前拿出2个小瓷瓶递了过去。裴荣景忽然看到了眼前多了一只小手，不由得一愣，看向了昭昭。嘿，昭昭觉得就算爹爹再厉害，也要有毒药防身的，万一能用到呢？裴荣景欣慰地将小瓷瓶接了过去。不愧是爹爹的好闺女。他甚至还傲慢地用眼神扫了荔枝和红英一眼，仿佛在说：看吧看吧，本王的女儿对本王才是最好的，你们只有1瓶，本王有2瓶。怎么突然觉得王爷有点幼稚了？这时马车停了，外面响起了大黄和疾风的狗叫声。昭昭第一个跳了下去，大黄十分准确地接住昭昭。妈，小丫头，不是本王赢不过那只土狗，是本王要驮着媳妇儿，没办法接你。
扭。大白猫气得一爪子打他脑门上。你给本喵闭嘴！本喵要不是被女鬼吓得腿软，才不用你背。嘿嘿，媳妇儿还害羞了。呸！不要脸，不害臊。疾风和大白猫齐刷刷回头。死土狗，你闭嘴！大黄气得直哼哼，呲着牙。想打架？疾风凶狠地亮起了獠牙和爪子，大黄猛地收回呲出去的牙，若无其事地驮着昭昭扭头就走。昭昭捂着嘴偷笑，却不想身后忽然响起急促的呼喊声：“小郡主！”大黄脚步一顿，回头望去，就看到阿玉不知何时已经追来了，他的身后还拖着一个拖油瓶。裴荣景从马车上下来，看到阿玉和他身后的姜慈州，你带他来干什么？我以您有所不知，少爷他……阿玉心急如焚，来不及解释清楚，就带着姜慈州跑到了昭昭面前。小郡主，还是交给你吧。阿玉，裴荣景正欲发怒，忽然瞧见姜慈州的神色不对，也顾不上说教阿玉。他这是怎么了？少爷醒来就这样了，别看他睁着眼睛，实际上无论属下怎么喊他都没反应，就像活死人。昨夜不是还好好的？属下也不知，属下从昨夜就一直守着少爷，从刚才醒来就这样了。属下实在没办法，这才去了王府找小郡主，谁知你们竟然来了宫里，属下这才找过来。昭昭仰起头看了眼姜慈州的情况，美人叔叔，原本如同活死人般麻木的人，忽然眼珠子动了动，与昭昭对视到一起。阿玉激动的差点喜极而泣，属下就知道来找小郡主找对了，属下喊了那么久，少爷都没反应，小郡主喊了一声，少爷都开口说话了。少爷没事，真是太好了。阿玉哭嚎起来，刚才诡异的氛围瞬间和谐了。美人叔叔，你是饿了吗？有了半天，他也没说出后面的话。昭昭和裴荣景等人满头疑问，阿玉在旁边急得团团转。少爷，你倒是说完呐，有什么？姜慈州再次陷入了麻木中，对于阿玉的话好似听不到。昭昭没办法，又扯了扯他的衣摆，指了指自己身后的皇宫。美人叔叔，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你吗？有。姜慈州点点头，期待地看着昭昭，又指了指皇宫的方向。仔带我进去。裴荣景气的咬牙切齿。什么你的仔仔，这是本王的闺女。姜慈州连个眼神都没给他。进去。就在这时，众人只感觉头顶有一阵风吹过，全部齐刷刷抬头，就看到不知何时，他们的头顶上空竟然出现了一道白色的身影。刚才那是国师吗？没错，就是国师。阿玉连忙点头附和。国师大半夜来皇宫干什么？燕语的话瞬间引起了众人的好奇。裴荣景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神色变换了下，也不去和姜慈州计较了，直接牵起昭昭的另外一只手，平静地看向皇宫。进去吧。国师此时进宫，估计和东宫脱不了干系。裴荣景派了燕语去通知裴景帝，自己则带着昭昭他们率先去了东宫。疾风来到他们之前待的地方，之前太子出现的位置就是那里。裴荣景点了下头。王爷，东宫不正常，按理说此时应该有巡逻的守卫在，可是属下进来这么久，别说守卫了，就是连个职业的宫女都没有见到一个。该不会东宫里的人已经全部被……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啊，不会吧？那太子岂不是凶多吉少？阿玉刚说完，就感觉自己如坠冰窖。裴荣景冷飕飕地收回视线，带着几人继续朝里面走。整个东宫寂静的可怕，就连夏天的虫鸣声都没有。快看，是国师！此时国师正安静地站在门口，手中端着一个黑金色的罗盘。你这还不出来！诡异的笑声忽然从殿内传出，刺得人脑袋疼。龙龙，这声音好难听。小崽崽，不得了，你们的世界竟然还有那种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不等龙龙说完，殿内忽然飞出了2道身影，准确的说是一个女人提着傀儡似的太子飞了出来。太子失去了意识，脑袋垂在胸口，红衣女子飘在他的身后，那张仿佛碎布条拼凑出来的脸赫然展现在众人眼前。阿玉吓得直接蹦了起来，下意识地跳到了身侧之人的身上，好像一只树袋熊挂在红英身前。红英涨红着脸，直接将阿玉从自己胸口扯下来。流氓！阿玉捂着脸委屈地看着红英。你怎么还打人呢？打的就是你！红英气得不轻，抡起胳膊就想再下手。王爷，小郡主，你们快管管他！昭昭和裴荣景对视一眼，默契地转过身，假装没看见。别以为我小就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刚才他就是耍流氓，抱了红英姐姐，
阿玉见他们谁也不帮他，吓得赶紧躲到了江慈洲身后，指着红英气急败坏道：你这么凶，小心以后嫁不出去。老娘要你管！红英拔出腰间的短刃就要去扎他。少爷快保护我，这疯女人要杀了我，我可是你最可爱的护卫啊！阿玉尖叫着绕着江慈洲跑圈圈，江慈洲被他弄得有些烦得皱起眉头，伸出手猛地抓住阿玉的手腕，挡在了红英身前。阿玉感动不行，还是少爷最好了。红英皱了皱眉，不悦地盯着江慈洲。江大人是想护着他？不，烦。江慈洲结巴地说完3个字，抡起手将手中的阿玉甩飞了，在空中化作了一道流星。红英嘴角一抽，忽然冲江慈洲欣赏地笑了。果然是的，江大人最可爱了。这边的闹剧刚结束，那边的红衣女人和国师已经打在了一起。国师明显游刃有余，却又没有立马解决掉红衣女人，反而在顾忌什么。爹爹，怎么办？太子哥哥在那个女人的手上，国师都不能完全出手。昭昭都能看出来，裴荣景自然也看出来了，只是他的目光一直盯着红衣女人的脸。温贵妃早已经死了，那现在这个女人又是谁？她操纵的太子又出现在东宫，究竟为了什么？红英、李芝，保护好小郡主。是。国师见到裴荣景，神色严肃了不少，呵斥道：回去，他不是你能对付的。国师，这是何意？就在他与国师说话间，红衣女人的攻击到了眼前，国师眼底划过看戏的神色，竟然没出手。裴荣景立即抽出软剑迎了上去，结果软剑砍在红衣女子的身上，竟然如同砍在了玄铁上，他的软剑竟然4分5裂。这怎么可能？他猛地抬头看向红衣女子，见对方不仅没有受伤，就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损坏多少，衣服被砍出了一条缝，露出了她里面的肌肤，竟然是青灰色的，根本不是正常人的皮肤。我的个亲娘哎，这个女人是什么怪物啊？剑竟然对她无用。她的皮肤怎么会是青灰色的？她还是人吗？大黄和疾风的声音忽然在昭昭脑海中响起。她不是人，她是尸魁。龙龙，尸魁是什么？龙龙想不起来了，就是看到她时，脑海中突然蹦出来这2个字。好吧。昭昭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红衣女人疯狂地笑了起来，手中的丝线灵活地操控着。太子忽地抬起头，食指成爪，照着裴荣景的胸口掏来。国师嫌弃地瞥了眼裴荣景，手指间夹着一张黄符，猛地贴在了太子的额头上。刚才还在攻击状态的太子，整个人像是被按了暂停键，直接停了下来。红衣女人疯狂地大叫着，双臂不停地扯动手中的丝线，但太子却纹丝不动，根本不再受他的丝线控制。国师冷哼一声，现在老夫就收了你。红衣女人眼底闪过慌乱，头颅扭曲的转过，红眸锁定住不远处的昭昭。香，好香，吃了它就能赢了这老贼。红衣女子疯狂地尖叫着冲向昭昭，国师瞳孔一缩，身影如风般追了上去，但还是快不过逃命的红衣女人，就连上前阻拦的红英和荔枝都被她一甩衣袖甩飞了出去。眼看着她的手即将触碰到昭昭，下一刻她的爪子就被昭昭身后的江慈洲平静地握住。这人谁呀？裴荣景从国师身后走了出来。大理寺少卿江慈洲。不对呀，他一个凡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呢？国师不解地捋着胡子，嘟嘟囔囔了句。昭昭与近在咫尺的红衣女人对视了眼，忽然伸出手，啪啪啪把她的脸甩得飞起，最后一巴掌竟然将对方给甩飞了出去。昭昭叉着腰，气鼓鼓道：哼，坏人，你刚才是不是想要杀了昭昭？荔枝等人猛地倒吸一口冷气。坏了，小郡主的秘密暴露了。国师咔嚓一声闪了老腰，他哆哆嗦嗦指着昭昭，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果然呐，他果然不是个正常人，他那个娘就不是个人。尸魁狠狠砸在了赶过来的裴景帝脚边，着实吓了众人一跳。海公公还以为是刺客，连忙挡在了裴景帝身前。什么人？见到陛下还不赶紧下跪？尸魁缓缓抬起了僵硬的头颅，冲海公公露出一个瘆人的笑。跟在裴景帝身后的御林军全部戒备地看着尸魁。他怎么长得那么像温贵妃？陛下，陛下！海公公哆嗦的不行，温贵妃是他亲眼看着勒死的，现在竟然活生生的倒在他的眼前，这不是鬼是什么啊！尸魁猛地尖叫一声，张开双手仇视地朝裴景帝扑过去。御林军连忙上去阻挡，却还没靠近就被尸魁的爪子一拍，直接砸飞出去。
尸魁张开狰狞的大口，冲向裴景帝。千钧一发之际，国师终于再次动了，手中罗盘猛地丢到空中，从中射出无数的金光，好像天罗地网，将尸魁困在其中。尸魁发疯似的撕扯着光网，却被光网上面的金光烧得直冒烟。孽障，还敢造下杀孽！本国师现在就收了你！说着，他双手掐诀，一张符纸从他手中飞出，带着点点火星子钻进了金色的光网中。火符刚一接触到尸魁，火焰噌的一声窜了半米高，尸魁发出凄厉的惨叫，逐渐被火焰吞噬殆尽。龙龙，国师这么厉害的吗？他能烧了尸魁，在你们人类当中真的很厉害了。昭昭看着国师的眼睛都在放光，尤其是看到那罗盘飞回国师手中时，竟然还有点痛心疾首。龙龙，你说昭昭当初怎么没有把这罗盘给收过来呢？那东西一看就好厉害。你现在可是他的小徒孙，以后有的是机会。昭昭瞬间被安慰到，再次看向罗盘的眼神越看越喜欢。怎么突然感觉有点冷啊？他连忙掐指一算，奇怪了，怎么算不出来呀？裴景帝绕开那团黑漆漆的印子，快速走到国师跟前。国师，刚刚这是怎么回事？为何朕的御林军伤不了他？昭昭捂着小嘴，想说又不敢说，害怕爹爹把他当成怪物。国师捋了捋胡须，御林军当然伤不了他，因为他是尸魁，身体强悍程度不亚于玄铁铸造的兵器。哦，竟是这般厉害吗？那若是这样的东西有很多，他大圣国岂不是威仪？你当炼制尸魁是大白菜呀？炼制尸魁极其耗费炼制者的心血，更何况上千具尸体中都不一定能炼制出来一个。如此朕也放心了。可是这东西为何会出现在东宫之中呢？还纠缠上了太子。国师看了眼裴景帝，掐指算了起来。太子，这是无妄之灾。这东西想要找的是你，并非是太子。想必你刚才也认出来了，这便是前些日子被你处死的温贵妃。想要将尸魁修炼得更加厉害，必须完成死者生前之愿才行。这尸魁的执念就是带走陛下啊！带走朕。裴景帝狠狠吞咽了下口水，回想起那尸魁的狰狞可怖的面容，整个人都不好了。没错。国师说完，这才咳嗽声继续道：但是陛下有龙气护体，他自然没办法靠近你。太子近些日子定是去了些什么阴气较重之地，这才被尸魁缠上。裴景帝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眼还被黄符定在原地的太子。那太子现在如何了？无碍，只是阴气入体，容易引来邪祟。本国师现在就替他驱除体内的阴邪煞气。国师走到面前，将符纸绕着太子转了几圈，符纸竟然轰的一声自己燃烧起来。随着黑色火焰的消失，太子身上众人看不见的黑气也都溢散了。国师这才将他额头上的符纸取了下来。太子并未苏醒，而是被身后的侍卫接住。带太子下去好生休息，今后切莫再去任何阴气重的地方。另外，这道符纸给太子贴身带好。侍卫接过国师手中的符纸，恭敬地扶着太子回了寝殿。好了，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乏了，本国师也要回去睡觉了。国师伸了个懒腰，准备往外走，目光落到了姜慈州身上，忽然整个人一顿，白发红瞳，这是旱魃呀！国师的神色变幻莫测，准备上前仔细查看一番。姜慈州已经抱着昭昭蹲在了黑灰旁边，那里躺着一颗绿莹莹的石头，他指着绿石头的位置，吃。昭昭愣了愣，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你说你想吃那个？昭昭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个不能吃啊，很脏的，吃了会闹肚子的。但是姜慈州径直伸出手抓住了绿石子，直接一丢，送进了自己口中。爹，不好了！美人叔叔吃了尸体里的东西。裴荣景连忙走了上来，目光莫测地检查起姜慈州的情况。这怎么什么都吃？喝血就算了，怎么连尸体里的东西都吃了？国师却眯了眯眼睛，目光在姜慈州和昭昭身上来回扫视。这丫头命格奇特呀，本应该是早死的命格，即便当初她娘偷了我的还魂丹给她，也不可能将她养得这般好。还魂丹只能维持她的魂魄不散，但她出生后一定会缺少6时，对爱恨、疼痛、喜悦等感知迟钝，在常人眼中会显得有些痴傻才对，断不可能像现在这般
聪明伶俐，还会坑我的宝物。国师又忍不住掐指算了起来，只是这一次他刚开始算，就猛地吐出一口血。啊，这小丫头的命格又变了，甚至变得我都无法窥探的地步。国师，你还好吧？国师该不会刚才和尸魁战斗受了伤吧？哎，本国师能有什么事啊？还不是天气太热，有点上火。哎，上火不是应该流鼻血吗？国师大人怎么是吐血呀？咱家知道了，国师乃是天外之人，与我等凡夫俗子不同，自然不会是流鼻血了。海公公拍完马屁，期待地看着国师，等着被夸奖呢。谁知道刚对上国师的眼神，就感觉到了浓浓的杀气。他吓得抹了把脑门，怎么感觉国师的眼神也不像是要夸他呀？哼，3日后便是天降启示，本国师届时会宣布收小郡主为徒弟，举办收徒大典。国师说罢，一甩衣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临走时还别有深意地看了眼江慈洲。汉魃将士还如此亲厚小丫头，也不知道是福是祸。3日后天降启示，一切便会明了。回到摄政王府，已经快要天亮。昭昭打了个哈欠，回房间睡觉。他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半下午。姐姐，不好了，小丫头，你带回大理寺的小金鱼快死了。他说他离开家太久，再不回去就会死掉。小老鼠的话刚说完，昭昭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小金鱼，糟糕，昭昭竟然把答应送小金鱼回家的事情给忘记了。他俩忙从床上提着裙子跳下来，刚动了下，就感觉有什么东西拽住了自己的裙摆。他垂眸一看，不是美人叔叔又是谁？去哪儿？昭昭扶着江慈洲从地上起来。美人叔叔，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睡在地上？去哪儿？仔带我。我要去找小金鱼，你要一起去吗？去。昭昭没办法，只能任由他像个挂件跟在自己身后。听到动静的大黄皓月还有猫头鹰也追了上来。昭昭刚跑出去，就被红英和荔枝挡住了去路。小郡主，您这么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儿？去大理寺，我要去把小金鱼送回家，不然它会死掉的。红英和荔枝对视一眼，属下跟您去。昭昭没有拒绝，坐上了马车，朝着大理寺去了。马车缓缓在大理寺门口停下，红英看了眼像个大型犬缩在昭昭身侧的江慈洲，无奈地揉了揉眉心。小郡主，您还是在马车上等着属下吧，属下替您去取小金鱼。昭昭也不想拖着这样的美人叔叔下去，只好点点头答应。红英跳下马车后，找了一个衙役说了几句，让他进去通报。结果等了片刻，从里面出来的竟然是阿玉。哎，这不是王府的红英姑娘吗？你怎么在这里？红英不善地瞪着他，想到昨天的事情，恨不得再给他帮两拳。男人婆，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再打我了，这里可是大理寺，你信不信？你再动手，我跟你不客气。滚！红英冷哼了声，目光看向了大理寺内。阿玉不解地上前一步，同样看向门口。你在等谁啊？跟你有关系吗？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倒是很乐意效劳。红英伸手推开他，一边带着去。啊！你这个女人真的是……阿玉气急败坏地指着红英，还想说什么，忽然看见了楚云抱着鱼缸从里面走了出来。哦，原来你是来找楚云的。说，你和楚云什么关系？阿玉八卦的不行，被红英一拳砸在鼻子上。你要再敢乱说一句话，小心本姑娘拆掉你下巴。这个女人出手怎么这么狠呢？楚云见到红英，笑着将鱼缸递给他。红英姑娘，下次需要什么，尽管让人来通知楚母便可，不必亲自上门的。他说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是小郡主要来，属下这才跟了过来。原来是小郡主啊。多谢楚大人，红英还有事，先行告退。红英说完，抱着鱼缸再次返回了马车。等等我家少爷是不是去了王府？阿玉紧跟着，像个跟屁虫似的追了上去。阿玉刚准备跟着红英身后上马车，想跟着就自己走，马车可坐不下那么多人。我说，你这个女人会不会太冷血无情了？我就赠个马车都不行。刚刚对楚云的时候明明挺温柔的，怎么面对我就这么凶巴巴的？不怕江大人将你再次甩飞，你就进来。阿玉对上江慈洲嫌弃又冷飕飕的双眼，顿时打了个激灵。哼，不做就不做，我就不信我跑得没有马车快。少爷自从变傻后，你变得太恐怖了，动不动就甩飞我。少爷是不是不爱我了？我已经不是少爷最喜欢的属下了。
马车上，鱼缸被昭昭小心翼翼地抱进怀里，里面的小金鱼已经翻开肚皮，看起来跟死了差不多。鱼鱼，昭昭现在就送你回家，你能告诉昭昭你家里的具体位置吗？小金鱼一听回家，立马一个鲤鱼打挺活了过来。哼，小崽崽，你还记得鱼鱼吗？记得呢。鱼鱼就不要和昭昭生气了好不好？鱼鱼只记得住在长乐坊附近，要不小崽崽先带鱼鱼去那附近的河滩看看，说不定鱼鱼能想起来。好。到达长乐坊下游的河边时，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小郡主，再往前就没有路了。小金鱼在鱼缸中跳起来，视线扫了眼周围，忽然用尾巴指着远处的一处断桥下。找到了，鱼鱼的家就在那下面。昭昭抱着鱼缸，带着红英他们走到了断桥下。荔枝先上前查看了下情况，这才返回来。小郡主，前面有暗流，石头上也长满了苔藓，您过去不太安全，还是将小金鱼交给属下去放生吧。马车上，他也听到了小郡主说话，只当他是孩子天性，胡言乱语，并未想过他在跟小金鱼沟通。如今到了这里，也只是以为昭昭是想要放生小金鱼。小崽崽，我的家到了，我已经看到我娘亲来接我了。昭昭也看到了河里隐约露出来的金色尾巴。不用了，荔枝姐姐，昭昭就在这里放它出来。昭昭直接蹲下来，将小金鱼放在了最边缘的水里。小金鱼一触碰到水面，立马朝着深处游去。就在昭昭以为就此别过时，小金鱼又游了回来，身后还跟着一条比它大了数十倍的大金鱼。小崽崽，娘亲听说是你救了鱼鱼，非要来感谢你。大金鱼啥话也没说，冲昭昭的方向吐出一把金钥匙。哈哈，谢谢你救了我们的鱼鱼，你们人类最是讲究恩情回报，这是我的谢礼。这把钥匙是我无意间所得，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不过它通体金色，上面还镶嵌了宝石，一定会很值钱的。昭昭蹲下去，将被水冲过来的金钥匙捡起来拿在手里，刚入手他就感受到了钥匙上似乎有气体波动了下。这是好东西，快给龙龙吃。昭昭一听龙龙的话，眼睛都亮了。谢谢你，大金鱼。大金鱼和小金鱼在水中欢快地游了起来，然后朝着远处游走。小崽崽，希望我们还会再见面。红英和荔枝等人震惊地看着昭昭手中的金钥匙，有些难以置信。刚才是条金鱼给小郡主的，小金鱼还会感谢了，还送礼物感谢，确定不是我们出现幻觉了？龙龙早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从昭昭的脑袋中冒出来，一口就将钥匙给吞进了肚子里。红英和荔枝眼睁睁看着昭昭手中的金钥匙眨眼间消失不见，两人十分默契地对视一眼。起猛了，没睡醒，出现幻觉了。一行人送完了金鱼，就开始往回走。刚走到半道上，就碰到了追过来的阿玉。阿玉有些害怕姜慈洲，但是又想靠近，胆小的缩在了红英身后。小郡主，我家少爷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啊？昭昭也有些迷惑的挠挠头。龙龙，美人叔叔怎么还不恢复记忆呀？是不是血吸的不够多？还不够多啊！那群刺客都快被吸成人干了。他看向阿玉，两根食指互相戳了戳。可能时间太短了，要不你再等等看。阿玉叹了口气，好吧。震耳欲聋的声音忽然在田间响起，众人被这声音吓得整个人都缩了一下。哎，小崽崽，你快看，那是什么？好漂亮啊，还在发光呢！大黄驮着皓月，激动地冲向了不远处的田间。然而那田间之中竟然矗立着一块成人高的巨石，巨石光滑圆润，散发着莹莹白光。众人好奇地围了过来。这是什么？难不成是巨型夜明珠？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刚才那声巨响，众人都听见了。只是巨石砸下来时并未发光，反而是在落地后才开始散发出莹莹白光。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石头比刚才好像亮了一些？红英敏锐地觉察到巨石上光芒的不同。昭昭早已经手脚并用地爬到了巨石的半腰。夜明珠，好大的一颗夜明珠！姜慈洲站在昭昭身后，歪着头看向巨石。有字。昭昭一愣，回头看了眼姜慈洲，又将目光顺着他的手指看向了巨石。果然在他趴着的左下方雕刻着一排小字。昭昭凑近了看起来，字体很小很复杂，他根本看不懂。龙龙，这上面写的什么呀？龙龙看不懂，龙龙不认识字啊。
昭昭也不识字。阿玉好奇地凑上来，贴近了那些字体，仔细地端详了片刻。忽然，眼前的字体开始旋转，最后变成挥动的巨蟒，猛地从石头中冲了出来，想要一口将它吞下。阿玉叔叔，这上面写了什么？空灵的声音在阿玉的脑海中响起，瞬间击溃了那巨蟒的血盆大口。阿玉猛地回过身，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冷汗。红英好笑地看着他，原来你竟然不识字啊！阿玉压根没心思理他，心脏砰砰砰巨响，还在回想刚才看到的画面。红英见他半天没反应，以为他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竟然好心地安慰道：放心，我们又不会嘲笑你。他说完，走到前面朝那些字符看去，仅仅一眼，他就像阿玉一样，整个人僵硬在了原地。这是……若不是荔枝及时地扶住他，此时的红英早已经倒在了地上。荔枝好奇地朝那些字符望去，不要看！他的神色太过严肃，荔枝瞬间意识到了危险，连忙拉着他后退。你刚才看到了什么？我刚才看到我眼前出现一扇门，里面全是残肢断臂，有人在吃这些。红英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甚至开始反胃。阿玉则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我看到是一头巨蟒，它张着血盆大口朝我扑过来。荔枝不由得皱了皱眉。我曾经听暗卫营的前辈说过，在曾经的南疆国有一种迷药会令人致幻，看到自己最为恐怖的东西。怎么又是南疆国？他们是怎么将这么大的石头放在这儿的？阿玉蹲下身，皱着眉看向巨石的四周，并未发现什么可疑的脚印，而且石头刚才才落地，那在之前他又在哪里？天上吗？阿玉抬头看了眼半空，也什么都没发现。好吃好吃。他们齐刷刷向昭昭看去，就见昭昭不知道何时已经站在巨石旁啃石头。小郡主，这东西不能吃啊！快拉开小郡主！红英和荔枝面色大变，连忙冲过去将昭昭从巨石上拉开了。结果一看，好家伙，刚才的字符竟然被昭昭给啃得一干二净，连一点印子都没了。小郡主吃了一些字符，不会有事吧？昭昭猛地回过神儿，眨了眨眼睛，看着眼前的几人。荔枝姐姐，我的烧鸡呢？怎么不见了？小郡主，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不舒服？没有啊。昭昭感觉自己充满了力气，就是有点饿了。嘿嘿。红英终于松了口气，下一刻，他们又不得不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们竟然看到原本站在昭昭身后的姜慈周竟然伸手直接捅进了巨石中，还从里面掏出来一颗圆溜溜的球，球体发着耀眼的白光，而原本发光的巨石此时瞬间暗淡下去，好似变成了普通的巨石。这是什么？还有少爷，你是怎么将手伸进巨石里的？少爷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啊？那我这个侍卫还有什么用武之地啊？少爷醒醒以后会不会第一时间抛弃我啊？姜慈周根本不理他，捧着那颗圆溜溜的发光球递到了昭昭面前。给在。昭昭欣喜地看着圆球，这比淮南王给他的那颗夜明珠还亮。昭昭刚伸出手去接圆球，下一瞬间，圆球就从姜慈周的手中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不是，球不见了。没人啊，幻觉吗？可是刚才那东西就真真实实待在姜大人的手心中啊。龙龙打了个长长的嗝，昭昭嘴角一抽。龙龙，下次不许直接偷吃了，你都吓到了荔枝姐姐他们了。传说中的云游子道长来到咱们大圣国，听说是要寻找天上的神女转世呢。传说神女转世可以为天下百姓带来福运，使得国家繁荣昌盛。大圣朝不知从哪儿传出来这一条消息，顿时引爆了整个圣京城。云游子就是那个在百岁山上号称活了几百岁的道长。那还能有假呀？听说他今天就会带着神将天启进宫面圣呢。可有说这神女转世是哪家的小姐啊？小道小姐，据说就是前阵子被传出是灾星的钟永侯的苏沐瑶。皇宫中，昭昭又一次被裴景帝抱着去上朝。微臣参见殿下。平身吗？昭昭惬意地啃着鸡腿，悄咪咪扫了眼正襟危坐的黄伯伯。姥姥，你说黄伯伯为什么每次上朝都要带上昭昭呢？昭昭又听不懂什么朝会。不知道啊，龙龙总感觉他藏着秘密，等龙龙听听他的心声。裴景帝闻言，顿时身形一僵，为了不被龙龙窥探到心声，裴景帝马上在心中开始碎碎念：昭昭爱吃鸡腿儿，昭昭爱吃鸡腿儿，昭昭爱吃鸡腿儿。下次给昭昭备上更多更好吃的鸡腿儿。上朝带着昭昭，朕看那些大臣的时候，心情都好了。没有昭昭在，朕是一天也不想上这个破朝了。龙龙，你听到了吗？黄伯伯为什么每次都要带着昭昭呀？
你黄伯伯觉得带上你上朝都有动力，你就是黄伯伯的精神支柱。就是这样，没错，小崽崽就是让人心情美妙。原来在黄伯伯心中，昭昭这么重要啊！吓死朕了，差点以为那邪祟要发现我能听见他们的心声了。海公公从殿外急匆匆走了进来。陛下，百岁山道长云游子求见。安静的朝堂因为海公公这一句话顿时沸腾起来。百岁山的云游子就是当年那个与国师齐名的道长。云游子道长此次下山来我们大圣国干什么呀？你们没听说吗？云游子是带着神将天启来的，据说还要找什么神女转世。真的是神将天启？哎呀，这次终于轮到我们大圣国了吗？传言中，若是得到神将天启的国家，未来的3年都会风调雨顺，什么灾难都不会发生。请进来。是。海公公立马转身朝着殿外大喊：有请云游子道长觐见。裴景帝眯了眯眼，暗卫已经将传言全部告诉了他。云游子竟然说钟勇的孙女是神女转世，他怎么不信？他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钟勇后，果然瞧见他满面春光，神采奕奕的，一点也没有前几日被收走丹青铁卷时的萎靡之色。钟勇侯仰着头，就等着云游子进来呢。昨日瑶儿突然找上他，说他梦见自己乃是天上的神女转世，她会给大圣朝带来繁荣昌盛，乃是上天注定的奉命。他起初是不信的，但是他说了几件即将会发生的事情，竟然全部都对了，这让他不得不相信。尤其是传闻中的百岁山云游子，竟然真的出现在了大圣国，寻找神女转世。他现在已经彻底相信了瑶儿。门口忽然闪现进来一个身着白色道袍的道长。龙龙，这个就是云游子道长吗？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跟国师一样哎。小崽崽，你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这老头心里正想着一会儿怎么害你呢。可是昭昭并不认识他呀，他为什么要害昭昭呢？他这会儿换想法了，准备告诉你黄伯伯，他找到神将天启的神识。裴景帝刚才还和颜悦色的表情瞬间冷了几分，淡淡的看着云游子，无形的让后者感受到一丝敌意。云游子微微皱了皱眉，旋即觉得自己多想了。参见陛下，老道昨日夜观天象，算到神将天启已经降落在大圣国，今日一早就将天启找到，此刻已经带进了宫，就在殿外放着。还有那神女转世之人，此时也在殿外等候。那就麻烦云道长让人将天启带进来吧，还有那位神女转世。云游子闻言僵了僵，总觉得这大圣皇帝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儿，尤其是他提到神女转世时语气说不出的怪异。是。云游子并未多说什么，转身朝殿外的人招了招手，立即有人抬着1人高的被红布包裹着的巨石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神女转世的苏沐瑶。巨石刚一被抬上来，朝堂一片哗然，竟然真的是神将天启，没想到这一次的神将天启真的落到了大圣国。苏沐瑶跟着众人行了个礼，就安静地站在了一旁，目光有意无意地偷看一眼上面的裴景帝。裴景帝年轻的模样竟然和五皇子如此相似，想到五皇子裴清照，苏沐瑶的脸颊泛起了不自然的红。也不知道现在五皇子是个什么模样，前世一直到她嫁给五皇子，她都没有机会见到过对方。既然这次重生了，她一定要想办法提前接近五皇子，为以后她成为太子铺路。巨石被人放在了大殿中央，裴荣景看着那块巨石眯了眯眼。这真的是神将天启？陛下请看，这就是神将天启，上面不仅有神女转世的提示，还有庇佑大圣的神语。红布被猛然掀开，巨大的玉石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正在啃鸡腿的昭昭猛地坐直了身体。龙龙，这个怎么那么像我们那天夜里见到的巨石呢？不是像，这就是那天见到的巨石。你看，那上面还有你啃出来的牙印啊！龙龙别胡说，昭昭怎么可能啃得动石头呢？就是你啃的，当时你的暗卫和美人叔叔可都看到了。昭昭小脸更红了，口中的鸡腿都不香了。我明明记得啃的是鸡腿，怎么会变成一块破石头？裴景帝目光不由得落在了天启石左下方那一排排的牙印上。还真是牙印，真的昭昭的牙齿是什么做的？竟然能啃得动石头，这么厉害的牙口，岂不是能咬死人呢？难怪这么贪吃。云道长，不知这天启石上可有什么提示？正是，陛下稍等片刻，容老道先查看一番。云游子说罢，这才靠近天启石，结果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天启在哪儿。怎么会
没有呢？这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站在一旁的钟永侯指着那一排排牙印，好奇地问道：云道长，你找的天启该不会是这个吧？云游子的目光缓缓落在了那排牙印上。这是天启？怎么看着那么像孩童的牙印呢？哎呀，不愧是天启啊！这文字老夫竟然看不懂。何止是看不懂，仅仅是看着都觉得我等才疏学浅。丞相凑近了观察了下，哎，老夫怎么瞧着那么像牙印呢？跟他小孙子咬他的印子一模一样。胡说！天启石上怎么可能有牙印呢？这就是上天的文字，你我看不懂罢了。什么天上的文字？我看这就是牙印。裴景帝被吵得有些头疼，朝裴荣景使了个眼色，后者这才上前，目光直视云游子。云道长，不知这文字表示的是何种意思？云游子眼底闪过一丝不自然。之前的天启石呢，显现出来的文字虽然有些复杂繁琐，但老道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其中的意思。可大圣国的这块天启石上的文字，老道也是头一次见呐。昭昭闻言一愣，忽然想到了什么。龙龙，他们找的该不会是被昭昭啃掉的文字吧？应该就是。裴景帝在旁边憋笑，憋得快出内伤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昭昭的牙印竟然是啃掉了天启宇留下的。那个云道长，既然这文字你也未曾见过，不如就等你研究出来再告知朕和诸位大臣如何啊？是陛下。云游子擦了擦不存在的冷汗，心中有些不安，怎么感觉和算好的不一样啊？他目光不由得又落在了苏慕瑶身上，赶紧将她拉到身旁。陛下，这位就是老道算出来的神女转世，天生凤命。若是大圣朝有了她在，必定会繁荣昌盛。天生凤命。传闻中的云游子活了上百岁，能掐会算，甚至还能改写国运。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能被国师赶出去的人，怎么可能会是神女转世，天生凤命？陛下，为了大圣国的繁荣昌盛，还请陛下将她与太子赐婚，封她为太子妃。苏慕瑶微垂的眼眸闪过一丝不悦。我想嫁给的是五皇子，根本不是什么太子。这老道会不会算？他难道算不出五皇子才是今后登基为帝的人？朝堂上其他人一个个噤若寒蝉，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这个云游子可真敢说呀！太子妃早就定下来了，就是丞相府的小千金嘛。这会儿让陛下改立圣旨，不得先把太子与丞相府的婚约先退掉啊！众人的视线看看丞相，又看看钟永侯，全都没默默不作声。这俩人一来就不对付，此时又牵扯到各自家孙女的婚事，还不得在殿前吵起来呀？陈御史连忙站了出来，朝陛下道：不可呀，陛下！太子早已经与丞相府的小千金左小姐定下婚约，如今贸然退婚，让左小姐以后如何自在啊？太子和左小姐两情相悦，退婚，太子愿意吗？陈御史不悦地偷偷瞪了一眼云游子。呸！什么狗屁道长，我看就是个江湖骗子。什么神将天降石，根本就是为了苏慕瑶的婚约来的吧？我看呢，指不定是这个臭道士收了钟永侯多少好处，才来这里胡说八道的。陛下，瑶儿乃是神女转世，娶了她能够保佑我大圣朝风调雨顺，乃是天大的好处，还请陛下能够以大局为重。跟着钟永侯站队的官员们全部走出列，还请陛下以大局为重。其余人则看看丞相，又看看钟永侯，不知道作何反应。倒是左丞相站在那里老神在在的，好像一点也不着急。龙龙，快帮我偷听一下，苏慕瑶真的是神女转世吗？云游子好像真的相信她是神女转世哎，不过不是云游子找到苏慕瑶的，而是对方先找的她，并且提供了她能预知未来的能力，云游子这才相信她是神女转世。预知未来？难道苏慕瑶真的是神女转世吗？可是大皇上次用马蜂窝砸她的时候，她怎么没有提前预知到呢？龙龙觉得这其中有些古怪。等等，什么？龙龙忽然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声，让原本正在侧耳偷听的裴景帝吓了一跳。龙龙，咱们下次别这样惊叫，昭昭差点被淹死啊！知道了。你刚才听到了什么呀？怎么吓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听见苏慕瑶的心声了，她竟然是23年后的她重生回来的。
她现在的身体里是30岁的灵魂。她说她才不要嫁给你太子哥哥，她要嫁给五皇子。5年后五皇子登基，她就是未来的皇后。太子哥哥又没有犯错，黄伯伯怎么会将皇位传给五皇子呢？你太子哥哥很快就会死了，五皇子早已叛敌通国，勾搭上了西戎国，还在你太子哥哥的饮食中下了噬心曼陀。你太子哥哥会因为毒发身亡，3年后你爹爹也会在前往江南的途中被人埋伏，下落不明。你黄伯伯会被五皇子下了慢性毒药，一点点蚕食身体，最终不治身亡。五皇子有中永侯支持，再加上淮南王暗恋他母妃薛贵妃，甘愿沦为五皇子夺位的工具人。五皇子登基后也没放过你其他哥哥们，全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残害，要么杀了，要么流放。昭昭捏着手中的鸡腿都忘记吃了，不过很快他眼珠子咕噜噜一转，不对啊，太子哥哥身上的噬心曼陀在初春的时候就已经解了，还是用的黄伯伯宝库里的别雪莲解毒的。那是不是说你太子哥哥的结局已经被改变了？可是他既然知道太子哥哥的噬心曼陀，那说明3年后爹爹遇害和黄伯伯中毒都是真的。不行，昭昭要想办法告诉黄伯伯才行。苏慕瑶身体里的是成年人的灵魂，还能预知未来的事。龙龙担心他会不会对你不利。昭昭不怕，有爹爹和黄伯伯，还有龙龙你们在，昭昭一定会没事的。昭昭说完，悄悄看了眼裴景帝，思考着怎么才能让黄伯伯知道苏慕瑶已经换了性子。裴景帝坐在皇位上，整个人都是僵硬的，锐利的眼神不由得落在了苏慕瑶的身上。苏慕瑶身体感受到一股浓烈的寒意，下意识抬头就对上了裴景帝锐利的眼神，吓得连忙低下头去。怎么感觉陛下想要杀了他？片刻后云道长有所不知，太子与丞相府左小姐定亲，乃是国师批命，说左丞相的孙女才是天生凤命，你和国师算出来的不一样，朕也拿不定主意，不如请国师前来，你与国师商讨一番。云游子闻言整个人一愣，国师批命，丞相府的才是天命凤女，这怎么可能啊？他原先只是算出了天启石和天命凤女有所关联，甚至推算出了天命凤女就在圣经中，但是圣经的女子那么多，他怎么确定具体的人会是谁？自然是苏慕瑶亲自找上了门。他甚至都预知到了他会在这个时间来到大成国，甚至还知道他来大圣国的目的，更是将未来会发生的几件大事告知于他。起初他是不信的，可是他推算出来的结果竟然与他说的一般无二，就好比半月后南方会发大水，北方会干旱，他都一一对应上了，甚至还提供了具体的时间，这才让他不得不相信苏慕瑶就是神女转世，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呢？老道谨遵陛下旨意，海公公去请国师。海公公闻言恭敬地退了出去。裴荣景抬眸看了眼上方的两人，国师批命，我怎么不知道？总觉皇兄是在胡说了，难不成又是昭昭透露了什么大瓜？要不是龙椅上挤不下3个人，真想过去听听昭昭说了什么。陛下，马上又要到了雨水季节，南方水患不得不防，不知陛下有何安排？提到南方水患，裴景帝的神色冷了又冷，目光落在了钟永侯身上。钟永侯，不妨说说你的看法。钟永侯闻言，整个身体都跟着一颤。看法？什么看法？陛下这是在威胁敲打我呀！若是此次的南方水患赈灾款再次丢失，那可就要全都怪到我头上了。钟永侯赶忙抬起袖子擦了擦额间的冷汗，干笑道：陛下，距离南方水患还有不足1月的时间，老臣想着这1个月时间，陛下不妨让人先大量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哦，这个主意不错呀，那筹备粮食的事情就交给爱卿了。那不知微臣可以从户部支取多少银两？爱卿这话是什么意思啊？3年前被吞并的赈灾款，钟永侯难道没有找到吗？就用那笔赈灾款吧，国库今年就不出银子了。钟永侯闻言赶忙跪下磕头。陛下，不可呀，那些赈灾款早就被贼人给偷走了，老臣去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呀？钟永侯，你真以为朕不知道？那些银子分明就没有被贼人给偷走，那都是你自导自演的戏码。朕原本想着让你将赈灾款拿出来，好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冥顽不灵。陛下，老臣没有啊，那些银子真的是被贼人都给偷走了。
哼，如此大的银子数目，若是被偷，怎么可能不留下证据呢？朕早已命大理寺卿全城搜捕贼人，竟然一无所获，说明那些银子根本就没有丢。难不成你觉得大理寺的人都是废物吗？大臣们齐刷刷跪下，不敢抬头去看裴景帝。这还是陛下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真是吓死人了。裴荣景抿着唇，挑眉看着上面的裴景帝。裴景帝被裴荣景盯得有些不自然，轻咳一声，转移了视线。大理寺卿连忙移动，爬到中间。陛下，微臣真的全城都搜捕过了，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那些银子要么还在钟永侯府上，要么就是凭空消失的。这话说出来，谁信啊？凭空消失，真当是在做梦呢？大臣们的心中都笃定了，这银子肯定还在钟永侯府上。钟永侯百口莫辩，一股气堵在胸口，差点把他气得背过气去。到底是谁偷了他的银子呀？忽然他脑海中想到了大儿子苏怀瑾的脸，若不是外人偷的，难不成是怀瑾？毕竟他只带着苏怀瑾进入过地库。钟永侯，你还有何话可说？老臣遵命。苏慕瑶淡淡的看了眼钟永侯的背影，又垂下了目光。看来这一世和上一世真的发生了好多改变。龙龙，那些赈灾款，周周不是已经交给爹爹了吗？难道爹爹没有告诉黄伯伯吗？不是哦，你黄伯伯知道啊，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坑钟永侯出银子。黄伯伯可真坏。裴景帝嘴角一抽，这小家伙就不能说点好的？就在这时，国师被海公公带到了金銮殿。陛下，国师带到了。国师提着酒葫芦，狠狠灌了一口，又伸出手指指向了裴荣景。是你小子找本国师啊？海公公有些无奈，搀扶着他的手臂转向了裴景帝。哎呦，我的国师哎，不是王爷找您，是陛下找您。国师这才眯着眼看向裴景帝旁边的昭昭。嘿，你这个小丫头，怎么还跑到龙椅上去坐着了？裴景帝那小子把皇位传给你了？哎呦，这个国师可真是敢胡说呀！昭昭戳了戳旁边的裴景帝。黄伯伯，国师该不会喝酒喝傻了吧？昭昭觉得是，就是哦。国师顿时不乐意了，将手中的酒葫芦往腰间一别。你这小丫头怎么说话呢？还不快叫师祖爷爷？哼，还没有正式拜过师，昭昭才不要喊你师祖爷爷呢。龙龙可是说了，正式拜师的时候，就可以趁机将国师那个金灿灿的罗盘骗过来了。嘿嘿，昭昭喜欢金灿灿的罗盘，更喜欢好厉害的罗盘。还不知道自己罗盘被惦记上的国师捋了把下巴上的白胡子。不就是正式拜师吗？你给本国师等着，本国师……他话还没说完，就感觉袖子被人扯住。国师，你可以收我为徒吗？上一世他就想拜国师为徒，因为只有成为了国师的徒弟，才能成为下一任国师，才有资格进入雾隐山修炼长生不老之术。哼！国师猛地抽出袖子，什么阿猫阿狗的，也想被本国师收做弟子，你配吗？苏慕瑶脸色涨得通红，怎么也没想到国师会这么说他。钟永侯看不下去了，连忙恭敬又坚决地开口辩解：国师有所不知啊，我家瑶儿乃是神女转世，她一定够资格当您的弟子。神女转世？谁说的？云道长说的。国师的目光醉醺醺地落在云游子身上，后者整个人都紧绷了些。谁来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国师会是他？国师目光犀利地盯着云游子看了半天。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被宗门赶出雾隐山的云游子吗？师兄啊，别来无恙啊，别叫我师兄，你早就被雾隐山除名了，可不是我雾隐门的弟子了。云游子脸上的肌肉都跟着颤了颤，这人还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他当初会被赶出雾隐山，那还不是因为……国师，你是不相信我是神女转世吗？那如果我可以预言到半个月后，南方会水患，北方则会引来百年不遇的大旱，国师可愿相信？国师如果还不信，那我就说个其他的。国师微微皱眉，并未接话。这小女娃怎么给他一种非常违和的感觉，就好像孩子的外表下藏着成年人的魂魄。苏慕瑶自信地说完，又转向大理寺卿。大理寺近些日子是不是在找寻一名专门残害少女、斩其双足的凶手？你从何得知啊？因为案件太过棘手，他们早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凶手自投罗网，所以这次的案子他们还从未对外说起过。
你们是不是还布置了天罗地网？但是凶手再也没有出现。你连这个都知道？他该不会真的是什么神女转世，能够预知未来吧？那是因为凶手就在你们大理寺，是你们衙役中的一人，他每次都能提前知道你们的部署，当然不会被抓。众人闻言齐刷刷愣住。小姑娘，那个人是谁啊？可恶啊！竟然披着大理寺的皮，在外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儿。大理寺卿气得身体都抖了。他大理寺出现了如此大奸大恶之人，若是陛下追究起来，他这个大理寺卿也难辞其咎。国师不经意间走到了裴荣景身边。这个小丫头有问题啊！本国师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缕煞气。国师告诉我这个干啥？她身上的煞气跟本王有什么关系？哼，当然有关系。那煞气隐约间缠绕上了她的因果线，而这因果线的另一头缠在了你宝贝闺女身上。国师刚说完，裴荣景身上的气息骤然一愣。国师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你一个凡人当然看不见他那线代表的什么。国师醉醺醺地回头看了眼正睁着大眼睛滴溜溜看戏的昭昭，这才转回来继续开口。你可听说过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轮转交替，相辅相成，以相克相生。昭昭乃是天阳命格，这种命格的人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无限好运，但是地阴命格的人则恰恰相反，会吸走身边人的好运供自己使用。他与昭昭便是阴阳两极，他强则昭昭弱，他弱则昭昭强。原本他的命格已经完全被昭昭压制，不知为何突然又转变了，甚至隐隐有想要压制昭昭的趋势。你现在还觉得他跟你没关系吗？裴荣景虽然不信这些，但是事关昭昭，他不得不信。国师可有什么办法？自然是有的，不过还需要小丫头赶紧拜了我这个祖师爷，我才好给她传授老夫的本事啊。裴荣景眯着眼，视线俯视地落在国师身上，他怎么感觉这老头说了这么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昭昭赶紧的拜师。苏慕瑶将所有人的好奇心都提了起来，那个人就是楚云。刹那间朝堂上一片哗然，就连昭昭都吓得从龙椅上蹦了起来。这不可能，楚云叔叔绝对不会是变态凶手的。龙龙，你快听听他的心声。龙龙赶紧偷听了苏慕瑶的心声，他没有说谎，他的心声说楚云会在10年后的杀人现场被抓获。虽然他不承认是他杀的，但是工具、分解地点以及刀具都和他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他最后被判了绞刑，就在城门口被行刑，全城的百姓都去看了。昭昭一听，心中的恐慌噌的就上来了。楚云叔叔一定是被冤枉的。裴景帝压下心中的震惊，听到昭昭的心声后反而冷静了下来。苏慕瑶只是知道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但他又凭什么觉得他见证发生的事情就一定是真相？楚云不是没听说过，嫉恶如仇，跟着江慈洲破过不少案子，这样的人真的会是凶手吗？大理寺卿惊出了一身冷汗。你说这话可有什么证据？我当然有，证据就在他家那口井中，他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在地窖上弄成水井的样子，那些被抓的姑娘都被他在井底的密室中杀害。你们若不信，完全可以现在就去搜。大理寺卿朝裴景帝道：陛下，还请容微臣现在回去查看。裴景帝也想知道事情的真假。准了。昭昭连忙提起小裙裙，从龙椅上跳下来。黄伯伯，昭昭吃的有些撑了，想要出去消消食，可以吗？消食？裴景帝有些诧异，这个小家伙还有吃撑的时候。他轻咳一声，就想要拒绝。裴荣景眼皮子一跳，知道这小家伙是想要跟着大理寺卿出宫了。陛下，正好微臣想要跟着大理寺卿前去查看一番，不如就让昭昭跟着微臣吧。昭昭朝裴荣景投去一个笑眯眯的眼神，不愧是他爹，连他出宫的理由都找好了。昭昭回过头，可怜巴巴地扯着裴景帝的衣袖。黄伯伯，你们开朝会，昭昭又听不懂，昭昭实在是无聊的紧，您就让昭昭出去透透气吧。我要去找证据，楚叔叔一定不是凶手，地窖中肯定有小老鼠，不知道叔叔有没有看到真正的凶手长什么样子。裴景帝阻止的话又咽了回去，小家伙是要去找证据，
他不能拦着他。他也相信楚云不是真凶。裴景帝深深地看了眼自信满满的苏慕瑶，不过是仗着重活一世，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罢了，竟然还好意思标榜自己是神女转世。她若是神女转世，那我的昭昭是什么？去吧，不过一定要跟紧你爹爹，千万不可以乱跑，知道吗？昭昭去就回。昭昭开心地转身跑到裴荣景身边，爹爹，我们走吧。好。裴荣景拉着昭昭朝着殿外走去。路过国师时，昭昭还一脸眼馋地盯着国师腰间别着的黑金色罗盘。什么时候罗盘才能属于昭昭？国师眼眸微微睁开，其中闪过喜悦。哎呦呦，这个小丫头是在对我依依不舍吗？我刚才还冷哼，故意抬头不看小家伙，她该不会伤心了吧？哎呀，看来老夫以后要对小丫头好一点才是啊，毕竟还只是个孩子。听到国师心声的龙龙无语，苏慕瑶死死盯着昭昭离开的背影，指甲掐进了手心中。她就是这一世唯一的变数，那个不知廉耻的生的女儿。当初娘亲让人害死那个时，怎么没将这小一起杀了？真是个废物！看来为了防止他这个变数破坏掉我的后宫之路，我必须提前想办法除掉他。他眼底淬了毒似的狠意被国师看了个一清二楚，就连站在国师旁边的云游子也不小心瞥到了。哎，这小神女的眼神怎么……国师一转头就看到了云游子，气不打一处来。哼，不在你的百岁山藏着，下山来做什么？云游子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脸。今年的神将天启石落在了大圣国，我是来送天启石的。国师的目光这才看向了殿中那一人高的巨石上。你说这是天启石？上面的天启神玉呢？国师走近看了眼，又转着天启石走了一圈。你管这玩意儿叫天启石？云游子走了上来，又看了眼天启石，确定道：这就是天启石无疑啊！国师可有什么要说的？哼，难怪你找个假神女转世过来，连天启石都不认识。你来说说，天启石有何特征啊？云游子皱眉想了下道：以往的天启石上都会雕刻着天启神玉，还会散发着莹莹白光，尤其是在夜晚更是刺目。他说着说着忽然停了下来，目光不由得看向了大殿中的天启石。这神玉可以说是那排像牙齿的符号，那发光呢？它怎么不发光呢？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洞？不知是谁忽然喊了一声，众人这才看向巨石的一侧，赫然看到一个可以容纳一人拳头大小的洞。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天启石根本不是人力可以破坏的，所以这真的是假的。云游子猛地转头看向苏慕瑶。哎，你不是说这就是真的天启石吗？为什么不发光呢？苏慕瑶这才想起前世对天启石的传言，好像真的是会发光的，也没有动。难不成真的不是天启石？天启石另有其他？他深吸了口气，有些责怪地质问：领导长，你们确定是按照我指定的位置找的吗？在这巨石旁边就没有别的石头吗？当然是按照你说的地点寻找的，那方圆10里之内都没有类似的石头。这臭道士找错天启石就算了，竟然还不承认。天启石不必找了，今年的天启石早已经被本国师寻到。至于神玉嘛，国师故意没有往下说，他也不知道神玉说了什么，怎么往下说？这天启石就是真的，他就是故意那么说的。天启石乃是天外之石，其坚硬程度，除了跟在小家伙身边的旱魃能一拳洞穿，还有谁能做到？那上面的牙印儿，一看就是小家伙啃出来的。只是没想到啊，这小家伙不光力气大得吓人，就连牙齿都锋利的可怕呀！国师忽然捂住了自己牙齿。哎呀，这个小家伙的牙口可真好呀，不像我，稍微吃点硬的就牙疼。楚云还在大理寺当值，莫名其妙的就被喊回了家中。刚一进院子，就看到了院子里站满了人。参见摄政王大人，不知这个时候喊属下回家做什么？大理寺卿压抑着内心的怒火，怎么看楚云也不像是那种衣冠禽兽啊。但是一想到那些被残害死的少女，他心中又升起一股怒意。楚云，你家中这口井是怎么回事？为何本官让人打水，却一滴也打不上来呢？楚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困惑道：那口井啊，它早就枯了，当然打不出水啊。我已经让人在院子后面重新打了一口井。大人，你是想喝水吗？我这就去给你打水。楚云说着就要往里走。
你站住！楚云回过头，更不解了。大人还有什么吩咐？本官现在想让人下井，你没有异议吧？下井？没想到大人竟然这么体恤下属，家里井枯了都要给修好。其实不用了，我已经有水吃了。若是本官非要让人下呢？大人这神色怎么如此奇怪？楚云困惑地抬头又看了眼大理寺的衙役，见他们全都警惕地盯着自己，心中的疑惑更深了。裴荣景则抱着昭昭安静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昭昭脸上闪过焦急。楚云再傻，现在也觉察到了不对劲儿。大人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属下真的猜不到。有人说你就是这次恋足癖的幕后真凶，行凶地点就是在这口井中，你可有什么话要说？楚云一愣，一双眸子闪过难以置信，他伸出手指着那口枯井。大人的意思，这地下是属下的作案现场？楚云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差点笑出声。大人随便查，属下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断然不可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楚云的态度让在场的一些衙役全部松了口气，他们就说老大绝对不是这种人吧？难道苏慕瑶真的在说谎？小崽崽，你快放心吧，你楚云叔叔真的不是凶手啊！他的内心也很好奇，凶手到底会是谁？不过小崽崽，龙龙感觉到井底传来了淡淡的死气，恐怕……昭昭闻言，刚放下去的心又猛地提了上来。苏慕瑶是从未来重生回来的，那么他知道的事情也不是空穴来风，井底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恐怕连楚云叔叔都不知道。